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阿生回来了，柳福一有些诧异，你怎么不进来？少年回来时身披寒霜，走过天井，落了一间清冷的月光，伫立在阴暗的屋檐下，一言不发。慕瑶抱着有些打瞌睡的楚楚，压低声音招了招手，来得正好，阿姐有话交代你。他的步子这才动了一下，迟缓地走进了厅堂。室内暖融融的亮光如波涛冲来，一瞬间让他有些睁不开眼。他站定在距离慕瑶2步远的位置，将流血的手心藏在袖中，用力擦了2下。阿姐，烛火下，他的眸子漆黑，脸上一丝暖意也没有，就像淋了整夜雨的小动物，浑身上下的毛都黏黏的，打不起精神。慕瑶有些担心，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慕生摇摇头，再次歪头避开了慕瑶伸出的手。我没事。慕瑶面色怅然。阿生最近似乎长大了，有个理智的声音这样告诉他，他开始有自己的心事，也与他疏远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欣慰还是该失落。柳福一插话，妙妙呢？慕生顿了顿，轻声道，在后面。仿佛印证他的话似的，门吱呀一声推开了，紧跟着进来了满身寒霜的林妙妙，手上还搭着慕生的披风。他闭上门，安安静静地走到主角团身边，罕见的没有主动开口。两人谁也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给彼此一个眼神。闹别扭了。柳福一通过观察下定结论，可惜现在不是调解矛盾的最佳时机，有件事得给你们商量一下。慕瑶压低声音，简要地讲了刚才在这里发生的事。慕姐姐怀疑石娘子是画皮妖。林妙妙抬起眼，按楚楚的话来分析，石娘子可能趁夜幕降临带上画皮，催眠李准，趁机吸食他的精气。这个画皮妖很可能已进化到高阶。柳福一压低声音，以手指在地面上虚画，他只在夜晚画皮，便可操控李准在白日也对他百依百顺。他借李准阳气庇护，大肆自由活动。画皮妖到了高阶，活人精气无法满足他的贪欲，还需要吸食大量阴气。所以他诱骗李准举家搬来泾阳坡，这里曾是万人埋骨地，阴气厚重，甚至滋生出了阴阳裂。对，柳福一看他半晌，没想到什么要补充的，遂点点头。还记不记得前些天我们和石娘子一道吃茶？慕瑶转向妙妙，她给我们讲了她和李准的相识过程。当时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却没想明白哪里不对劲，现在想明白了。妙妙有些不在状态。是哪里不对劲？她的视角有问题。慕瑶肯定道，他讲述的他和李准的相识，画面里只有李准和他妻子，没有他的存在。他就像是庭院里的一棵草，一朵花，一只动物，旁观着他们的生活，自己却没有参与其中。他说自己是李准的朋友，可朋友又怎么会连一句对话都没有呢？妙妙满脑子都是那一天石娘子将手指放在唇上的画面。他告诉他，让一个人爱上自己的最终奥义，是付出全部的爱。画皮妖，顾名思义，戴上画皮，魅惑众生，以虚伪面目蛊惑人心。口口声声最爱李准的石娘子，真的是妖，会吸食他精气，操控他，摆布他，迷惑他的画皮妖。他的以爱换爱理论根本就是的笑话，始终依仗的还是一张倾国倾城的美人面皮。林妙妙心里一团乱麻，沉默了许久才接道，那我们要怎么做？我已在他房门外的地面上布好了7煞阵。慕瑶轻声道，如果他真是大妖，一出房门便会被阵困住，但是他的房间我们不好进入，还需要楚楚配合。柳福一俯下身去，扶住小女孩的肩头。楚楚，柳哥哥方才说的，你都记住了吗？楚楚点点头，慢慢伸出小手，露出袖子里藏的半截橙黄符纸。柳福一以血绘制的符咒，可削减大妖实力，控制大妖的行动，使之头昏脑胀，以至于束手就擒，效用和道士镇鬼的桃木剑差不多。今晚11娘哄你睡觉的时候，你找机会将这个贴在门上，不能让他发现，能做到吗？楚楚似懂非懂地望着他的脸，将符纸一点点塞回袖子，半晌扬起小脸，黑宝石般的眸子闪烁，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好孩子。柳福一拍拍他的背，叫醒了旁边睡得鼾声如雷的乳娘。小女孩被乳娘抱在肩头，将要走到屏风背后时，她咬住唇，冲柳福一挥了挥小手。主角团也冲他挥挥手，这大概是全文最小的剧情参与者了。是不是大妖？明天就见分晓。慕瑶嘱咐道，明天夜里我们再去一次制香厂，看看没了大妖控制，制香厂还藏着什么猫腻。慕生从头至尾保持沉默，像个游魂似的听完了慕瑶布置，又心事重重地转身回了房间。中间慕瑶看他几次，他都避开了目光。阿生，
阿生，慕瑶望着他的背影直皱眉头，想回头问妙妙，却发现他早就不知道何时溜掉了，旁边只有一脸茫然的柳福一。咦，人呢？木生推门，屋里只燃着2支小小的蜡烛，堪堪照得清楚家具的轮廓。他转身闭上门，黑暗瞬间将他围拢。他将外袍脱下来放在桌上，在黑暗中熟练地绕过了柜子，撩开帐子，坐在了床上，开始卸腕上绑带。才卸了一只，他眸光猛然一凛，如闪电般出手向身后掐去。谁？我，嗨嗨嗨嗨！女孩夸张地发出一声尖利的长鸣，活像是被掐住脖子的公鸡。摸到了绸缎般绵软的脖颈，他顿时松开手，空气中漂浮着熟悉的馥郁清香。林妙妙，在他床上，他指尖砰地炸出一朵火花，照亮了他的脸，那一双杏子眼里倒映出亮抹光亮，一眨不眨地望着他。火花灭了，屋里又陷入黑暗，隐去了他的脸。他似乎有些着慌。你这屋里黑成这样，怎么不点灯？看得见吗？他顺手在桌子上摸了一根蜡烛，砰地点燃了，端在手里，刚想把它赶下去，忽然皱起眉头。你喝酒了？酒气混杂着花香，像是花开得过于烂漫，有些甜腻的醉人。他怀里抱着个酒壶，两颊泛着红。妙妙嗯了一声，酒壮怂人胆。爬黑莲花的床，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他现在手心还湿漉漉的，生怕木生一个抱起将他丢下床。木生果然拉住他的衣服角，将他向外拖，语气不善。你下去。可你现在也不睡觉啊。他放下酒壶，两手抱着床角的柱子，闹起来，我就做嘛，别那么小气嘛。子期，子期，子期。他一叠声的叫他名字，喊得他百爪挠心。他压着火气，一连点了3根蜡烛，摆了一溜，把他们之间照得分毫必现。这样才好，比刚才那昏暗暗的气氛好多了。你喝酒吗，子期？这么早就睡觉，真无聊，没一点夜生活。明天就要。他骤然惊醒，咬下了跳裂隙3个字，就要捉妖了。今天我们多玩一会儿好不好？说话呀，子期，说话嘛。还真是酒壮怂人胆。木生冷眼看着他，双手抱着柱子，占足了嘴上便宜，完全没有平时察言观色那点自觉。大半夜跑到男人床上喝酒，刚消下的火又忽地冒了起来，拉了拉他袖口，耐着性子道：你在我这干什么？回你自己房间去。我不走。他那个不字拖得又长又不情愿，生气地瞪着他，好像他才是侵占别人领地的那个。交涉失败。木生扯了一把领子透了透气，屋里好热。他脑子乱成一锅粥。术法、修行、穆家、前途、姐姐，这些本来在他心里盘条理顺的事情，一见到他就全乱了，什么都来不及细想，只顾得上眼前的兵荒马乱。你喝了多少？他拎过壶来，发现是空的，顿时火冒3丈，黑眸一沉，你全喝了。他很骄傲地点了一下头，语气像街边口沫横非说评书的，我一口闷没断。他凑近了他，两双眼睛像照镜子一般对着，近的可以看见彼此根根分明的睫毛。他压低声音，那你让我跟你喝什么？你来啊，有的是。他从怀里一掏，居然又掏出一只酒壶，眼眸亮晶晶，我给你留着呢。衣服扯开了些许，若隐若现露出白皙的肌肤，他想往后退，偏偏林妙妙拉着他的手不放，强行让他握着酒壶，你摸摸，热的，我揣怀里帮你加热了。他自顾自笑起来，笑得如银铃响动，像盘丝洞里的女妖精。四周都是他发间香气，怀中香气，眼前娇躯近在咫尺，不断与梦境叠合。他觉得自己要发疯了。在头脑纷乱中，他不断地回想这个晚上从他嘴里吐出什么话，化作几柄刀子插进心里，让他清醒。想到阿姐，果然如冷水浇头。眼前的人动了一下，往里面靠了靠，骤然离他远去，抱住膝盖，将自己蜷缩起来，只伸出手轻轻戳他，喝不喝？给点面子吗？他回头猛地吹熄了蜡烛，屋里陷入先前的黑暗。林妙妙呀了一声，抱怨道：摸黑喝酒，什么毛病？你看得见我的脸吗？他心道，就是要看不见才好。他长睫微垂，心烦意乱地端起酒壶，一口闷没断。谁给他的烧刀子，又烈又呛？你给我留点行不行？林妙妙开始扯他袖子，强行将酒壶夺过来，边抢边絮絮叨叨地教训，你这人没意思，只顾自己喝，知不知道什么是推杯换盏？林妙妙几乎要喝晕了，嘴里的话自己往出蹦，昏昏沉沉，过不了脑子。木生将酒壶从他嘴边夺下来，一把抢回去。就这样拉拉扯扯相互讥讽，摸着黑解决了一整壶。本该冷若冰霜的夜晚，偏偏喝得满身燥热，心里几乎要烧起来。你为什么半夜喝酒，还跑到他床上喝？他顿了一下，放低了声音，我心
心里有点难受。她嘴角勾起，黑眸中闪过一丝讥诮的笑。林小姐也有心里难受的时候，还以为她百毒不侵，万事不挂心。不知是不是喝醉了的缘故，她居然没像往常一样顶回来，而是软绵绵的应，我找你道歉来的，对不起。少年一怔，旋即冷笑一声，子期，真的。谁知他慢慢蹭过来，眨巴着眼睛，近乎神志不清地凑近他，异常真诚地开始道歉。刚才我不该那样说的，对不起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按理说这件事绝对不该是这样的解决办法，心结这东西岂能是能三言两语解得开的？可他偏偏就用这么直接的方式，简单粗暴地面对困境，不依不饶，折磨他一晚的关系，他考虑了一晚上的事情又乱了，满脑子都是他的哼哼唧唧。行了，少年忍无可忍，伸手将他软绵绵的脸推开。林妙妙，闭嘴。他沉默了几秒钟，在巨大的倦意中翻了几个白眼，又攥紧了拳头，似乎在拼命提醒自己不能就此睡着，开始口齿不清的解释，我作为朋友，我其实是担心你。我有什么好担心的？他舌头都捋不直了。不对，说错了，是关心你。那你关心我什么？你和穆姐姐不合适呀，你喜欢穆姐姐，你会很惨的，根本不会有人理解你，你花瓣都要愁掉了呀。换个人喜欢吧，穆生，换个人喜欢。他软磨硬泡闹个不休，还反复提穆瑶，惹得他心头火起。本来应该将林妙妙扔下床，可是少女的手指一点点爬上他的脸，冰凉的，如此温柔怜惜。他鬼使神差的没有动，任他捧起他的脸，冷静地问，我应该喜欢谁？林妙妙骤然绽出一个灿烂的微笑，一双眼睛绽放华光。喜欢我呀，喜欢我这样的，把你养得白白胖胖。他又笑起来，笑得整个床夸张的晃动，果真是喝醉了，胡言乱语。忽然耳畔一阵风撩起发丝，他没有防备，少女的脸毫无征兆地贴下来，在他颊边印上柔软冰凉的一吻，转瞬离开。木生僵在原地，耳畔轰鸣作响，脸几乎要烧起来，他还火上浇油，用手指来回抚摸那个位置，好似想要歉意地擦去蹭在他脸上的口汁，口中长叹，可惜啊，我属一柳大哥，今生与你无缘了，没关系，改天我给你介绍好的。后半句话灌入耳朵，他一把将他推倒在床上，少女陷进柔软的被子堆里，还弹了一下。干嘛推人，你不要脸。他蹙起眉，恨恨骂他一句，拉起被子，一翻身睡到了床里。起来，回你自己房间去。他搂住他的腰，将他往外拖，心里已经天崩地陷，太阳穴尖锐疼痛，脑子嗡嗡作响，只知道一点，要离他远一点。如果再听他说下去，他可能会直接心脏爆裂。林妙妙死死抓着帐子不放，我不走，这个床比我的软，我要睡这个。他咬紧齿根，那我去哪里？你去睡我的。他眼睛都闭上了，睫毛不耐烦的颤动，胡乱一指，在对面，对面，快去，别吵我。他站在床边，望着被他折腾得鸡飞狗跳的床，他的幻色襦裙下面露出白皙的脚踝，脚踝下压着他的被子，他拽了一下却没拽出来，被子是被他无意夹在两腿之间的。他颊边骤然发烧，猛地抓起放在桌上的外袍，钻进了对面的房间。鸟雀啾啾，在窗子外叫个不休，简直像是在吵架。用早膳的时候，只见李准，不见十娘子的人影。夫人的身体好些了吗？慕瑶淡淡问道。李准面带忧色，心神不属。不知为何，十娘子昨夜头痛欲裂，折腾了一个晚上，只怕今日也需要卧床静养。他喝了一口茶，无不烦躁。平时也没见他有什么头疼脑热，这一次怎么？柳福一点点头。李兄先不要打扰他，让他多睡一会儿。众人心知肚明，十娘子不舒服，多半是那镇妖的符纸起了作用。一旦他卸去防备，浑浑噩噩走出房门，便会被门外那七杀阵牢牢困住，束手就擒。他们要做的便是保守秘密，按兵不动。林妙妙眼底两道乌青，脑子里还有些昏昏沉沉。他没想到昨天去厨房借的2瓶烧刀子居然这么够劲，木生也不按套路出牌，竟跟他同壶而饮，抢酒喝，活活将他喝断片了。柳福一早起不见人，敲门没人应，推开门一看，见他睡在木生的床上，人事不省，魂都吓掉了，将他捞起来，一碗醒酒汤灌了下去，开始摇晃他肩膀。一睁眼，柳福一满脸紧张地问，昨天晚上没事吧？他尚在迷茫，头发乱得像鸟窝。怎么能喝这么多？昨夜阿生没欺负你吧？柳公子说话要注意。少年抱怀里在门口拉出纤长一道影，润泽的黑眸盯着他的脸，满眼嘲弄。林小姐半夜来我这耍酒疯，哭着闹着霸占我的床，到底是谁欺负谁？妙妙瞪大了眼睛。
妙妙，梳头水不要用那么多，满屋子都是香味，闻多了反胃。他不理会满脸惊愕的柳福一，朝着妙妙讥诮的一笑，转身进了厅堂。这顿饭吃得各怀心思，大家几乎都是机械地往嘴里递着米，精致茶点索然无味，甚至变得有些难以下咽起来。因十娘子病着，李准闷闷不乐，早早道一声抱歉下了席，说是要回去照看十娘子。他病着时，十娘子也是这样衣不解带地照顾他，现在他病了，他实在没有办法再与客人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十娘子的房间贴了符，已成他的牢笼，无辜的人再进去多有不妥。柳福一刚想阻拦李准，乳娘突然抱着楚楚，急匆匆地从屏风后面闪出来了。老爷，看看小姐吧，小姐不肯喝药。乳娘两颊上全是汗珠，小心地将楚楚递过来，小女孩的嘴唇发紫，还在颤动着，眼睛半眯，小脸惨白。李准急道：楚楚，你怎么这么不乖，为什么不喝药？爹爹。他伸出白生生的手臂要抱，李准将他接过来，满脸紧张地看着女儿的小脸。他宝石般熠熠生辉的黑眸里盈满泪水，许久才断断续续地如念：爹爹，我做噩梦，我好怕。不怕不怕，爹爹抱。李准拍着楚楚的后背，感觉到她的身子在一阵阵发颤，着急忙慌，忍不住对乳母喝道：还愣着干嘛？把药端来。几个人都围着楚楚看，瘦弱的小女孩像小鸡仔一样发着抖，即使被父亲抱着哄着，也没能让她看起来安定一点。乳母急匆匆将药端了过来，白瓷碗盛着，褐色的，步子快了些，几滴药汁洒在托盘里，犹有异香。慕瑶有些奇怪，这药。柳福一阻住了他。李准正在轻声慢语地哄楚楚喝药，眉头紧蹙，拿勺的手有些颤抖，见他一勺一勺喝下了药，这才安下心来，长舒一口气。楚楚，以后不能不喝药，知道吗？小女孩在他怀里怔怔点头。李准将空碗和勺放在乳母端着的托盘上，揉了揉眉心，放轻了声调：刚才我也是急糊涂了，先下去吧。乳母迟疑地站在原地，察言观色半晌，许久才有些畏惧道：老爷，药好像喝完了。李准刚放松下来的表情立即提起来：怎么不早说？我也没注意。乳母急得要哭，如嗫道：我前2天看还有许多，今天再一看，已经是最后一包了。李准半刻都没有耽搁，沉着脸站起身，已经接过小童递来的外裳，穿在了自己身上。柳兄，我得出门一趟。李兄这是要去给楚楚买药？柳福一有些诧异，现在就走？哎，柳兄不知道。李准烦闷地摆了摆手，拉了拉领子，这药铺在镇子上，离我们泾阳颇远得很，我现在出门，得在外过一宿，明天才能回来。他俯身怜爱地看了看楚楚苍白的脸，将她细软的发丝别到耳后，这才抬起头看柳福一。楚楚这病虚的每日一碗药，断不得。柳福一点点头，帮他递过了厅堂里挂着的一把油纸大伞。那柳兄派个童子去便是，何必亲自跑一趟？哎，还非得我去不可。李准接过伞要出门，又折回来，在几案下面多抓了一把银钱，有些无奈的笑笑。这药的配比乃内人的秘方，我答应他不是外人，只能我亲自去抓，还要跑几家不同的药铺子分别抓来才行。劳烦柳兄帮忙照看楚楚了。李准抛下一句话，急匆匆地出了门。慕瑶和柳福一面面相觑，想要看看那盛药的碗，乳娘却已经端着碗去了厨房。妙妙觉察到空气中残留的一点苦涩，色中带着异香，嘟囔道：这药好香。是血。木生望着他答，语气淡淡，是妖怪心头血的味道。李准匆匆出发之前，交代下人们要给十娘子送饭，李府的厨娘特意准备了一份小米粥端进去，不到10分钟，又原封不动地端出来，脸上写满了郁结。怎么了？慕瑶停下夹菜的筷子，询问那端着托盘站在屏风前发呆的厨娘。厨娘指指十娘子房间，压低声音：敲门没人应，推了门一看，夫人背对我在床上躺着，帐子都没挂起来，看样子还没醒。顿了顿，又有些愁苦，这都躺了1天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啊？她在自己的围裙上擦了擦手心的汗，满脸担忧地问：老爷不在，几位方士见多识广，需不需要我去请个郎中？暂时不必。慕瑶微微一笑，安抚道：你先下去吧，过了今天，要是还没有好转，再去找郎中。胖胖的厨娘没什么主意，哎了一声，端着托盘回了厨房，嘴里嘟囔着：熬得烂烂的小米粥，可惜了呢。楚楚坐在柳福一膝上，正在张口吃他喂的虾，忽然闭上了嘴。柳福一拿起手帕给他擦了擦嘴，柔和地问：不吃了吗？吃过药以后，楚楚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几乎看不出病色。他乖顺地任柳福一帮他擦干净嘴，望了他一眼，似乎有话要说。
楚楚，还有哪里不舒服吗？慕瑶的语气有些紧张。慕瑶和柳福一两个人，一个抱着小女孩擦嘴，另一个拿着小勺时刻准备喂汤，配合默契。若不是林妙妙知道内情，真的会以为他们二人是一对恩爱的年轻父母。林妙妙扭过头，饶有兴趣观察木生，见他长长的睫羽轻覆下来，正在端着碗认真吃饭，没对眼前场景做出什么过激反应。他有些失望的托腮仔细盯着他，想从他脸上盯出点端倪来，不料木生忽然抬眼，两人的目光便撞在了一处。少年被盯得有些难以下咽了，这才忍不住抬了眼，见他的眸颤了一下，像是被发现的小鹿，生动至极，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立即低下眼，扫视桌子上的几盘菜，似乎在飞速考虑要在哪一盘里加一筷子来堵他的嘴。林妙妙已经能从他有些不对劲的动作中未卜先知，立即移开脸，警惕道：我不要。木生手一抖，夹起来的胡萝卜块掉了下来，他抬头望他一眼，双眸黑沉沉。妙妙让他这样一看，嘴里的话立即拐了个弯，不要吃胡萝卜，吃鸡，还配合地伸出了碗。木生的神色不经意间放晴，转而夹了一块盐酥鸡丢进他碗里，有些僵硬地别过脸。吃你的饭，别到处乱看。心里却在游神，兔子居然不吃胡萝卜，真令人惊奇。兔子动着三瓣嘴开口了：我最讨厌胡萝卜了，尤其是煮熟的胡萝卜。他边吃鸡边愤愤地盯着桌上的胡萝卜牛腩，仿佛看见了宿敌。那是自然，木生心想，哪有兔子喜欢吃煮熟的萝卜。妙妙吃着吃着，想起来瞥一眼木生的神色，发觉他低垂的眸中竟然带着隐约的笑意，心里顿时诧异万分。柳福一和慕瑶都在他面前演恩爱小夫妻了，他居然还能笑出来。完了，黑莲花气出毛病了。楚楚是不是有话想对慕姐姐说？慕瑶喂了半碗汤，楚楚喝得心不在焉，还喝呛了2回，黑亮的眼一直盯着他，似乎欲言又止。楚楚犹豫了一下，用小手解开了自己的衣裳，刷地向上一拉，雪白的肚皮上鼓囊囊的贴着几个牛皮纸包，两只眼睛怯怯地盯着慕瑶的脸，似乎在观察他会不会生气。慕瑶的笑容僵在脸上，一时语塞。半晌，柳福一又好气又好笑的把那几个纸包一个个拿出来摆在桌上，摸了摸他的脑袋：是你故意把药藏起来了？楚楚怯怯的点点头，似乎有点委屈，又有些懵懂。我不想让爹爹去看十一娘。他想了想，眸中露出几丝恐惧。昨天晚上十一娘头婚，没有变漂亮姐姐的脸，爹爹要去看她，他就把脸藏在被子里，很凶地将爹爹骂走了。因楚楚身体虚弱，可能发生危险，李准不放心假手他人，刻意将她的床安置在自己和十娘子房间里，中间只用屏风隔断。隔着屏风，年幼的楚楚屡次见到十娘子变脸，可能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慕瑶叹了口气，无奈地摩挲着她柔软的发顶。天色渐暗，暮色四合，转眼已经到了傍晚。这一整天，十娘子一步也没有踏出房间，不吃不喝不说话，令主角团束手无策。按照先前的计划，他们应该在傍晚出门去探制香厂了。可是柳福一怀里还坐着一个说什么都不肯去休息的小女孩，犹自瞪着一双大眼睛，怯怯地依偎着柳福一，小手还抓着他的衣襟，生怕他一睡着便会被丢下和十娘子独处。李准不在，下人们拿不定主意，柳福一是他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他既已帮主角团贴上了符咒，就是正面与十娘子为敌，一旦被发现，后果难以预测。因为这个缘故，主角团也不放心将他一个人留在李府。几人商议了一下，柳福一道：这样吧，我们带着楚楚一起去。慕瑶被楚楚晶亮亮的眼睛盯着，没有立即表示反对，反倒是木生有些不情愿。阿姐，路上艰险，他又有喘症，恐怕不太方便。楚楚小嘴一撇，眼里委屈不堪，转头趴在了柳福一怀里。我怕这个哥哥。木生冷笑一声，扭过头，黑眸望着窗外，不再言语。慕瑶看了看楚楚瘦弱的脊背，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不妨事，路上我来照顾他。楚楚立即坐直身子，揉揉困倦的眼睛，拍了拍巴掌。太好了，我可以去遛弯了。夜黑风高，一行4人带着楚楚踏上了遛弯的险路。柳福一身臂拖着楚楚，慕瑶站在一旁，伸出纤细的手指，温柔地整理着小女孩披风的领子。月下荒草泛着银光，旁边是潺潺的溪流。这幅剪影温馨和谐，缱绻万分，简直像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相比之下，他们身后的木生半隐没在黑暗中，心不在焉地踢着脚下石子，是孑然一身的夜旅人。微凉的夜露顺着植物的叶子流下来，吧地滴落在他手背上，弄得他满心凉意。他将叶子揪下来，在指尖揉着，忍不住回头寻觅少女的身影。
林妙妙快走了2步跟上了他，黑白分明的杏子眼睛恰好看过来，夹袄上毛茸茸的领子衬着她红扑扑的脸，她伸出2掌，竟然在手上戴了一双线织起来的手套，活像是小老虎伸出2只宽厚的爪子。木生，你看，我穿了秋天的袄子。他低眸掩住眼底浮出的一丝暖意，低低应一声。林妙妙非常失望。你怎么这么蔫啊？是不是冻着了？他拉开木生的披风，抓住他的衣服角捏了几下，口中啧啧，穿这么少，木公子是买不起冬衣吗？他麻利地将自己的手套脱下来，朝他挥一挥。我爹爹给我织的，可暖和了。喏，你试试。黑衣少年慢慢将自己的袖子从他手里扯出来，别过头去，顿了许久才道：你自己带着吧。艾琳妙妙呼出一口白气，有些惆怅地拍了拍手套。黑莲花好高冷。京阳坡的夜晚很安静，天空如浓稠的墨汁倾倒，黑得纯粹而旷远，满天大大小小的星星泛着酸凉的冷光。在阴阳烈的作用下，秋虫停止长鸣，偶尔传来诡异的窸窣声，似乎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在树后扎堆谈笑。夜晚，蛰伏的妖物都出来透气了。好在楚楚已经在柳拂衣怀里睡着了，没听见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潺潺的水声靠近，偶尔伴随着咕嘟咕嘟的气泡冒出。走在前面的木瑶和柳拂衣停了下来，眼前流水在月光下泛着粼粼冷光，风吹动河边青草，沾湿了植物的半腰，又到了过暗河的时候。木瑶打头阵开路，柳拂衣抱着楚楚紧随其后，他回头望了妙妙一眼，刚准备说什么，看到木生早已自然地弯下腰，两手撑在膝盖上，风吹动他的发带，仿佛展翅欲飞的蝴蝶，不经意落在他黑亮的发上。光风霁月的柳大哥看到这一幕，欣慰地闭上了嘴，唇畔浮现了神秘的微笑。木生的腰弯的自然，林妙妙趴得更自然，熟练的就像骑自己的老伙计马驹，搂住他脖子一借力，木生将他膝弯一拖，就轻巧地背在了背上，迈腿哗啦啦踏入了暗河。水下饥饿的妖物被生人吸引，瞬间围拢过来。木生无声无息地盯着水面，手中符纸不断地打入水中，角度刁钻，又准又狠，仿佛一条条梭子鱼，只是发出了轻微的扑哧声，连水花都没溅起多少。他三心二意地打，还留着耳朵听背上的女孩说话。可林妙妙今天异常安静，他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开口。正在呐喊，就听见他说了在他背上的第一句话，还是一种格外惆怅的语气。木生，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自己过暗河啊？少年的脸猛地一沉。林妙妙感觉他的手臂瞬间收紧了些，隔得他的大腿有些痛，不禁扭了2下，随即听到他应道：你就这么想自己过河？其实我也懒得自己过河。他弯了弯唇角，微凉的脸无意中贴住了他，嘟囔道：但我觉得每次都让你背过河，好像挺麻烦你的。他的裙摆悬在空中荡啊荡，裙角沾到了水，有时触碰到他的小腿，他都觉得冰冷刺骨，何况木生2条腿直接泡在水里。木姐姐也是女孩子，她能自己过河，那我也可以。他挽着木生的领子，顺嘴问道：水是不是很凉？木生顿了许久才答：不凉。那声音很轻，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自己过河？他似乎不大喜欢这个棘手的问题，沉默半晌才找到了措辞：要等你学会用符纸。我会啊。妙妙霎时激动起来，猛拍他后背：柳大哥教过我口诀，我现在还记得呢，要不要我给你背一遍？少年似乎有点恼了。不要。那你给我点符纸，我试一试。他还沉浸在兴奋中，开始拽木生的袖子，有没有剩下的？给我几张呗。没有。他冷言冷语地答，扭头警告地看他一眼，黑眸沉沉，别乱动。你真小气。妙妙愤怒地扭了一会儿，没得到什么回应，便无趣地趴在他背上不动弹了，一不折腾，便开始一阵阵犯困。他安静下来，便显出夜晚的寂寥，身旁只有哗啦啦的水声和水中隐约传出的咕嘟嘟的气泡声。木生走着，步子慢了下来，极轻地撒开一只手，从怀里抽出一沓橙黄的符纸。他垂下纤长的睫毛，单手点了一遍，反手无声地塞进他毛茸茸的袄子里。女孩睡得迷迷糊糊，眼睛都没有睁开，感觉到他的触碰，缩了一下，又软绵绵地贴上来，嘴里抱怨：别戳我。他飞速抽回手去，重新捞起了他滑下的膝弯，睫毛颤得像蝴蝶翅膀。夜深了，窗户开着条缝，窗棂上还夹有打卷的落叶，冷风吹进来，吹得那落叶咯吱作响，旋起的纱帐鼓了起来。侧躺着的石娘子睁开眼睛，脸色灰白似鬼，额头上布满细密的汗珠。她慢慢地喘息着，每喘息一下都发出艰难的呵呵声，胸口起伏剧烈，那白皙丰满的胸几乎正出低垂的弹领。那双纤长美丽的手向上摸索着，
扶着床头，挣扎着坐起来，脚上胡乱蹬住了地上的鞋。窗外夜色清寒，照得屋内一支细细的蜡烛愈加惨淡。他扶着额头，天旋地转地走着，像一个酩酊大醉的人，左摇右摆地走在街头。呼呼，他一路走，一路喘着粗气，面容灰白，分离的双眼突出，布满了血丝。他慢慢绕过了绣青竹的屏风，屏风后是一张小床，床头还摆着一只红漆拨浪鼓，几只小布偶。床上没有人，头痛骤然增加，他猛地扶住屏风，才没让自己倒下，身躯却靠的那屏风搁之向右推移了几米。乳母，他倚着屏风，艰难地伸出手，似乎想喊些什么。阿准，他用力地喊，却没发出什么声音，自然没有人答他的话。李准和乳娘都不在，这座空屋是专为他一人准备的牢笼。两眼死死地瞪着那空荡荡的小床，良久，视线下移，落在床旁边的墙面上，再转，望见了紧闭的门。窗棂里卡着的落叶被风吹得咔嗒作响，门上贴着的橙黄符纸在风中卷起一个小小的角。制香厂里灯火通明，远远望去，星星点点的红灯笼宛如赤红的游蛇，蜿蜒到了远方。妙妙有些震惊，李准不是说制香厂只在白天开工吗？柳福一面色警惕，双眼紧紧盯着前方的灯火，将手指贴在唇上，无声地比了一个虚。怀里的小女孩睡得正香。主角团放轻脚步靠近，沿着草丛中铺好的石板路来到制香厂前。晚风将木屋上悬挂的盏盏灯笼吹得左右摇晃，灯笼发出暗淡的红光，灯下有无数散乱的人在忙碌地走动，在地面上投下晃动交错的影子。诡异的是，人们来往忙碌，却没有交谈声，甚至连脚步也难以察觉，一切悄无声息地进行着，静得能听见风过树丛的声音。慕瑶紧抿嘴唇，抬手指向了角落，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红色的暗淡灯笼下，4、5个人围聚一堆，拿着铁锹和铲子，飞速地上下挥舞，影子虚化成无数道，一时间群魔乱舞。飞扬的尘土带着草根、泥屑一起堆成了一座小山丘，未几，地上被挖出一个大坑，挖土的工人们飞速地扔掉铲子，蹲下身来，七手八脚的从里面抬出了什么，一团浓重的黑气从土坑中向上涌去，几乎遮蔽了他们的脸。这是什么？妙妙瞠目结舌，是死人的怨气。慕瑶盯着那一团向上漂浮的黑气，眉头紧皱。那一团乌云似的黑气转瞬分成了4、5股，飞速消散在空中，露出工人们的脸。灯下那几张脸面无血色，鼻孔处还残存着几缕未散的黑气，他们居然将死人的怨气吸走了。几个人手一松，那具被刨出来的尸体摔落在地上。今年风吹雨打，被泥土掩盖，那尸体上的衣服已经看不出颜色，几乎和土地混为一体，从袖口、下摆叮叮当当地掉出几根森白的白骨。没有那一股怨气支撑，死人也只能腐化为普通的白骨，就此而散了。工人将地上白骨拢成好几堆，几个人用下袍兜着站了起来，像兜水果一般轻松地兜了回去。慕瑶跟了几步，双目在月色下闪着亮光。看看他们去哪里？柳福一蹙眉看着怀里熟睡的楚楚。慕瑶补道：福一在这里等吧，看顾好楚楚，别吓着了他。此处距离制香厂还有10几米距离，那些诡异的景象看不真切，还有几丛矮树作为遮蔽，进可直入制香厂，退可远观防身，是个较为安全妥当的地方。柳福一点点头，看着慕瑶嘱咐道：你们小心。几人跟着工人的脚步向前挪了几步，恰看到他们闪身进了屋，弯下腰，将怀里的白骨一股脑儿倒进火烧的正旺的灶堂里，那些骨头残渣如同进了油锅的奶酪，迅速融化了。这实在是挑战现代物理。要知道，即使是火葬场焚化炉，也至少是从200摄氏度开始升温的，要想将坚硬的人体骨骼焚化，至少需要将近1000度。林妙妙指着炉子下不断散落的灰烬，木姐姐，这个也是因为没有怨气支撑吗？她的声音有些抖，身旁的木生突然站得离她近了些，几乎是贴在了她身边，一眨不眨地观察她的脸。身旁是火光，身上还穿着秋天的袄子，妙妙让她靠得热乎乎的，反手将她往旁边推。我听木姐姐说话呢，你别捣乱。木生确认她脸上没有丝毫畏惧，完全不需要安慰，刚才问话说不定只是兴奋的颤抖。她沉着脸退到了旁边。慕瑶严肃地点点头，这些尸体身上所有的怨气已经被吸走，便一丝活气也没有了，这样的尸体与地上的落叶和尘土没有分别，轻易便可瓦解。林妙妙点点头，心中感慨，福州的世界设定真是天马行空啊。灶上还熬着中药，李准曾经说过，他的制香厂生产香篆不单要用最好的檀香树皮，
还要加入安神静心的中药，眼前这些药想必是需要整宿熬制以备翌日使用的。灶堂里的骨头越堆越多，烧成的灰尘越堆越厚，不一会儿便塌了下去，粉末从缝隙里跌了出来，洒在了地上。看守炉火的隐约可见是个年迈的老妇，她迟钝地低下皱纹密布的脸，嘴里嘟囔着什么，似乎在抱怨这些灰尘弄脏了地面。她慢慢弯下佝偻的背，将地上的骨灰拢了拢，抓在了手心，随后掀开砂锅盖子，倒进了正在咕嘟的中药里。几人面色一变，香篆里的骨灰原是这么来的。月色从窗口透出来，如冷霜般打在墙上，一只纤细修长的手颤抖着扶着墙壁，随即是一个高挑丰满的身影，他弯着腰，跌跌撞撞地扶着墙靠近房门，没走几步便要停下来，气喘吁吁。另一只手上紧紧抓着一张撕下来的符纸，符纸被他手心上的汗水浸湿了，皱成一团，褶皱的纤薄符纸上还有隐约可见的血迹。他挣扎着东倒西歪地扶着墙壁，单扣在墙上拓出深深的印子，指甲因为用力而发白。还有几步就可以走出房门了。穆姐姐，阿姐。一个没注意，穆瑶已经满脸严肃地走上前去，径自推门进了屋。妙妙头皮一阵发麻，紧跟着穆瑶闯进了屋里。穆瑶已经站定在燃烧的火炉前，定定盯着他。那老妇守着炉子，似乎浑然没有觉察到来人，还在不断地弯腰从地上拢起多余的骨灰，撒进砂锅里，动作迟缓而机械。请问？他试探着开了口，可眼前的人没有一点反应，就好像他们之间隔了一层厚厚的墙壁。穆瑶一把抓住老妇不停动作的胳膊，抬高了声调：看着我。老妇抬起满脸皱纹的脸，浑浊的眸中没有焦距，胳膊被穆瑶抓着，可手指还在重复着机械的动作，就好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穆瑶猛地撒开手，老妇跌在地上，又一声不吭地爬起来，接着重复捡骨灰、倒骨灰的工作。穆瑶冷静地转过脸来，一左一右往外推着紧跟在后面的穆生和妙妙，压低声音：这些却是白天在制香厂劳作的工人，他们都被人控制了，我们走。甫一出门，果然又有几个人兜着新的骨头残渣进门了，匆匆的身影与他们擦肩而过，就好像不存在于同一个时空。不远处，三三两两聚拢的工人无声地挥舞着铁锹，一朵朵暗淡的红灯笼摇曳着，墙上地上充满纷乱的影子。他迈出了房门，先左脚后右脚，随即立刻扑倒在门口，靠着墙剧烈喘息着，散乱的鬓发被汗水沾湿，打了卷儿，凌乱地贴在额角。他仿佛一个溺水的人，挣扎到了岸边，贪婪地呼吸着久违的空气。走廊里空无一人，月光微弱至极，他几乎坐在浓重的黑暗中，手中揉成团的符纸滚落到了地上，彻底变成了普通的废纸。阿准，楚楚，他唤着，终于可以发出声音。他扶着墙站起来，没有注意地上几点闪烁着浅浅的荧光，那几个点恰好连成一个圈，圈内丝丝缕缕的光线若有若无，像是捕鱼的网，又像是看不到底的深渊。他脚上绣鞋掉了一只，狼狈不堪，光着一只脚，拖着裙摆，无声踏入了那一个圈，喊道：阿准，你们在哪里？随即李府灯火一盏接一盏亮起，夜也开始有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乳娘披着衣服最先跑进来，手里端着一只烛台，睡眼惺忪，见了眼前人，吓了一大跳。夫人，您这是怎么了？楚楚不见了。十娘子分得极开的双瞳中露出一丝恐慌，向前踉跄了几步，彩旗般鲜艳的裙摆扫过了银亮的圈。穆瑶跑得越来越快，身后跟着妙妙和穆生，三人几乎是拔足狂奔，远远地看见了树丛背后柳福一抱着小女孩的身影。柳福一正紧皱眉头，方才布在十娘子房门口的七杀阵传来感应，有人毫发无损地踩过了阵。七杀阵是捉妖人呕心沥血发明的手段，专为大妖准备，妖气越重，困得越紧，7步之内必杀其锐气，不可能对十娘子毫无反应，除非……穆瑶的脸色刹那间煞白，连嘴唇都失去了血色。穆生身形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几乎瞬间移动到了柳福一身边，依然晚了一步。湿热的血淅淅沥沥顺着他的衣袍流下去。柳福一缓缓低下头，小女孩纤细的手臂已经穿透他的胸膛，她雪白的小脸满是血点，总是发紫的嘴唇此刻是诡异的血红，宝石般的黑眸里闪烁着冰冷的酷虐。她慢慢地牵拉嘴角，露出一个甜美的微笑。柳哥哥，谢谢你一路抱着我。穆瑶急奔而来，苍白的嘴唇颤抖着，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穆生脸色急变，一双黑眸死死盯着楚楚的脸，唇畔含着冷笑，语气森冷：邪物，难怪你总是怕我靠近。少年被人愚弄了一路，此时此刻真正动了怒，手中收腰柄猛地拖出，直捣楚楚的脸。
他所处位置距离楚楚和柳拂衣一步之遥，下手若不留情，那妖物避无可避。可是转瞬之间，地动山摇，大地在震颤着，几乎是瞬间的功夫，他二人的身影消失在木生眼前，收妖柄当啷一声弹回他脚边。自不量力的捉妖人，那稚嫩的声音嘻嘻笑着，从半空中传来，发出阵阵回声。几人仰头一看，楚楚操纵着脸色煞白的柳拂衣，正站在10几米开外的地方，地上竟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这裂隙足有几人宽，横亘在他们眼前，宛如大地上一道狰狞的刀疤。裂缝下方是深不见底的黑暗。那二人站在裂隙的另一端，楚楚笑着伸手举高，柳拂衣双足离地，几乎是被迫悬在空中。妙妙心惊肉跳地盯着柳拂衣的脸，她因失血过多的缘故，几乎已经失去意识。慕瑶的声音在颤，拼命摇头不要，不要。楚楚的手臂慢慢向外伸，柳拂衣青筋爆出，发出一声难耐的闷哼，随即咬紧齿关，再也不发出声音。他的喘息颤抖着，目光冰冷地看着自己鲜红的心脏从胸膛中脱出，鲜血淋漓地捧在了那小小的手上，犹自跳动不息。不过是死而已，捉妖人刀尖舔血，谁会未死？胸口一阵冰凉，随即是难耐的空洞，仿佛连整个生命中的欢愉和温暖都被抽离了身体似的。他抬起眼，触到了慕瑶颤抖的瞳孔。只是瑶儿不要怕。直面这种血腥的场面，妙妙腿都软了，但感觉到慕瑶单薄的身躯在发抖，一把架住了他，让他不至于摔倒。这个世界，心脏离体会死吗？那还真不一定。纵使知道男女主角最终一定会化险为夷，孩子都生了几打，此时此刻，他还是忍不住满心外溢的怨愤，仰头吼道：冤有头债有主，谁惹你？你招谁去？掏柳大哥的心做什么？这样一个好人，不过就是因为对万物过于宽容和温柔，才给人可乘之机。你真傻。楚楚十分满意地欣赏着手中跳动的心脏，许久，欣赏而痴迷的目光的转移到了柳拂衣苍白的脸上。不掏心，怎么将柳哥哥做成我专属的玩物呢？木生不打算废话，竟自跃至空中，发带在风中飞舞，想要跳过裂隙攻击，谁知那裂隙越扩越大，那二人越退越远，他怎么飞都飞不到对岸。他转身一折，落在树梢上，收妖柄在指尖烦躁地转了几个圈，眸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你想杀我？小女孩充满邪气的眼中闪过一丝嘲弄。我是天生地长之幻妖，荆阳坡这天地山川皆为我所操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笑了，小小的嘴唇血红，也都是白搭。木生漆黑的眸默不作声地望着他，指尖微微发抖。我是穆家家主穆瑶，这一路走来，不知斩杀多少妖魔。穆瑶的声音抬高，尾音微有发颤，那双琉璃瞳中倒映出浓重的月色。你若惹我穆家，天南海北必将尔诛杀。将你手上的人放开。口气真大。幻妖摇头啧啧，阴恻恻的目光地盯他许久，嘻嘻地笑了起来。不如先看看你背后。妙妙后背一阵发凉，随即看到了地上黑云般的影子。他回过头去，背后是乌泱泱一群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工人们面色铁青，目光涣散，手中拿着棍棒，肩上扛着铁锹。这些都是幻妖的傀儡。木生觉察不对，眸光一沉，立即朝这边飞身而来。树丛中忽然飞出无数黑压压的蝙蝠，困住了他，宛如黑色的浪潮，几欲将少年吞没。幻妖笑了：别急啊，木生，我专为你准备了一关。自打妙妙开始任务，从未遇到过这样腹背受敌的情况，不禁一阵心跳。在这个片刻，慕瑶的冰凉的手指忽然握住了他的手，他的声音很低：妙妙别害怕，我们能出去。妙妙一怔，旋即笑道：慕姐姐，我不怕。话音未落，他被慕瑶手臂一挡，护在了身后。慕瑶伸出手，袖中符纸在空中排开，猛然击出，刹那间将最前面的一排傀儡击倒。随即后面的工人挥舞着铁锹围了上来，人越聚越多，宛如潮水，将他们困在小小的包围圈内。妙妙微皱眉头，贴紧了慕瑶的后背，已经能感受到他尖锐的蝴蝶骨。他用力将右手腕上的收妖柄卸了下来，拿在了手上。慕姐姐，他压低声音问，收妖柄的口诀是什么？慕瑶顾不上分神去想他为什么忽然这样问，在他耳边脱口而出。妙妙仓促中听了个一知半解，刚想要囫囵着念，忽然注意到这细细的小钢卷顶上刻了一排小字，先前他没仔细看，还以为那繁复的凹痕是装饰的花纹。妙妙带着冷汗看过去，这行小字跟慕瑶方才所说似乎一一对得上。木生把口诀给他写在了捉妖柄上。干得漂亮。他焦灼的眉头骤然一松，手中捉妖柄拖出，银光闪烁，刹那间打倒了一大片人。
他与慕瑶背抵着背，竟然真的勉强抵挡了10多分钟。然而傀儡既被操控，没有神智，也无痛感，只会按照主人的指令做事，即使是被打掉了胳膊腿，也会顽强地爬起来，继续用铁锹不要命地砍他们。妙妙望着围上来的一群缺胳膊少腿的丧尸，一时有些眼花。毛毛领子捂出了一脖子的汗，他郁闷地扯开领子，早知道今天要大动干戈，他就不穿秋天的袄子。妙妙，慕瑶拦他，语气急促，你不要用收妖饼，这些都是普通人，只是被做成了傀儡，不要误伤他们。哦，他郁结地将收妖饼套回手上。伤害无辜似乎确实不妥，可是光靠慕瑶一个人顾不过来他们2个，何况围上来的工人越来越多，慕瑶手中的符纸越来越少，真是愁得要秃了。砰，一个礼花般的火球猛地爆开，黑云似的蝙蝠被炸成了一片一片，骤然散开，收妖饼在天上飞来飞去，抵抗残余蝙蝠的靠近。木生从围困中脱出，眼角发红，眸中满是戾气。他望着幻妖的脸，默然喘息着，反手摸向了发顶。阿生，熟悉的声音似惊雷炸响，他的手猛然顿住。慕瑶一边对付着围上来的工人，一边扭头死死盯着弟弟的脸，声音近似呵斥，你要干什么？阿姐，少年正在原地，目光破碎地望着他的脸，似乎有些无措。他的眸子渐转，待看到他们2人被围困在举铁锹的工人中间，包围圈越缩越小，几乎快要顶不住了。他眸中刹那迸发出浓重的杀意，手摸向发带，语气委屈中带了一丝偏执，阿姐，我要保护你们，我不需要你来保护。慕瑶眸中晶亮，似乎是闪烁着水色，他的语气愈加冰冷，带着沉郁的警告，木生，娘给你扎这个发带，不是为了让你解开的。他静静地看着他的脸，一字一顿，你要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木生的手指一僵，慢慢地放了下来，就仿大圣被念了紧箍咒，于疯狂杀戮的边缘悬崖勒马。他就这样停滞了片刻，直到工人们传来的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从远处传到耳朵，才立刻被惊醒，从怀里慌乱地掏出一把匕首，吃得狠狠反插入自己肩窝。阿生，慕瑶呆住了。慕瑶不知道，妙妙却眉头一跳。那是旧伤的位置，先前那里曾经被水鬼捅穿过，这么长时间也不过堪堪愈合。因是旧伤，轻而易举便捅开长好的肌肤。少年咬紧牙关，额角青筋迸现，手上用了几分力，握住刀柄用力转了半圈，随即猛地将它拔出，浓稠的血液随着闪着寒光的刀刃一并迸出。刀是冷色，血是暖色，他的衣襟转瞬潮湿，甜腻的血气蔓延，飞速地飘散到众人鼻中，战局似乎在此刻停顿1秒，所有人都朝着木生的方向望去。他的脸色发白，泛着水色的黑眸如大雾笼罩的湖面，望着下面抬头观望的傀儡，慢慢勾勒出一个复杂的笑。我在这里。刹那间，林子一阵反常的躁动，树叶相互拍打，无风自动。唰啦啦，唰啦啦，似乎有无数妖物正在蠢蠢欲动，像鲨鱼嗅着血气追逐着遇难者的躯体，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巨城闪烁着尖利獠牙的黑云，想要一哄而上，争抢分食。他从树梢上一跃而下，落在距离妙妙他们稍远的地方，手上捏紧了收妖柄，脸上似乎对朝他疯狂涌去的妖物浑然不知，在抬眸时已是满眼挑衅的笑。都朝我来！慕瑶身边的工人当啷当啷丢下了手中的铁锹和铲子，又怔怔地扔下了木棍，像是被波浪鼓声音吸引的稚童，一摇一晃，本能地朝那血气的源头涌去。包围圈转瞬散开，哪怕2人现在朝着傀儡们招手，也不会再对他们产生什么吸引力。木生至阴之体，本来就招妖招鬼，现在又刻意在阴阳裂中放血，只怕是把自己当了活靶子。就算黑莲花日天日地，那也只是单独站立，寡不敌众。要是他真傻到听姐姐的话，只用一张张符纸打怪，今天非得被这些猖獗的妖物啃成骨头渣。妙妙顾不得许多，横出一声：子期，保命要紧。他的声音又脆又亮，直穿过树丛和妖物的围困，径自入了木生的耳朵。他茫然抬起头，朝他望去，少女黑白分明的杏子眼正隔空看来，明亮如天上星星。也只是一瞬间，视野转眼被围上来的妖物遮蔽，他被困在无尽的鲜血与攻击中，犹如坠入无边无际的黑暗。向来都如此，温柔只片刻，炼狱才长久。啧，真是姐弟情深。幻妖脸上似笑非笑，扭过头来望着手上跳动的心脏，似乎是在唏嘘，一个两个男人都甘愿为你去死。慕瑶，你真是好本事。柳拂衣已经合上双目，垂在头悬在空中，脸色惨白，生死不明。小女孩的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血红的唇几乎裂到齿根，只不过遇到了我，就让你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
话音未落，他操控着失去意识的柳福一，猛地跳进了地上的裂隙中。对了，帮我谢谢十姨娘日日一碗心头血的供养，咯咯咯咯。同志的笑声反复回荡在金阳坡山水间，令人毛骨悚然。柳大哥！林妙妙身后猝不及防地传来少女发出的失声尖叫，嘶哑的尖叫声几乎刺痛了她的耳膜，整个耳朵都麻麻地发痛。随即一个紫色的影子扑向了裂隙，脚步毫无章法，又有4个穿道袍的影子紧随其后。那4个影子移动得飞快，转眼间便架住了那个深紫色的身影，将他硬生生拖了回来，一叠声的劝：地基使不得，危险，地基不能去呀。林妙妙呆呆看着木槿花般的地基瘫坐在地，对着裂隙痛哭，心里想着端阳地基已经赶到裂隙旁边，接上了他记得的原著情节，那么下一个情节就是几乎是同时听到熟悉的叮。系统提示：任务1 3/4阶段任务开始，请宿主做好准备。幻妖，山灵水秀的金阳坡天生孕育，与半路出家的妖物邪物都不同，是上天眷顾的强者。倘若一切没有变故，他或许会成为林中精灵。只可惜多年前一场大瘟疫骤然爆发，村民们不愿背井离乡，导致疾病迅速蔓延，转瞬席卷全村，金阳坡就变作天然坟场。这里的住民遭遇横难，暴尸荒野无人悼念，亡灵心中怨念聚拢在一起，凝成了幻妖极恶的核心。幻妖有了意识，又可轻易变换形态，可能是山间风、树间雾、新居民带来的小女儿，一切就变得极其恐怖。没有强劲的对手，就没有精彩的剧情。原著捉妖写到了金阳坡尾声一节，就是一个小高潮，柳福一为幻妖所伤，被他挟持着跳进了裂隙，生死不明，木生被妖物围困。与此同时，似乎还嫌场面不够乱似的，加入了匆匆赶来的端阳地基。地基告白被拒，在宫里痛定思痛地反思了几天，这几天里，佩云一直在他耳畔鼓励。佩云说，既然不能让柳公子放弃捉妖，那殿下便支持他的事业，助他一臂之力，也算是还他先前救命的恩情。端阳地基深以为然，当即从钦天监中点了4个最厉害的方式，一路舟车劳顿赶来，想助柳福一臂之力。未料见到心爱的人的最后一面，就是看到他被幻妖拉着跳进了深不见底的裂隙。当时柳福一胸前一个血洞，面如金纸，毫无生气。端阳坐在裂隙旁边，哭得肝肠寸断，身后4个方士老头面面相觑，苦着脸不知如何劝解，许久才小心翼翼道：殿下，那柳公子已被掏了心，眼见是不能活了，我们还是回去吧。端阳双眼血红，狠狠地推了他一把，如同发狂的小兽。你才不能活了，还不给我掌嘴！那方士暗暗叫苦，在自己脸上装模作样地打了几下。另一个老头顿了顿，委婉道：殿下息怒，此地多邪，妖物频出，为殿下玉体着想，还是快快回宫。当今天子不习鬼神之事，钦天监活得极其窝囊。这4个方士空有一身本事无处使，被尊贵的地基点来重用，自然是心中窃喜，可没想到这是个倒追男人不要命的，横冲直撞，不听人言。这才明白这烫手山芋扔不掉了。端阳地基狠狠瞪着他，要回你自己回，本宫不回去。他咬了咬牙，似乎下定决心，指着旁边那黑洞洞的深渊，一字一顿道：本宫要下裂隙。妙妙心里一顿，来了。果然，一旁遭遇重创沉默的像影子人一般的慕瑶听到这3个字，仿佛立刻惊醒了，飞速走几步，眼见就要往裂隙里跳。哀慕姐姐！妙妙一把拉住他，压低声音飞速劝告：慕姐姐，你冷静点。阿姐！木生在众妖的包围中抢了个空隙，隔空叫住了慕瑶。他额上碎发已经被汗水打湿，脸色惨白，整个人看上去像是从水缸里捞出来的。他双目发红，阿姐，别下去，那下面可能是阵。这次不是夸大其词，幻妖跳下了裂隙后便消失了。如若地下是幻妖的家，那裂隙便是幻妖家的门。一只大妖抢了宝物回了家，却不关门，难道是专等着人上门讨债吗？幻妖留着裂隙，就是等着慕瑶义无反顾地跳下陷阱，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陷阱，谁也无法预料。慕瑶自然也懂得这个道理，可是他此刻顾不上生死，只是望着裂隙，绝望道：福一在下面。阿姐，下面危险，别下去。一对多，本就危险，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最忌分神。木生拦他的功夫已经挨了好几下，转瞬便从平手变成了劣势，他在四面八方的攻击中分神，已经快顶不住了。一旦有一个缺口，他就会立刻被妖物吞没。慕瑶径自往裂隙走，脸色很差。是生是死，我也要把福一带上来。妙妙的心提到嗓子眼里。
原著写到这里，总是藏匿于阴暗角落的捅刀小能手灵鱼再次出现了。他误以为柳福一已死，伤心欲绝，悲伤霎时转化成恨意，把还在迟疑的木瑶一把推下了裂隙，自己跑进了树林。木生目自尽裂，因此恨他入骨。这就是他在3/4阶段的任务。他要在木生眼皮子底下，把他最爱的姐姐推进裂隙里去。他左转右转，焦虑的几乎站立不住。旁边的端阳地基还在和方士争执。我凭什么不能下裂隙？地基千金之体，4个穿道袍蓄长须的方士对视几眼，咬牙齐齐跪下。地裂之下妖气浓重，恐为魔窟。地基若是以身涉险，我等万死难辞其咎。地基一时语塞，许久才问：既然不想我以身涉险，就不能陪本宫一起下去吗？这方士们面面相觑，脸色都很难看，下面实在危险，还是请地基一驾。他恨恨地望着地上跪着瑟瑟发抖的几个方士的脸，觉得他们就像是纸老虎，吃着皇家俸禄，遇事却胆小怕事，全然靠不住，指着他们的鼻子喝道：你们不是长安城里最厉害的方士吗？怎么连一个裂隙都不敢陪本宫下？他气得踱了几圈，一跺脚：好，本宫自己下去，不必跟来。地基。木瑶忽然伸手拦住他，面色苍白却笃定：地基请回吧，我会下裂隙将福一救出来。端阳怔怔地望着木瑶的脸，那双琉璃瞳如宝石般澄澈，眼角下一颗泪痣，清冷美艳。他话语虽轻，却不容辩驳。愁得抓耳挠腮的林妙妙望见了地基，乱转眼神慢慢定了下来。木生的眼角血红，几乎变成了哀求：阿姐，我求你。他猛然一放捉妖柄，将弓到身前的妖物击开，手上爆出几个火花，却因为气力不支，那火花仅仅生了一簇细弱的小火苗，便匆匆熄了。他似乎妥协到极致，等我一下，我陪你下去。木瑶的背影一僵，妙妙也跟着一呆。原著里木生百般阻挠木瑶下裂隙，是因为他对柳福一的生死漠不关心，自己不救，也私心不想让姐姐去救，二人激烈争辩，才给了灵鱼可乘之机。现在剧情已然走偏，木生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按照常理，这时候木瑶应该等着弟弟了。说不定他还会返回身助弟弟一起杀妖，二人再一并下裂隙，多少有个照应。可是妙妙的任务不许他再等下去了，事成事败，在此一举。此时此刻，林妙妙、木瑶、端阳地基3人站在一处，相互之间离得很近。恰好4个方士见到端阳站在了裂隙边，生怕地基脑袋一热跳下去，或是脚下踩空坠下去，也一股脑地涌了过来，将地基团团围住，想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裂隙旁边一时间聚拢了7个人，拥挤地混成一团。林妙妙眼疾手快，一把将木瑶推了下去，犹豫半秒，随即拽着他下落的衣角，紧跟着他跳了下去，高喊道：木姐姐等等我，我也要去救柳大哥。木生听到喊声，难以置信的一望，浑身血液结成了冰。非但阿姐一意孤行跳下了裂隙，旁边的林妙妙也跟着她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2个人的身影转瞬间全部消失，甚至没有看他一眼，脑中一片空白。转瞬之间，心中天崩地陷，旋即他勉力维持的防御圈被攻破了，万般攻势如几丈高的海啸都头盖脸而来。4个方士目不转睛地盯着裂隙下看几秒钟的功夫，像下饺子一样刷刷下去2个人，半晌了，却连个到底的声响都没有。这裂隙仿佛地狱张开血盆大口，来一个吞一个，尸骨无存。几个方士出了一身冷汗，生怕端阳地基也跟着下去，连拉带拽将他往外拖。放开本宫，你们放开本宫！端阳地基拳打脚踢，哭得几乎崩溃。我也要去救柳大哥。话音未落，大地猛地震颤一下，随即狂风暴起，所有树干疯狂摇晃，叶片如雨，连地上的沙砾尘土都打着转上了天。妖物的厉声尖啸骤然齐声响起，惨烈无比，几乎要将夜幕撕穿。惨叫声一叠又连一叠，群魔乱舞，万鬼同哭，总是半遮半掩的阴阳裂，此刻才真正变成一个血淋淋的炼狱场。不好！2个方士抬头，眸中映出诡异的红光，红光来自天边，几乎笼罩了半个夜空。少年悬浮在空中，头发有些散乱，扎起的高马尾塌下些许，总是系成蝴蝶结的发带松松散下来，拉出长长的白色飘带，在呼啸的风中乱飞，时而贴在他脸上，时而卷上半空，似乎是将银寒的月色拉成一线，在他头上疯狂起舞。他的头发黑亮如铜矿，衣袖疯狂摆动，眸中肃杀的暴力慢慢氤氲开，酝酿成空洞的黑，似乎众生万物在他眼里都不过是可被踩在脚下的蝼蚁，不值一提。这是身披夜色而来的邪神，杀戮未乐，伸伸手指，欲将天地玩弄于手掌。
偏偏她眉梢眼角都泛着红，衬着漆黑的瞳仁，几乎是有些妩媚脆弱的颜色。那是淬了毒的美丽和无辜，谁贪看一眼，便要以死为代价。穆公子难道不知道正派以反血符为大忌吗？一个方士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前这位可是一向自傲的捉妖世家的公子，居然以自己的血堂而皇之地使用邪术。况且如果没记错的话，当年穆家倾覆就是因为大妖的一纸反血符。正派捉妖人都对反血符避之不及，穆家人尤其忌讳，几乎恨之入骨，可他怎么敢？话说回来，他也是头一次见到反血符可以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一笔能一举将阴阳列中汇聚的妖物屠戮个七七八八，实在是闻所未闻，耸人听闻。他手脚发凉，几乎站成一座石塑像。身旁同伴拉了拉他的袍角，压低声音，脸色都变了。他不只是反血符。穆生慢慢低头，长长的眼睫垂下，望着脚下漂浮的几张沾了他血的符纸，慢慢勾勒起一丝无谓的笑。反血符吗？他不仅以血化符，还松了发带，1日之内连犯2禁，可是有人会管他吗？阿姐不会为他停留，就连他松开发带也不能让他等上一等，连他也不会。迷迷蒙蒙中，他听见女孩脆生生的声音对他喊保命要紧，才有了杀出重围的底气。他默许他放纵沉沦，容忍他做旁人不能容忍之事，对他还有一丝一毫他贪恋的关怀，可是临到生死关头，却是为了柳拂衣跳下不知生死的万丈深渊。终究他比之不及，无足轻重。他慢慢落下地面，眸中戾气暴增，清明和混沌反复交替，似乎一会儿是漆黑的夜，一会儿是起着大雾的白天，忽而茫然无措，忽而冷酷无情。几个方士觉察到眼前人的状态不对，脸色如临大敌，审时度势地慢慢向后退着，仿佛赤手空拳的人面对一只饥饿的猎豹。寻了个机会，拉起挣扎的端阳地基，一记手刀将他劈昏，扛在肩上，转身撒腿便跑。穆生没有去追，他默然望着几人奔逃的身影，又垂眸望着脚下裂隙，神色复杂。裂隙下方黑漆漆一片，深不见底。跳下去吗？他慢慢蹲下来，用手触摸裂隙的边缘，是泥土下是坚硬的岩石，粗糙冷硬，一股股寒气化作丝丝缕缕的白雾，从裂隙中漂浮出来。好冷！处于阴阳裂中的荆阳坡，无论是妖是人，活的已经奔逃，逃不掉的已经被他所杀，四面一片死寂，只余他一人。跳下去吧，把阿姐和林妙妙救上来，先救上来，再算总账。他肩上伤口还在渗血，滴滴答答滴落在灰白的岩石上，茫然地笑了。阿姐是素来不听他的，可林妙妙跑什么呢？他难道不知道，他柳拂衣不过是一厢情愿，感动不了别人分毫，即使如此，他也不听他一言。让他别跟来，他迈腿便来；让他在树林里等，他偏要乱跑；让他等一等，他理都不理，径自往裂隙里跳。难道要打断手脚，绑在他身边才可以听话吗？邪术的尽头已经过去，就好像吃了兴奋剂的运动员，熬过了药效。他在茫茫的夜色中，又冷又倦，小腿轻微的抽搐着，连带半边身子也轻轻颤抖起来。骤然，轰隆隆的声音沿着大地传来，如同一川闷雷从地下炸响。天旋地转，一股巨大的力量即刻将他甩离裂隙几丈远，仿佛巨人的手掌，不怀好意地玩弄着掌心一只小小的雨燕。他几乎是立刻借力再次腾空，脱离了桎梏，身经百战的捉妖柄顾不上疲累，再次披甲上阵。望见地下，他脸色骤变，直接向裂隙俯冲过去。几乎是同时，环绕荆阳坡的远山隆隆作响，离他们最近的一座开始崩裂，硕大的石块像雨点一般朝他砸过来。轰隆隆隆，裂隙正在缓缓闭合。幻妖说的没错，这荆阳坡的山水树木皆为他所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便穆生能够一击杀死所有有生命的妖物，但没生命乃至孕育生命的天和地，他无法掌握，更不可能拖出。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鲜血越聚越多，几乎汇聚成溪流，都在衣服上，先是一滴滴，随即变成一股细流。他被甩到地上，打了个滚，咬牙爬起来，拖出一道长长的血痕，甜腻的味道笼罩了周围的空气。他撑着地面的指节发白颤抖，努力支撑着身体，浑身上下都湿淋淋的，如同溺水的人，绝望地盯住裂隙的位置。裂隙早已合上，徒留一道纤细如蛇的痕迹，像是嘲笑的嘴。裂隙之下是一座阴寒的地宫，有着高高的殿顶，墙壁每隔几步有一个凹陷，保存着幽绿的火种。林妙妙跟着穆瑶安稳落地，几步追上了她。穆姐姐，你没事吧？穆瑶骤然回头，抢先抓住了她的手，神色严肃。你怎么也下来了？下面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他有些慌乱，几张符纸捏在手里，手都有些抖，抓着林妙妙的肩膀，笃定道：我送你上去。不用，我不上去。林妙妙使劲摇头。不是他非要下来，让他留在上面，他实在无法承受黑莲花的盛怒，就算他没看清姐姐是他推下去的，也难保不会迁怒。要跳，干脆一起跳好了，都跳下去了，他就没人怨了。反正他有系统防身，暂时不怕危险。就是不知道他一个人在上面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变通一点，领略他那句保命要紧的精髓。慕瑶急了，别任性，这是幻妖的地盘，下面处处都是机关，我自己都不确定能全身而退，护不住你怎么办？妙妙瞪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头摇得像拨浪鼓。我真的没事，慕姐姐，我运气好，轻易死不了的。慕瑶气得踱了几步，转头再次扶住了他的肩，那双美丽而清冷的眼睛严肃认真地望着他。你就当是帮我一个忙，好吗？阿生一个人在上面，我怕他做傻事，你上去看着他。林妙妙的头摇得更厉害了。慕姐姐，我要救柳大哥。慕瑶刚要开口，地面轰隆隆一阵颤抖，二人齐齐仰头望去，只见头顶遥远的一线天越缩越窄，连夜空上的星星都暗淡无光，几乎看不到了。黑暗如大网，兜头盖脸的洒下来，就要将他们笼罩。裂隙要闭合了。慕瑶脸色急变，搂住妙妙的腰，咬住牙，想要借力将她送上去。没想到这个刹那，一道利斧般的寒光从天而降，眼看就要劈到他们身上。慕瑶瞳孔急剧放大，这样下了死手的攻击，恐怕是幻妖送给他们的第一道大礼。他若在宝物盈满、气力正盛的时候，方能稳稳接住一击。可是现在，他猝不及防，还有一个手无寸铁的林妙妙，他这一挡，不死也要去了半条命。来不及了，他猛地转身，想和林妙妙换位置，先拿收腰柄挡一挡，未料那少女使劲抱着他的腰，坚持挡在他前面，咬牙道：慕姐姐先别动。白光猛地落下，如同斩首的铡刀，又快又狠，倏地一声，一道水蓝色的火焰猛地窜出，刹那间将林妙妙包裹在其中。又因为他紧紧抱着慕瑶，二人陷入蓝焰的掩盖之下，一蓝一白在空中对撞，发出一声刺耳的尖笑，巨大的能量炸开，光芒刺目，整个画面都发白了。随后一切尘埃落定，地宫还是那个地宫，幽绿的火焰阴森森地照着地面，空气中只飘飞着几点蓝色的火星。化险为夷，地宫中止于两人交叠的喘息声。妙妙放开慕瑶，开始虚脱地揉自己被晃花的眼睛。许久，慕瑶才有些犹疑地问：妙妙，你身上那是什么东西？林妙妙陷入沉思，她该怎么给慕瑶解释系统的护体蓝焰？慕瑶没有等她回话，径自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了什么。妙妙借着冷色调的光一看，有点眼熟，是个扎着细细白丝带的秋香色香囊。她下意识地往自己腰间摸，只摸到一小节粗糙的断口。黑莲花用法术亲手给她挂上的香囊，走哪根啊？自动打结还是死结？她卸了无数次，换了无数件衣服，都没能摆脱。她觉得搁在外面奇怪，只好将它盖在了袄子下面，平素不露出来。现在却这么轻而易举地断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慕瑶纤细的手指捏着那香囊，摩挲了几下，面色有些古怪。这个香囊哪里来的？妙妙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睫毛颤得厉害，我路上捡的。慕瑶抬眼看他一眼，随即飞快地解开了系着香囊的白色丝带，将里面的干花一把一把地往出掏。妙妙有些震惊地看着他的动作，瞠目结舌地看见他从一堆干花里面掏出了一张折成小块的符纸。慕瑶将符纸展开，橙黄的符纸上面红艳艳的一片，她的脸色霎时惨白。慕姐姐，怎么了？妙妙小心翼翼地观察她的表情半晌，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个香囊里怎么有符纸呀？慕瑶捏着符纸，给她看上面繁复的字迹，笔触粗细不一，有的地方鲜红，有的地方发褐，是沾着纸上鲜血写的。她看着那符纸，目光格外复杂。反血符。林妙妙脑中嗡嗡作响，黑莲花强行塞给她的香囊里藏了一张反血符。她有些难以置信地试探道：那刚才那个蓝色火焰，方才那个正是他的手笔。慕瑶的脸色仍然称不上好，这张反血符感知感应杀念，借力打力，一旦觉察到攻击里带着杀意，便立即奏效，以恶止恶。他满脸复杂地将符纸塞进香囊里，递给了林妙妙，指尖微微颤着。若是平时，我定然将它销毁，可是你捡的邪物，却阴差阳错做了你的护身符。他欲言又止，不再说话了。妙妙接过来，把拿出来的干花一点点塞回去，又把它塞成一个圆滚滚、鼓囊囊的模样，展了展香囊角，在指尖拎着晃了晃，
低头嘟囔道：“可是我记在身上好好的，不知怎么竟然掉了。这张反血符已经没用了，所以香囊会断开。”木瑶解释道：“幻妖并非平常妖物，是天地孕育之灵，死人怨念作心，他的攻击能量极大，捉妖人都很难抵挡。刚才那一挡已经超出他的极限，是以两败俱伤。”林妙妙沉默地将断开的小香囊揣进了自己怀里，又拿指头戳了戳，仿佛在戳黑莲花圆滚滚白生生的脑门。安生点吧，以后做个普普通通的表里如一的香囊。晨光熹微，少年半倚着树干，在凌晨的清寒中醒来，睫毛上落下了第一丝微光。鸟叫声渐渐清晰起来，阴阳列在旋转，慢慢转换到了光明的一端。世界由黑白两色恢复五彩缤纷。身上的伤口缓慢地开始愈合，伤口处的血液也不再流淌，他的嘴唇微微发白干裂，感觉到头重若千斤，昏昏沉沉。他晃了晃头，呼出几缕炙热的空气，头晕目眩，大约是在发烧。上一次生病似乎还是在小时候，慕瑶出门历练，他又惹恼了白衣荣，被一个人在柴房里靠着一桶冰水挨过了一周。后来他的忍耐力变得极强，平素不露声色，别人发现不了异样，也不敢仔细打量。再后来，身旁多了个火眼金睛的女孩，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将他看穿，动不动就拿冰凉的手试他的额头，摸他的衣服够不够厚，问他手腕上的伤哪里来的，问他糖水过河凉不凉。他慌张又恼怒，也贪恋。他睫毛低垂，手指攀上发顶，一点一点将他下来的头发扎上去，又将发带系牢。即使是紧箍咒，他不是还得照样引颈就戮，主动钻入牢笼，任别人用缰绳牢牢控制着他，压抑着他。他本是个怪物，不为世人所容，从不敢露出真面目。如果这样可以被接受的话，那就这样吧，一辈子这样也无所谓。大树落下几片叶子，从他衣袍上滚落，太阳在渐渐升起，他一步一步迈入溪边，用水一点点洗去头发上的血渍，身上一阵阵的发冷。他犹豫了一下，泡进了冰冷的溪水中，脚步踉跄着，几乎是整个人翻了进去，激起了水花。流淌的溪水带上了丝丝缕缕的红，他的发梢上滴滴答答散落着水珠，结语轻颤，开始在水中不自知地打着寒战。还觉得冷，还觉得痛，就暂时不会死。水中有一只手划开波浪过来，慢慢攀上了他的胸膛。木生的眼睛猛地睁开，一把抓住了那只手，力气顿显。谁？那手转瞬间化成了黑气，消散在空中。熟悉的阴恻恻的笑声靠近，一股腐烂的气息环绕了他。瞧瞧我们小生儿落魄成什么模样。黑影凝成个大胯细腰的人形，暧昧地朝少年的脸撩起了水，似嘲弄又似挑衅。木生偏过头，脸色冷得似冰。不要叫我小生儿。怎么，那就是你的名字啊？你还想抛弃不要了不成吗？水鬼笑起来，指尖慢慢爬上了他的胸膛，来回抚摸，真可怜，若不是为了木瑶，何至于如此。木生猛地向后退，半个身子出了水，收腰柄忍耐地捏在手上，如若不是头昏的厉害，连带着手都在抖，他必定立刻出手，片甲不留。哗啦，猛地被人一拖，那股巨大的力量牵拉着他，让他又坐回了水里，溅起的水花兜头盖脸，将他的头发都打湿了。他的怒意迸现，收腰柄猛地出手，钢圈却被那只黑雾凝成的手牢牢抓住。水鬼发出一阵猖狂的大笑，如若他有眼睛，此刻一定笑得满眼泪花。小生儿，你看，我现在一只手便隔得你动弹不得。他死死抓住收腰柄，慢悠悠地靠近了他白玉般的脸，你连收腰柄都控制不住了，何必要逞能呢？另一只手抚上了他的脸，向下到了脖颈，被摸过的地方湿漉漉的，全是水珠，水珠凝成一股，顺着他白皙的下颌往下淌。木生黑沉沉的眼眸望着他，头晕目眩，似乎是在忍耐和混沌的交界，他的身体因盛怒而微微发颤。领口嗤的一下被扯开，露出少年的锁骨，他抚上去毫不轻柔，甚至刻意带着一丝凌辱的味道，将他的皮肤摁得发红。小生儿，今天给我这里的血如何？木生面无表情，身子难以控制地打着冷战，不知是因为高热还是动怒，无声地伸手摸向发顶。你还想动禁术吗？水鬼的动作停下来，饶有兴趣地望着他，仿佛看到了什么格外好笑的事。让我数数，1次、2次、3次。哎呀，你若是再碰，可就是第3次了呢。木生的手指僵住，呼吸中带着干裂的灼热，脑子里似有一团火在烧，身上却又湿又冷，这样的割裂弄得他难以忍受，力气暴涨，可是手臂在抖，连杀人的力气都没有。你还敢放纵自己，就不怕你失控变成怪物了吗？那尖尖细细的嗓音夸张地笑着，黑气凝成的手骤然又在他脸侧浮现，顺着他黑亮的头发向下抚摸。
小生儿，你可知道，你的头发本该比这长得多。头发被他牵起几缕，那声音带着几丝恶意的蛊惑的味道。你该感谢你的娘，是她用断月剪帮你剪短了头发。你知道断月剪是什么吗？断月剪呀，是要用寿数求来的仙家至宝，它能斩断情爱，又能斩断怨恨，但断爱断恨，二者只能选其一。你猜猜，你娘选了什么？木生猛动一下，眸光闪烁，似是忍耐住了极大的痛楚。别说了，我说完了，你听了我的秘密，就该拿你的血交换。水鬼语气急变，手从抚摸变成了紧紧扼住，锋利的牙齿猛地插进他锁骨下的凹陷，血珠刹那间涌出，他贪婪地吮吸着网一般的黑雾，死死将少年困在水中。小生儿，动用禁术之前，想想你可怜的娘。木生闭上眼睛，睫毛颤动，脸色愈加苍白，头痛欲裂，加上失血的眩晕，他几乎有些支持不住。指甲嵌进掌心，交叠的痛楚传来，裂隙里还有人。他定了定神，眼前世界又清晰起来。水鬼将他放开，少年的脸色惨白，身子不由自主地向下滑落，他手臂一撑，勉强撑着自己保持体面的坐姿。水鬼抹了抹看不清楚的嘴，似乎有些意犹未尽。小生儿，你非要待在捉妖世家，与我族类为敌，弄得自己人不人，鬼不鬼，这是何必？你娘一生都是个笑话，不想连你也是个笑话。咯咯咯个他望见他肩头那个血洞时，嘲笑的目光又变得怨毒起来，咬牙切齿道：这是鬼王留下的痕迹吧？你既让鬼王尸骨无存，我也让你记得这钻心之痛。话音未落，他的手再次洞穿那个伤口，鲜血迸溅而出，木生的额角青筋爆出，咬紧牙关，没有发出一丝声音，只是似乎忍耐到了极致，眼眸有一瞬间的涣散。太阳跃上天际，天光大亮，苍绿的山，翠绿的树，波光粼粼的溪流，一切丑恶阿杂，在阳光之下化为乌有。水鬼遁走，黑色雾气在太阳出来之前消失在水中。少年的身体向下滑落，几乎失去意识，躺在了水中，冰冷的溪水带走了成片的红。灿烂的阳光照着他卷翘的眼睫上悬而未落的水珠，折射出七彩光晕，如同璀璨的钻石。地宫不变日月，唯一的光明是墙上幽绿的鬼火，一丛一丛蜿蜒到远方，诡异而冷寂。狭窄的走廊很长，空无一人。涉级而下，越靠近大地深处，那股带着霉味的湿漉漉潮气越重，是泥土带着植物根系的味道。这条狭窄的通道两面都是高墙，闷不透风，让林妙妙有些担心两面的墙会随时合拢起来，将它们挤成肉酱。妙妙和木瑶自从下了裂隙就没消停过，每走几步，幻妖就给他们设置一道关卡，有时是从天而降的大石块，有时是墙壁里嗖嗖嗖穿出的毒刺，有时是地底攀爬上来的怨灵，用冰凉的手触摸林妙妙的脚踝，发出悠悠的哭声，搞得她头皮发麻，后背发凉，像跳皮筋一样疯狂跺脚，单脚双腿交替变化。这一路上，林妙妙被折腾得草木皆兵，就连自己垂下的发髻扫过脖颈，都怀疑是有人在后面不怀好意摸她的脖子，瞪大了一双乌溜溜的杏眼，一步三回头。木瑶的嘴唇有些干裂，汗水打湿了额发，头发撕贴在脸上，鼻子上还沾了一块灰，完全没有了平日的体面。妙妙也好不到哪儿去，四目相对，活像是李香邪逃难的妯娌俩。妙妙忍不住弯了弯唇角，杀人机关告一段落，木瑶的神经也略微松弛了一些，扬了扬下巴。你笑什么？妙妙伸出脏手往裙子上抹了两把，低着头给自己重新扎发髻，嘴里叼着碧色丝带，含含糊糊道：木姐姐从来没有这样狼狈。木瑶先是一怔，随即轻轻一审：我狼狈的时候多着呢，你没见过罢了。他一顿，又似乎想到了什么，半是疑惑半是试探地问：阿生把收妖饼给你了？木瑶的表情有些复杂，似是欣慰，又似乎是忧虑。妙妙，你跟着我跳下来，真是为了福衣。林妙妙仰头望着他，呆滞了一秒，嘴里的丝带掉下来，他眼疾手快的伸手一捞，旋即一脸虔诚的入了戏。那是自然，我喜欢柳大哥呀，喜欢得天上有地下无，真心实意，真情实感。一番表白滔滔不绝，掷地有声，活像是宣誓。不知道怎么，他说的过于正式，反而让木瑶觉得有些戏谑的味道。总之有点奇怪，但他一时半刻想不明白其中关窍。他点了点头，打断了他，似乎是被吵得有些头晕。好了，既然下来了，我们便一起把福衣救出来吧。提到柳福衣，他的神情有些暗淡。他素来很强大，似乎从来都会化险为夷，他便一直有几分侥幸，觉得他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但侥幸总是最不可信，6年前他也天真的以为有爹娘撑着，穆家即使再衰败也固若金汤，谁能想到曾经那么亲近的人
会是伪装成人的大妖。一夜之间，他没有了家。现在他不想再失去柳拂衣。林妙妙在拉他的衣角。木姐姐。少女的杏眼里闪烁着恐惧，白皙的脸被纷乱的影子遮住了。她扭过头来，前面立着10余只高大细长的地轨，前前后后蓄势待发，宛如一片高耸而密不透风的水杉林。有影子就有光，地轨逆着光，它们之间的缝隙中竟然透出温暖的光亮，隐约可见背后明亮广阔的厅堂。不是墙壁凹槽里幽绿的火种，而是暖色调的人间最熟悉的烛火。他们竟然走到了地宫的核心。妙妙透过地轨们的几线间隙向内望，先看到厅堂内一排闪烁的烛光，几只梨花圈椅，视线慢慢向右移，主位上坐着穿红裙的小女孩，两腿悬空，双手捧着一杯没有热气的茶，嘴唇血红，像是偷偷抹了大人胭脂。她猛地宝石般闪耀的黑眸带着不怀好意的笑，正在望着右边。视线再向右转，露出骨节修长的一双手，执着茶盏，那手极其苍白，似乎经年不见光。坐在右边圈椅上的青年男子，长发披肩，低垂眉眼，神态温和柔顺，像是在认真而礼貌地聆听主人说话。看那饱满的额头，高挺的鼻梁，林妙妙猛地一凛，柳大哥活了。他脸秀喝了茶，旋即微笑地注视着幻妖的脸，看起来似乎并无异常，只是嘴唇苍白的毫无血色。他背后一张绣着4君子的巨大屏风，看起来有些眼熟。妙妙再仔细瞅，赫然发觉这地宫里的种种布置，圈椅、屏风，桌上白瓶里插的红梅，乃至于立式烛台的位置和蜡烛的数量，都与李府分毫不差。除却那假模假样的窗户外面，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简直像是将李府的厅堂活生生搬到了地下。妙妙正出神间，猛地被慕瑶拉着向后退。慕瑶忙着与打不完的地轨缠斗，还没顾上仔细看厅堂内的人。慕瑶喘得越来越厉害，二人相互拉扯着后退，林妙妙的后背已经贴住了冰凉潮湿的墙壁。地轨犹如无声的幽灵，慢慢逼近，不言不语地投下一组散乱的影子。符纸不够了。慕瑶压低声音，反手抓住了妙妙的手，贴住了她的耳朵，待我数1、2、3，将这包围圈撞个豁口，你趁机冲出去。他语气严肃而绝望，似乎是做好了破釜沉舟的打算。不用了，慕姐姐。妙妙热得浑身是汗，顺手拉住了袄子的前襟一扯，钉在前面的一排暗扣卡拉拉的崩开。她飞速将衣服脱下来，揉成个团，准备大干一场。没符纸就用收腰柄，即使我还顶一时半刻。话音未落，一厚沓符纸忽然从他袄子里掉出来，散落在他脚背上，有的滑到了地面。咦，他的动作一顿，影影绰绰烛光摇曳，橙黄符纸一张叠着一张，被流动的空气吹得轻微卷动，红艳艳的丹纱连成了一片瑰丽云霞。符纸像又薄又利的飞刀，在空中散开，将地轨纤长的影子劈成几段。地轨们墨绿色的稀薄血液四处喷溅，在地上积了一洼一洼的血泊。眼下只剩成堆的妖尸，地宫的地面像是杀鸡宰鱼后的菜市场，一片狼藉。啪啪啪，鼓掌声响起，中间间隔的时间很长，是带着浓重嘲讽味道的盗采。小女孩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像是没骨头一般，似笑非笑地望着被打散的地轨们遗留下来的一点烟雾。竟然让你们打通了关卡，我该说什么呢？天无绝人之路。慕瑶死死地盯着主位旁捧茶坐着的那个身影，脸色苍白的像是丢了魂。可是柳拂衣始终低着头看着茶盏，甚至没有抬头看他们一眼。妙妙热得两颊发红，在袖子里艰难地忙点着剩下的符纸，这沓不知从何而来的符纸多半是木生悄悄色的，她衣服穿得厚，竟然毫无察觉。按她的脾性，符纸给的时候应当是分门别类排好的，可惜掉出来的时候弄乱了。当时他和慕瑶就像被逼到绝境的人，发现了一箱满当当的手榴弹，罔顾属性抓起就用，一沓符纸用的只剩5张了。他将那可怜的盈余拿手指展平，小心翼翼地塞进袖子里。哎，真浪费。忽然觉察到一道又湿又冷的目光落在他脸上，茫然抬头望去，幻妖的脸色有些难看，一般反派出场，大都爱装逼鼓掌，喝完倒彩再羞辱主角一番，彰显自己掌握全局的霸气。可是幻妖掷地有声的一番开场白，眼前两个人竟然毫无反应。一个目不转睛地盯着柳拂衣，像是没听到他的话，另一个貌似在听，实际上不知正在袖子里搞什么小动作，眼神都在飘。小女孩瞪着妙妙的手，脸色阴云密布。那几张破符纸根本奈何不了我，我劝你不要以卵击石，自作聪明。妙妙脸上愕然，我就是数一数，也没打算拿出来用。你说什么？幻妖骤然抬高了声调。没什么。
妙妙嘟囔着缩在了慕瑶背后，只于一双黑白分明的杏眼闪烁。慕瑶却恍若丢了神似的急走几步，妙妙躲了个空，心道不妙，急忙跟上了慕瑶的脚步。他已经快步走到了青年面前，声音有些打颤。拂衣。柳拂衣端端坐着，头发柔顺整齐地披散在洁白的素纱外长后，手里捧着茶盏，一双眼满含咸似的低垂，睫毛都一动不动，似乎充耳不闻。慕姐姐，妙妙紧张地去拉失魂落魄的慕瑶。拂衣，慕瑶已经抓住了柳拂衣的衣袖，像是个小女孩哄生气的玩伴一样，小心翼翼地晃了两下，声音越发打飘。你看看我。柳拂衣这才随着他的动作有了反应，望着被他拉住的袖子，随即目光缓慢地移动到他脸上，眸中露出了深重的茫然，迟疑地问道：阁下是谁？他的眉眼还是如此温柔多情，眸中神色不似作伪。慕瑶猛地放了手，仿佛他刚才触摸的是一团火，整个人苍白的似乎风一吹就能倒下。你不认得我了？幻妖慵懒地靠在圈椅上，他的头发已经不像在李准府上那样发黄稀疏，发髻不挽，任凭浓密的头发搭在椅背上，泛着紫色的冷光，冷眼望着慕瑶说话，看上去异常邪魅。慕姐姐，妙妙附耳过去，柳大哥可能是被控制了，像那些制香厂的工人那样。跳下裂隙之前，幻妖放了话，要将柳拂衣做成他专属的傀儡娃娃。在这个世界中，幻妖以掏心控制人，心脏离体，也就将七情六欲与记忆全数带走。慕瑶闻言，茫然转过脸，脸色苍白的吓人。柳拂衣没有答他的话，接着低头认真而柔顺地看着手中的茶盏里，茶盏里盛着的是褐色不明液体，像是放凉的中药。幻妖意味不明地笑了两声，不再理会慕瑶，勾起血红的嘴唇，娇声对柳拂衣道：不知哪里来的闲人不请自来，扰人清静，实在是不知礼数。柳哥哥，我们接着喝茶好不好？小女孩声音稚嫩，伸出细长的手臂，摇摇一静，表情挑衅。柳拂衣端起茶杯欲喝，唇畔带着一丝温柔的微笑。好，等一下。慕瑶叫住他，扭头看向幻妖，神情惨淡。你给他喝的什么东西？幻妖叹了口气，血红的嘴唇下撇，悠悠地盯着茶盏里的茶。柳哥哥，怎么办？他实在太吵。柳拂衣像是听话的管家，闻言立即搁下茶杯起身，脸上的笑容敛了干净，眉宇间带着一丝陌生的戾气。请你即刻离开我与楚楚的家。楚楚。慕瑶嘴角一抹苦笑，你醒醒，他不是楚楚。柳拂衣神色冷淡，他是谁？轮不到你来智慧。慕瑶抬眸望他，脸色苍白，眼里已有泪光，轻轻道：那你还是柳拂衣吗？那语气有些凉，像清晨凝结的露水慢慢深入家具的缝隙，潮气一点点侵蚀着木头，将其泡得发胀变形。傀儡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迷惘，在那个时刻，似乎是熟悉的柳拂衣回来了。还等什么？还不动手？幻妖的语气忽然变得极其烦躁，他满脸戾气地盯着柳拂衣的背影，话音未落，他猛地出手。慕姐姐妙妙猛地将他拉开，但还是晚了一步，一阵劲风袭来，傀儡柳拂衣毫不留情地抬起掌，直接将清瘦的慕瑶挥在了地上。你干什么？妙妙一把将其推个趔趄，随即蹲在地上去看慕瑶。少女坐在地上，半张清丽的脸都肿了起来，嘴角还淌着血，她手捂着脸，满眼绝望。林妙妙倒吸一口冷气，打人不打脸，这谜一样的剧情，似乎矛盾不够激烈，就不能体现男女主角爱情的多舛似的。傀儡怔怔望着地上那个脆弱的人影，眼中再次闪过迷茫的神色。幻妖从椅子上跳下来，一步一步走到了慕瑶面前，看着他狼狈的神情，嘻嘻笑道：打脸都赶不走呢，既然这样想留，那便住下来吧。住下来，这既是邀约，也是挑衅，意味着他们二人能有机会再次接触柳拂衣，可也避免不了每天注视着他被幻妖操控，对他唯命是从。慕瑶抿紧嘴唇不言语，咽下羞辱，也应了邀约。幻妖贴近了他的耳朵，轻笑道：你不是问我给他喝什么吗？没有心脏的柳哥哥要靠喝血维持生命，既然你来了，从今往后这项工作便由你代劳。浑身上下都叫嚣着疼痛，宛如全身的骨头都被人揉碎了。眼睫微颤，光晕模糊成一片，屋里漂浮着脂粉香气。他睁了眼，白纱帐子顶上绣的牡丹，红彤彤的一片，忽远忽近，看不真切。眼前明明有光，光却像是冬天的雪花，覆盖在他眼皮上，没有一丝暖意。好冷。双手用力撑着身下床榻，挣扎坐起来，夏天的竹席子在手掌上印下几道痕迹，一阵天旋地转，伴随着激烈的耳鸣，随即耳边传来白瓷勺子剐蹭碗边的碰撞声音。眼前女子茂密的黑发盘成贵气而复杂的髻，插一支剔透的翡翠发簪，
两耳的水滴形耳坠摇晃着，低眉绞着手中的药汁。她的白色外裳在腹部松松打了个结，赤色抹胸襟口开得极低，几乎要露出大半酥胸。来，把药喝了。她一抬头，露出妆容精致的一张脸，双眼眼尾上挑，像两只小钩子。她晃了晃神，面前这张脸犹如洪水猛兽，即刻向后警惕地退去，冷淡地开了口：容姨娘。出口的却是几年前的童声，还带着点变生气的沙哑。她记起来了，昨天刚历练归来，她受了重伤，需要卧床3日。只是她环顾四周，屋里的豪华摆件、脂粉香气都与她格格不入，她怎么能睡在了她的屋里？那女人微蹙眉头，勾人的眸中露出一丝不满。小生儿，你怎么叫我姨娘？我是你娘啊。男孩怔了半晌，抱膝坐在了床上，小脸半埋在胳膊里，露出一双秋水似的黑眸，眸中满是冰凉的不安和抵触。容姨娘，你为什么叫我小生儿？女人用力将勺子向碗里一放，似是孩子气得与她置气。娘一直叫你小生儿的，你不记得了吗？娘，小生儿。头痛骤然袭来，如浪潮盖过了她，刚醒来时的眩晕想吐，似乎卷土重来，转瞬意识模糊。眼前再清楚时，女人已经坐在床边，一勺一勺地为她喝药。勺子靠近了唇边，中药浓郁的苦味顺着热气往上飘，她故意闭紧牙关。喝啊！她温柔地哄，见她不张嘴，低头思索了片刻，点头高兴道：小生儿嫌药苦是不是？娘这就去给你加一块糖。而她一把拉住了她的裙摆，12岁的脸与18岁的脸重叠交替浮现，分不清楚是庄周梦蝶，亦或是产生了幻觉。她忍着头痛，问出了声：你真的是我娘？我是你娘啊，小生儿。天旋地转，好冷，似乎整个人泡在冰窟里，连血液的流动都被冻得滞涩起来，四肢被困在雪中，棉被一般的雪在融化，冰的手脚生疼。恍惚中，她在雪地中行走，留下一地整齐的脚印，前方是少女时期的木瑶，高挑瘦削，模糊成光晕，与天际和雪原融为一体。阿姐。少女惊异而茫然地回过头。你是谁？她的头晕得厉害。我是阿生啊，是你弟弟。木瑶满眼诧异，许久才笑道：小弟弟，你怕是认错人了。我娘膝下无子，容姨娘只有我一个女儿，哪里来的弟弟？她好笑地摇摇头，回过头去，抛下她越走越快，身影渐渐消失在茫茫大雪中。眼前纯白一片，飘落的大雪覆盖在她肩头。容姨娘只有你一个女儿，那我又是谁？头痛尖锐刺骨，如同植物根系要扎根颅骨，霸占她整个身体。她在痉挛般的痛楚中反复失去意识，疼痛消退的间隙，才后知后觉地在退潮中记起什么。原是梦中梦，是真是幻，她脑子里混混沌沌，一时间还分不清楚，只是裂隙。裂隙下面还有人等着她。神智终于尽数回归，天色渐暗，她还泡在冰冷的溪水里，身上带着伤，如若此时不抓紧时间起来，等阴阳裂转到阴面，溪水化作暗河，又是一场无妄之灾。少年挣扎地爬向岸边，用尽全身的力气靠在了树干下，湿透的衣服仿佛有千斤重，湿淋淋地贴在身上，又潮又冷。风吹动树林，青草发出潮湿的清香。林中似有仙子经过，化一阵香风到了他身旁。那陌生又熟悉的身影矮下身，口中哼着天真无邪的曲子，轻柔地靠近了他。他发上熟悉的栀子香馥郁，闻着便像醉卧百花间。赫然是他心中所想。先前他嫌弃这股梳头水的香气，现在他却仿佛是他活着的唯一证明。恍惚中，林中而来的女孩勾着他的脖颈，在他颊边落下冰凉轻柔的一吻。他柔软的唇像天边云朵，山间流岚。他猛地揽住他的腰，将人抱坐在腿上，扣着他的食指，俯身吻了下去，似乎要将这朵云禁锢在怀里，再用力揉进胸膛。只要不放他飘走，就永远属于他。少年紧闭双眼，纤长睫毛翘起，在他唇上辗转流连，似乎所有爆裂情绪都在山间云间得以温柔寄托。许久才将他松开，伸出手指来回抚摸着他红润的唇，声音有些阴哑。你不是跳进裂隙里了吗？他的手指也轻柔地扫过他的颊，黑白分明的杏眼中有无限怜惜。是啊，所以我也只是你的幻梦。说罢，怀中人影立即消散了。月光如银纱，笼罩着少年苍白的脸。他茫然望着空荡荡的溪头，骤然惊醒，似乎有些不敢相信梦是虚妄。噼里啪啦，树叶被打得上下摇晃，带着土腥味的冰凉雨点落在他脸上。先前还是豆大的水滴，即刻变成了瓢泼大雨。暗河里满是溅起的丛丛水花，芭蕉叶被打得抬不起头来，细密的水雾里，雀鸟被打湿翅膀，在雨中艰难低飞。
木生抹了一把脸上的水，仰头接雨，水汽氤氲的黑眸在雨帘里愈显湿润，似乎带上了湿漉漉的潮气。他慢慢垂眸，从在怀中摸索，拿出一个皱成一团的纸包，因为被水泡过的缘故，纸和纸粘连到了一处。雨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聚集在苍白的下巴上，旋即顺着下颌流进衣领里。他静默地掀起2片纸的边缘，在大雨中极具耐心地将它慢慢分开。5颗饱满的红枣堆叠在一起，只是糖衣有些化掉了，流淌着黏糊糊的汤汁。这是金丝蜜枣，专补血的。我爹说了，每天吃红枣，健康不显老，留着以后吃。他冰凉的食指喂了他一颗枣，随即霸道地封住他的唇，不容拒绝地请他感受这份甜。阳光从高耸的竹林间落下，像丝丝缕缕的糖，鸟叫啾啾，他的手指便在他无声的亲吻之下。被打湿的黑发粘在脸颊上，雨水顺着他的发梢滴滴答答地流下，他脸色有些发青，嘴唇在深夜极低的温度下不自知地细微站立着。他缄默地放了一颗蜜枣在嘴里，感受迟来的甜蜜慢慢化开。是甜的。黑眸闪动，仰望着不见星星的夜空，视野里无数雨丝自广袤苍穹落下，闪烁着银光，如同降下来的千万根针，俯冲下来，要将大地戳成千疮百孔的筛子。他忍耐着黑暗和冷，舔了舔唇边遗留的甜。裂隙总会再开，外面可能下雨了。小砂锅里咕嘟嘟沸腾着汤药，中药味中混杂着一丝稀薄的血腥气。林妙妙拿着扇子，不熟练地俯身瞅着火，鼻头沾了一小块灰。你怎么知道？慕瑶低眉包扎着手腕上的伤口，脸色有些苍白，但仍然平和地微笑着。我觉得今天地下格外地潮。妙妙苦大仇深地盯着炉火，烦躁地扇起了风，吹得那炉火左摇右摆。人不爱住地下室都是有原因的，常年不见阳光和蓝天，心情容易变差。林妙妙在地宫住了3、4天，感觉自己变得越来越暴躁。地宫构造与李府布置一般无二，也可能是幻妖只住过李准的家，所以认为人类的房子何该是那样，就依葫芦画瓢给自己建了座一模一样的。他们就住在先前住过的对应房间。可这地下世界就像是精美的仿制品，即使再巧夺天工，也终究比不上真实世界。相比之下，慕瑶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耐性。幻妖提出的条件很欺负人，不但晨昏定省招他们来，故意让他们看着被做成傀儡的柳拂衣为他鞍前马后，暧昧至极，还要让慕瑶每天放一点血给柳拂衣煮药喝。林妙妙这几日才感受到女主角外柔内刚的脾气体现在哪里。她不仅答应，还坚持了好几天，忍着心痛如绞，面无表情地等待着时机。只是背后落下一个高大的影子，是柳拂衣踱到了厨房。3个人挤在厨房，一时有些局促。妙妙对傀儡心情复杂，昂起下巴挡在慕瑶身前。你来干嘛？靛蓝色袖口中伸出骨节修长的手，他端起案板上搁着的空碗看，像是在缓解与生人对话的尴尬，神色冰凉冷淡。楚楚让我看看你们熬好药没有。好了。慕瑶语气平静的垂眸，接过他手上的碗，掀开砂锅盖子，用勺盛了一碗，摆在托盘上。他白皙的手腕上包着手绢，随着动作，手绢上透出斑斑点点的血迹。傀儡无动于衷地望着那伤口，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拿去吧。慕瑶平和地递过托盘，只是没有看他的眼睛。柳拂衣转身欲走，一只手突然拦住了他的腰，低头是一双晶亮亮的杏子眼。女孩抬眼瞪着他，像虚张声势的小老虎。慕姐姐放血给你熬药，不说一句谢谢吗？他怔了一下，旋即冷淡道：多谢。柳拂衣谪仙般的身影飘然远去，身旁人影骤然一歪，案板上的勺子被撞掉了，当啷一声摔在地板上。妙妙在猝不及防的混乱中，眼疾手快地架住了慕瑶，慕瑶的脸色唇色都因失血而苍白，扶住自己的额头，眼神涣散。意识清醒时，他靠在冷硬的椅子上，一只碗挨住了他的唇，碗中热气漂浮上来，蒸在他脸上。慕姐姐。他睁开眼，林妙妙脸颊红扑扑的，站在他椅子前，将碗清了清，热水灌进他嘴里。你可能贫血了，我借用了一下厨房的砂锅，喝点热水吧。他急忙抬手接过碗，端起来抿了一口，烫口的水入了肺腑，熨贴人心。林妙妙摸遍全身上下，一时赧然。呀，红枣没带在身上，旋即又笑，眼眸亮晶晶的。厨房里连块糖也没有，柜子里都是空的，里面还有这么长的小虫子，比蜈蚣脚还多。他伸出手夸张地比划了一下，满脸嫌弃地皱起鼻子，语气欢快：换妖造厨房只造个空壳子，跟堆沙堡似的，你说可不可笑？慕瑶无声地抿着水，幅度很小地勾了勾嘴角，眼泪落进热水里，打出几丛小小的水花。妙妙，坐下歇歇吧。
林妙妙无措地盯着以碗遮脸的慕瑶，难道她的安慰神迹不起作用，还把女神给弄哭了？她蹲下来，小猫一样趴在慕瑶膝头，仰头向上瞅她的脸。慕姐姐，我昨天做了个梦，梦见你和柳哥哥成婚了，先在吴方城住了几年，然后继续游历江湖，你们生了3个孩子，2个男孩1个女孩，男孩们老打架，女孩长得像你。慕姐姐，我做梦一向很准的，我们一定能出得了烈戏。慕瑶放下碗，已经很好的掩藏起了眼泪，柔和的望着他笑。既然我与福一成双成对，那你呢？妙妙顿了一下，回过了神，我做孩子干娘呗。她眼珠子一转，露出一个相当鬼畜的笑。难道姐姐你肯让我做小，我们姐妹2人共侍一夫？那我倒是没什么意见，柳大哥想必也愿意的很。这样离经叛道的话，先前他肯定会目瞪口呆，或许怒火中烧，可现在慕瑶却知道他什么用意，被他逗笑了。不见天日的地宫里，2个人一蹲一坐，面对面笑了一会儿，笑得像未出阁的小女孩，闺房里拍着手玩家家酒。慕瑶心里一阵鼓胀胀的暖意，同时也几乎确定林妙妙对柳福一无意，但她是个好女孩，值得最好的对待。只是真如她所说，她能毫发无损地熬过此难，与她白头偕老吗？慕姐姐，妙妙斟酌了一下，开口道，你知道幻妖是怎么把人做成傀儡的吗？慕瑶端碗的手颤了一下，先掏心，再用咒。那你说，妙妙开始玩自己的手，漫不经心地问，要是把掏出来的心安回去了，会怎么样？慕瑶似乎猛地一怔，随即倾过身子，附在他耳边，不瞒你说，我正有此意。他压低声音，这几日我四下观察过，地宫构造跟李府一般无二，只是厅堂里那屏风后面有些文章，厅堂后面是石娘子夫妇和楚楚的卧房。是，那么多间房里，只有那一间门口设了封印。正如你所说，幻妖造的这处地宫是个空壳，按理说也没有防盗的必要，如果他设下封印，想必只有一种可能，里面存放了贵重的东西。妙妙仰头，比如柳大哥的心脏。2人对视，慕瑶眼里半是期望，半是深重的焦虑。林妙妙知道慕瑶在愁什么，他们2个落在幻妖的地盘，美其名曰做客，其实就是变相囚禁。幻妖阴晴不定，哪天心情不好，随时可能将他们处以极刑。想要在这种条件下抢出柳福一的心脏，无异于天方夜谭。但要想主动脱困，再救下柳福一，似乎只有这一条路。事实上，原著就是这样发展的。荆阳坡一节的末尾，慕瑶经过数天筹划，想办法进入了那一间夹着封印的密室，决心夺回柳福一的心脏。可是幻妖心思9曲18弯，阴毒至极，其实是刻意做出疏忽的假象，引诱慕瑶上钩，故意布好了杀局等他。但慕瑶毕竟是慕家家主，幻妖为了将他一举杀灭，不得不向天地日月借力，他自己又不愿离开主战场，于是打开了裂隙，令午夜的月光照进了地宫。千钧一发之际，守在裂隙旁边的木生趁机跳下，将主角团捞上了岸。想起黑莲花，林妙妙就头痛。他的穿书对于男女主角的剧情几乎毫无影响，可是自打木生遇到了他，路线似乎就有些走偏了。太仓郡一劫，木生没有害死灵鱼一家，长安城一卷，木生又为了他2度使用禁术，加速了黑化过程。到了荆阳坡这里，他给木生嚎的那一嗓子如果起效，可能对他的黑化的时间点产生影响，更别说作为他主战力之一的收妖饼，有一只送给了他。如果蝴蝶效应成立，现在掀起的可能早就不止一场飓风，恐怕是世界毁灭。他根本不能确定他在上面情况怎么样，更无法100%保证他能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间点准确地赶来救慕瑶。所以，慕姐姐，我们不要再观察了，明天就去抢柳大哥的心脏吧。慕瑶愣住了，明天？既然幻妖有意做局，那他趁着陷阱还没做好，提前出手，打他个措手不及，能不能改变剧情发展，让主角团少些曲折？幻妖慵懒地靠在椅背上修剪指甲，小小的手上10只手指都涂了红艳艳的丹扣，与他血红的唇、眉间的力气一样，看起来有轻微的违和。不是他酷爱这具5岁女孩的身体，而是天生地长的幻妖，唯一的短板便是无法化人形，只有这一具现成的躯壳能为他所用，为此他还蛰伏了许久，想来也真憋屈。这种憋屈，他便发泄到了这几个自不量力，让他耍得团团转的方式身上。柳哥哥，他眼皮微掀，懒洋洋的唤，我有些饿了。柳福一立在他身旁，如同忠心耿耿的骑士，闻言立即恭顺而体贴道，我去厨房给你拿些吃的。幻妖鼻子里的一声，露出了诡艳的微笑。好。柳福一走远，脚步不疾不徐，连背影都流露出一种遗世独立的气质。幻妖伸手看着自己剪好的指甲，
其实这地宫就是一座空壳，厨房里什么食物都没有，所谓的生活不过是依照着李府的日子做个样子。只是数百年孤独寂寞，现在有这个傀儡陪伴，哪怕这人间烟火都是假的，他也觉得十分满意。柳福一进了厨房，厨房里只有林妙妙一个少女，穿着一身浅碧色的衫子裙，侧着身子站着，正在低头看着砂锅，灶却是冷的。怎么不熬药？他无声地靠近了她，偏冷的靛蓝色衣摆随风而动，带着一股陌生的威压。林妙妙抬头，满眼惶惶然，欲言又止，怯怯道：柳大哥，怎么了？他冷淡地问。少女伸出细细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指了指灶台，吞吞吐吐。火。他纡尊弯腰去看，黑洞洞的堂里柴火凌乱地堆着，皱起眉头。火怎么了？他的声音在他头顶响起，有些飘渺。火点不着。柳福一松了口气，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原来是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刚要起身，林妙妙背在身后的手猛然伸出，手里握了客厅插红梅的那只白瓷瓶，哐啷一声砸在了他后脑勺，碎瓷片崩裂一地，点点血迹如红梅，滴滴答答绽放在碎片上。柳福一的身子顺着灶台无声地滑了下去，伏在了地上。柳大哥，对不住，回头让你打回来。林妙妙心跳不止，两脚在不自觉地抽筋着，她以一个非常扭曲的姿势，咬牙拖着柳福一的身体移了个位置，扶着他坐着靠在灶台边。他的几缕长发遮住了脸，妙妙将他的脸摆正，头发理好，看起来像是坐在地上小憩。地上残局拿脚拨到了一边，他从袖中抽出仅剩的那5张符纸，因手抖得厉害，抽了3次才抽出来，手心都让汗打湿了。他一面按照慕瑶教他的阵法，绕着柳福一在地上贴符，一面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生怕一个不注意，幻妖便闻声而来，掐断他的脖子。最后1张符纸贴好，几张符纸上的字迹同时闪烁起来，相互感应，表明他贴的位置没有偏差，即刻便能生效。林妙妙拍拍裙子站起来，倒退着走出了符纸围成的圈，临到门口时，以门边靠着的竹竿猛地将砂锅一拨，陶瓷砂锅从桌上滚落到了地上，轰鸣着破碎，发出巨大的响声。他扔下竹竿，转身飞快地跑出了厨房，走廊不受光，几乎漆黑一片，靠着梁上冷红的6角灯照亮，他拎着裙子敏捷地跑过时，6角风灯便随风而动，垂下的流苏来回旋转。他闪身进了厅堂，藏在巨大的屏风后背后，透过屏风的缝隙，能看到正在修剪指甲的幻妖扔下剪刀，跳下圈椅，狐疑地往厨房走去。小小的女孩走路像猫，几乎没有声音。柳哥哥，怎么了？幻妖走远了。屏风背后，那间始终锁着的房间之呀开了一条缝，妙妙透过门缝看见了慕瑶清冷的琉璃瞳，慕瑶冲他点了点头，旋即无声掩上了门。6角风灯的摇晃慢慢停止，地上恍惚的一团红光不再变换，一切重归寂静。林妙妙湿透的后背贴在了冰冷的墙面上，几乎把自己站成一根柱子。如果运气正常，幻妖一旦靠近被打昏的柳福一，就会被那5张符纸聚成的阵暂时困住。慕瑶要趁此机会进入幻妖的房间，去夺柳福一的心脏。按他们商量好的，妙妙站在房门口望风，一旦形势有变，即刻敲3下房门，提醒慕瑶出来。他一个人站在屏风背后，惴惴不安地盯着转角，好几次盯花了眼，杯弓蛇影地看到了幻妖的衣角。房间很大，以一张绣着青竹的屏风为分隔，一分为2。靠门是石娘子和李准睡的大床，这些日子，幻妖令柳福一睡在这里，以便供他随时差遣。床上的帐子规规矩矩地挂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单上不见一丝褶皱。是柳福一的风格，慕瑶淡笑。房间本就只靠烛火照亮，还有屏风隔挡一层，显得昏暗暧昧。慕瑶的目光逡巡一周，没有发现异常，绷紧脊背，绕过了屏风。屏风后是一张小床，枕头旁边有几只被开膛破肚露了棉絮的布偶，东倒西歪，有小老虎，也有娃娃。布偶旁边是蓬起的枕头，枕头对5岁的女孩来说显得有些高了。慕瑶缓缓靠近，伸出纤长手指，将枕头掀开了一个角。枕下果然有一只成人巴掌大小的漆黑盒子，他的心跳急促，将盒子抽出来。盒子口上以小儿涂鸦的笔法画着一只锁，却紧紧闭着，他2手一掰，没能打开。这锁原是幻妖画的封印。他背上汗水湿透衣衫，一手搂住那硬物，一手在怀里迅速摸出1张符纸，盖住了锁。符纸贴上的刹那，扭了一下，起了皱，即刻燃成了灰烬。他不信邪，又贴了1张，符纸再次飞速地烧掉了。灰烬滑落的同时，慕瑶忽然发现盒子上画的锁消失了。他心中一喜，颤抖的手掀开盒子，瞳孔蓦地放大，盒子里空空如也。
恍惚中有微风掠过他头顶，烛火诡异地四下摇摆，满是虚影乱晃。他猛地抬头，柳拂一面色铁青似鬼，无声无息地坐在窗口，正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他倒退2步，裙摆摇晃，地上闪亮的几个点骤然浮现，汇成个圆，像铁笼子的底盖，等着收网。轰隆隆隆，地宫猛然晃动起来，恍惚中让人有种船航水面的错觉，随即清辉如水当头泼下来，泼成了一条银亮的光带，月光照亮的地方，甚至可以将屏风上绘画的几丝雅墨照射得分毫毕现，裂隙开了。林妙妙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按原著剧情，要等幻妖正面对上木瑶，才需打开裂隙，借天地之力。可是他们都已提前行动，事情还算顺利，幻妖一去就没回来，厅堂里只有他一个人，裂隙怎么突然就开了？他死死盯着紧闭的那扇房门，难道在他的眼皮底下，木瑶还是出事了？身前一道黑影掠过，带过一阵混合着花香和甜腻的气息，他被人推着倒退几步，踉跄着退进了黑暗里，随即被猛地压在了墙上。脊背骤然挨住冰凉的墙面，他本能的想要逃离，那人已经贴了上来，用身体将他死死挟制他与墙面之间，在他尖叫出声之前，一把捂住了他的嘴。林妙妙瞪着眼睛，看到屏风缝隙里掠过幻妖红色的衣角，小女孩阴郁无声地走回了厅堂，面无表情地环绕一周，没有发现他们，又走了出去。触到幻妖扫视的眼神的瞬间，林妙妙打了个哆嗦，她睫毛轻颤，低眼往下看，黑暗里伸手不见五指，再看也是枉然，心跳一阵紊乱。刚才若没有这一躲，他就是暴露在幻妖面前的活靶子。二人紧紧贴在一起，他的睫毛快要扫到他胸口的衣襟上，他几乎被木生的气息包围了。看来只要裂隙一开，他就会来。剧情没有因为他的自作聪明发生任何改变，只是手心滚烫的温度传递到他的唇，简直像是用电熨斗烫他的嘴。这人发烧还烧得不轻。幻妖绕了一圈又离开，木生放开手，倒退一步，转身走到了有光的地方，妙妙离开了墙，提起裙摆跟着他走了几步。木生转过身望着他，声音很轻，话中讥诮之意，听起来恍若隔世。你以为挡住自己的脸，幻妖就看不见你了？对哦。他猛然反应过来，屏风下面是可以露出他的脚的，一叶障目不过如是，他怎么犯傻了呢？怎么了？他见他低着头沉默不语，捏住了他的下巴，抬起他的脸，强迫他与自己对视。林妙妙愕然望着他那双熟悉的黑眸，旋即慢慢低垂眼睫，目光小心地落在他抬自己脸的手上。这样有侵略性的动作，从前他是不会做的。在原著里，木生被一个人留在裂隙上，心里怨恨姐姐在乎柳拂一不顾惜性命，在跳下裂隙时已经是一朵经过黑化的黑莲花。可是现在情况又有些不同，他提前推动剧情，裂隙也跟着提前打开，提前跳入裂隙的木生比原著里狼狈得多，他的脸色异常苍白，显见是放了血又生着病，让他有点担心他会不会下一秒就直接昏倒了。如果说黑化了，他不可能放任自己这样不体面的出现，若说他没能黑化，现在这种反应又是强迫的四目相对，他的眼睛眨了眨，你发烧了。木生怔怔地松开手，有些迷惘地盯着女孩的脸，只觉得心里混沌一片。离得这么远，他也能看得出。妙妙伸手想看看他肩上的伤口是否愈合，又怕弄痛了他，便轻轻摸了摸他肩下的衣服，是湿的。他忽闪着黑白分明的眼睛，瞪着木生，有点生气了。你听见我跟你说的话了吗？不可能没听到吧？我喊得那么大声，半个金阳坡的都听得见。我不是说保命要紧吗？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他望着他，欲言又止，半晌才垂眸，轻不可闻。我听到了，听到了。是被瞬间钉进木桩里的钉子，像不容拒绝划开天幕的闪电。午夜梦回，依然是这脆生生甜蜜蜜的最后一句。可是有什么用呢？不过是一句话的功夫，用不了他1分钟，眼前这人却是可以为了柳拂一跳裂隙的。他见冷的目光落在他腰际，猛然抬眼，眸中有惊怒闪过。香囊呢？妙妙指指怀里，一脸无辜。我装这儿了。这个动作有些奇异，恍然间让他觉得他似乎是在指着自己的心。妙妙隔着衣服摸着怀里的香囊，嘴里抱怨，你这个香囊要系就系紧些，不要动不动就掉了，让我在地上到处找。他眼中迅速荡出几丝奇异的情愫，如同在湖里飘石子儿，一圈一圈温柔的涟漪蔓延开来。他长长的睫毛轻覆下来，遮住了眸中情绪。回去以后系个不会掉的。风声卷动帐子，将作为隔挡的屏风吹得咔嗒作响。柳拂一一掌毫不留情地袭来，木瑶在地上打了个滚，堪堪避开，避无可避，半坐在了阵中。
顺而直的黑发散落下来，覆盖了肩膀。他的左脚踝已经伤了，站不起来，对峙的后半段几乎都是贴在地上进行的。柳福一的攻击数次擦着他的脸过去，差一点就能要了他的命，他若不落入阵中，就只能死在他手下。他从没想过，即使到了这一步，他依然舍不得对他出手。傀儡收回掌去，冷淡地看着坐在阵中的少女，就仿佛看着一只终于被关进笼中的鸟。福一，慕瑶竟然冲他笑了笑，笑得破碎而哀伤。傀儡空洞的眼中生出了一丝迟疑，似乎在疑惑眼前人为何只守不攻。这片刻，窗户被人推开了，红裙子的幻妖懒洋洋地坐在了脆弱的窗框上，两条腿悬在窗边，轻轻一招手，傀儡颔首，毕恭毕敬地回到了他身边。慕瑶望着幻妖，心里暗叹一声，他和林妙妙都只顾着门，殊不知上了封印的门只是个幌子，窗户才是进出的通道。他们二人都后院绕进来，不经过厅堂，林妙妙在外守得再紧，也是白费功夫。柳哥哥，干得好！幻妖裂开血红的唇，绽放了一个诡异的笑。柳福一站在他身边垂手，裂隙已开，是否趁此时？慕瑶的脸色霎时惨白，唇畔浮上一丝绝望的笑。裂隙一旦打开，幻妖可借天地之力将他置于死地，而这居然是由他提醒的。不急。幻妖满意地欣赏着慕瑶惨淡的神色，外面还有一个不，是两个。他意味深长地望着屏风后紧闭的房门，鲜红的嘴唇轻启，给他们来个大团圆。地宫里阴暗潮湿，闷得人心头发慌。好在裂隙开着，输送了柔和的月光，一点稀薄的新鲜空气也慢慢涌下来，带着湿漉漉的气味。外面的雨应是停了。想到这里，林妙妙抓着木生的衣袖多摸了几下。淋雨了。少年掀起眼，半晌才道：这你也知道。说这句话时，妙妙恍惚中有种错觉，觉得眼前的人瞬间变成一只浑身的毛都湿哒哒的小狗，心里的委屈都漫成了河，还抿着嘴角一声不吭，只用乌黑的眼睛欲言又止地望着他。妙妙吃得笑了，但身在地宫不敢放肆，他立即捂住了嘴，压低声音，亮晶晶的眼里闪烁着得意。我聪明不？木生看着他，眸中流露的情绪复杂。他嬉皮笑脸地追着问：你怎么不躲躲雨呀？少年脸眸转身：我送你上去。按照原书中设定，幻妖乃天地托生，是强无敌的反派，除非用柳福一的外挂九玄收妖塔将其一举歼灭，否则只有被吊打的分。主角团惹不起，只好躲开。木生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想快点把他们送出裂隙，先摆脱眼前的困境。丁系统提示：角色木生好感度升至 85%， 请再接再厉。提示完毕。丁系统提示：任务1 3/4进度附加任务现在开始，请任务人说服角色木生拯救角色柳福一。提示完毕。林妙妙到嘴边的好啊卡了壳，活生生咽了下去，沉浸在连收2条系统提示带来的巨大震撼中。原文中黑化的木生跳下裂隙，想要将姐姐带出去，而慕瑶坚持要将柳福一的心脏抢回来，软硬兼施不肯走，木生没有办法，只好替他去将柳福一也捎带着救了回来。没想到伴随着攻略阶段性胜利的同时，属于原女主的剧情莫名其妙也加给了她，难道是系统对于她篡改主线剧情的惩罚？她联想到明明应该被困在阵中，现在却毫发无损到处游荡的幻妖，心中一沉，本想让慕瑶少受些苦楚才讨巧的篡改剧情，谁知弄巧成拙，难道慕姐姐伤得连这个任务都完成不了？她立即摇摇头，指指屏风后那扇紧闭的房门。慕姐姐还困在里面。木生顺着他的目光一望，眼眸沉了下来。我知道，你先上去，我将阿姐带上来。他说着就来拉妙妙的手臂，见女孩惶惶不安地抽开手，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不走，我要留在这里救柳大哥。又来了。他感到自己一阵气闷，但还是勉强压制住了火气，冷声道：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只会添乱。林妙妙的眼睛在黑暗中极亮，满眼都是不信任。那你会帮我救柳大哥吗？木生敛眉，抿着嘴沉默半晌，吐出的话像是被冻住的。我凭什么？其实他与柳福一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这一路相携而来，多少还有些感情，何况他深知阿姐对那人的依赖，未必会弃之不顾。只是此时林妙妙脸上的不安和怀疑让他满腹火气，简直要生生炸开，忍不住就此迁怒了柳福一。我就知道你不会，你只顾慕姐姐，到时你救走了慕姐姐，柳大哥就没人管了。女孩黑白分明的眼中罕见地浮现出一层薄薄的水光，在几步之外倔强地瞪着他，像是在跟他对垒。所以我不走，死也要和柳大哥死在一起。你
妙妙逆着黑莲花的脸，少年脸色都变了，黝黑的眸中仿佛流淌着沉郁的星河，纤长的睫羽一动不动，四目相对，他眼里的怒火滔天。他半天没说出话来，也放弃跟他掰扯，直接走过来，一把箍住了他的腰，不顾他的挣扎，将他拖着走，眼眸暗沉，薄唇轻启，上去。没想到黑莲花居然仗着力气优势强行救他，眼看就要任务失败了，林妙妙一慌，眼里的酝酿了半天的委屈泪水没含住，哗啦一下流了满脸。别碰我！木生骤然放开了手，他觉察到他居然在发抖，再回头一看，整个人僵在原地，仿佛是被人兜头盖脸浇了一盆冷水。他居然哭，被他吓哭的。他冷眼瞧着林妙妙拿袖子无声地擦眼泪，手指在袖中攥成了拳，润泽的眸中先是盛怒，随即茫然。柳福一不在，他正常得很，一旦事关柳福一，他总是要将他推到敌方阵营，似乎跳着跑着要躲开他，投向柳福一的怀抱，似乎一点关系也不想跟他扯上。是了，到底柳福一才是独一无二，他心之所属。他的手攥得更紧，关节都闷痛，却仍是抵不上心口奇怪的酸涩和空洞。你就这么讨厌我？他的语气里含着自己也没想到的失落。少女骤然停止擦泪，碧色发带垂在白皙的颊边，睁着发红的大眼睛，一脸振奋地望着他，脆声道：我不讨厌你啊，子期，你若是不计前嫌救了柳大哥，那我就更喜欢你了。他就像被关在笼中的困兽，只要向前冲便会狠狠地撞在笼子上，偏偏缝隙里看得到外面诱人的食物，引得他不住地往前冲撞。随后一只胳膊伸进来，喂了他一块肉，又摸摸他的头，却是鼓励他再接再厉，继续自伤。木生默然盯着他很久，眸中沉沉，辨不出到底是什么情绪。林妙妙提心吊胆地望着他，观察了许久，心里也有点急了。子期，抓紧啊，木姐姐很危险的。他慢慢逼近了他，伸手拍了过来。林妙妙闭眼一躲，那一掌擦着他的耳朵过去，才发现他是往墙上狠狠拍了一张符，随后他先摆蹲下身，以他为中心，在地上描了个半圆。林妙妙的裙摆时而擦过他的衣服，他站起来望着他半晌，才道：你站在这儿等我。林妙妙心中兴奋，点头点得像鸡啄米，期望他快点去救慕瑶和柳福一的心脏。谁知他非但没走，还欺进几步，几乎是将妙妙逼得嵌进墙里。少年低头看着他的脸，黑润的眸像是冰凉冷硬的药石，看上去倒真有1-2分威压。他声音放得极轻，几乎是贴着他说话：要是再乱跑，断你双腿，拿锁链牵着，听见没有？仰着头的女孩开始还有些紧张地望着他，听到最后竟然满脸无知无畏地笑出了声。你若是能救回柳大哥，我让你溜溜也不是不行。木生陡然僵住，黑眸中怒火几乎要溢出来了。真是好得很。妙妙眨了眨眼，看着木生满脸铁青地指着他的脸，半晌都没能说出话来，似乎身子都有些发颤了。僵持了一会儿，他旋身走了，衣袍带过一阵冷风，像猎猎作响的呈上旗。站在圈里的妙妙望着黑莲花负气远去的背影，心里弥漫出一种意外的酸涩来。他叹一口气，捶了2下站累了的腿，伸手摸了摸怀里鼓起的香囊，好像这样才能安定一些。谁知他又飞速折了回来，又站定到他面前。四目相对，林妙妙骇然放下手，少年的长长的眼睫轻颤，沉默半晌，扔给他一沓符纸，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3更天，月光最盛，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冷白色的光柱中飞舞，如同冬天飘飞的雪花。慕瑶伏在地上，双目紧闭，睫毛在眼底投下一层浅淡的阴影，缎子似的长发在月光下泛着亮光，如同被囚禁的月宫仙子。有人慢慢蹲下身来，伸手托起他的手臂，将他从地上扶坐起来。他骤然间惊醒，手指下意识地捏紧了收腰柄。待看清眼前人，整个人僵住了，似乎是难以置信。福一虚裂隙投下的月光照在他面无血色的脸上，照得他浓密的眉毛根根分明。他细细端向着慕瑶的脸，带着无尽的贪恋。慕瑶握住他手臂，琉璃般的瞳孔在月下越发几乎像是透明，闪烁着淡淡的光。你方才与我交手时便醒了，无心之人只堪做傀儡。可是有的人即使没有了心，依然不甘愿做一具行尸走肉，他们在清醒与混沌的边缘，要挣扎着活过来，为了信仰与挚爱。他微勾唇角，脸色差得吓人，几乎像是已死之人诈了尸。他伸手捧住慕瑶的脸，手也是冰凉的。真傻，为什么不还手？慕瑶低眸掩住眼中的泪水。是我技不如人。他的手也顺着他的头发抚摸上去，摸到了后脑勺一大块结痂的伤口，温声道：还疼吗？柳福一笑道：疼。妙妙那丫头一点也不手软，门外忽然一阵骚动，
慕瑶神色一凛，警惕地望向门外。阿生来了，幻妖暂且能挡他一挡。柳拂衣轻轻道：瑶儿，我的时间不多了。慕瑶摇头，你的心脏在哪里？我一定帮你找回来。瑶儿，柳拂衣打断，神色有些疲倦，但仍然是在温柔地笑着，从怀中掏出小木塔来，放在慕瑶手上，低垂眼睫，无心之人怎堪长久？如果此劫不过，收妖塔你代为保管。他强行掰开慕瑶攥成的拳，将他的手放在小木塔上，我把口诀告诉你。我不听。他倔强地抿着唇，脸色苍白，眼下的泪质冷清。你答应过往后不让我受委屈，说到便要做到。柳拂衣手只放在太阳穴上，似是忍着极大的痛楚。慕瑶慌乱地扶住他的手臂。拂衣，瑶儿，你听话。柳拂衣将手放下来，眼底浮现了淡淡的乌青，反握住他的手，想说什么，可要交代的太多，一时竟然不知从何说起，只是重复了一遍。你听话。他的眼泪簌簌而下，附耳过去。那你说，我记着。柳拂衣伸手一揽，猛地将他紧紧抱进怀里，下颌抵住他发顶，许久才恋恋不舍地放开，在他耳畔念了口诀。记得正对裂隙，借着4更月光催动收妖塔，口诀不得外传。好。慕瑶依在他怀里，觉得他衣襟上似乎沾着如霜的夜露，二人偎在一起，沉默地听着门外幻妖和木生的打斗声，都没有说话。良久，柳拂衣拍了拍慕瑶的衣襟，时间差不多了。慕瑶不肯起，泪水倒灌进嗓子里，是发苦的。他也没有催促，只是望着光柱中浮游似的尘埃，平平淡淡道：瑶儿，若此劫能过，我们成婚好不好？好。他望向门边，门外一阵诡异的寂静。若此劫不过，来世我许你凤冠霞帔。门猛地推开，撞在了墙上，发出砰的一声响，架子上摆的小瓷瓶滚落下来，哗啦一声摔成了碎片。幻妖的红裙如同猩红的旗帜，雪白的赤足一步一步行在地上，指尖生出刺目的光芒。木生踉跄几步，几乎是被巨大的力量甩进了屋，扶了一把柜子才站稳。他迅速环视一周，面色一变。阿姐不在。幻妖的眸子也扫过了地上的空荡荡的阵，眉心暴戾之气顿显。人呢？柳拂衣毕恭毕敬，垂手站在一旁，半张脸隐没在黑暗中。人折腾得厉害，我将他下去关进地窖了。幻妖并未起疑，放下了心，而是扭过头看着一路与他缠斗的木生，露出个阴恻恻的微笑。木生顺着他得意的目光向下看，发现自己恰好站在几个闪亮的光点中间。幻妖满脸讽刺，笑得嚣张。果真是姐弟俩，一个两个都自己往阵里钻，省了我好大力气。木生发觉不对，本能的捏紧收腰柄，提气想要跃出，步子骤然顿住，随即脸色大变，跌坐在阵内。幻妖满意低头看他，鲜红的小嘴微张，真可惜，若不是关心则乱，你还能再耗我一时半刻。他仰头去拉柳拂衣的手，脸上换上了无辜的笑。柳哥哥，说好的大团圆，少一个都很可惜。你把那个女人关在哪里？带我去看。心脏离体，这一日又没有喝人血为饮的药，柳拂衣面无血色，眼底发青，已显枯败之色。幻妖眉头皱起，似乎想到了什么，转身走到地上的少年身边，附在他耳边笑道：你姐姐的血不行，你的血想必要中用得多。他的脸与木生贴得极近，着意观察他的表情。少年不闪不避地与他对视，白玉般的脸上一双秋水似的黑眸，眼尾挑起个小小的弧度，带着难以觉察的妩媚。他眼底竟然含着晦暗的笑，毫无气急败坏的意思。他嘴角翘起，那一种挑衅的神色，而且是一种来自于同类的邪气冲溢的挑衅。都已经是手下败将，还不见棺材不落泪。幻妖骤然起身，阴鸷地走出了房间。柳拂衣跟在身后，无声地反手闭上了门，将木生一个人关在了屋里。安静半晌，少年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轻巧的迈脚跨出了阵，低头看着地面上的几个光点，眼底闪过一丝冷笑。这阵早就废了。当时他发觉脚下有异，目光飞速掠过幻妖背后的柳拂衣，那脸色苍白的傀儡也正在看着他，空洞的眸中瞬间闪过了一丝微光。他一向看柳拂衣不顺眼，那个瞬间，二人却默契的惊人。他指尖收腰柄无声地反套上自己手腕，狠狠一勒，随即脸色苍白地跌坐在阵内，瞒过了幻妖。阴阳列中的金阳坡温度极低，远处不住地传来妖物的挠挠低语，天上黑纱似的流云，时而遮蔽月亮。慕瑶站在高高低低的草丛中，一手托着小木塔，低眉望着深不见底的裂隙，另一只手在身侧绷紧，手指度日如年地数着秒。裂隙向无尽的远处蜿蜒，如大地张开巨口，裸露的岩石像满嘴尖利的牙齿，咆哮着要将夜空吞下。
裂隙之下，林妙妙眼睁睁看着木生进了门，出来的却是毫发无损的幻妖和柳拂衣。幻妖脸上还挂着嚣张的笑，顿时目瞪口呆。这是大变活人吗？心念一转，糟糕，他只顾着门，却忘了窗户。他忍不住向门里张望，黑洞洞，什么也看不清楚。黑莲花没事吧？别是被人揪光了花瓣，踩在脚下蹂躏了一番。刚想迈脚，蓦然想起木生的话，他要是敢出圈，腿给他打断，拿锁链牵着溜。迈出的腿默默收了回去。裂隙投射的月光条带有一半照进屋内，连木质家具上交错的浅白指痕和被白蚁腐蚀的细小豁口都看得清清楚楚。风扬起纱帐，烛台上的白蜡无声淌着浑浊的热泪，一点点微弱的暖光摇曳着，在皎洁光明的银色月光下显得分外穷酸。木生在屋里慢悠悠地踱了一圈，目光深沉地上下打量，慢慢落在了那张小床上，几只被开膛破肚的布偶旁边是明显高起的枕头。他望着那枕头，嘴角一丝讥诮的笑。阿姐救人心切，想必是一脚踩进了这个陷阱。幻妖既然狡猾多疑，又怎会留下如此明显的线索？他伸出左手，只见一只细细小小的平安锁悬了下来。他仰着头，饶有兴趣地看。刚才他与幻妖缠斗，他脖子上无意坠下这个银光闪烁的平安锁，让他借机无声地勾到了手上。这锁想必是李准夫妇花重金请人特制，镂刻得极其精心，又轻又精致，锁链细得像一根线，否则也不会这样轻易让他得手。他望着锁上浮现的一丝若有似无的黑气，低头拎起床上那只最大的布偶。布偶有些旧了，裙子是拿废旧衣料做的，空明的眼睛是两枚硕大的纽扣，针脚显得有些粗糙，不出意外是石娘子亲手给爱女缝制的玩具。如若阿姐再细心一些，她就会发现这只布偶棉花都脱出了，却还是反常的重。她面无表情的一扯，布偶残存的缝线哧啦啦的脱开，更多的棉花下雪一般落在她脚面上。她将手伸进布偶内，在鼓囊囊的棉花中用力抽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硬质盒子。盒子与他手上银锁斧一接近，双双嗡鸣起来，旋即咔嗒一声，盒子自己打开了，露出了里面鲜红的一角。还未及看全，少年摁着盖子，意兴阑珊地将其扣上了。幻妖自己无心，便要将他人之心强加给自己，即使是这样，却还不放心，还要把那人制成傀儡，将钥匙挂在自己脖子上，从里到外，在手心牢牢掌握。木生仰头，皎洁明亮的月光如霜落在他纤长的睫毛上，照着他脸上讥诮的笑。阿姐光风霁月，又怎会像他这种邪物，轻而易举地明白同类的心思。他捏着盒子推门而出，几步闪到了屏风后。圈里的少女似是站得累了，软塌塌地靠在墙上，望着地面放空，时不时地敲敲腿，可也不敢蹲着或做他画圈太极，画得有些小了，几乎将他锁在了墙边。他嘴里偶尔嘟囔些什么，他不用猜也知道是在愤愤骂他。看来断腿之约还是有些威慑力。心中在欣慰之外，居然浮现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膨胀的快感，控制着他。他晃了晃头，将种荒谬的念头排除出脑海。林妙妙骤然见木生出来，瞬间瞪大了眼睛。子期，他将盒子扔给他，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瞧见他的神色猛地变了，死死望着他身后，半晌没说出话来。你，他却懂了。风声猛地从身后袭来，他低眸望着地面，猛地偏头避开，左手收腰柄滑落到了指尖，跨了一大步揽住林妙妙的腰，瞬间带着她退到了几步之外。她绽开的裙摆像是晕开在水里的颜料，随波浪般起伏摆动。幻妖披头散发地站在背后，鼻孔、耳中都蔓延出黑气，两只眼睛如同被烧得发红的铁，声音低沉的几乎拖出小女孩的音域，听起来像是某种野兽在沙哑的咆哮，你们竟敢耍我。最让他接受不了的，大概是柳拂衣即使成了傀儡，也依然能背叛他，抵死与故人同心。他整个人剧烈的情绪波动，带动了惊阳坡天地变化，地宫开始摇晃起来，墙上镶嵌的幽绿火种忽明忽暗，柱子纷纷开裂，发出骨骼破碎的恐怖声音。林妙妙被木生带着，抱着盒子晕头转脑的躲，心中满是绝望。完了，他遇到的剧情里已经是强无敌的幻妖，居然还抱走了。下一秒，背上猛地被拍上一张符，腰被他揽住向上一拖，险些将他五脏六腑勒出来。随即脚下像装上了个发射器，推着他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直接飞出了裂隙。少年冷冷的声音落远远在下面，刹那间便听不见了。带着你的盒子走。林妙妙像火箭般冲出裂隙，打了个滚儿，猛地扑倒在木瑶旁边。木瑶手一抖，险些将收腰塔掉进裂隙，冷汗涔涔，握紧了收腰塔退后一步。妙妙，
林妙妙一动不动地在地上趴了很久，久到慕瑶蹲下来将她轻柔地扶起来，满脸忧心地看着她，又急着摸她的额头。你没事吧？少女望着空气呆滞了一会儿，像是才回了魂，从怀里掏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盒子塞进他手里，上气不接下气道：这是柳大哥的心。慕瑶呆呆地捧着盒子，巨大的惊喜从天而降，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还有，慕姐姐。林妙妙的语速几乎是在百米冲刺，让慕瑶有些担心她因为上不来气而昏倒。她指着慕瑶手上的小木塔，吐字如走珠：柳大哥教你用收妖塔了吧？你能保证一会儿用它收掉幻妖对吧？面前的女孩两颊发红，两眼明亮，满脸急切地望着她，一连串的问题几乎将她绕晕了。是。刚点了个头，就看见林妙妙霍地站了起来，几步跑到裂隙边上，拎起裙子便毫不犹豫跳了下去。妙妙！慕瑶大惊，跟着冲到裂隙前，林妙妙的最后一节100也已经消失在黑暗的裂隙下。林妙妙安然闭着眼睛，木生送她送得极猛，冲上裂隙的速度像是坐火箭，弄得她胃里翻江倒海。趴在草地上缓了缓，便开始问候系统全家。系统，我要投诉，让攻略对象保护穿书任务人，还要系统干什么用？我会去信息部给你们打差评的，等着吧。爱惜羽翼的系统对差评2字敏感至极。系统提示，系统会保障任务人的绝对人身安全，险境一般分为蓝、绿、红3个层级，一旦遇到高危红色险境，将直接启动人身安全保护机制，这是任务系统职责所在。根据记录，任务人林妙妙目前仍未遇到过红色险境，因此未在保护范围内。提示完毕。林妙妙揪了地上2棵草，杏子眼里泛着冷光，闻言将草一扔是吗？那行，我现在就遇一个红色险境试一试。系统。话毕，他将盒子往慕瑶手里一塞，第2次跳了裂隙。潮气顺着裂隙向下蔓延，依稀带着地上植物根系的腥气，竟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栀子香。木生被逼到角落里，几乎与黑暗融为一体，只余乌漆漆的眼睛含着水色，倒映着一点点亮光。他心想，自己一定是昏了头，才会闻到他发间的味道。空气中甜腻的味道格外明显，湿漉漉的液体打湿了他肩头的衣裳。少年掉头转弯时，有一瞬间的眼冒金星。不能露半分怯，他的背无声倚着墙壁，借了几分力，也趁此机会稍稍休息了片刻。幻妖被这种甜腻的血气味激发了邪性，身上黑气外溢的愈发磅礴，看起来几乎像是个披头散发的厉鬼。自暴走以后，他的攻击完全乱了章法，多数时候是在对着一大片空气释放能量，黑气像一张细密的大网死命盖过去，排山倒海，似乎要将眼前这只漏网之鱼挤成肉酱。他的喉咙震动。木生，半个阴阳列中的妖物都被你屠戮干净，你以为这样的能量不会反噬你自己吗？眼前的人依然挂着那种令人疯狂的挑衅笑容，似乎被逼到死境的人全然不是他。木生歪头看他，纤长眼睫下的眸中慢慢浮现带着杀气的黑。可惜我杀妖的时候你不在。好狂妄的口气。幻妖冷笑，你为人从来都是这样吗？木生毫不在意地拨弄自己的头带，笑道，上一个这样说我的妖物已经死了。他的手虽然放在发带上，心里却有一丝忌惮。第3次了。眼前似有亮光一闪，木生无意抬眼，看见一个熟悉的小钢圈当空而来，却不是他放出去的收妖饼。那只收妖饼力道完全不足，从幻妖背后袭来，只剩在他毫无防备，竟然也将幻妖打了个猝不及防。骤然挨了一闷棍的幻妖没有反应过来，挥袖便朝背后胡乱打去，自然是没打准。一个兔子似的身影在刀剑横飞的攻击中左闪右避，挽着裙子飞速奔来。木生怀里猛地一沉，女孩已经扑到他跟前，四目相对，怀里的人气喘吁吁，两眼晶亮地望着他。他脸上还带着一路奔跑蒸腾起来的热气，发间香气悠悠，像初春的花朵开满枝头。他看清了这一张鲜活的脸，感到一阵头皮发麻的惊怒，未及自己反应过来，呵斥已经脱口而出：你回来做什么？可是惊怒之余，一丝可耻的喜悦像缝隙里生长的植物破土而出，攀援而上。月光都没有温暖一丝一毫的裂隙，似乎被这道身影一把火点亮了。他脚印踏过之处，就是生机勃勃的光。这样的亮。知道了知道了，回头让你溜溜。林妙妙鼓着腮帮子，似乎浑然不知眼前情境有多恶劣，扯着他的袖子，将他从角落里拉出来。我照顾病人呀。木生气笑了，黑眸望定他的眼。照顾我，还是来给我添麻烦？说着，压着他的脑袋趴下去就地一滚，幻妖打了个空，头上噼里啪啦掉下一堆碎石，堪堪落在他们脸边。
二人的呼吸交叠在一处，林妙妙终于不慎落在他怀里了，柔软的一团。他的脸离他极近，近的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脸颊上细小的绒毛。在这种生死一线的时刻，他竟然也手痒，想摸一摸。他的睫毛颤了颤，这样想着，伸出了手。他似乎理解错了什么，下巴抵着胸膛，忽然从怀里拿出一沓符纸，不容拒绝地塞进他伸出的手里，杏子眼里波光流转。子期，谢谢，这是我还你的符纸。他低眉看着符纸上熟悉的笔迹，满脸讥诮。用我的符纸，还我的符纸，亏你想得出。身旁石柱挨了攻击，几道裂纹卡啦啦地崩开，震得人耳边轰鸣。他迅速撑起来，眼疾手快地捞起了地上的女孩，拉着她贴在了墙根。轰隆，柱子猛地倒下去，碎石泵溅在腿边，地宫骤然倾颓半边，扬尘滚滚。身旁的人暖融融、软绵绵地贴在他旁边，像是个毛茸茸的毯子盖住了他。他肩上伤口似乎崩开了，只觉得温热的血液顺着他的手臂流下去，竟然只觉得浑身发热，没觉得疼。幻妖已经几乎被黑气吞没，小女孩的身体无法承受这种磅礴的妖气，皮肉寸寸爆裂开来，血管肌肉开始外露，像是自然现场，场景十分可怖。看到了吗？那就是失控的妖。木生长长的结语垂下，忽然插空对他说。林妙妙敷衍地嗯了一声，也不知听没听到，抬手抓住了自己的收腰柄，拉起木生的手，套回了他腕上。少年漆黑的眸里带上了冰冷的怒气。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妙妙眨眨眼，我暂时借你的呀，用完了还给我。黑莲花一直是靠2只收腰柄打天下的，若少了一只，就爆发不出日天日地的战斗力了。他的脸色骤然转晴。林妙妙踮起脚尖，冰凉的手猝不及防地附上他的额头。你没烧糊涂吧？可以保护我的吧？他半晌才答，应得极轻，睫毛淡淡扫到他手掌，有些痒。他放下手，挠了挠手心，还是痒。地宫地动山摇，林妙妙两手空空地站在乌云边的黑莲花身边，虎视眈眈地盯着暴走的幻妖。他手心汗湿，心脏像是急速的鼓点。他有心想找个机会试试红色险境，却都让他们堪堪避过了，就连他可以站在木生身前努力做他的人肉盾牌，都被他一把抓了回去，护在身后，没被伤到分毫。地上的碎石块大大小小横亘，像是被炸过的采石场，二人退得踉踉跄跄。幻妖的攻击不留余地，向天上下刀子，避无可避。林妙妙一不留神，被碎石块绊了一下，猛然失去重心，他还未挨到地面，便猛地被他拽起来。趁此机会，幻妖伸长的血红指甲暴长数尺，扑哧一声没入木生胸膛，他的肩胛被一路顶到了墙上，撞得头顶幽火摇晃。幻妖的指爪用力，开始慢慢旋转，木生咬紧齿根，染血的手指一点点艰难地扶住了墙。眼前一道影子闪过，身旁手无寸铁的女孩竟然伸出手，一把反扭住了幻妖的手臂，冷静道：放开他。以卵击石的反抗，更像是挑衅。木生瞬间清醒过来，脸色大变，额角青筋霎时爆出，张口想要说话，先从受损的心肺倒灌了一口血，猛地喷在了衣襟上。找死！幻妖冷笑，甩开木生，转而去教训这不怕死的小东西。他反手一击，毫不留情地打在他小腹上。林妙妙弓起身子，手指间顿时渗出热乎乎的血液，踉跄着退了2步。与此同时，丁系统提示：已启动红色险境防护模式，全方位保护任务人安全，请任务人继续任务。提示完毕。我就是找死！林妙妙逆着幻妖，余光瞥了一下被甩出去的少年，他正在撑着地艰难地爬起来，头发贴在脸上，眸中黑得似无星无月的夜晚。他倒是没什么感觉，只是完蛋，黑莲花都吐血了。这么喜欢掏心丸，你有种别打偏呀。他倒退几步，干脆捂着小腹，无赖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恰挡在木生面前，腰猛地被他搂住，下一秒他就要爬起来了。他说着话拖延时间，不住地把木生的手指往下拨，只希望他慢点起来。系统的防护才是真的强无敌，即便幻妖把他戳成筛子，也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只是他若再挨一下，恐怕他的攻略对象血溅3尺，他也不用攻略了。你以为我不敢？幻妖的手指猛然击出，这个瞬间，闪亮的收腰柄霎时飞来，狠狠撞在他指头上。收腰柄带过的锋如刀子，猛地扬起林妙妙的发丝。眼前那长长指骨折断了去，带着单扣的半截指头软塌塌的垂着，还晃了几下，林妙妙鸡皮疙瘩起了一身。你敢？少年从他身后直起身来，唇含着一抹未擦净的血，诡艳至极，眸中流淌着的戾气慢慢凝成了深沉的黑。他从背后禁锢住少女，
强行拉开他的手，一张止血符贴迅速贴在他伤口上，旋即以一种抱孩子的手法拖住他，两肋向上一抱，抱在了自己腿上。幻妖突然发出了一阵凄厉的嚎叫，地宫开始地动山摇，碎石块不住地从四面八方滚下来，犹如滔滔山洪，惊涛骇浪不止。四更天，月光转了角度，光带里掺杂了九玄收妖塔刺目的金光。林妙妙往上挣扎着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灼热光芒。木瑶出手了，可是木生似乎对眼前景象浑然不知，还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紧紧抱着他。林妙妙从来没有跟他贴得这样近，一时大骇，不舒服地转了个身，被他一把摁在怀里，发顶贴在他雪白的下颌上，动弹不得。他的动作异常强势，像是铁笼子，禁锢着他，不由得他反抗。他越挣，他收得越紧，他一时不敢动了。余光瞥见木生的手执奔发带而去，心里悚然一惊，急中生智，放声喊道：哎呀，子期，我好疼。禁锢着他的手臂顿了一下，随即一松，他趁机挣开束缚，抬头看到了他的脸，心里咯噔一下。眼前人眼角发赤，面无表情，唇上染着鲜血，眸中深沉的颜色，是永夜的天幕和致命的毒汁，是蛰伏到了尽头的某种兽类，即将发出震天动地的咆哮，杀戮至不死不休。林妙妙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臂，心砰砰直跳。别摘，脆生生的声音。他眸中戾气慢慢退散些许，有些无措地低头望着他。不摘，我只是松一松也不行。少女似乎是有读心术，眨巴着一双杏子眼，怜惜却强硬地望着他的脸。四目相对，他斟酌了一下语言，一字一顿：你头发扎得这样整齐，松了就不好看了。原是这样吗？原来不是同姐姐一样的原因，原来不是因为怕他。就这样，乖。林妙妙抓着他的手，像哄孩子一样慢慢从头顶放下来，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慢慢恢复正常的眼睛和表情。林妙妙骤然放松，才发觉背后的衣服都被冷汗打湿了。原书里写木生黑化就是刚才那样的表现，差一点，黑莲花就在他面前黑化了。好险！九玄收妖塔金光璀璨，照着林妙妙的脸，给她的眉毛和发丝镀上一层暖融融的金边。幻妖化成无数缕黑气，像是池中争抢投食的鱿鱼，一股脑地奔向裂隙上方的九玄收妖塔。紧张近过去，他有些无力地偎在木生怀里，虚脱地闭上了眼睛，等着木瑶来救。木生纤长的睫毛却颤动起来，立即低头去看他雪白的脸，伸手紧张地攥住了他的手腕，捏得他生疼。不准睡。没睡。林妙妙强打精神甩开他的手，眼睛半睁着，像一只精神不振的病兔子，满脸不耐烦。放心，死不了，我还等着回去见柳大哥呢。真想把他丢出去，可是他好冷，好不容易抱紧了一团温暖的火，怎舍得放开。他没有伸手的力气，甚至还放任自己将脸贴下来，慢慢贴在他顺滑柔软的发顶。栀子的气味飘散出来，他的衣领、袖口和长发都仿佛化作新鲜馥郁的花朵。他的意识在松弛中渐渐涣散，怀里的人好香。幻妖既死，众妖一哄而散，四下奔逃。脱去阴阳裂的荆阳坡像是洗去了妖野滤镜，山的苍青，树的翠绿，天幕的湛蓝，都淡了几个色调，泯然平常。天地鸟却在山间发出一连串啾啾，窗棂上似乎停了只喜鹊，一声叠一声的叫，吵得人耳朵痛。轻而薄的帐子扬起，皂角的味道清香。他醒来时，帐子角轻柔地扫过他的脸，是李府，他先前住的房间。衣服换过，伤口也被包扎好了，身上妥妥帖帖地盖着薄薄的被子。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他顺着声源扭头一望，额上搭着的沾湿的方巾滑落下来，掉在了枕边。女孩站在窗边，将头探出去，只留下个水蓝色的背影。裙子外面套了一件孔雀蓝的袄子，领子毛茸茸的，可能是屋里热了，故意半穿不穿，滑落在臂弯，露出里面薄而透的真丝上襦，背部白皙诱人的凹陷若隐若现。他耷拉着袄子，伸出袖子到窗外虚打了几下，似乎在与外面什么人懊恼的交涉。木生一眨不眨地望着他的背影，竖着耳朵听，只听得少女清亮的声音：一天3顿喂你谷子，还吵？哪里筑巢不好，搭在人家墙上也不怕翻下去。喜鹊蹲在窗棂上，歪头看他，似懂非懂，啾啾啾叫得更厉害了。嘘，安生点他气急败坏地从窗台上捏了一把谷子扔过去，多吃，少说话，叫得又不好听。鸟扑棱棱拍翅前去觅食，叫声骤停。他这才叹口气关了窗，扭身回来。木生立即闭上眼睛。咦，他走到枕边，捡起了滑落的方巾，
却没有急于盖上，而是伸出手盖在他额头上试了几下。半晌，似乎是觉得温度不够准，扳住了他的脸，俯身下来。他温热柔软的唇瓣贴在他额头上的刹那，少年陡然僵住，浑身的血液都往头上冲。不烧了。他松了口气，步伐轻快地起身出门，换了一盆水回来，搁在了桌上。无意中一低眼，一双润泽的黑眸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脸，将他吓了一跳。醒了。少年坐起身来，扎起的头发滑落到腮畔，半晌才答：妙妙愣了半天，白皙的手指举起来，点点自己的脑袋，语气严肃：你下次要注意点，一直发烧，脑子会烧坏的。木生看他，长长的睫毛微颤，懂不懂怎么注意啊？女孩的眼睛泛着光泽，脸颊新鲜的像挂着白霜的鲜果，看他一言不发，用力淡了一下水盆，恨恨道：拿水，物理降温。又看他一眼，恨铁不成钢。淋雨不算。木生垂下眸子，印象中最后一幕就是他半死不活地靠在自己怀里。他立即抬眼：你的伤？林妙妙一脸不耐烦：我没事，都是皮外伤。倒是你。他懒得再说了。这个人新伤叠旧伤的忍着，大病小病一起熬，精力体力都到了极点，因此才会一昏就是3天。他这种活法就是在挑战人类极限，得改，从头改。你先前说过，妖的攻击不会在你身上留下痕迹。妙妙斜眼瞅着他肩膀，这次怕是例外了，你这里伤太重，估计以后也会留疤。他静静听着，面色平平，没看出有什么在意。不过你也别太伤心。他还一本正经地安慰他，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伤疤是男人的勋章？你就当多了块勋章呗。他自顾自地笑了一下，笑得像猫，骄傲地抬起前爪，发丝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瞳孔透亮，满是都是灿然生辉。木生扭过头，有些生涩地说：你怎么不去找你的柳大哥？林妙妙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个别扭的称呼，笑道：柳大哥和木姐姐在前厅呢。阳光透过窗棂，洒了满室。瓶中红梅换成白色菊花，纯粹的几乎易碎，匾额上挽着的白绸花在风里微微颤动。几个人沉默地坐着，室内安静得听得见窗外的鸟雀啾啾。柳福一重伤初愈，脸色还有些苍白。李兄，节哀。李准眼下两团乌青，有些憔悴地坐在圈椅上，盯着地面，喉结滚动了一下，没发出声音。李府小小姐心丧，棺椁还没到成年人膝盖，仆妇童子哀哀痛哭3日，如今有点麻木了。花开花落皆有时，由不得人。木瑶的声音轻灵灵地响起，几乎像是喟叹，回头望向一旁。地上鲜艳如旗的裙摆铺开，女人的水蛇腰纤细，胸部丰满白皙，低开的襟口别了一朵白花。石娘子坐在地上，纤细的脖颈之上是尖尖的下颌和红润的美人唇，在向上是高挺的鼻子，精致的鼻尖，两只妩媚的眼睫毛浓密，波光流转。这张脸本来倾倒众生。木姑娘，我没有骗你。她悠悠的甜润嗓音响起，我家住灵丘，排行第10，族名斐石娘子。斐氏狐族，不喜出世，子子孙孙隐居山林，妖气是狐族中最弱。她纤细的手指慢慢抚上了自己红润的脸颊。你们是不是想不到会有狐妖活成我这个模样？李准循声望着她艳丽的脸，神情复杂。我自小向往外面的世界，便私自走出去，浪迹天涯。小狐狸一路辗转，一路跌跌撞撞，最终停留于如画的烟雨江南。江南李府最是奢华，庭院里有99种香花，还有一个瓷娃娃似的小男孩。我舍不得离开，便悄悄地在院子里打了个狐狸洞，住了下来。木瑶道：你对我说的那些都是你亲眼看到的。石娘子哀笑点头。那年轻的商人从小就是天之骄子，家财万贯，风流倜傥，不知愁为何物，见谁都笑嘻嘻的。小时候爱爬上爬下摘下鲜花，与邻居家的小姑娘们挤眉弄眼，长大以后竟然最是专情，对发妻方式百般呵护，那样的生动那就是人。我很早就爱上了他，可我知晓人妖殊途，远远看着他长大成婚生子，夫妇和睦，子孙满堂，应是最好的结局。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似乎是不想让李准这一生过于顺遂，老天偏偏夺去方氏性命，他拼死留下的小女儿也是个半死不活的病秧子。李准几乎一夜之间老了10岁。我看着阿准只剩一个人，夜里在院中枯坐，抱着楚楚，整日整夜不肯撒手，生怕他夭折在襁褓，散尽家财求医烧香。可我知道楚楚活不了多久。那个漆黑的夜，万物无声，乳母只是打了一个盹儿，年方1岁的幼儿骤然发病，不到1刻钟便面色青紫，没了呼吸。他看在眼里，
心急如焚，向三更夜月借力，强行化人，只来得及将身体冰凉的孩子抱起来，四处求医。我走过满街的医馆，他们都告诉我没救了，孩子已经死了，再晚些尸体都该硬了。石娘子长而浓密的睫毛垂下，美人唇轻启，我知道楚楚死了，阿准必然肝肠寸断。我怎么舍得他难过？我想起来，匪氏族中有招魂秘术，可100蛊活死人，可我年岁尚小，妖力不足，无法使用。所以你去找了幻妖。妖族姐妹指点于我，说金阳坡幻妖乃天地托生，威力巨大，可以借出大把妖力，只是要付出些代价。他有些自嘲的一笑。我连夜赶到金阳坡，求见幻妖，不知怎么，他一次见我，便十分不喜。幻妖自然不喜，他天生地长，几乎为所欲为，可天地也限制了他的力量，他无实形，不能化人，就连一只修为不足的小狐妖都能画出美艳人形，令他妒忌万分。他答应借我妖力，但开出2个条件。一是让我前往长安郊区兴善寺旧址，收敛死人尸骨，送至金阳坡来供他吸食。他歪过头去，似有些疑惑，我曾问过他，他说这是前一个向他借力的人该给他的报酬。木瑶点头。当时陶营求告无门，转向歪门邪道，以自己和教众的性命为代价，央求幻妖为陶于氏的2颗牙齿赋予妖力，将假舍利子活生生变为邪力之源。因幻妖不能化形，无法走脱金阳坡，那些教众尸骨是由石娘子代为转移的。第2个条件，他顿了一顿，讽刺地笑道，幻妖看上我这张脸。李准哽咽了一下，你其实外貌与我并没有什么。石娘子仰头望着梁，若是能换得楚楚一条命，给他也就罢了。脸给了幻妖，我只好去别处寻觅。我走了很久的山路，找到了一只刚死不久的鲤鱼精，便借了他的壳子，成为你们看到的模样。他接着笑道，我假称自己是医女，实际行的是招魂禁术，将楚楚救了回来。只是这禁术救人代价极大，需要施咒者日日一滴心头血供养，我只好以医女身份暂居李府，每天亲自给楚楚熬药。李准紧抿嘴唇，眸中是颓然的迷茫，似乎同样沉浸于回忆。他胸前是有一块疤，他曾经问起，他只含糊地说是小时候不慎弄伤的。石娘子看着自己细长的食指，原之一字，谁说得清楚？她美艳如花时，未必讨得了李准欢心，可是套了滑稽不堪的鲤鱼精的脸，顶着旁人的指点和嘲笑，衣不解带地照顾小女孩的那段日子，李准反而被她的细心和善良打动。有他一人之爱，旁人再多白眼，不过过眼云烟。当我知道可以常伴阿准左右，做他的妻子，我即日便发誓要以我性命爱他。他的家便是我的家，他的女儿便是我的骨肉。我做了当家主母，将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只要我在1日，就要保楚楚1天的性命。可我的妖力维持不了这么久的招魂之术，只好诓骗阿准，举家搬到了金阳坡。但你不知道，幻妖无法套上你的脸，正在气急败坏，望见了魂魄半离体的小女孩，便横出了坏心思。他以禁术救回来的小女儿，慢慢的不再是楚楚。鸠占鹊巢，一切都在无声中翻天覆地，可是新婚燕尔的年轻夫妇毫无察觉，还以为花月圆满，好日子还在前头。李准站起，一步步走到石娘子面前，蹲下身来，宝石般闪烁的黑眼眸沉痛地望着她的脸。注定要失去的，强留也留不住，你何苦如此？石娘子淡笑，眼底哀意蔓延。倘若是你想留住，我拼死也替你留住。荒唐！李准冷笑一声，猛地起身，转过身去。阿准！石娘子叫住了他，手指抚摸着金口的白花，目光空洞。对不起。你没有对不起我。他的表情也有些空洞。眼前这人竟是20年前就已经认识了他，费了大半生周折，生生死死为他编造了一场幻梦，而他始终身处局中，一无所知。5年同床共枕，不识对方真面目。阿准！石娘子又叫，她睫毛低垂，她斟酌了许久，似乎万般缱绻都化成酸涩的一叹，这5年能做你的娘子，每一天都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李准沉默不语，手握成拳。我很抱歉，欺骗了你。他长长叹了口气，目光空洞地望着远方，似乎是解脱了，大梦一场，终有醒的时候。人妖殊途，现今你我夫妻一别两宽。谁要跟你两宽？李准猛地转过身，打断了他的话，眼眶发红。成婚的时候你说了要陪我过一辈子，你要背誓吗？石娘子花容失色，2点晶莹猛地跌落下来，沾湿了绚烂衣襟。他伸手捏住她的下颌，低眸凝视着她，面色复杂，嘴唇在微不可察的颤抖。他竟在哽咽，似有千言万语，最后却只剩下一句：既然从前不识，那就从今天重新认识好了。
好吗，匪石娘子？大树交错相连的枝杈被人拉低，枝头上挂着的红彤彤的果就跟着摇晃起来，簌簌抖动。小手伸出去，艰难地够到了那一丛红果。树枝太韧，他将树枝都压弯了，还是没能折断，背上出了细细密密的汗，身子再往前一倾，脚下一空，骤然失去重心，随即天旋地转。他打了个滚跌在地上，手掌和膝盖都火辣辣地痛，软绵绵的草叶上的露水蹭了他满脸，他翻了个身，包子脸气鼓鼓的，仰躺着望天，那红果子好端端挂在枝头，仿佛是在笑话他。哎呦，小少爷乳母跑过来，大呼小叫地摸他的胳膊和腿，带着哭腔而问，乳娘看看，摔坏了没有？他眨巴着眼睛摇头，裤腿卷上去，膝盖蹭破了一片，鲜红的伤口触目惊心。乳娘倒吸一口冷气，少爷呀，嘘。他推推他健壮的臂膀，认真打商量，别告诉爹娘。乳娘抹了一把眼泪，哽咽着说，好好的，爬什么树，那么危险。他笑嘻嘻地指着树，方妹妹想要那个红果果。那个妹妹身体虚弱，只能在窗子里巴巴地看，他摘一串给她插在瓶里，也让她看得清楚些。他就是说着玩玩，你还真。眼前男孩的一双黑眼睛好像闪闪发光的宝石，又无辜又纯粹，他不再舍得再怪了。乳娘拿药去给你涂涂。乳娘刚走，他的小腿被什么东西拱了拱，一低头，腿边一团褐色的毛茸茸的东西正在拿头顶他的腿。他让腿俯身，饶有兴趣的去看。小东西仰起脸，毛茸茸的脸上嵌着好亮的一双眼睛，眼尾翘起来，尖尖的嘴里叼着一大串红艳艳果子。他试探着伸手去抽那枝条，你是给我送果子来的。他似乎能辨人言，嘴一松，让他顺利地抽了出去，张嘴时舔了舔尖利的牙齿，手里摆弄着果子，爱不释手。谢谢你。那毛茸茸的东西看着喜人，他伸出手想摸摸，他倒退一步躲开了，蓬松的大尾巴扫了几下，带起了草丛中的枯叶，在远处机敏地歪头看他，明亮的眼睛似乎想说些什么。那我不摸了。他失望地抽回手去，想了一想，俯身认真地看着他的脸，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他的眼睛愈发明亮，柔软的耳尖动了动，安稳地卧了下来，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在草丛中跑来跑去，跑了10几分钟，才气喘吁吁地回来，手里掐了一大把五颜六色的野花，盘腿坐在毛团旁边，低头认真而笨拙地将花结在一起，捏得那花都打蔫了，鼻尖上盈满了汗水。好了，他将五彩斑斓的小花环轻轻放在了他的头上，旋即伸出手，将他被压住的柔软耳朵捞了出来。他的身子猛地抖了一下，抬头望他，好漂亮。小男孩趴在草地上，托着腮与他对视，一双眼睛温柔天真。这个花环送给你吧，狐狸妹妹。林妙妙坐在木生床边，搅了搅碗里的药，心血来潮咬了一小口尝了尝，整张脸顿时皱成一团。呸呸呸！木生满脸复杂地看着他，那是我的药，你喝什么？我不得试试温度吗？张嘴抱怨时，他的舌尖还是麻痹的，那股涩然的味道在他嘴里缭绕不去，忍不住将药碗蹲在桌上。不行，这药不能喝，苦死人了。怎么不能喝？他端起来刚准备一饮而尽，突然顿了顿，手一抖，将碗又放回了桌上。怎么啦？林妙妙瞬间紧张起来，你手也伤了。少年摸着自己的手腕，顿了一下，才低着头意味不明地嗯了一声。没记得他手上有伤啊？难道他在裂隙下面拉他的时候太用力，拽脱臼了？林妙妙瞅着他的袖口，伤哪了？他沉默几秒，耳尖有些发红。说了你也不知道。他颓然叹口气，蔫哒哒地端起碗来，勺子凑到他嘴边。那你下午得叫木姐姐来看看。现在先这样凑合凑合吧。木生低下头，非常凑合地喝了药。室内一时安静无声。喝了2口，他忽然垂着眸开口，我头一直扭着，好累。林妙妙无语地望着他，简直不能想象一个人只用动动下巴颏低头喝药也能觉得累，我手举着还酸呢。他望他一眼，言简意赅，你往里坐些。林妙妙低头一看，自己的膝弯都已经抵着床沿了，再往里，索性将2只鞋一蹬，直接盘腿坐上了床，都已经上来了，才觉得自己有点过于不客气了，延迟地补充一句，不介意吧？木生低着头看着他手里的碗，别废话。林妙妙扭了个身，慢慢挪到了他旁边，他向里移了移，给他让了个位置，这样果然舒服多了。林妙妙喟叹一声，摩拳擦掌，几乎是正对着他的侧脸，勺子伸过去，他嘴猝不及防一闭，药汁直接倾洒出去，从嘴角顺着他脖颈往下流。他眼疾手快地抓起床边手帕，接住了下滑的药汁，顺着他的脖颈一路擦上去，擦到了他嘴边，干脆直接堵住了他的嘴，
恨恨道：“你还说我嘴漏，我看你才是真漏，该进水的时候闭什么闸呀？”他的4根手指摁住手帕，白色手帕上是他潋滟的黑眸，一眨不眨地望着他，睫毛纤长。四目相对，林妙妙底气都有些不足了。你是不觉得这药太苦了，喝不下去？他的睫毛微微一颤，望着他脸不说话。他将药碗放在桌上，一手捂着他的嘴，另一手飞快地从怀里掏出个纸包，单手展开，拈起2颗黏连的蜜枣塞进他嘴里，随即再次捂住他的嘴，生怕他抗拒地吐出来。半晌，歪头问：“甜吗？”少年的手轻轻捏住了他的手腕，他移开卷子，他已经默然将枣咽了下去。林妙妙擦擦手，再度端起碗来，循循善诱。良药苦口利于病，穆姐姐亲手给你抓的爱心方子，你还不快点喝完？他微微张嘴，发誓自己对幼儿园的小弟弟都没有这么耐心啊！他望定他微张的唇，半晌吐出一个字：甜。一口气噎进肺里，林妙妙想摔碗。怎么会有人反射弧这么长？穆生这次喝药喝得十分不顺利，一勺药他要分3口咽下去，催他便垂下眼睫，淡淡说：“烫，我刚尝过了，不烫。”林妙妙恨铁不成钢，勺子几乎对在他嘴唇上，恨不得给他灌下去。要不你自己吹吹。他看看药，复又看他一眼，那眼神充满谴责，看得林妙妙都有些过意不去了，只得对着窗口吹进来的凉风又耐心地晾了10分钟再喂，他还是时不时闭口，弄得药汁横流。你怎么连喝药也不会啊？林妙妙恼了，愤愤展示沾满褐色药汁的手帕给他看，晶亮的杏子眼气鼓鼓地瞪着他。穆生望他一眼，沉默了半天才开口，眸中神色委屈：“太苦了。”他没话反驳，想想刚才的味道，这药确实难以下咽，只好默然在喂，一脑门的汗又被风晾干了。一碗药喝完，足足用了3刻钟，他等得没了脾气。收了碗，活像打完一场仗，揉揉酸痛的手腕，才想起来什么。对啦，我的收腰饼。穆生闻言，从左腕上卸下他的那只收腰饼，抬头一看，却怔住了。他手握成拳，露出纤细皓腕，伸到他眼前。他下意识的动作，竟然不是伸手去接，而是要他戴。他踌躇许久，目光不住地被他的手腕吸引，腕侧的骨节微微凸起，皮肤光滑细腻，微微透出一点青色血管，向上的整个小臂都是白皙柔软，隐在挽起的孔雀蓝袖口深处。他踌躇了半晌，还是没忍住，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腕。林妙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被他抓住了手，随即感觉到他的指腹贴着他的手腕，来回摩挲了几下，弄得他手上发痒，心头也仿佛有只爪子在挠。那感觉简直就像小孩子抓住了新玩具。爱不释手。他脑海里蹦出这4个字的刹那，浑身一个机灵，怎么能产生这么荒谬的错觉？穆生也猛然撤回手去，目光似乎无处安放。林妙妙还懵懂地伸着手，刚才这是？他手里捏着收腰饼，睫毛抖动，语气却很平稳。没什么，怕套不上，量量尺寸。随即拉过他的手腕，飞速套了上去，没再看他一眼。林妙妙心里一虚，捧了捧自己的脸颊，又比比手腕，嘴里嘟囔：“我最近的确是胖了些，但也不至于到套不上的程度吧？”他顿了顿，戳他：“那你上一次怎么没量？”他停顿1秒，骤然拉开被子躺了下去，翻身朝着帐子里，远远地躲开他：“你回去吧。”啊，你走吧，我要睡了。石娘子纤细漂亮的食指执着茶壶，颜色澄清的茶水拉成1线，倒进慕瑶的茶杯。多谢。慕瑶望着他姣好的侧脸，顿了片刻，语气柔软下来：“先前是我猜测不实，对你多有误解，抱歉。”桌上摆着4道小茶点，精巧细致，都是当家主母亲手制作，亲自摆盘。她作为李夫人，持家井井有条，无可挑剔。石娘子浓密的睫毛像忽闪忽闪的小扇子，低而甜润地笑道：“我还是一次听闻捉妖人向妖物道歉。”慕瑶神色认真而诚恳：“我穆家有家训，斩妖只为卫道，保百姓安定，绝不无故滥杀。”石娘子颔首，语气温柔：“捉妖世家穆氏光风霁月，我略有耳闻。”柳福一也道：“我也欠你一个道歉，对不住。”石娘子笑了：“谎言终归是谎言，总要有戳破的一天。我本是妖，藏得再好，也会露出马脚，怎么怪得到你们？”一切尘埃落定，反倒安心了。他将盘子里装饰的薄荷叶片耐心地摆好，许久才低眉道：“只是我有一个疑惑，藏在心中许久。”柳福一和慕瑶对视一眼：“不妨说说看。”石娘子抬起那张倾国倾城的脸：“我等妖族化人，4肢俱全，便已觉得是平生所幸，对于外貌从不刻意追求。但对于人来说，皮囊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一句话把两个人都问住了。楚楚夭折那一夜，他戴着兜帽，抱着孩子上街求医，只露半张脸。三更半夜里，半数医馆都能为他灯火通明，人们与他搭话，大都轻声细语，毕恭毕敬，唯恐惊着了天上人。身上没带银钱，也有人一大把垫付。可他自从套上鲤鱼精的壳子，回到李府以后，世界瞬间变了个样子。街上的孩童见他啼哭，妇女见他窃窃私语，男人们避他不及，眉眼中闪烁奇异的厌恶。他去抓过几次药，同样的医馆，同样的伙计，却是冷言冷语，爱答不理。李府内外，他走过之处，处处是角落里切切查查的笑声，下人们好奇又畏惧地打量他，当面说话时毕恭毕敬，背地里却从不与他亲近。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他的生活圈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待他如常，如寒冬中的火焰，李准就是其中之一。开始我不懂，后来见也明白了。他苦笑道，人类的世界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我的脸变了。他抚摸着自己娇媚的耳垂，目光茫然，语气中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讽刺。人有时真的很奇怪，似乎不美丽的人不配得到爱，太美丽的人也不配得到爱。我竟搞不懂他们要的究竟是什么。慕瑶觉得他似乎话中有话，美丽怎么会是罪过？难道你从前……不是我。他解释，你难道不知道吴方镇的那一位吗？我胡族少女，自小便被父母族人耳提面命，这位便是反面例子。阿妈阿爸曾经对我说，皮囊太美丽是不祥，故而我即便化人，也总是担惊受怕，战战兢兢。吴方镇，柳福一茫然了片刻，目光一凛，你是说麒麟山？林秋就在麒麟山下一隅，匪氏胡族知道他，想想也说得过去。现在谁还记得麒麟山？石娘子目光悠悠地望着他，活成个笑话，大抵如此。世人只知吴方镇，不识麒麟山。他似乎感同身受，许久才长叹一声，美丽岂是不祥？不过是爱错了人罢了。慕瑶听了良久，这才反应过来，喉头发紧。你见过他？石娘子点点头。儿时有幸见过的，那时他还没有走出麒麟山，同样是天生地长的妖，却比幻妖强了太多，后来便在无缘见面，只是在妖族姐妹那里有所耳闻，时至今日，吴方镇那位想必早已失控了。慕瑶脸色苍白，不经意间捏紧手上捉妖柄。他在哪里？石娘子微微一笑，你们若是想找他，便去吴方镇等吧。那是他缘起之处，也是他梦断之所，他纵然跑到天涯海角，终究还是会回到那里。夜幕降临，路边蛐雀蝶声长鸣，周遭行道树只能看出一个模糊的轮廓。三辆马车在灰暗的道路上依次安稳行进，车轱辘旋转，发出滋滋呀呀的声音。荆阳坡副本走到尾声，主角团和李准夫妇挥手作别。李府上下离开荒僻的荆阳坡，浩浩荡荡地搬回江南旧宅，而主角团要北往长安城，架不住李准的后裔，蹭了他们3辆马车。李准出手必然阔绰，车内非常宽敞，它上垫着柔软的丝绸软垫，神似卧铺，可供行人安稳休息。车夫训练有素，一路上没有发出任何噪音。林妙妙蜷缩在车里，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衣，借着帘子缝隙中透出的一线昏暗的光，翻来覆去地把玩手里的玻璃片。荆阳坡副本和附加任务的奖励加起来就换来这么一个小小的回忆碎片，还是他看不明白的回忆。那个场景里，幕府的房间宽敞奢华，宽阔的几案前，长相妖媚的女人穿着层叠繁复的弹领裙，手把手地教黑莲花学术法。那时木生看起来不过11、12岁，眉眼还留着2、3分稚气，先前那垂在两肩的头发却已经拿白发带高高扎起来了，露出雪白的耳朵和优美的鬓角，堪堪显出少年人的轮廓。那女人坐在他身后，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亲昵姿态，握着他的手旋笔，从右至左，慢慢在黄纸上画符。笔尖上沾着鲜红浓郁的丹砂，只拿笔锋细细勾勒，曲里拐弯，活像是走迷宫，一笔连缀下来，图腾式的字符密密麻麻地画到了左侧。笔锋一顿，那女人抽开手，低头问他：小生儿，记住了吗？那声音如黄鹂交啼，带着向上的钩子，他的脸几乎贴住他的额头。木生并没有抗拒之色，只是沉默地望着桌上的黄纸，不知道在想什么。那女人耐心地从下面抽出一张纸，又将笔蘸满了丹砂，淡淡道：若是没学会，娘再教你一遍。我记住了。他答，声音还是略有沙哑的童声。可是什么？他顿了顿，似乎有些茫然。阿姐曾对我说过，画符切不可从右向左，由内往外。女人笑了，你姐姐说的对，这便是反写符。少年骤然抬眼，眸中惊异，想问我为什么教你这个。女人翘起唇角，
已经拿起笔，细细密密地在心纸上再次勾勒起来，耐心的仿佛在点妆描眉。慕瑶根骨极佳，3岁上开始修炼，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办到出家，穆家这些人又不肯好好教你，你若是不自己想些办法，这辈子都不可能赶得上你姐姐。她已经画好一张，搁了笔，怜惜地抚摸着她的头发。你不是想要保护姐姐吗？若是不变得强大，下次还是只能躲在她背后。穆生扭头，沉默地望着她在阳光下清浅的栗色瞳孔。他的抚摸愈加轻柔，像是在逗弄一只宠物，红唇轻启，语气散散漫漫。小生儿，你也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对不对？男孩抿紧嘴唇，你本就从黑夜中来，还想披一身的光明，哪来的这种好事？穆生紧握的拳慢慢松开，拈起了笔，像是在和谁怄气似的，一声不吭地画满了一张，只是手有些抖，收尾时线条有些弯曲。女人拿起纸来细细看，满意的嗯了一声，弯起嘴角，小生儿果然是最聪明的。林妙妙仔仔细细看了那女人的脸，确定她绝对不是先前梦里的那个。那张脸给人的印象深刻至极，纵然沦落风尘，哭花了妆，也美得空灵，不似眼前这个女人，美则美矣，却是锥子脸，大眼睛，钩子一样的眼尾，窄肩细腰，酥胸半露，走的是妖媚惑人那一挂。可是穆生的确叫她娘，二人的动作亲密如母子，看起来竟然没有任何违和。他接着向下看，门被推开了，小童端着托盘上了茶，恭敬地递到他手边，似乎不太敢抬头直视他的脸。二夫人，他端起茶来抿了一口，挥挥手，下去吧。二夫人，大小姐回来了，在前厅。他说着，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有些奇怪地看了女人一眼。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将托盘里几碟糕点摆在穆生眼前，闻言只淡淡道：“我一会儿便过去。”小童又好奇地偷瞄了他几眼，躬身退了出去。这个陌生的女人是穆家的二夫人，印象中穆生似乎同她说起过，穆怀江却有一房妾室，此女名叫白仪容。穆瑶虽然叫白锦为娘，只唤二房容姨娘，事实上却是这个二夫人的孩子。只是当时他说白仪容为人浅薄，她背上那些鞭痕，有一半是这个女人从中挑唆的结果。一旦她没能保护穆瑶，这个女人便会上手打人，亦或是用别的方法折辱她，简直就是恶毒继母的典范。现在看来，事情似乎不像他说的那样，至少这段碎片看来，这个阶段他和白仪容已经好到了互称母子的关系。林妙妙烦躁地翻了个身，究竟是他有所隐瞒，还是此事另有隐情？门壁上，女人见他看着碟子，迟迟没有动作，便问：“怎么不吃？”穆生有些迟疑，睫毛颤动：“我很久不吃甜的了。”女人低眉：“吃吧，都是你原先爱吃的。”他拈起一块凝视着，漆黑眼里满是茫然。是吗？他的手有意无意地拂过他头上发带。你身上的忘忧咒一时半刻解不开，想不全也是正常的，娘怎么会骗你？他看着他吃糕点，嘱咐道：“小生儿，反写符的事情不要跟别人提起。”他一顿，随即点点头，末了，冷不丁抬头，神色很认真。嫁入穆家，可是你所愿？他唇畔微笑淡淡的，和他栗色的眼珠一般漫不经心。小生儿不是一直想要个爹吗？现在你有爹也有了娘，还有你最爱的姐姐，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岂不是正好？马车忽然一个急刹，马儿发出嘶哑的长鸣，林妙妙险些从他上滚下来。掀开帘子，车夫满脸惶恐，忙不迭地同他道歉。3辆马车一辆挨一辆，前面的2辆也已经停了下来。林妙妙仰头一看，高高的城墙巍峨如山，伫立在夜色中，显出砖石刚硬冰冷的轮廓。城门上悬挂的灯笼明亮，映照出匾额上遒劲的字体。我们到了。回林小姐，到了。车夫将马鞭搁在腿上，掏出方巾擦了擦汗，仰头看天，语气有些发愁，就是道德不太凑巧，晚了。若想进城，大都计划天黑之前到达，否则容易无处可去。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晚了这1-2个时辰，城门已关了，今晚说不定又要露宿街头。最前面的马车的车夫吆喝了一声，打了打手势，准备掉头折返，马儿打着响鼻，疲倦地踢踏着步子。忽然空气中传来一阵顿重的金属摩擦声，滋滋，随即是一阵人声嘈杂。车夫勒马，诧异地回过头去，门开了，大门供权贵进出，小门用以百姓通行，右侧小门已经向内打开，火把的光亮如夜空中星，一整排次第浮现，眼前骤然明亮起来。举着火把的侍卫迎了出来，待看清柳福一的脸，喜不自胜，挥舞手中火把，向城墙上面打着手势。是柳方氏的车。转眼，火把的光芒如星火燎原，只组成了一只移动的火龙。无数侍卫在城墙上奔跑起来，一个挨一个地传递着消息，
直传递到宫城深部。林妙妙诧异地望着城门，他们只是去查案归来做个交接，竟然当得起这么大阵仗。前面的慕瑶显然也心中疑惑，掀开帘子警惕地看着外面。3辆马车在众多侍卫的簇拥下被迎进城门，侍卫们欢天喜地的喊声这才变得清晰起来。驸马爷回来了，驸马爷回来了。一个传一个，游进极远，转瞬响彻宫城内外，整个宫城似乎都在此刻沸腾起来。那尖尖而细的嗓音远远传来，划破宫城之夜，活像是唱戏。迎驸马入宫。四周一片山呼海啸，慕瑶望着前方，脸色惨白。地基的事情说什么的都有。茶水哗啦啦的倒进瓷杯里，店小二压低声音添了茶，具体的小的也不太清楚，只是听说地基好像。他指了指脑袋，声音越压越低，这里受了刺激，人糊涂了。陛下给他说了门亲事，临嫁人前一晚他就发疯了，抱着柳芳氏的牌位成了亲，说自己已经嫁了个死人。妙妙和木生坐在一边仰头听着，慕瑶一个人坐在对面，低头不语。小的相好的在宫里当值，听说地基逢人便喊叫摔东西，只有那个大宫女尽得了身，叫什么云。陛下也是真急了。面前菜肴还是出来长安时的金黄酥脆的葫芦鸡，翠绿的小茴香煎饼，赤红的烤肘子，光滑的酿皮子，却几乎没人动筷子，桌上显得很沉寂。算算时间，柳福一跳裂隙后，地基大约是亲眼见到他被掏心，以为他死了，这才受了打击，再加上被逼嫁人，就为爱情献了祭。大家都以为地基这疯病是好不了了，要抱着牌位过一辈子，谁知道驸马爷活着回来了。小二摇摇头，脸上挂着唏嘘的笑容，峰回路转，也算坏事变好事。柳福一一进城门便被劫进宫门里去了，不论如何，端阳因他而疯，口出妄语，天子寻遍四海名医，都束手无策。解铃还须系铃人，只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柳福一身上，半是恳求，半是逼迫的让他做了驸马。然而那厢高兴了，这厢定然凄苦。林妙妙知道慕瑶受到的打击有多大。柳福一受诏入宫已3天，杳无音信。照他的性子，想必也看不得地基为他失魂落魄，必然要待一段时间，只是需要多长，有无变数，一切都是未知。这样一来，他们曾经计划过的婚期不得不延后了。捉妖人竟然如水中浮萍，聚散无常，寻求安稳的执念又不太强烈，所以总会被诸事阻挠，光想着都令人着急。慕瑶索然无味地吃着饭，心里却在思索着另一件事。那个晚上，地基到金阳坡来找柳福一表白，他也在场。柳福一当着他的面回绝了地基后意，说在下已有心悦之人，地基这样的贵女不该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早当另觅良人。话说到这个份上，就是再愚钝的女孩也明白其中意思了。地基面皮薄，当场大哭一场，哭完抽抽噎噎道，我岂是没人要的？既然柳大哥并无此意，本宫一国地基气量宏大，自然不会无趣纠缠，只是你救我2次，这样的恩情我定会偿还，我端阳不欠人情。当时柳福一和慕瑶对视一眼，俱是笑了。是。端阳哭哭啼啼的回宫了，临走还顶着哭花的小脸，指着他们恨恨道，本宫绝不祝福你们。在他看来，地基不过是锦绣堆里心怀幻想，崇拜英雄的小女孩。他的执念竟然深到了可以抱着死人牌位结婚的地步吗？阿姐。他抬头，是木生在唤，茶凉了，我帮你换一杯。他无力的点点头。木生瞥了他茶盏中冷水，换了新的，又无声帮林妙妙倒满。少女托着腮，圆溜溜的杏子眼跟着木生的动作走，谢谢。他眼里这才带上一点暖色，只是望向姐姐时，这点暖色迅速褪尽了。阿姐，我们先在客栈住几日，等柳公子几天，好吗？咬到柳公子3字的时候，他的语气寒凉如冷刃纤瘦的手指执着圆润的棋子落在棋盘上，半晌不见眼前人有动作。慕瑶抬起头，少年低头望着棋盘，似乎在专注的思考。他却知道这是走神了，屈起指扣了扣棋盘。阿生。木生无声的回了神，应声落子，黑白两色优劣顿现。慕瑶低眼一望，将已经拿起的棋子扔回了棋肆里。阿生。他平静地望着他，你这样让我，不如不玩。木生眸中霎时带上一丝慌乱。他让棋向来不着痕迹，只不过刚才跑了神，冷不丁被换，走得明显了些，才让阿姐看出端倪。窗外是夜色，桌上的矮灯照着棋盘，光线单薄暗淡。长安酒肆，小隔间清雅精致，但终究不是家，少了几分人气，连空气中都漂浮着陌生的灰尘气味。客栈提供的棋子是上好的云子，触手生凉。他捏着光滑圆润的白子的时候，想起的是林妙妙弯起眼睛笑的模样。
这是云子，色如嫩芽，白得像木公子一样。他闺房十几盏高高低低的立灯，倒是应了他这个人夸张鲜活的浪漫。他就坐在那片光晕中，偏安一隅，乐不思蜀。他定了定神，手覆盖在棋盘上，乌漆漆的眼睛从下往上看，带着几分讨饶的味道。再来一局，我好好下。慕瑶顿了顿，勉强地勾了勾嘴角。这几日他的下颌越发消瘦，锁骨突出的几乎钻出衣领。他知道，因为柳拂衣的缺席，慕瑶表面上若无其事，实际心里不知道有多伤神。这样的阿姐，从小到大爹娘疼惜，她守护的那样周全，却偏偏为了一个柳拂衣吃尽了苦头。他眼里漫过一丝冷意。阿生，你怎么下棋的？慕瑶疑惑地望向他。阿姐，我们今次换个花样，好不好？他打起精神，谁先连成五子一线，就算赢。慕瑶皱眉盯着棋盘半晌，似乎不喜他孩子气的提议，这是什么下法？他一顿，随即耐心地摆着棋。是五子棋。他执着棋子，无奈地笑了笑，旋即捏了捏眉心，显得有些意兴阑珊。阿生啊，你练术法若是也能花这样的心思，我们穆家也不至于落到此种地步了。穆生的动作僵住，他从慕瑶房间走出来时，脸上还带着一丝茫然，还有满心寒凉的疲倦。房门里透出慕瑶窈窕的影子，显得单薄又寂寞。柳拂衣带来的巨大空洞，他再多的陪伴，也不过杯水车薪，对他来说像是玩家加酒。他的世界，他从来无法融入。同理，他也一向孤独。他走着，不受控制地踱到了隔壁房门口，敲了敲门。半晌才有人开门，露出林妙妙头发凌乱的一张脸，见到是他，立即睁大眼睛。不是说让你安慰穆姐姐吗？你找我干嘛？他的门只开一条缝，将小脸伸出来，堪堪一望，是抗拒的姿态。他忍不住用力抵住门，眼眸沉沉。不能让我进去吗？林妙妙退了一步，满脸无辜地把人放了进来，环视小房间一圈。屋里简洁的像后世标准间，他被房间外的凉风吹得冷飕飕的，摩挲着手臂跟在穆生后面。跟你的房间长得一模一样，有什么好看的？穆生瞥他一眼，走过去闭上了门。你在睡觉吗？女孩已经走到妆台前，半弯着腰对着镜子里头发，闻言一愣，有些底气不足地答道：没有，我就是在床上看看书。看书？他撩开帐子，从乱七八糟的被子底下抽出一本薄薄的册子，眨巴着黑白分明的眼睛，有些赧然地解释：外面太冷了，我就盖着被子看了。看到激动处，也就在床上简单地打了几个滚。穆生看他一眼，又望着他手里那本封皮上没字的册子。哦，我发现一本特别好看的书。林妙妙满脸兴奋，楼下小二借给我的。少年抽过来，一目十行的一番，脸色变得有些古怪。你……林妙妙滔滔不绝。这本书就是讲一个公子暗恋自己的教书先生，但是先生不断袖抵死不从，然后公子就软硬兼施，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先生自杀了2次都没成功，也开始发现了自己对公子的感情，他们就突破重重阻碍在一起了。穆生的黑眸闪了闪，却是在专注地看他兴奋的红扑扑的脸。然后呢？没然后了，我才看到这儿。林妙妙脸上抑制不住的笑，你喜不喜欢？我看完借你啊。好啊。他依旧盯着他的脸。林妙妙一顿，差点咬了舌头。刚才他就是一时口快，哪个取向正常的男人会看这种书？本以为他可以嫌恶地走开了，可是黑莲花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他一时没了词，顿了顿，弯腰从桌子底下掏出个柚子，吃力地砸在了桌上，眼睛亮晶晶。对了，我请你吃水果吧。刚好他一人吃不掉，还在发愁。穆生的语气有些古怪。这也是楼下小二给的。是呀。他拿匕首划开一道，鼓着腮帮子开始吃力地剥柚子。书、水果，他的语气愈发薄凉，他怎么不送我呢？少年冰凉的目光落在他脸上，无端有种危险的压迫感。林妙妙包得满头大汗，完全没有看到他的脸色，只觉得他的问题问得奇怪，没好气道：我自己掏钱买的，你要是掏钱，他也帮你买水果。他烦躁地撒了手，将柚子搁在桌上，朝他一滚，揉了揉酸痛的手腕，累死了，你剥一会儿。穆生沉默地接过剥了一半的柚子，从怀里拿出一把匕首，吃地插进柚子皮里，右手拉着皮，旋即吃几下，轻巧地将果肉剔了出来。那柚子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又快又狠地剥皮抽筋了。林妙妙看得一愣一愣，她的动作却不停，将柚子掰成了单半的，还接着往两边撕开薄薄的皮儿，卷起来拖着，将整齐饱满的果肉递到她嘴边。清香骤然袭来，林妙妙低着头，呆住了。不是说要我剥吗？少年的声音低而平淡，语气出离耐心。
脸蛋骤然有些发热，他没好意思低头咬，踌躇了半晌，拿手接住了，说话都有些磕绊。包包外面那层就可以了。他有一点隐隐的感觉，他最近变得有点奇怪。按理说，此时正是柳福一撇下慕瑶不顾，姐姐伤心脆弱的关键时期。原著里木生已经开始主动争取姐姐了，可是眼前他的攻略对象还在一半一半的替他包柚子。哎，好了，妙妙抓住他的手腕，别包了，小心手疼。他没有动，任他握着，目光落在他白皙的手上。我没用手，用的是刀。林妙妙尴尬地撒开手，飞快地往嘴里塞了一半柚子。柚子清甜而汁水饱满，令人心情愉悦，每个毛孔都舒张开来。他含含糊糊地问：木姐姐还好吗？木生纤长的睫毛低垂，弯了弯唇角，露出坦然的自嘲微笑。阿姐素来不听我劝，那你劝我呗。林妙妙满脸同情，托腮瞅着他，语气特别真诚。我听你劝。木生呆了一瞬，旋即道：劝什么？无论柳大哥娶了木姐姐，还是娶了地基，我都不高兴。他撇了撇嘴，恨恨道：不高兴死了。劝吧。他眨眨眼，少年的脸色几番变化，许久才干道：那你换个人喜欢吧。林妙妙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我应该喜欢谁？他觉得这段对话有些熟悉。当时在京阳坡李府，坐在他的床上，女孩满眼醉意，怜惜地捧着他的脸，他冷静地问：我应该喜欢谁？喜欢我呀，把你养得白白胖胖。他逆着他，心里百转千回，半晌才冷冷答：总归不是柳福一。子期，你该不会是这样劝人的吧？林妙妙满脸失望，难怪劝不动木姐姐了，这也太直接了。安慰人也要讲究语言艺术的。他微不可察地笑了笑。他哪里知道，面对阿姐时的舌灿莲花，在他这里全都使不出来，心里又干又涩，说多错多。林妙妙边说边吃，吃得累了，递他一半柚子。你怎么不吃？见他半晌不接，直接拿起来抵在他唇边，尝尝呗。他顿了一下，乖乖地张嘴将柚子吃了下去。水果冰凉而甘甜，吃完了，他又耐心地喂他一块。他干脆刻意不伸手了。林妙妙无知无觉，边喂边趁机教育：木姐姐多可怜呀，柳大哥不在，他只有你一个弟弟了，你不陪他，谁来陪他？你和阿姐不是也玩得很好吗？你怎么不劝？我哪像你，我又不知道木姐姐喜欢什么，也不太清楚怎么讨她的欢心。他说话有些心虚。原著写到主角团回长安，柳福一缺席，慕瑶黯然伤神，黑化木生意欲取而代之，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向姐姐自陈身份，表白心迹。狼人自爆，还能讨得了好？慕瑶无法接受撕掉面具的弟弟，甚至对身边蛰伏伪装了这样一个低劣的人感到崩溃和恶心，矛盾激化，姐弟二人从此决裂，黑莲花彻底黑化，摇身一变，彻底晋升为后期的反派角色。按照现在的剧情发展，他未必一定黑化，可决裂和矛盾看来不可避免。对一个常年暗恋的人来说，倘若不被当面拒绝，就不会彻底断了念想，藏在心里，就总觉得还有希望。所以这段日子，他非但没有阻挠，反而刻意促成木生与慕瑶的单独相处。他从心里希望他能迈过这个坎儿，只有他决绝地迈过了慕瑶这段历史，他才能有勇气面对崭新的他。只是看着黑莲花像猫一样乖巧地吃他喂的水果，润泽的眸中难掩失意和疲倦，他心里又有些愧疚，仿佛为了自己的私心做了伤害他的事似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如何讨阿姐欢心。少年的声音渐低，无论我怎么做，他都不会开心。那你就再接再厉，只因为那个人是我。林妙妙微蹙眉头，一块柚子猛然塞进他嘴里，阻止了他后面的话。太好了，一点也没浪费。他乐不可支地擦去手上的汁水，慢吞吞地将柚子皮拢在一处。觉察到他的目光一眨不眨地落在他脸上，他才随意道：你不要总是这样自贬嘛，你哪里不好了？他屈起手指比划了一下，杏子眼里带着笑意，是比柳大哥差那么一点点，但也没你说的那么差，木姐姐很喜欢你的，我能看出来。是吗？他垂下眸子，复又抬起眼来望着他，低声重复了一遍：我没有不好。林妙妙傻乎乎地笑了：你怎么跟小孩学说话似的呢？梆子声隐约传来，林妙妙走到窗边往外看，钩子似的月亮挂在树梢。她伸了个懒腰：都这么晚了，快回去睡觉吧。已经很晚了吗？他站起身来，望着他的背影，只觉得心中空荡荡的失落漫成了海。林妙妙已经毫不留恋地把他往门外推了：就在隔壁，我就不送你了，快去快去。夜灯单薄纤弱，微光如豆。少年一人站在房间里，环顾四周，卷起帐子的床榻、圈椅，
黑褐小桌和桌上插瓶的干花，正如他所说，房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又截然不同，没有他的气息，便是萧索如寒冬。在长安停留的第3天，收到了柳福一匆匆递来的信，信封上还残留着连绵阴雨天的潮气，薄薄的纸被露水打得皱巴巴的。慕瑶展开信纸时，颤抖的手指暴露了他的急切，可是扫了一眼之后，他就脸色惨白地笑了笑，一言不发地将纸叠成4折，锁进了匣子里。阿姐，木生的黑眸定在他脸上，敏锐地绷紧了神经。怎么了？他垂下眼帘，眼角的泪痣在灯下闪光，肌肤仿若透明。没什么，追查耽搁不得，我们先往吴方镇去吧。木生的手扣在匣子上，让我看看。不管他了，先下一盘吧。让我看看。他一动不动，眸中满是冷意，罕见的在姐姐面前表现了执拗的一面。慕瑶脸上强撑的笑终于退了干净，有些破罐破摔地松开手，靠在了椅子上。木生抿着嘴唇，取出那张苍白的纸，信上字迹异常潦草，只有短短2行：情况有变，归期不定，不必等，先行。他擦的一甩，将纸拍在桌上，语气发沉。阿姐。慕瑶别过头去，飞速地擦去了溢出眼角的一丝晶莹，深吸一口气，红着眼眶抢笑道：阿生，别闹。木生沉默地看着他的脸，若非逼到绝境，他鲜少露出过这样失态的神色。他知道阿姐对柳福一用情之深，他年少时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介入，极度酸涩这么多年，几乎都快习惯了。经历数次劫难，他们一次比一次加密不可分，难以撼动。眼看他们一路发展到即将成婚，他也只是觉得，或许这样就是故事的结局，是他被动接受的终点，也无不可。都已经这样了，他还能怎么样呢？可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柳福一突然撇下阿姐离去？这么多年，慕瑶从来没有当着他的面哭过，他眸中慢慢沉淀出一种异样的冰冷。阿姐这次还要等他吗？慕瑶惊异地抬头，什么意思？他的语气越发薄凉，一而再再而三如此处事，难道阿姐还要原谅他吗？原谅？他蹙起眉头，福一并未对不起我，谈何原谅？他低眼，柔和美丽的睫毛盖住了眼里翻腾的憎恶。柳公子从不洁身自好，三心二意，摇摆不定，任何一个女人送上门来，他都不会拒绝。阿姐，这就是你喜欢的人？慕瑶怔住了，随即气得发抖。阿生，你说话怎么这样刻薄？少年猛然站起身，居高临下地望着慕瑶，沉默了许久，似乎到达了压抑的爆发点，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嗤笑。刻薄？慕瑶也跟着急促地站起来，眼前人润泽的黑眸中，熟悉的无辜和亲切迅速褪尽了，陌生的乖戾浮现出来，连带着他周身都弥漫着一层冷意，与平时截然不同。慕瑶顿了顿，语气放低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这么多年想说的话，阿姐不是早应该料到吗？他眸中仿佛结了冰，嘴角讥诮之意越发明显。他若够喜欢你，早就上赶着娶你，他如今连娶你都推三阻四，你就没有想过从此不要他了吗？木生。慕瑶先是被戳了痛脚，头皮一阵发，随后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他今日的话全是主观臆断，偏偏说得异常难听，几乎是句句忤逆。他本就在气头上，他煽风点火，他勉强压住火气，勉力解释：这么多年，你难道还没认清吗？福一并不如你所说。他刻意放柔了声调，想缓解此时的气氛。那又如何？他却毫不留情，步步紧逼。在我看来，你根本不需依仗他，求着他。谁求着他了？慕瑶的自尊心被骤然践踏，心里的火倏地被点燃了，神情冷了下来。我虽然一直同福一在一起，那是因为喜欢，何曾依仗过他？他顿了顿，又觉得跟他争辩毫无意义，因为他不懂。语气缓了下来，感情的事情，你情我愿，阿生，你还不明白？他慢慢地坐了下来，有些疲倦地喝了一口水，想让自己冷静一下。你先出去吧，让我静一静。我不明白，阿姐难道就清醒？木生站着不动，有种咄咄逼人的压迫感。阿生，出去。他充耳不闻，微勾嘴角，笑容中却毫无温度。我看阿姐糊涂得很呢。慕瑶抬起头，淡色的眸盯着他，冷笑道：好，就算如你所说，我是依仗柳福一，那我若离他而去，你说我们两个该依仗谁？他的音调越发抬高，带着一丝委屈的沉痛。穆家撑到今天，不过苟延残喘，你以为没有福一一力支持，我们是如何还在捉妖江湖中保有一席之地？木生缄默片刻，古怪的冷笑。那是因为阿姐从始至终不够信我。慕瑶皱眉，我何尝不相信你？我说过我可以保护你，为爹娘报仇，你从来没放在心上，宁愿相信柳福一，也不肯相信我。
慕瑶被他气笑了，你实力如何？难道我做姐姐的不清楚？你的术法一大半是我教的，法器是我送的，穆家术法我自己都学得一知半解，何况是你？你连我都打不过，怎么面对他？我可以。他骤然打断，眸中翻腾着黑云般的戾气，低眉盯着自己隆起又张开的手指，呼吸颤动，声音却极轻，我非但能打过你，放眼天下，没几个人能是我的对手。慕瑶注视他片刻，脸色极其难看，你想怎么做到？卸发带吗？他冷笑一声，是非不明，不择手段，这么多年，我就教会你这个。穆生的神情骤然出现一丝裂痕，被很好的掩藏在面上乖戾之后。慕瑶将冷掉的茶水推至一旁，动作大了些，茶水泼出来，沾湿了他的手指。在裂隙之下，妙妙怀里掉出的香囊是你送的吧？听到这个名字，他骤然抬眼，眸中惊异还未消退，就看见慕瑶面色苍白的冷笑。你知道林妙妙怎么说的吗？她说是她路上捡的。穆生的脸色骤然变得很复杂，他在背后这样维护他。香囊里有什么东西，你当我不知道吗？妙妙不懂事，帮着你瞒我，他以为这样就是为了你好。阿姐，他再度打断，少年脸上神情完全破碎开来，眼中空明明的。我是什么东西，你不是早就知道吗？他走了2步，步子很轻，却仿佛踩在了一根危险的临界线上。正派加诸于我的束缚再多，也一样都改变不了我骨子里的低劣。他发出低劣2字时，语气中带着薄凉的笑意，令人毛骨悚然。我非但画了那一张反血符，还有很多张，多到我数不清了。他骤然绽开一个灿烂的笑，令人毛骨悚然。我3番5次动用禁术，死在我手中的妖物不知凡几。他纤长的睫毛垂下，在眼底投下一小片阴影，那张青春俊俏的脸上却弥漫着阴质狠戾的气息。我睚眦必报，血债累累，在阿姐面前不过是装作一只乖顺的宠物，骗取一点怜惜。现在我告诉阿姐。慕瑶猛地起身，骇然倒退几步，步伐虚浮着，嘴唇微张，半晌没能说出话来。他抬起脸来，脸上是破碎的笑。我告诉阿姐，我可堪依靠，比柳拂衣强得多。我们从此以后还做姐弟，不过是报仇而已。阿姐若是想要杀他，我自有办法。天下良人无数，阿姐随意去挑，何必仰仗一个柳拂衣？他嘴唇颤动半晌，猛地摇摇头，终于发出了声音：不可能。言辞拒绝，犹如一刀而下的斩首，判定了他的结局。不可能。少年冷笑一声，顿了半晌，似乎才将弥散的神智一点点拉回来。不可能放弃柳拂衣，还是……他袖中的手指已经在微微颤抖，面上却维持着带着压迫意味的笑意。我不配待在穆家，做你弟弟了。慕瑶脸色铁青，倒退几步，巨大的慌乱中摸到了袖中匕首，悄悄握在了手上，内心这才略微镇定下来。阿生，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眼前最熟悉不过的脸，竟然绽出一个十分生硬的微笑，刻意放柔的语气里，掩藏不住尾音里的一丝慌乱。穆生的步子陡然僵住，如同被人兜头盖脸的浇了一盆冰水。他情愿阿姐能一巴掌上来，打他骂他，像往常一样训斥他，好让他知道，他还是他的家人，还是他的弟弟，绝不是像现在这样。他冲他假意笑着，像是手无寸铁的猎人，机智的同野兽周旋，多么随机应变的敌对。他的目光向下，落在他发颤的袖口上，隐约露出了匕首刀刃的轮廓。夜色如此漆黑，仿佛漫山遍野的雪花席卷而来，化作无数冰冷刺进他全身上下的每一处穴位。原来阿姐也和那些人一样，怕他的真面目，只是势单力薄，暂且不敢撕破脸皮，只好用一点假意配合，先稳住他。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慢慢裂开了，那一点仅剩的自尊，哗啦一声破碎的无法捡拾。他缄默了许久，抽回脚步，转过身去，仿佛世界都在此刻翻转掉头，从此白天也成黑夜。他一步一步在走不完的黑夜里打转，孑然一身，再无亲人。阿姐也早点休息吧，你的本质表里不一，蛇蝎心肠，反正和柳大哥穆姐姐不是一路人，他们能为苍生死，为大一生，你能吗？你和穆姐姐不合适呀，不会有人理解你的，你花瓣都要愁掉了呀。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到林妙妙房间的，只记得自己像困于沙漠中的濒死旅人，凭本能奔向虚幻绿洲。从前他是瑰丽鲜活的彼岸，一点点引诱他的注意力，现在他已是断线风筝，离群孤雁。要是没有彼岸星火，就只能是迷失浪里的航船木生。你有一个失踪的娘，你很爱她，你从小在姐姐身边长大，身旁只有她的关怀，是不是她恰好填了这份空缺？是不是你把对你娘的爱转嫁到？如果养着小老虎，只是看他没有迟找，没有反抗能力，
占有了他，主宰着他。看着老虎变成猫的笑话，心里又害怕着有朝一日他会反咬一口，所以防着他，忌惮着他。这就是叶公好龙。清冷的月光打在走廊上，他脑中循环往复，一句一句都是他曾说过的话。只是他怎么可以如此一针见血，字字珠玑，句句衬言。门猛地被推开，带着桌上烛光呼啦摇曳了一下，满是破碎光晕。林妙妙放下书，满脸诧异地站起来。你走错了，隔壁才是你房间。话语顿止，因为他发现木生的脸色难看至极，整个人像幽魂一样飘到了他面前。比他还高一个头的少年竟然在微不可察地发抖。他怔了怔，留神一想，今天他待在木瑶那里似乎比往常时间更长，难道？他张口结舌，你去表白了？我没有。他许久才道，眸中没有焦距，像是冬天里被冻木了的旅人，反应慢了半拍。没有，什么意思？林妙妙让他弄糊涂了。他的嘴唇都在颤。没有就是没有。可是看这模样，他肯定已经去了，决裂已经发生，马上就是黑化的关键时刻。他顾不得在乎黑莲花走错房间的事情了，飞快地收拾书和笔，轻手轻脚地往出溜。那我不打扰你了，你一个人静静吧。衣服却骤然被人从背后拉住。你去哪里？他的声音很低，似乎疲惫至极。林妙妙让他揪着，手里抱着书，背对他眨巴着眼睛。我去你房间睡呀。奇怪了，一般人失恋被拒，难道不想自己待着静一静吗？他缄默着，半天没能说出挽留的话，只死死拉着他的衣摆不放开。他在一片混沌中感知到，若是让他走了，他可能即刻便坠毁。林妙妙顿了顿，好，我不走。他这才放开手。妙妙安顿木生坐下来，给他倒了一杯热茶，趴在桌上，小心地睨着他，喝点水吧。他不动，他将他两手拉起来放在杯盏上，随即不容拒绝地拢住他的双手，强迫他感受杯子的温度。二人的手交叠了片刻，前后都是暖的。木生垂下纤长睫毛，颤着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温热的顺着他的喉咙直达肺腑。他回暖过来。林妙妙已经溜过到床边，弯着腰铺床了。他用手拍打展平被褥，半回过头，要不你今天就睡在我这儿吧，好不好？他颔首，任凭林妙妙拉着他，将他安顿在他的床上。林妙妙趴在床边，隔着被子拍拍他，眼眸晶亮，什么也别想了，睡吧，我守着你。林妙妙是被身后咔嚓咔嚓的躁动声惊醒的。深夜极凉，他背上瑟瑟发寒，鼻端是油墨刺鼻的味道，这才惊觉他趴在桌上睡着了，鼻尖正压着摊开的书页。夜色深沉，他桌上点着的蜡烛燃到了尽头，只有冷清的一点月色透过窗格照射进来，投下4块菱形光斑。咔嗒咔嗒咔嗒，身后异动还在发出噪声，若不是屋里进了老鼠，那就是进了贼。他晃了晃昏沉沉的脑袋，飞快地点起蜡烛，端着烛台往床榻上一照，惊得魂飞魄散。帐子已经外面萦绕着云朵般的黑气，黑气盘旋不去，像风一样掀动了床角挂的一把木头床刷，是以噪声不绝。纱帐里的人睡得极其不安，似在梦魇。早先听说过失恋以后不哭不闹的人容易憋出内伤，黑莲花憋得暴走了吗？他急忙跑过去，隔着帐子外的黑云唤：子期，子期。少年紧闭双眼，睫毛颤动，满头都是冷汗。他顾不得许多，一头扎进团团黑气中，掀开帐子，整个人钻了进去，摇了摇他的手臂，骇然发现他的衣裳都让冷汗湿透了。木生，醒醒啊！他有些慌了，额头上出了一层冷汗，你这是怎么了？黑化不是嚣张炫酷的吗？怎么会如此狼狈？丁系统提示，角色木生暂时处于遭遇重大挫折的灵力外泄期，尚未进入黑化过程，任务人给予角色一定的生理刺激即可，比如灵力外泄、生理刺激。他心里乱成一片，话都没听完，手脚并用爬上床，坐他身上，左右开弓，低头照着他苍白的脸抽了几个耳光，脆生生骂道：不就是表白失败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世界上除了你姐姐就没别人了吗？别这么闹，醒醒！系统，比如给予角色适当亲吻。林妙妙骤然收回手去，尴尬至极，骂道：你怎么说话这么慢？害得我黑莲花都这么惨了，在昏迷里还要挨他几下。他满怀歉意地低头，手摸上他白玉般的脸，好在他看着脸皮薄，被他打了那么几下，倒还没留下什么痕迹。正想着，手指猛然被人攥住，他的手心火热滚烫，梦呓道：妙妙。他眼神一亮，是我，快醒醒！一声惊呼截断在喉咙里，猝不及防天旋地转，他被他一个翻身压在身下，惊慌失措地想要起身，
双腿却被他膝盖顶着动弹不得，小腿的骨头发痛，手腕被死死抓着，压在枕侧，他差点没说出话来。你疯了吧？他的唇骤然挨下来，他猛地一偏头，他吻了个空，旋即暴力地将他两只纤细的手腕一并抓着，摁在了头顶，腾出一只手来捏住他的下颌。你，少年双眸紧闭，昏暗中依稀可见他睫毛的弧度。林妙妙气得说不出话，这人眼睛闭着，意识模糊，还能如此精准，致得他反抗不了。他的唇再度落下来，稍微偏了些，只印在他唇角灵妙妙不动了，心跳剧烈，他浑身上下都冰凉，散发着萧索的梅花冷香，只有唇和掌心火热。他阵势极大，又是摁着他，又是掐他下巴，吓得他抖成一团，只觉得在劫难逃。谁知落下来的吻出乎预料的柔和，一下一下，蜻蜓点水，似乎不像是掠夺，倒像是讨好。纵然已经占了压倒性优势，骨子里依然卑微。他这才从慌乱中镇定下来，脸上热得发烫，二人的呼吸纠缠在一处，只听得他在昏暗里忽然开口，依然像是说梦话。你会一直陪着我。他只是愣了片刻，他的吻骤然变得爆裂起来，甚至在他粉嫩的唇上轻咬了一下。他在惊惶中猛然应答，永不离开。他接着问，声音低哑。他眨了眨眼，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永不离开。他似乎终于得了允诺，这才失去意识，倒向一旁。帐子外的黑云骤然散去，露出明媚的月光。从今往后，天上地下唯此一人，是彼岸，也是归港。林妙妙被叽叽喳喳鸟叫声吵醒，阳光落在她眼皮上，通红滚烫。她睁不开眼，在床上懒洋洋地翻了个身，旋即骤然清醒，直直坐起身来，捏住了身上的被子。被子安稳地盖在她身上，帐子是放下来的，身旁没有人。她吓了一跳，撩开帐子坐起来，光脚蹬上了地上的鞋，抻着脖子往外看。屋里也没人，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不会跑出去报复社会了吧？她揉了揉脸颊，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飞快地披上了外套。刚穿了一只袖子，门便被吱呀一声推开了。她惊诧地看见木生衣冠楚楚地从门外进来，自然地坐在了桌边。他看起来几乎恢复如初，动作毫无凝滞，表情正常得很，似乎昨晚的一切都是他的梦。你去哪了？他小心翼翼地从床上爬下来，拉开凳子坐在他对面。我去找阿姐喝早茶。他破天荒地绽放了一个微笑，带着少年人的具有欺瞒性的明媚，一如初见时的模样。阿姐，慕瑶，难道不应该已经决裂了吗？他说不上是惊异还是失望，坐在了桌边，心里有些奇异的酸涩。你怎么今天突然去找慕姐姐喝茶？我有些事需要跟她商量。他不动声色倒茶，将茶杯推到他面前。林妙妙有些心神不主地抿了一口，没忍住问了一嘴，什么事呀？你我的婚事。噗，他一口茶喷了出来，随即猛地咳嗽起来，眼泪倒灌。木生走过来，将咳得东倒西歪的林妙妙揽进怀里，轻柔地拍了拍她的背。林妙妙从他怀里挣出来，小鹿般的眼睛里一眨不眨地望着他。什么意思？原身好像是嫁了木生，可绝不是这种嫁法，似乎是木生用了某种手段控制了他。千头万绪还没理清，他竟然猝不及防来求婚了。木生双眸潋滟，倒映着他深不见底的黑，看进去了便要溺毙。嫁给我不好吗？他只觉震惊，你未免太突然了。少年脸上的笑意微敛，慢慢蹲下去，虚趴在他膝上，仰头向上看，那一双秋水般的眼在根根分明的睫毛掩映下，黑亮的惊人。我片刻都不愿再等了。林妙妙抽出膝盖，离他远了些，有些难以置信。可你昨天才给慕姐姐表白。我没有表白。他的神色骤冷，旋即站起身，俯视着他，阿姐就只是阿姐而已。林妙妙敏感地察觉，他说阿姐二字的时候饱含的那种热忱和亲昵全部消失了，这两字从他嘴里吐出来，非常漠然，不带丝毫感情。少年的手将女孩翘起的一缕头发轻柔地别至耳后，手指无意擦过她的耳廓，引得她一阵下意识的站立。他的语调很平静，如果你不喜欢，斩断了也未尝不可。林妙妙怔怔看着他的脸，只觉得他周身的气质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他有些不敢轻举妄动了。子期，他试探着唤。他垂眸望他，这熟悉的一垂眸让他放下了大半的心。还是他，只不过变得有些古怪而已。我觉得，他踌躇了一下，睫毛颤动起来，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急不得。你心里还装着柳拂衣？他骤然打断，手指捏紧，眼里一片暗沉。他像是被消了音，没有二字，说什么也吐不出来，脑海里一连串的红叉警报交叠响起。
他颓然明白过来，在任务一中，他始终是那个暗恋着柳福一的人设。任务一天不结束，他便一天不可自主。关柳大哥什么事？他只好换了种说法，疯狂揉着被痛楚折磨的太阳穴，痛的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这画面看在木生眼里，却是另一种口是心非的光景了。那该怎么办？木生柔和地发问，周身寒意更甚，漆黑润泽的双眸望定了他许久，语气中有一丝偏执的认真。你答应了我，陪着我，永不离开。子期，你听我说。少年捏住他的下巴抬起来，目光流连在他脸上，竟然带着无限迷恋和痛楚。许久才轻启薄唇，林妙妙，我的心给你了，你能不能试着喜欢我？他怔怔望着他。我，一连串的消音，他的头要炸开了，强忍着系统提示，急切道，我真的不讨厌你，子期。他已经着急地拨拉下去他的手，抱住了头，用力捶了2下。喜欢柳福一以外的男人这种事，不能经由凌瑜的嘴自主说出来，现在已经是3/4进度，再熬过1/4，他才算真正自由。他望着他，低低笑了一声，这答案显然不能让他满意。他眸中深沉之色越发浓郁，像是满溢出来的漆黑夜色，猝不及防地用腿顶住了他的双膝，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看似亲昵，却用了几分力，直接将他摁在了椅子上。子期，他茫然抬起头，挣扎起来，有些慌了。木生，木生。他充耳不闻，眸中明暗飞速变换，如同有乌云时聚时散，忽而明晰清澈，忽而深不见底。林妙妙骇然望着他的眼睛，难道他命中注定要黑化一次，拖延了这么长时间，还是无法避免？而且不是为了慕瑶，而是……他竟然缓缓笑了，有如迎春花开放，初时语气非常柔和，你可以不喜欢我，我们从头开始也好。只是想嫁给柳福一，眼眸蓦然一暗，眸中戾气令人心惊肉跳，做梦。而是为了他。他唇角勾着，笑容毫无温度，手指已经放在纤细秀丽的发带上，扯了一下。晚了。挣扎的女孩骤然定住，不受控制地望着他变得美丽绝伦的眼睛。他蹲下来，顿了顿，带着几分哄诱的味道，一字一顿。你喜欢我？他迟缓地开口，我却顿住不说了。他眸中出现了一丝恼意，偏执地重复了一遍。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他终于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几乎是同时，逆他人心智致使的反噬骤然啃啮心脉，他睁大眼睛，捂住心口，一口血吐了出来，毫不在意地拿袖子擦去，苍白的唇上带上几丝鲜红的妖冶。他一意孤行，接着道：你愿意嫁给我？我愿意嫁给你。又是一下，他的脸色苍白，青筋几乎暴起，忍了片刻，嘴角仍旧溢出一丝暗红。好，就这样说定了。他慢慢地压下喉间腥气，微微笑着将脸贴在他膝上，抓起他腋在地上的柔软裙角，在手上轻柔把玩。许久，睫毛颤了颤，似乎在自语，不要拒绝我，我承受不起你的拒绝。借发带之力的蛊惑，抽魂夺魄，只能维持7日。7日足够他将一切都办妥。就是这么贪婪，这么低劣，他就像个瘾君子，拥有1日便沉溺1日，再往后。他害怕去考虑往后的事。林妙妙目无焦距，摸摸膝上的人，手指绕着他的头发打圈圈，像小孩一样好奇地问：子期，你在干什么呀？他将他的手捉住，闭眼温柔地亲吻他的手指，答非所问。今生今世，你非得陪着我不可。林妙妙低头迟缓地系上山紫裙系带，坐在妆台前，对着镜子扎辫子，垂髻扎得软塌塌的。他左看右看，不满意地撅嘴，扎歪了。他的指尖描摹着镜子里倒映出来的少年的脸，随即点点镜面。你帮我。木生无声地贴近了他，妙妙惊异地回头，似乎有些不明白镜中人怎么能出现在现实中。木生握住他柔软的发髻，拆了，随即拿梳子沾了一点梳头水，有些生疏地理顺他栗色的长发。镜中女孩不吵不闹，只睁着一双小鹿般的杏眼，好奇地看，乖顺得像个娃娃。我不要这个。他忽然怔了一下。什么？他的动作微微一顿，黑眸望向镜中。不要这个味道。他捏起鼻子。他骤然明白过来，他说的是他梳子上沾的梳头水，栀子的香气浓郁。他低眉望着梳子，微有迷惘。你从前一直用它梳头。子期不喜欢。他愤愤道，我也不喜欢。他骤然僵住，割下梳子，牵起他几缕发丝清秀，眼神迷蒙。我没有不喜欢，从前都是骗你的。真的。那我也喜欢。镜中人脸上骤然转情，笑弯了眼睛，我也喜欢。少年唇角微微弯起，指一下，吻落在他头发上，旋即蹲下，他单膝着地，
亲吻她的侧脸。林妙妙偏头，指尖哒哒点着镜子。扎头发。她不舍得放开他。好，扎头发。香炉中烟雾缭绕上升，安静的可以听见室外叽叽喳喳的鸟鸣。他梳了1刻钟的髻还嫌短，扎上缎带的时候手都有些发颤，好在他扎自己的发带还算熟练，最后的蝴蝶结打得漂亮凌厉。林妙妙对着镜子审视辫子，满脸挑剔。扎得比我还歪。他握住她的弯起的垂髻，征询地看着镜子，再来一遍。不要了。他扬起下巴摇头。那便不要了。他眸漆黑润泽，半晌才抿唇，承诺道，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林妙妙微眯眼睛，开始哈欠连天。这便是情蛊的副作用，一天到晚精神不济。少年将手伸到他背后，不顾他挣扎，将他拦腰抱起，安顿在床上。我不想睡觉。他强撑着精神，玩他衣服上钉的几颗黑色玉珠。他的手覆盖在他手背上，握住了他的手，休息一下，吃饭才会有精神。哦。他乖乖地抽回手去，交叠在腹部，睫毛轻颤。木生的脸色微有苍白，神色复杂地望着他。一会儿要说的话，记得了吗？他点头。要不要练习一遍？他顿了顿，扭过头。不。少年却强行将他的脸扳回来，肯定道。练习一遍。他眨着眼睛，戳戳他胸口，你会难受。温柔骤然在他眸中荡开，不会再难受了。他咬紧齿关摇头，他不再强求，低垂眼眸，伸手理了理他额际的头发，机不可见地笑道，要你说一句喜欢，果真比登天还难。帐子里林妙妙睡了，他便坐在桌前，取下笔架上的笔，草帖、婚书、聘单一应写过去，写得快而决绝。嘟嘟嘟，他搁下笔开门，小二满头大汗的拎着一只黄嘴黑翅的大鸟上楼来，鸟还在扑棱扑棱扇动翅膀，见他开门，面露喜色。公子，您要的宴。您瞧，精神头大得很呢。少年拎起翅膀看他半晌，颔首递给他一锭金子，小二道了谢，揣进了自己怀里。宴和信什么时候给您送到？邮差回过了，快马加鞭少说也要3日，中间要坐航船。他的声音很低。够了，路上把他照顾好。好。子期。背后横出一声唤。他猛然回过头去，林妙妙提着碧色裙子，赤脚跑到他身边，指着那只扇动翅膀的鸟，脆声声道，我要这个野鹅。哟，林姑娘。小二笑得打跌，这是大雁。他脸上惶惑无辜，歪头重复道，我要这个野鹅。小二的表情凝固了一下，总觉得这位姑娘看起来怪怪的，不似前几日机灵活泼。还未及他反应过来，眼前少年已经直接将他强行打横抱起，抱回了床上，用帐子遮住。他还在犹自指着大雁挣扎，我要。木生匆匆走回来，又给他一锭金子，低声道，这只留下，再去寻一只。他又往里好奇地看了一眼，触到少年沉郁的警告眼神，感觉像是被人扼住了脖子，飞快地收了眼神。好。林妙妙蹲在地上，拿指头小心地戳戳大鸟黄色的喙，打他不胜烦扰，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声音都嘶哑了。女孩笑了，双眼弯弯，像只小动物。面前还放着2个小碟子，一个碟子里盛了一点清水，另一个盛了累起来的草叶。他捻了一根草在大鸟嘴边试探，半晌失落道，子期，他不吃饭。木生专注地望着他的脸，指道，缓缓就好了。他是不是很不喜欢被抓来啊？他紧张地抬起头，我们把他放回去吧。木生的指尖落在他颊上，一点点摩挲着，放回哪儿去？从哪儿来，放哪儿去？放。他无畏的一笑，妙妙，这是我送草帖的随礼。他顿了顿，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草帖是什么？他深深望着他，欲言又止。写给你爹爹的信。爹爹。他似乎想起来什么，坐定在桌前，忽然捂住头，爹爹。怎么了？他紧张地抓住他手腕，他眼里似有微光一闪，整个人定住一般。世界寂静了2-3秒，四目相对，他的手慢慢从头上放了下来。我也要给爹爹写信。他微一抿唇，从笔架上取了笔，就着他刚才研好的墨和铺好的纸，开始歪歪扭扭地写起来。木生低头一瞧，他写得飞快，反反复复只有2句话。爹爹，我喜欢子期，我愿意嫁给子期。我喜欢子期，我愿意嫁给子期。我喜欢子期，我愿意嫁给。他心中猛然一阵惊痛，攥住他手腕。别写了，你别拦我给爹爹写信呀。他犹自挣扎，最后一笔画出去，斜根红色格子，仿佛切割了整张信纸。他终于夺下他手上的笔，两人衣服上都是点点墨迹。他低头看一眼自己黑乎乎的手，怔了几秒，嫌弃地擦在他的衣服上。木生低头看着他的手，
他擦干净手，又不安分起来，忽然搂着他的脖子蹭他，似乎很烦躁，嘴唇屡次碰到他的脸。木生将人拉开，手指抵在他唇上，违心道：妙妙，再等等。他的拇指在他红润的唇上反复摩挲，似乎这样就能望梅止渴似的。再等等吧，只是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7日之后，他还会有机会吗？林妙妙闹得累了，这才将头埋在他怀里，恨恨道：你跟我道歉。这话的语气和情绪都像极了原来的他，让他整个人僵住了，随即兴奋和战栗同时升起，甚至不敢低头看他的脸。他的睫语颤了颤，道歉，说你错了，不该对我用这种手段。他刹那间低下头去，妙妙怀里的人依然双眸涣散，玩着自己的手指。7日未到，果然一切都是他的错觉，心中说不上是松了口气，亦或是深重的失落。他将人抱在膝上，重新抽了一张纸，圈过他写起来。他的脑袋偏了偏，从他的角度越过他的发顶，看得见他白皙的鼻尖和眨动的睫毛。你怎么带我给爹爹写信？他翘起嘴角，边写边道：理应我写。木二公子求娶太仓郡守陵陆山独女凌瑜，青年才俊，家世相当，用词用语无不谦逊妥帖。他的字板正清俊，和他本人一样具有强大的迷惑性，使人错以为这将是一个光明磊落、值得托付的好少年。透过薄薄一张纸，几乎都能看见岳丈满意的微笑。他写至落款前空了2行，将笔给他，指尖点了点纸，在这写。他盯着空出的那2行不动，他的唇贴近他耳侧，带着耐心的哄诱味道：写你刚才写的那2句话。对于一个独宠女儿的父亲来说，什么家世人品都是旁人之言，亲女儿的首肯才是板上钉钉的大红章。林妙妙捏紧了笔，却不落。你跟我道歉。少年轻笑一声，低头吻他的头发。我错了。林妙妙顿了顿，刷刷写了1行字，撂了笔，开始自顾自玩手指。木生低头一看，纸上只写了5个字：我讨厌子期。他不作他语，另抽一张纸，更加工整地誊抄一遍，落款之前空下2行，将笔塞在他手上，好好写。林妙妙抿抿嘴唇，好好道歉。他不知他为何对道歉执念如此深沉，漫不经心地哄道：我错了。他咬着牙，写得比刚才还潦草敷衍。我恨子期。他再抽一张纸。他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有如此耐心的时候，仿佛只要他不喊停，这个游戏就会无限循环下去。而他毫无怨言。笔给他，他都有些倦了，打了个哈欠。先道歉。他长长的睫毛覆下来，撩开他的头发，吻落在他耳垂，语气中带上几丝偏执的委屈。可我真的喜欢你。啪！他将笔摔了，墨汁飞溅，似乎觉得摔了还不过瘾，捡起来抓在手上，松鼠掰坚果似的鼓起腮帮子，掰了几下，没掰断。木生将笔接过来，在手里咔嚓咔嚓折成几段摊在他面前，水润的眸子望向他。消气了吗？林妙妙瞪他的眼神，简直就像想把他也跟笔似的掰断了。他又从笔架上捡了几根狼毫一字排开，混不在意不够的话，我再帮你折几根。林妙妙未及听完，骤然扑到他怀里，一口咬在他肩膀上。他将人紧紧摁在怀里，他又踢又打又挠，牙上用了几分力，咬得他衣服里阴了血丝。肩上的痛感猛地传来，他眸中划过异样华光。这一刻他才像他，外柔内刚有脾气的林妙妙，尖牙利齿，抓住机会就要反将一军。这一刻他的心也刹那间活泛过来了，随即是深重的酸涩和茫然。阳光落在他栗色发顶上，碎发都像是被镶了暖融融的金边。他伸手打落了他的竹蜻蜓。因风而上，听天由命才像蜻蜓，风大风小都会干扰。你用符咒控制着它，就将它变成一个傀儡了，跟别的傀儡又有什么不同？原来越沉沦越空虚，他想念的始终是他。蜻蜓和傀儡终究是不同的。他冷静地抱着他，黑眸闪动，微不可闻，是我错了。怀里的人一顿，不正了。你一会儿去把野鹅放了。他顿了顿，闷闷道：再写一张。他低下头去，林妙妙的杏子眼也在望着他，眨了眨。他铺开纸，抄了3遍，字字句句已经烂熟于心。落款前空了2行，林妙妙从他手中夺过笔，趴在桌上敲下大红章。爹爹，我喜欢子期，我愿意嫁给子期。中午须得去和慕瑶吃午饭，妙妙要将沾了墨汁的衣裙换下来。他解衣带之前，骤然抬眼瞪着他。你回避。木生似乎有些意外。昨天你也没有让我回避。他慢吞吞解着衣带，满脸不高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他顿了顿，一言背过身去。
林妙妙将裙子脱下来，换一件齐胸襦裙，系带绕到背后交叉打结，裙头没压住，从背后径自掉下来。背上骤然一凉，随即有手指擦过她的背，飞快地拎着她的裙头向上，压在了背上。她骤然僵住，背对着他，脸红到耳朵根。你怎么回事？不是让你回避吗？我回避了。少年3根手指摁着她的裙头，抵在她雪白的脊背上，语气听起来很无辜。裙子掉了，我帮你接住。他急忙将手伸到背后，从他手中接过裙头，飞快的那系带缠了2圈，睫毛颤得飞快。你不回头，怎么看得到我裙子掉了？腰骤然被他揽住，整个人再度被他圈在怀中，他的吻难以克制地落在他颈侧，似乎连掩饰都懒得掩饰了。我错了。他哽了一下，气急败坏地往出钻。你松开，我结还没系好。他一手搂紧他，另一手从床上捡起长长的半截系带。我帮你系。这几日抽魂夺魄，辫子会扎歪，纽扣会错位，系带打成死结，都是常有的事，他不觉得奇怪。他有些语无伦次了，连呼吸都是错乱的。系在前面的。知道。他不以为意，双手环过他的腰，拉起了系带，下巴抵在他肩上看着，在他胸前打了个结。蝴蝶结抽紧的瞬间，他感到怀里的人重重抖了一下。怎么了？他低眸看他，骤然发现他整张脸都红扑扑的，眼神一时有些迷茫，抚了抚他滚烫的耳尖。你竟会害羞？被情蛊控制的人，像是3魂7魄不全的痴儿，对外界的感知都是迟钝的，竟然也会脸红。他被摸了耳尖，瞬间像被烫到似的偏过头去，几乎是手脚并用的往出爬，像刚刚掉进陷阱的小动物一般奋力挣扎。放开。他手一松，他便骤然向前扑倒在床上，在衣服堆里翻了个身背，对着他旋即恼羞成怒，脆声声道：你从我的床上下去。他俯身一捞，又将他拖回来。妙妙，昨天也不曾有这么大的脾气。慌乱中，林妙妙低头呜一口咬在他虎口上，少年猝不及防的骤然撒了手，妙妙抱膝缩成一团，秋水般的双眸气急败坏地瞪着他。换你自己的衣服去。他不敢再逼了，怀着满心疑虑，蓦然折到隔壁。这一折腾，午饭整整迟了2刻钟。慕瑶一个人坐在一桌冷饭前等，险些做成一座塑像。他沉默地抬起头，林妙妙是被木生牵着来的，步伐还有些踉踉跄跄。木生拉开椅子，将他安顿下来，几乎将一切能代劳的事情全部代劳。慕瑶顿了顿，唤道：妙妙。乖巧坐着的林妙妙扭头冲他笑：慕姐姐。这一笑令他放下大半的心，神色复杂地看了木生一眼。先吃饭吧。那天晚上，他几乎彻夜不眠，脑海里反反复复地回想这些年来与木生相处的场景，才发觉自己有多少忽略之处。他在他面前一直都太乖了，说一不二，言听计从，以至于让他忽略了他本来的个性，习惯性地教育他，约束他，乃至逼迫他。他骤然掀开假面，他难以接受的同时，还有一丝酸楚的荒诞感。天壤之差，血海深仇，以他的为人，必与邪门歪道势不两立，巴不得除之后快。可是当他转身走出房间的刹那，他竟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痛。多少年相依为命的姐弟，哪怕他多有伪装，那些年的情分难道也如水东流？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众叛亲离，他又何尝不是？他没法再当他是至亲，但也不忍心当他是仇人。他们默契地保持着这样微妙的平衡，绝口不提那天晚上的事，相安无事地相处。但他知道一切都变了，而木生变成今天这样，其中有他的一份。让他没想到的是，木生来找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娶林妙妙。他知道现在对他来说，他的意见无足轻重，即使是他阻挠，他也自有办法做到。只是他状态不稳，行事乖戾，彻底无所顾忌，若是强行将无辜的林妙妙牵涉进来，他还是选择答应下来，以木生姐姐的身份做这个主婚人。若他有什么出格，他代为扳正。他扭过头，林妙妙边剥虾边侧头，还在叽叽喳喳地跟他说话，看起来并无异样。木姐姐，我们什么时候去无方镇呀？木瑶勉强一笑，10日后就走。不等柳大哥了吗？他顿了顿，不等了。林妙妙颔首，将虾色进嘴里，一会儿又笑道：木姐姐吃虾蘸酱油吗？不蘸。木瑶看着女孩的粉嫩脸颊，她的杏子眼忽闪忽闪，面色很好，带着小女儿娇憨，她看起来似乎什么都不知道。这种轻松很快感染了她，她想或许成婚是真的两情相悦。木生沉默地看着他们对话，林妙妙说话很快，精神饱满，看起来和往日没有差别。木瑶紧绷的神色渐渐松弛下来，她紧攥的手指也慢慢放松了。这人在情蛊之下也依然这么争气。
他无声地勾了唇角，茫然望向窗外，说不上是欣喜还是怅然。9/4窗外车水马龙，阳光从窗子照进来，平铺在桌上，茶水粼粼闪光。妙妙，成婚是人生大事，你真的想好了吗？他问出最后一句。林妙妙眸子一转，咬了咬筷子头，旋即灿烂笑道：我喜欢子期，我愿意嫁给子期。慕瑶愣了愣，也笑道：好。午饭到了尾声，慕瑶转头对妙妙道：吃完饭，你想不想去我房间坐坐？不必了。慕生先一步带他回答，伸出手来，妙妙跟我走。妙妙顺从地牵住他，站起身来，被他拉到了身后，那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保护姿势。他的笑容毫无温度，下午要去街上，不能陪阿姐聊天了。也好。慕瑶张了张口，没想出该说什么，只得生硬地提醒了一句：照顾好妙妙。纤细手指捏住蝴蝶钗，往头上比了比，蝴蝶翅膀一颤一颤，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摊位上簪子琳琅满目，只不过都是小手工制作，比不得首饰店里繁复。这蝴蝶钗款式也很简单，还没有他头上原来戴的那只精致。摊主巧舌如簧，拍着巴掌，爆发出一阵夸张的惊叹：好看，太好看了，十足符合姑娘的气质，真是天上有，地下无。街市喧闹，人来人往，商铺鳞次栉比，悬出的五颜六色的招牌挤占了街面，吆喝声此起彼伏。他本想让他去首饰店里买的，见他听了摊主的话，忽然在阳光下笑了，便没有开口。林妙妙忽然半扭过头，故意点了点脚，那蝴蝶翅膀便开始上下摇摆，闪动着光，他眼里也似有流光闪烁，笑得很兴奋。你看，会颤的。印象里只有小时候才戴过这种夸张的亮晶晶的东西，想来还有些怀念。买一只吧。他毫不犹豫地付银钱，睫毛轻颤，只觉得心也让那翅膀搅得七上八下。林妙妙顺手摘下原来的云角发钗色给了他，带上了翅膀会动的小蝴蝶，他将云角簪子顺手揣进怀里，旋即飞快地扳过他的下巴，戴歪了。不可能呀。林妙妙迅速伸手去摸，他已经将发钗轻巧地摘下来，捏着他的脸重新戴了一遍。不知为什么，他的动作刻意极慢，手指屡次无意划过他的发丝，弄得他脸上发痒，不禁有些燥了。好了没有？他不撒手，扭头朝店主道：再来一只。一左一右，端端对称，他伸手一摸，恼了。谁让你戴2只对称的？一只蝴蝶像是无意中栖息在头发上的，2只端端的蝴蝶不就成了装裱的蝴蝶标本了？对称规整最适合小女孩，她梳了个双髻，鬓发上还戴2只对称的蝴蝶，让她打扮得像个6、7岁的娃娃。少年打量她红扑扑的脸，眼里似有满足的笑意。好看，我不要。他愤愤伸手要摘，木生挡住他的手，再次扭头淡道：再来一只。摊主一连卖了3只蝴蝶发钗，心内狂喜，毕恭毕敬地递了过去。木生逆着他的脸，将右边的发钗稍微挪了挪，往右边又簪了一只，破掉了对称的形。小小蝴蝶在他栗色鬓发上次第闪光，令人目不暇接，夸张又不遵常理，倒是应了他这个人。林妙妙忍无可忍，猛扯他的衣摆：快走吧。再待下去，他怀疑自己要被他簪成蝴蝶人。走过了3、4个摊位，他手上捏了好几个玩意。火红的糖葫芦捏在手上转了转，他低头叼住了第一颗山楂，未及咽下去，就听见身旁的少年低声道：我也想吃。他看他一眼，鼓着腮帮子指指摊位，含糊道：去买。他一眨不眨地望着他的脸，语气含了一丝委屈：我想吃你手上的。林妙妙一怔，忍痛将剩下的递了过去：那给你，我再去买一串。他却不伸手去接，只是垂眸望着他手里红彤彤的糖葫芦，又用那双漆黑润泽的眼睛望着他。林妙妙明白过来，火冒三丈，走过去将他的手拉起来，强行将糖葫芦塞进他手里，扭头走了。蝴蝶发钗闪闪烁烁，爱吃不吃。哎，算命先生摊位前有人影一闪，撞得桌子颤动，桌上插着的黑白八卦旗左右摇摆，一连串头子滚落到了地上。那人身量高大，斗笠压得很低，还垂着黑纱，匆匆道了一声抱歉。林妙妙与他擦肩而过，瞅着那背影熟悉，紧跟几步追过去。柳大哥，柳大哥，你去哪儿呀？那身影闻言一顿，随即飞快绕过街巷拐角，一闪便不见了。一张纸笺斜飞出来，在空里打了几个转，匆匆落在他脚下。他顿住脚步，顺手捡起来揣进怀里，心砰砰直跳。堂堂捉妖人，大白天像做贼似的把脸遮着，还狼狈到在集市上乱窜。旋即被人一把箍回怀里，半晌，木生的声音在他耳畔低低响起，带着颤抖的冷意：想往哪儿跑？他指着空无一人的小巷，还未反应过来没跑，
我看见柳大哥了。我没看到。真的？你看错了。他打断，神色冷淡地牵过他的手腕往回走，用力的仿佛像是锁链扣住了他。林妙妙一路被他拽着走，天色渐晚，集市上的摊位收起，街道骤然宽阔起来。两旁2层3层的酒肆点起灯，觥筹交错的声响从隔窗中传出来，整条街上暖黄的灯火如星。路越走越偏了，走到最后几乎看不见屋宇，夜风吹来，影影幢幢的大树抖动，无数片细小的叶子相互碰撞，发出沙沙的声响。林妙妙不识路，直到扎进空无一人的密林，才警觉起来。我们来这儿干嘛？木生的眸色漆黑，倒映着月光的亮，松开他的手，将他抵在粗糙的树干上，答道：说话。他的睫毛颤动，他身上清冷的梅花香将他包围，说什么话？林木如松涛摆动，是发寒的色调，交错相连的树冠遮天蔽日，偶尔听得见林间寒鸦一声长啼。他的背骤然挨住冰冷的树干，打了个寒战，他便再往前一步，快要贴住他，这样的压迫感令人头皮发麻。他抿着唇，手指轻柔地绕着他鬓边碎发，似在极力克制自己，半晌才抬起头，漆黑的眼眸望定他。妙妙，拿出来！妙妙，拿出来！什么？他的眸光闪动，他耐心地看着他。柳福一给的东西。林妙妙骤然抬眼，眼中冒火。你不是说我看错了吗？他翘起唇角，白玉般的脸上挂着意味不明的笑。这样的环境和距离，无端有浓重的劣势感。他顿了顿，怂了。不是给你的。他抬起他的脸，复杂地凝视他的双眸，半晌，声音很轻，不知是在对他说，还是自语。不听话。他俯身下来，嘴唇轻轻碰到他的脸颊。都已经这样了，还不听话吗？他避开，飞速道：想必也不是给我的，既然不是给我们的，谁都不要拆。我们二字一出，少年一顿，神色稍寂，目光落在他脸上，语气缓和：放在你手里不太好，还是拿出来给我吧。林妙妙摇头瞪着他，视死如归。木生沉默半晌，垂眸望着他，虚点2下他的胸口，漆黑眼底似含有冷冽的笑意。你以为放在这里，我就不敢吗？话音刚落，他七进一步，骤然吻上他的唇，辗转反侧，左手将他双手置在背后，旋即趁他不备，右手将他袄子的系带抽开，钻了进去。他剧烈挣扎起来。他稍微离开，声音微哑，似乎在忍耐的边缘警告：不想让我碰到，就别乱动。林妙妙审时度势的不动了。他吻完，那张薄薄的指尖也捏在了他手里。他不着急展开，而是先帮他把袄子系好，毛毛领子抽了出来，拍平，趁着他通红的小脸，若不是他满眼愠怒地瞪着他，他还想再顺势摸摸他的脸。这一下得逞，消去了他大半怒火，眼中的愉悦盖都盖不住。他神情轻松地展开信笺看，上面横七竖八的墨迹下面有一行潦草的字眼：以得脱身之法，10日后吴方镇花折酒楼会合，照顾好自己。他翘起的睫毛微颤，面上讥诮：还算有点能耐，你别把它扔了。林妙凑过来看，他手一抽，轻巧地避过了他，没让他看见一个字，将信笺揣进了自己怀里。我为什么要把它扔了？木生望着他的双眼，刻意道：柳公子说了，回来便要和阿姐成婚。酒肆灯光亮着，1楼大厅仍有满满的人，小二穿梭其中，正在往外提水，看见了他们，特意过来打了招呼。对了，林姑娘，她眉眼弯弯，那本书看完了吗？林妙妙怔了片刻。书。木生半挡在他面前，少年的面容鲜活，而笑容疏离。我们先上去了。哦，小二挠挠头，疑惑地看着那女孩被他紧紧牵着上楼。林妙妙回了房间，径自翻箱倒柜，最终在桌子下面捡起了那本没看完的小说，忽地吹了一下上面的灰，转身便要下楼。你去啊。他挡在他面前。林妙妙仰头。还书。我帮你还。林妙妙看他半晌，似乎是忍了又忍，将书扔给他，扭身掀起帐子，气鼓鼓地躺到了床上。少年捏着书下楼，老旧木楼梯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他走着，忽然想到什么，慢慢拿起书，翻到最后一页，一目十行地扫了一眼结局。林妙妙清醒的时候讲过，故事是公子爱上他的先生，不择手段强取豪夺，逼得先生2度自杀，后来2人竟还强行在一起了。昏黄的灯摇夜亮在他头顶，浓密的睫毛在眼底投下一小片阴影，他微微抿着唇。书的最后一回，先生不堪忍受他的占有欲，第3次自杀，想吓唬一下公子，没想到真的死了。公子遭遇重创，吐血而尽，死前绝望地笑道：强扭的瓜终究不甜。少年趴地合上书，润泽的黑眸中闪过一丝慌乱的愠怒。
他捏紧手指，忍着自己想炸火花点了的冲动。好在他没看完。穆公子来还书。小二一天到晚都笑吟吟的，抬起汗巾擦擦脸，接过了书，放在了1楼的木架子上，接着走回来擦桌子。穆生立在一旁，声音很低：你那位相好，最近有传来宫里的消息吗？宫里，您是想问柳驸马？我听说柳驸马日日悉心照料，帝姬的疯病已大好了。他点点头，不作他语。小二擦过了桌子，又好奇地问：穆公子的婚事筹备得如何了？快了。他愣了一下，竟然没太明白快了指的是什么意思，另起话头。对了，穆公子，我听闻捉妖世家都傲得很，不与普通人家联姻，那林姑娘想必很讨人喜欢吧？她先前与林妙妙打过2回交道，嘴甜又没架子，是个蛮可爱的女孩。不过若要想让捉妖世家公子着了迷一样上赶着娶，一切手续全部加急，倒是引人好奇。他少年睫毛低垂，想了半晌，只吐出2个字：很好，是我高攀。林妙妙怀着一肚子气躺在床上等，左等右等不见人来，桌上烛火摇摇晃晃，弥漫出细细的烟雾，在眼里渐渐模糊，竟然就这么睡着了。穆生回来的时候，发现帐子里的人连被子都没盖，和一侧躺在床上，手放在枕边，睡得很沉。他伸出手，将他头上尖利的3只蝴蝶发钗卸下来，搁在桌上，拉开被子给他盖上。不知为什么，书里的那句强扭的瓜不甜始终横亘在心里不去，扰得他心烦意乱。他决定今晚暂时放过他，不扰他了。忽地吹熄了烛火，屋里陷入黑暗，扑光而来的一只飞蛾骤然间迷失方向，砰地撞在窗户上，随即发出一阵啪啦啦的扇翅声。穆生，他哼唧出声。他一怔，借着冷清的月光俯下身去看，他的眼睛还紧紧闭着，眉头已经蹙起来，含糊不清地咕哝道：哎，你好烦。吹了蜡烛，也不知怎地惹到了他。他的指腹反复摩挲他绵软的脸，声音压得很低：叫我什么？他不吭声，手腕搭在额头上，似乎睡得迷迷糊糊，懒怠睁眼。他又用了几分力，惩罚地捏了捏。林妙妙终于睁眼看他，黑色瞳仁在月色下极亮，满眼都是嫌弃。烦人精，今晚是不能好好睡了。将他从床上捞起来，吻在他额头，旋即抱着他轻声道：轿子妻。他抱得更紧，耐心地重复：轿子妻。林妙妙骤然气笑了，瞪着他：叫你爸爸好不好？他沉默了2-3秒，低眉吻他的脸：你想也可以。林妙妙将他推开，气急败坏：去你的吧。翌日清晨，林禄山的回信和嫁妆跋山涉水送到长安，随之而来的还有3个人灰衣服的阿义和凌羽表叔表婶，据说是代表女方家来商谈婚事的。这顿饭吃得很尴尬，因为林妙妙对眼前这2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毫无印象，只得挨着唯一熟悉的阿义，不住地低声询问：他们做什么官的？家里几个孩子？孩子多大了？阿义看家护院是把好手，在这种情形下却频频抹汗，坐立不安，结结巴巴道：小姐，我不知道，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就是个带路的。林妙妙恨铁不成钢地暗叹一声。林禄山官居要职，脱不开身，又没什么兄弟姐妹，只得从王妻那边点将，点了2个自告奋勇帮忙的，专程跑来考核准女婿。说是考核，却没半点考核的自觉，坐在饭桌上喜笑颜开，要多客气有多客气。穆瑶处事一直稳妥，穆生更是进退得宜，3言2语间已经把他那位便宜表叔哄得不知今夕何夕了。这个世界，捉妖世家似乎地位超群，即使穆家只剩个空壳，徒有声名在外，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跟他一方官宦家庭不相上下，似乎嫁过去反倒是他捡了便宜似的。穆瑶如实道：家父家母已逝，妙妙嫁过来，没有长辈照拂，还请多担待表婶，笑得灿烂如菊。哎呀，没有公婆需要侍奉那最好了。让表叔踩了一脚，急忙改了口：哦，对不住，我的意思是，妙妙在家教养惯了，只怕侍奉不好公婆，呵呵呵。林妙妙也跟着尴尬地笑了几声。穆瑶顿了顿，又谨慎道：捉妖人常年在外漂泊，居无定所。表婶又称赞道：妙妙性子也，年龄又小，让她在外面多逛几年就当完了，我们这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羡慕呢。他扭过头亲切地看着穆生，似乎对这位俊俏的准姑爷怎么看怎么喜欢。再说了，不是还有穆公子吗？穆生的表现礼貌谦逊，还带了一丝恰到好处的长辈最喜欢的羞涩。我会护着妙妙的。你看，表婶回头对着表叔使眼色，我就说没问题。表叔抚须颔首，掩不住的赞赏：穆公子实乃青年才俊。
林妙妙干干坐着，像是摆在桌上的端庄花瓶。半晌，她回头低声问阿义：“你路上看见了人吗？这真是咱们家亲戚，没被调包？”阿义嘴里几乎能吞下个鸡蛋。调包？被谁调包？林妙妙冷笑一声：“准姑爷。”啊！她越发惊骇了。小姐，您讲鬼故事啊？林妙妙长吁一口气，无力地靠在椅子上。阿义，还有酒吗？给我倒点儿。阿义刚伸出手，忽然瞅着她身后，话都有些说不利索了。小姐，准姑爷好像在瞪我。她坐立不安半晌，脸色都变了，唰地站了起来。小姐稍坐，我先去行个方便。哎，她伸手去拽，阿义跑得比兔子还快，转瞬便不见人影了。她扭过头看木生，少年嘴角弯着，眸中映着水色。妙妙过来，坐我这边。他不动，表婶竟然戳戳他，脸上带着过来人洞悉一切的笑。去呀，这孩子不好意思什么？他提着裙摆，慢吞吞地坐在他身边，甫一坐下，桌下的手便被他扣住，似乎生怕他跑掉一般，直到他要双手敬酒，才不太情愿地放开。酒过三巡，表婶试探着问：“妙妙，你爹脱不开身，他着我问问你，你是想在这里成婚，还是回太仓去？按我们的乡俗隔30天成婚。”木生听在耳中，手指攥紧杯盏，指节微微发白。不回太仓，就在这里吧。他平静应道。表婶和表叔对视一眼。那也好，那我们留在这里，给你操持婚事。妙妙抬头问道。表婶，您准备一场婚礼需要多久？哟，那多少也得20-30天。他扳着手指头，嫁衣得定做，宅子也得有哇。少年垂眸，脸色微有苍白，无声地灌了一口酒。林妙妙笑道：“我们10日后就要动身去吴方镇了，婚事一切从简吧。”表婶有些意外。你想简到什么份上？在长安城里寻个月老庙，拜过堂就算成亲。4个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脸上，木生的眼眸漆黑，深不见底。这表婶擦了擦汗，这恐怕天地为证，遥敬高堂，没什么恐怕。女孩轻松的笑笑，眼里黑白分明，就后天吧。木生的神色骤然一滞，酒杯中酒险些倾出来，恰是7日之期的最后1日。晾作嫁衣就花了整整1天，到了傍晚，林妙妙的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了。3日之内要结婚，就意味着嫁衣不可能多么精巧细致，刺绣坠珠肯定是来不及了，只得力求裁剪简洁大方。表婶鞠躬尽瘁，还带着千里之外给捎来的礼物，一双匣子里装的珍贵绣鞋，2足间是以圆润的东珠，行走之间光滑流转。据说这鞋连底子都是羊皮做的，柔软异常，只是材料娇贵得很，沾不得水，是灵鱼娘家给的陪嫁之一。天气凉了，林妙妙就在室内穿着它行走，裙裾下面2汪圆月似的光，亮闪闪。鞋子半穿着，她坐在床上，伸直双臂，人裁缝女第3次核对她的臂长尺寸。晾至末尾，门吱呀一声开了，露出木生的影子，她没有犹豫，径自走了进来。裁缝女发现这少年丝毫没有避讳的意思，而女孩也习以为常，连脸都不抬，心里有些诧异，收了齿，点了点头，便匆匆离开。木生这2日忙得很，尽管婚事已经一切从简，他要料理的事情依然堆满了案头，一整天都在东奔西跑，直到傍晚才抽出空来看林妙妙。他将睡位睡得倚在床上，半穿不穿的鞋子啪嗒一声落了地，他撩摆蹲下，握住他的脚踝，将鞋子穿了上去。他的手指有些凉，附在他脚踝上，将他骤然惊醒了。他低下头，木生正在由下往上看他。少年长而密的睫毛下是纯粹黑亮的瞳仁，眼形犹如流畅的一笔浓墨划过，在眼尾挑起个小小的尖，眼尾微微发红，妩媚的不动声色。这个角度越发显得她的美锐利而无辜。月老庙是你想的？她的声音很低，几乎像是在哄人睡觉。林妙妙软绵绵地倚在床柱上。她睫毛颤了一下，眸中有流光闪过。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她揉了揉酸痛的小臂，打了个哈欠。为什么从简？为什么是后天？他的语气带了一丝罕见的惶惑，似乎真的是在急切地请求他的点拨。他勾勾嘴角，扬起下巴，语气宛如嘲笑。子期不是很着急吗？他猛地一愣，旋即站起来，轻柔地抚摸他的脸，许久，竟然有些迷离地笑了，像是透过琉璃瓶看着里面垂死的鲜花。要是真的你就好了。林妙妙皱起眉头。你才假的呢。他微微一顿，白玉般的脸凑过去，非常克制地喊了一声妙妙。他抬起脸，垂下的睫毛轻轻颤，似乎在紧张的期待着慰藉，是一个相当虔诚的索吻姿态。林妙妙瞅他半晌，食指在自己嘴上点了点，沾了绯红的口汁，用力按了一下他的下唇。
紧赶慢赶的婚礼，天公亦不作美，从清晨开始就阴沉沉的天上聚集了大朵的云，空气中漂浮着发闷的潮气，在秋高气爽的长安，竟然嗅到了木头家具发霉的味道。镜子里金步摇像秋千一样无声摇晃，木摇修长的食指穿梭在她栗色的发间，伸手为她戴上繁复的头面。金凤衔珠，那串精巧细致的珠链垂在前额，最后一枚细小的珠子恰好印在嫣红花钿的花心。木瑶抿唇望着镜中人，灵妙妙的低头瞅着自己的手指，睫毛垂着，眼尾罕见的以红妆勾起，还没有来得及上正红的嘴唇。寻常的小家碧玉在这个时刻都会带上一丝平时不显的妩媚。妙妙，你看看。她有些生疏地扶住林妙妙的肩。林妙妙认真地往镜子里看，嫣红妆面，桃腮杏眼，出挑的鲜艳，一时将脸色苍白的木瑶衬得暗淡无光。木姐姐，她有些诧异，你脸色不好。木瑶苦笑了一下，从镜子里注视着她许久，开口嘱咐道：阿生他，却不知该从何说起，若是将真相告诉他，会吓着他吧。他踌躇了片刻，淡色的瞳孔澄清。他若是欺负你，你就来找我，不要忍着，知道了吗？林妙妙抿唇笑了，她反手握住木瑶搭在她肩膀上的手。木姐姐，木生这个人啊，可能跟你表面看到的不一样，但其实也没有那么不一样，你不要害怕他。木瑶一怔，旋即哑然。林妙妙竟把她要说的话抢先说了。她抿了抿嘴，眼角下的泪痣似乎在灯下闪着光。你不知道，阿生他。木姐姐，林妙妙又开口打断，倘若你10年的坐骑忽然发了狂，往前一步是万丈深渊，往后一步是平坦大道，你怎么办？木瑶顿了顿，下意识答：自然要临崖勒马。处境很危险，其实你可以撒开缰绳跳下马，任他自己冲下去的。可我既然能拽紧缰绳，为什么不试一试？相处10年，想必已经心性相通，即使发了狂，也不该。他骤然停住，脑子里嗡的一下，似乎明白了他话中意味。林妙妙拿起胭脂纸抿在唇上，眼中泛着明亮的水色，鲜艳的红唇微翘，望着镜子道：那就请你拉他一把吧，不要让他掉下去了。红盖头边缘垂着长而秀气的流苏，直坠到了林妙妙胸口。她走路步子很快，从来学不会矜持的轻移莲步，因而盖头上垂下的流苏就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摇晃，像是在雀跃。下了轿，木瑶小心地扶着她的手臂，轻声提醒：慢点走。长安城内最大的一座的月老庙就伫立在前方，天边浓厚的云层低垂，仿佛吸饱了水汽，下一秒便要滴落成雨。木瑶抬头望着发青的后云，眼中无声地露出一丝忧虑。来了来了，一溜杂乱的脚步响起，是表婶扔掉磕了一半的瓜子吆喝的声音。几个人这才在临时搬来的椅子上落了座，着急忙慌地保持礼仪。月老庙里有一座2人高的石塑像，塑像头顶的屋盖上还有一个大洞，呼呼漏着风。几天前表婶他们专程找了具维护寺庙的人，期望能把这破屋顶赶着补一补，结果对方回复：这洞是专程留的，子夜一至，月光从这洞里穿过，照在塑像身上，这月老就显灵了。修是不可能修的。表神仰头看看那个洞，看到了一小块阴沉的天，冻得打了个哆嗦，很久没有见过这么简陋的婚礼了。林妙妙的嫁衣是特意定做的，裁缝女心灵手巧，给她留了穿棉衣的尺寸，红色嫁衣里套了一件贴身的小袄，坦然站在那里，一点也不觉得冷。扶林妙妙手臂的力道一重，熟悉的梅花香袭来，她微微偏头，透过红纱看得到满是蜡烛摇曳的红光，身旁已经无声地换了人。一对新人携手走入庙中，走得很慢。他们身上的喜服是暗色调的，缎面光滑，并无多少珠饰。新娘身后掖出长长裙摆，暗绯色的衣服借了几缕室内的光，竟然有种慵懒的华丽。双排蜡烛在月老向前摇曳，点点星火如同河中飘灯。表叔清了清嗓子：嗨嗨，那就……眼前骤然一亮，随即轰隆一道雷响彻云霄，窗外的树杈被风吹得几乎要拔地而起。表婶惊叫一声，这座狭小简陋的月老庙内，除了新郎新娘毫无反应之外，其他人都吓了一跳。林妙妙低头看着裙裾下露出的鞋尖上2枚圆润的东珠闪着流光，她稍微换了个姿势，她虚扶着她的手臂即刻收紧了，既是安慰也是辖制，斩断了她退缩的后路。别怕，她的声音低低传来。林妙妙侧头不吭声。木姑娘，你看快要下雨了，别说这年久失修的庙能不能禁受得住一场狂风暴雨，就是头顶这个洞就是个大麻烦。没事，快一点吧。木瑶无奈地叹了口气，轻声催促。一切仪式都加速进行，外面的雷声越来越急，底下的亲戚也战战兢兢，木生却不慌不忙，
几乎是架着他一板一眼地拜了3拜。二人起身，面对着那座手牵红线的月老塑像。因年久失修的缘故，月老手上的红线都被风霜摧残的千疮百孔了，看上去像是在扯面，沾了满手的面絮。林妙妙不由勾了勾嘴角。少年敏锐的侧头，无声地盯着盖头后面。他的眉眼只看得到一点模糊的轮廓，他却有种错觉他此刻是高兴的。他垂下长长的眼睫，有些自嘲地笑了笑。除了他欣喜若狂，谁会真心高兴呢？立誓吧！慕瑶急促地宣布了最后一项。按这个世界的礼仪，要彼此双方许下诺言才算礼成。我要说什么？林妙妙开口问了今晚的第一句话，久违的声音脆而亮。慕瑶一怔，旋即低声提醒道：今生今世，不离不弃。好。他顿了顿，转向月老像，慢慢道：今生今世，不离不弃。话音落了，他却半晌不作声，大家都屏息等着他重复。室内一时间只听得到外面狂风折断枝桠的声音。阿生，慕瑶皱眉提醒。阿生，他又催了一声。他终于开了口，说的却不是既定的词。他的眼眸漆黑，眼角却发红，语气沉郁，带着偏执的痴气。生生死死，纠缠不休。最后一个字吐出的瞬间，天光骤然大亮，旋即轰隆惊雷爆裂，仿佛天上神奇用一记重锤砸裂了天穹。几乎是同时，天像是破了个大口子，暴雨骤然倾泻而下，哗啦，外面被浓重的水汽包围了，几人的惊呼被骤然埋没在这天地巨响中。趁水灌进庙里前，众人簇拥着新人匆匆离开月老庙。外面天色昏暗，雨点在浅浅一层路面积水上打出无数个细小的水窝。林妙妙门槛前停下了，有些踌躇地看着自己珍贵的羊皮鞋子。旋即腰被他揽住，身子猛地一倾，他将他打横抱起，义无反顾地踩进了满地积水中。绯红柔软的裙子在他手上叠成一堆，长长的后摆垂在他脚边一晃一晃，阿意艰难地给一对新人撑着伞，踉踉跄跄地跟着木生的步子走。少年微掀眼皮，黑眸也让水汽浸得有些湿漉漉的，平淡道：给你家小姐打着就行了。哦，阿意逆着他的神色，将伞轻了轻。木生掀开轿子帘，将他塞了进去，弯下的背上浸湿了一片，显出更深的颜色。客房内的蜡烛比平时多了1倍，案头、床头乃至墙角都是成排的红色喜烛，室内点点光明晕染成一片，几乎让人有些眩晕。帐子换成了旖旎的红色，林妙妙乖乖地坐在床上一动不动，裙摆夸张地铺在地面上，更显得她像是巨大花瓣中的小小一团。这场雨她一点也没沾湿。木生换下湿衣服才回到屋内，挥袖斩灭了沿路的半束蜡烛。屋里一下子昏暗下来，唯有环绕着新娘的一圈是亮的，昏黄的光照射着暗红的缎面，泛出暖洋洋的光泽。她的手指掀开盖头，露出女孩带着红妆的脸，唇上的颜色有些褪了，咄咄逼人的艳丽感却消失了。她双眸明亮，眼尾和脸颊俱是醉人的绯红色，花钿之上缀着一串灿然生辉的珠饰，像一朵娇嫩的桃花成了精。少年长久地望着她的脸，许久，眼底浮现出冰凉而满足的笑意。你知道这一天我等了多久吗？他旋身慢慢坐在她身旁，牵起她的手指放在唇边亲吻，几乎是在恳求。妙妙，叫我一声好不好？他看着她，偏偏保持沉默，木头人似的坐在她身边。他等不到回应，暗叹一声，眸中黑得深沉，望着他的目光迷离而复杂。半晌，他垂下睫毛，慢慢解开她大氅的系带，绯色的宽袖从背后落下，里面还穿着一件杏色的小袄。他的动作顿了顿，嘴角微翘，似是嘲讽，自言自语道：倒还记得不能动着。林妙妙袖子上还挎着脱下去的大氅，低头看着自己的小袄，没有任何举动。他接着解开她小袄的纽扣，将袄子也从肩头脱下，再往里便是纯白的真丝襦裙，两肩点缀的绣了2朵精致小巧的银线菊花。林妙妙最不喜欢穿厚重的中衣，出门在外，她一年四季都在最里面穿夏天的襦裙，不知是哪里学来的毛病。江南女儿家的襦裙上襦总是很薄，几乎是半透出白皙的肩膀和手臂。我这样你也不怕吗？他捏起她的下颌，与她对视。女孩神色恹恹，只是因为穿得太薄，骤然打了个哆嗦，头面上的坠珠左右摇摆起来。她似乎是再耐不住了，手臂一圈，将人狠狠压进怀里，右手掀起她头面上那串精致的垂珠，低眉吻在了她额头娇艳的花钿上。这个吻停留的时间极长，久到嘴唇从滚烫变得冰凉，林妙妙都怀疑她要贴着她的额头睡过去了。旋即，她松开手，拉开被子，将她塞了进去，抬手挥灭了所有的蜡烛。屋内昏暗，只剩月光，她将自己拢在黑暗中。
林妙妙已经形容不整地躺下了，她依然保持着坐姿，这个姿势相当紧绷，和她往常靠在树下睁着眼睛睡觉的坐姿并无区别。她一动不动，似乎被寒霜似的月光冻结成冰。窗外雷雨交加，急雨骤雨拍打着窗，吱呀作响。她仰头注视着昏红的帐子顶，迷惘地等待着天亮。这掺了毒的甜蜜，果真只有7天。7天实在太短，一眨眼就过去。天亮以后，会是决裂，还是怨怼？所有一切，他照单全收，这是他欠了他的。只是若要放手，绝无可能。细细的手指向上试探着摸上他的腿，像是虫子在爬。半晌，他的下巴枕上来，他就像是坐着被冻僵的人，骤然有了一点知觉。女孩在黑暗里眨着眼，声音很脆：“你还睡不睡觉了？”他骤然低头，林妙妙也坐起来和他对视。月色下，他眼中清清明明，毫不掩饰地闪烁着讥笑的光。妙妙，少年的眸子有一瞬间的呆滞，伸手去摸他的脸，他偏头避开，眸光像锐利的剑。他骤然僵住，感到从头至尾被冰水浇透了。提前醒了吗？还是……他冷笑一声，打量他半晌，笑容里怀揣着巨大嘲讽。你这么喜欢听我说我喜欢子期，我多说几遍给你听听。他的脸色骤然苍白，两顽童人漆黑润泽，整个人像是一戳就破的肥皂泡泡。他早就醒了，这些日子的羞辱、控制、圈禁，都是当着他的面，他所有的卑鄙、不堪、低劣，都彻底暴露在他眼前。他的手指开始抑制不住的微微发抖。这个瞬间，原有的局势翻天覆地翻了盘，他在居于颓势的基础上，再次一败涂地。林妙妙见他凝固成了一张相片，眸子里戾气褪尽，湿漉漉的黑眼珠里满是惊慌，脆弱的像个纸片人，憋了7天的气，也不忍心再讥讽下去了。他把挂在手臂上的大氅和袄子彻底脱下来，扔到一边，飞快地钻进了温暖的被子里。没有怕他。木生终于在千头万绪中勉强拉回神智，他将坐着，一阵战栗的喜悦爬上心头，纤长的睫毛颤了颤，似是不敢确定。那你还愿意和我成婚？别想太多了。妙妙打断，将沉重的头面从鬓发上卸下来，摆在一边，枕着披散下来的头发，扭头朝着他，眼睛亮闪闪。等你死了，我就嫁给柳大哥去。仿佛被兜头盖脸浇了一盆冷水，少年的脸色变了又变，身子都在微微发颤。所以啊，他的睫毛微微颤动，有些困倦地闭上了，语调脆生生，竟然辨不出是到底是反讽还是认真叮嘱了。你最好惜命一点，别死了。脑子彻底乱成一团浆糊。还有，明天开始你睡地上。他沉默了数秒，漆黑双眸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粉嫩的脸，终于于混乱中抽出了关键词。今天呢？他不自杀，不出走，不休夫，甚至不吵不闹，就已经将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防御墙彻底摧毁了。绝处逢生的庆幸，宛如溺水之人骤然吸进肺里的一大口空气，顾不得辨别是不是海市蜃楼。林妙妙哼了一声，翻过了身背对他，柔软的长发铺在床上，有些困了，声音蔫蔫的。今天就算了，将就一晚。他拉开被子，缄默无声地躺下，靠近他身边的时候，心跳竟然开始紊乱起来。他的白皙的脖颈近在咫尺，他悄悄牵起铺在床上的一缕头发，在手中暗自摩挲，又放在鼻尖轻嗅，眸光微有迷离。他身上的栀子香气笼罩了整个帐子。他终于冷静下来，脑子凉了，心里却在无声沸腾。鲜活的、真实的他，令他心神不属，又怯懦接近。太阳当空，林妙妙坐在妆台前的时候，还在克制不住地打哈欠。新婚之夜，黑莲花在他背后沉默地玩了一整夜他的头发，弄得他心里七上八下，睡也睡不安稳。因此，当他看到他在镜子里出现的时候，没好气地捧着脸看向窗外。大树枝叶被雨水濯洗过，青翠欲滴，茂密的树冠在2层窗外，仿佛一朵绿云。木生望着趴在妆台上的少女，她的头发一向是扎2个翘起的髻，灵动娇俏。他很少见到她梳头前的模样，栗色的柔软发丝垂下来，有的落在两颊边，其余垂在背上，露出白玉般的耳尖，显得她格外乖巧柔顺。他走到她背后，捏起梳子挨住了她的头发，林妙妙瞬间绷紧脊背，瞪着他：“你干嘛？”少年抿了抿唇，黑眸中流露出一丝委屈：“梳头。”我自己又不是没手。他从镜中望见他瞬间低落的神态，戛然而止，摆了摆手：“行了。”梳吧梳吧，他苍白的手捏着橡木梳子，一下一下从上到下，他的发丝握在他掌心，光滑柔软。他留恋地抚弄了好一会儿，才拿梳子沾了一下妆台上摆的梳头水。林妙妙阻住他的手臂，从背后看得见他颤动的睫毛：“你沾太多了。”“是吗？
你看看，林妙妙扬了扬下巴，心疼地瞅着那半瓶可怜的梳头水，这一瓶都快被你用完了。她看着林妙妙抓着她的手，拿手怕小心地擦去梳子上多余的梳头水，动作又轻又柔，没忍住骤然俯下身圈住她，将下巴轻轻搁在她发顶。梳头就梳头，这是干嘛？林妙妙的动作僵住了，飞快拿手肘顶一下她，起来。她不情愿地起身，似乎意犹未尽。好香。林妙妙从镜子里睨着她，香。你先前说这味道闻多了反胃，为了不反胃，还是少闻些吧。少年眸光一动，不吭声了，抿着唇继续梳他的长发，脸上似乎挂着些克制的委屈。林妙妙拿沾湿的软布擦去头上的花钿，因条件有限，婚礼简陋，这朵鹅心花不是贴的，而是他拿根笔自力更生描上去的。对了，他黑白分明的眼眨了眨，专注地看着镜子，边擦边道，以后别亲这个，这是朱砂，吃了中毒。他的动作骤然一顿，低垂的睫毛颤了颤。半晌听不见他回答，林妙妙抬眼，赫然发现他耳尖通红。结婚对于捉妖人来说，只是人生中一件小事。数日后，两队人挥手作别，各往目的地而去。太仓和吴方镇都需要南行，缺了柳福一的主角团和林妙妙的娘家代表团，就这样有了一段共行的航路。临下船前，表婶握着妙妙的手，飞快地讲了一路的女德女训，为人妇道。林妙妙边跑神边默默听着，时不时地配合地点一下脑袋。依我看呀，咱们妙妙用不着这些。表婶一句结语否定前文，将她一只手臂亲昵地抱着，远远地回头看了一眼甲板上站着的木生，眼中满意之色溢于言表。木生黑色的袍角在狂风中飘飞，江上的雾气笼罩了他的背影，船头的少年伫立在雾中，平白显得有些纤细，轻灵的似要乘风归去。你嫁的不是一般人，妙妙。他夸张地拍拍他的手背，成婚以后你就好好玩，可继而地逛女人嫁了人，生了孩子，便被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困住了，谁都不像你一样，比当姑娘时还要自由。他的语气亲切，眼角带上了一点点湿润的泪光，活得高兴最重要。孩子不急着要，家也不着急定，跟着姑爷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好，哪像我们这群人，下半辈子都在小院子里过活。听他的话，似乎将自己全部的神往都寄托在妙妙身上了似的。表叔在旁听着，捻须的频率越来越高，终于忍不住酸溜溜地开了口。多，别说，教坏了孩子，说的好像你嫁我多委屈似的。表婶嫌弃地瞟了他一眼，叉起腰，你当初长得不如新姑爷3分俊，我嫁你难道不委屈吗？二人娴熟地拌起嘴来，拉拉扯扯地进了船舱。表婶在吵架的空隙，还抓住机会远远地喊，妙妙，记得早点把姑爷带回家给你爹看看。哎，林妙妙站在船舱边，哭笑不得地抱紧了怀里的行李，招了招手，最后嘱咐阿义，回去跟爹爹说一声，等我们从吴方镇回来就回去看他。阿义听着，表情有点不舍。知道了。木生走过来，站定在他身边，望着他。下船了。大船经停吴方镇，茫茫大雾扑面而来，整个镇子似乎是架在水上，码头只见浓雾，不见人影。经久不散的大雾和茫茫水汽，使得这里看起来总有种半梦半醒的迷蒙感。林妙妙看着木生漆黑润泽的双眸，瞬间明白他这样一双湿漉漉的眼睛打哪来的了。撇去父母给的基因，毕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行李给我吧。少年低眉望着他，伸出手，语气里竟然有几分温软的央求。林妙妙将包裹塞给他，提起裙子随着他下了船。他的脊背紧绷着，带着出来陌生环境的警惕和戒备，唯有扎高的头发上皎洁的发带似乎放松得很，被风吹得慵懒摇摆。林妙妙微微叹了口气，子期还不知道吧？这里其实是你家乡。第3卷完。吴方镇的秋比别处都要凉，白雾里带着刺骨的潮气，似乎蕴藏着无数针尖大小的冰花，挨到皮肤便立即化开。眼前的渠塘是皖江的一条细小支流，两岸长满了丛生的香蒲，高过人的膝盖，像是大地茂密而干枯的毛发。主角团赶路，一向爱抄近道，往丛林荒地里面钻，水塘里连座像样的石板桥也没有，只有几块尖锐的石头裸露着顶部。阿生，木瑶回头一望，眼中有淡淡诧异，这不是暗河，这只是一条普通的浅浅的没有任何危险性的小水塘。木生背上背着半睡半醒的女孩，头也不抬地迈进了水里。他走不了。木瑶一时哑然。林妙妙搂着他的脖子，眼睛都快闭上了。他愿意背，他也懒得沾湿裙角，随他去了。悬着的腿晃了晃，他忽然倾了倾身子。木生微微侧头，从他的角度看得到他睫毛的弧度。怎么了？
我的鞋，他抬了一下右脚，隐约露出裙摆下纤细的脚腕，要掉了。他晃了晃脚腕，想让他帮忙勾一下。他顿了顿，反手飞快地将他一双鞋子脱下来，并成一双，顺手揣进自己怀里，掉不了。林妙妙羞耻地将一双赤足蜷起来，藏在裙子里，不想再理他了。他的手却再次向下，捏住他的右脚踝，摩挲了2下，眸子乌黑，冷吗？不冷。他腿一缩，气急败坏地挣开，还在他没来得及收回的手上踩了一脚。少年骤然让他踩了一脚，睫毛一颤，蓦然捞住他膝弯，乖乖的不再言语了。一安静下来，林妙妙立即犯困了。察觉到背上的女孩呼吸渐平，暖融融的身子软绵绵的，搂着他脖颈的手有越来越松的趋势，他手臂收紧，唤了他一声：别睡，掉下去了。林妙妙骤然惊醒，下意识搂紧了他，眼睛都睁不开，在他锁骨上拍了2下，不耐烦地哼唧起来：掉不下去，不是有你拖着吗？木生从一溜石头上踏过，跑脚已经浸在水中，他石榴红的鲜艳裙摆揉着，像一捧柔软花瓣，紧紧压在他袖口下。少年一面走，一面望着流淌的溪水出神。他想自己可能是疯了，连这随口的一句话，他也觉得幸福的眩晕。慕瑶早就过了河，耐心地站在岸边，等着木生慢吞吞地过来。他将人背过了河，轻手轻脚地放他下来，由背着改为抱着，径自抱到了一棵树冠硕大的榕树下树荫下，平稳地坐了下来。少年抬眸，黑润的眼珠望着慕瑶：阿姐，休息一会吧。这商量的句式，用的却是平淡的决断语气。好。慕瑶神色复杂，坐在了一旁，看着他低下头，无比耐心地帮他穿上鞋，旁若无人地玩弄起了怀里女孩鬓边的头发。林妙妙从梦中惊醒，睁眼看到的是满天绚烂的晚霞，一行大雁凝成小小的点往南飞去。她泛着水光的杏子眼呆滞地望着天，旋即转了转，看到了天际沉滞的暮色。她发觉自己躺在木生怀里，他的手指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绕着他的头发，丝丝缕缕地痒。后背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而隐隐作痛。他还有些混沌，明明记得出门的时候还是烈日当空。他骤然坐起身来，满脸通红，又惊又惧。我睡到晚上了。黑莲花竟然任他睡着，不叫醒他。一回头便看到慕瑶靠在不远处的树下，一动不动，生无可恋地看着他们，似乎等成了一座望夫石。为着他一个人，居然延误了整个主角团查案的进度。林妙妙心中的自责顿时泛滥成河，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没关系。木生混不在意的应，伸出手十分认真地帮他正了正头上睡歪的发钗。谁跟你说话了？林妙妙拍开他的手，手脚并用地爬起来，沮丧极了。木姐姐，是我不好。没事的。慕瑶无奈地笑了笑，语气温和怜惜。妙妙这几天可能也是累了，困了就多歇歇，晚点走也是一样的。走到吴方镇城内的时候已近黄昏，街边的灯笼都逐次点亮了。慕瑶拦住匆匆归家的行人：您知道花折在哪里吗？那人蓦地笑了，似乎听见了什么笑话。瞧见这些灯笼了吗？他伸手指道旁酒肆璀璨的灯火，说话还带着南部特有的口音，顺着这些亮光走下去，自然就能找到了。是吗？慕瑶回头望着街，似乎有些半信半疑。那人讥诮的一笑，不太满意他的表情。镇上的人可能不晓得皇城在哪里，但酒楼酒肆肯定找得到的。三人谢过了他，拔足朝着大街深处走去。吴方镇是个小镇，统共也没有多少人，连码头都显得格外萧索，却有一整条街的餐馆酒肆，灯火灿然，夜夜笙歌。这座城隐在迷雾中，自顾自醉生梦死。沿着两旁灯笼一路前行，慕瑶忽然驻足，指着头顶的匾额：到了。林妙妙抬头一瞧，果然见到破旧的牌匾上斑斑驳驳的两个扁扁的隶书字体花折，大门敞着，连个门迎都没有，却时不时有三三两两的人相互簇拥着迈了进去，生意显见得不错。花折的楼族3层，是比两旁的建筑大了一圈，从上未毁坏的雕栏玉柱，依稀可见旧时如何富丽堂皇，只一点太破败了。大门和匾额上的漆面是剥落的，金属生了锈，门口2座石柱上面雕刻的狮子，头顶上长满了青苔，看起来未加修葺，连悬着的红灯笼看起来都比旁边店家昏暗一些，像是坐落在新街上的前朝旧古董。慕瑶与妙妙对视一眼，面色隐隐凝重。进去吧。柳福一选的地方果然不同凡响。沿着蜿蜒的主廊进入，南北天井投下凄清的夜色，廊上灯烛荧黄，闪闪灭灭，一直延伸到远方。木生的眉头微微一蹙，似乎那主廊侧边本应有无数人影晃动，衣香鬓影，轻歌曼舞，光华流转。可是再瞧，只有寂寂夜色，冷落门庭。怎么了？
妙妙望着他的脸色，没事。他收回目光，望着他的眸光里倒映着昏黄烛火，显得格外柔软。妙妙一顿，也放低了声音，不舒服说话啊。他眸光动了动，半晌看着他点点头。这一路上的景幽静凄清，看起来足像是酒肆资金不足倒闭前的惨状，一直到大厅里，林妙妙的印象才有所改观。酒肆一层坐满了人，喧闹嘈杂，觥筹交错，一股热闹的人气混杂着酒菜香气扑面而来，霎时冲淡了进来之前的破败凄清。大厅里的桌椅已经加到了饱和状态，人从桌子间通过都要侧着身走，食客们扭个身都随时有可能擦到另一桌人的后背。小二只有一个，两手都端了托盘，恨不得再在头上顶一个，在这迷宫般的大厅内飞快地绕来绕去，大约是应付了太多人，脸上连笑影也没了，满脸的不耐烦。李兄，这个酒楼好是好，怎得名字里带了个折字，不好听。身后一桌两人对酌，需要大声说话才能让对方听得清楚。你有所不知，此楼原身是吴方镇最大的秦楼楚馆花折，取的是有花堪折直须折，今宵有酒今宵醉的含义。多少王公贵族从京城远道而来，跑到吴方镇为花折腰。对手的公子也艰难地扯着嗓子喊，你以为大家都是为了什么来？乃是为了看一看这一折的风采。这楼里可还有姑娘？那人身子前倾，显然来了兴趣。对手的解答者晃了晃筷子，头也不抬，没了，早没了。这里换了4、5任老板，早就不是妓馆了。哦，他有些失望地嘬了一口酒。不过还有个保留节目。公子笑吟吟地卖了个关子，我先不说，一会儿你便知道。现场已经混乱一片，满大厅的人吃得如火如荼。主角团见小二顾不上伺候，便自行寻了空桌坐下来，亲力亲为地倒了茶。慕瑶捡起桌上的菜谱，递给了妙妙。妙妙看着菜谱，密密麻麻一板蝇头小字，还是竖排，头一阵发昏，便将菜谱塞给了木生。你点。木生顿了顿，垂下纤长的睫毛。你想吃什么？他一时半刻想不出，他已经非常贴心地低声念起来：盐水鸭、素什锦、桂花拉糕、冰镇酒酿、赤豆元宵。这个吧。他喊停。他停了。哪个？赤豆元宵。他点点头，将菜谱合起来，递给慕瑶。林妙妙拦住他的手，黑白分明的杏子眼望着他，你不点。木生微微一顿。不用了。妙妙的眼睛眨了眨。没有喜欢吃的吗？他的黑眸潋滟，水光之下略有些茫然。那我再点一个。林妙妙瞧他这模样，毫不客气地夺过菜谱，装模作样地扫了一眼，杏云糕。说完，斜睨着他，着意观察他的反应。甜的。回忆碎片里，容姨娘端了一盘给他，说那是他儿时很喜欢吃的东西。木生闻言，眼里未起波澜，只是有些疑惑。我刚才没念杏云糕。林妙妙的装模作样被拆穿，满脸通红的将菜谱塞给他，脆生生道，就是很想吃，那你找找上面有没有。木生低眉，一目十行地看下去，竟然真的在一排糕点中找到了这3个字，杏字上头还拿笔点了个圆圆的点，想必是推荐的意思。少年眸中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笑意，他倒是会吃。他的指尖停在那个圆点上。有。那就点。慕瑶忽然发出一阵惊呼，妙妙抬起头，席上赫然多出了一身黑的柳拂衣，似乎是风尘仆仆赶来，渴得连喝了3杯茶水才缓过来，喝完才顾得上谴责地看着木生。阿生，我给你烧了一路的通讯符，你怎么理也不理，追得我腿都快跑断了。阿生。慕瑶惊异地扭头去看木生，少年眼睫半垂，充耳不闻，眼尾的弧度在灯下清冷又妩媚，隐隐带着一丝讥诮。林妙妙却很兴奋。柳大哥，你和穆姐姐是不是明天就要成婚了？啊！柳拂衣一口茶水差点呛在喉咙里。慕瑶的目光又转向了林妙妙，两人面面相觑，俱是满脸震惊。忽然从背后传来了清脆的梆子声，旋即大厅里像是被按了静音键一样，瞬间安静下来。一个红鼻头的老头穿着彩色布片缀成的破袍子，花里胡哨地站在了大厅中央，一手敲梆子，一手捋着花白的胡子。各位，又见面了。众人饭也不吃了，放下碗筷，鼓起掌来，欢声雷动。他笑眯眯地微一颔首，四下致意。今天我们讲吴方镇慕容氏与赵家公子的故事。话音未落，大厅里竟然响起了如潮的掌声和口哨声，活像是大明星开嗓。身后那一桌对酌的人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得意的笑。瞧见了吗？这就是那保留节目。这慕容氏是什么花呀？有人横出一嗓打断。老头摇摇头。慕容氏不是花，甚至他的名字都没有刻在牌子上，因为这名讳也不知真假。
大厅里一阵低低的骚动，似乎是很不满的喝起倒彩。那个发问的人再次提高声调：那讲他作甚？上次玉兰花无香系两难的故事精彩，何不接着讲无香？座下人纷纷应和。慕瑶脸色涨红，左右看了看，果真发现四周坐的大都是年轻男子，脸上更加挂不住了。身后那桌还在滔滔不绝科普，这老头在此每日讲一小段故事，供在座食客消遣，讲的都是从前在花折里发生的事。他的尾音带上一点轻浮之意。从前，就是当花折还是妓馆时的故事，每个姑娘花名之上还有一个雅号，那人说的小玉兰便是无香姑娘的别称。传说花折挂牌上9981朵花，琳琅满目，各有风姿，这老头已经讲到49朵花了。对手那人笑了，果然来这里吃饭，倒是为了顺便听听这香艳故事。公子嘬一口酒，感叹香艳但不俗气，精彩的紧。林妙妙仰头打量大厅内装潢，2层还留有未撤去的纱帘珠帘，细节里保留了些明艳的粉气，透过老旧的木楼梯，仿佛能想到当初女子们扭着细腰，拿着手帕踏上2楼的情景。诸位听我说，老头伸手安抚不满的食客，你们定是想这慕容氏必定貌若无颜，才不能上木牌，冠以花名，可对？事实恰好相反，慕容氏冰肌玉骨，天人之姿，花折的老板刘娘想不到哪一种花衬得上她，只得将她藏在3层冬暖阁里，做匣中珠玉，非王公贵族点名相见，绝不出来抛头露面欧，底下的人立即便被镇住了。自古以来，美人越是神秘高傲，越是引人注目。老头满意的扫视一圈，接着道：故事要从赵公子落脚无方镇开始讲起。赵公子其人，谁？高门大户的公子爷，身份尊贵，相貌更是万里挑一，从10几岁起便被各色贵女竞相缠绕，不胜烦扰。因而赵公子脾气极傲，尤对向他示好的女子几乎不拿正眼看待。3言2语引得座下人入了境，兴致勃勃地听。这一年，赵公子推拒了2、3门婚事，又拒绝了数十次表白，心里烦得很，便借由办事，跑到吴方镇来散心。咱们这镇子最出名的岂非吃喝玩乐，酒肆成排，半夜还灯火通明，最让游子乐不思蜀，流连忘返。那一年，上元节里非但有灯会，还有烟花盛典。赵公子想看烟火，但又不想挤人，便着意观察了一番，看上了城南一座人迹罕至的小山，攀上山顶，又能俯瞰镇子，又能仰望天穹，实在是个妙处。于是从前半夜起，赵公子便独自上山，山中只有条废弃多年的小路，路很陡，草又荒得很，到处都是虫子，他满头大汗，形容狼狈，走了1个时辰，才攀了1/3，不由得有些泄气。忽然闻见一阵香风，抬头一瞥，见得前面有个白色的影子，原是个窈窕的姑娘，独行上山。那着素衣的背影如履平地，走得很快，似乎不受山路所扰，一鸟细腰，不盈一握，衣袂飘飘，既无汉字，也没有沾染灰尘，真像是天上仙子。赵公子心中好奇，便快走几步赶了上去。姑娘回过头来，见了生人，十分吃惊。她面上缀着一块白色面纱，遮住了大半张脸，只是光看露出的那双眼睛，真当得起眸似秋水，眼波流转，却不是一般的水，简直是西子湖的潋滟山水，明明不安风情，却一眼就苏到人心里。啊！下面滴滴一阵吸气声，老头眼中似有一闪而过的得色，接着讲，赵公子便愣了一愣，旋即压下心中的震惊，解释道：在下非是唐突，请问姑娘何故一人上山？那仙女一般的姑娘眼中竟然露出无措的情绪，似乎是害怕自己的行为不被准许似的。她开了口，那声音如丝绸扫纱，听得人心头震颤的她小心的轻声答：我来看烟花的。哈众人心头有了数，天下姻缘正是无巧不成书。趁着这个停顿的空隙，慕瑶低头悄悄地问了柳拂衣一句：你跟殿下怎么说的？酒楼里烧着炭火，热气熏蒸酒气，柳拂衣擦了擦汗，脸上有些赧然之色。得了地基的命令遁出来的。凤阳宫外重兵把守，盔甲折射出冷光，人人严阵以待。地基驸马跑了佩云的快步，走到妆台前，镜中倒映出他脸上凌厉之色。端阳正在悉心描眉，这次大病一场，他的小脸有些发黄，期望能用妆将病容遮掩一下。闻言手上一颤，罗子带便断了。他挑起画了一半的眉毛，连脸上骄纵都有些有气无力的，咋咋呼呼的，还当是什么事呢？地基，您就这样把驸马放走了？佩云瞪大眼睛，抓住他的手臂，由于太过用力，指甲掐进了他的皮肤里。少女惊叫一声，急忙推开了他，大胆，你弄疼我了。佩云倒退几步瞪着他，默不作声，浅色瞳孔浮现出了一丝冷意。柳大哥心从来不在我这儿，
强留他也没什么意思，显得我端阳小气。端阳揭开衣袖，小心地吹了吹被掐红的皮肤，本想呵斥佩云几句，身上又一阵无力，让他扶着额头趴在了妆台上，抱怨道：本宫已经好了，不会咬人，也不会乱跑，让皇兄把外面的人撤走吧，这么多侍卫，看得人心烦。佩云一动不动，只是看着他，冷冰冰道：帝姬，您怎么能不经我同意，便私自将驸马放走？你，帝姬抬起通红的双眼，终于发出了有气无力的呵斥：本宫是帝姬，宫里的人想留就留，想放就放，还需经过你同意吗？佩云冷哼一声，走到妆台前，瞄着端阳倒映在镜子里的蜡黄小脸，语气中带上一丝尖刻：您可知道柳芳是何故不喜欢你？奴才们谄媚，未敢告知真相，目视女之貌，远在殿下之上。胡说！端阳打断，气喘连连，想把他压在肩膀上的手拨下去，几次都没能成功。本宫自是相貌姣好，不输慕瑶，柳大哥不喜欢我，不过是因为他很不情愿地承认，不过是因为本宫的性子不大讨人喜欢罢了。佩云冷笑一声：殿下还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何止是不讨人喜欢，简直是令人作呕。你，端阳半趴在妆台上，瞪大眼睛，气得浑身颤抖，话都说不完整。反了你怎敢？佩云死死按着他，锐利的目光如冷箭。若不是您生在帝王家，大家连这一2分好脸色也懒得给你，如此飞扬跋扈、嚣张恶毒又愚蠢的女人，也配做我华国帝姬？胡言乱语，住口！告诉你，非但是柳拂衣，这河宫上下没有一个人是真心待你。奴婢们在背地里嘲笑你自以为是，陛下对你不过是歉疚使然。端阳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脸色浮现出反常的潮红。住口，给我住口！佩云的语气却渐渐放柔了，带着一丝蛊惑的味道。就连你的亲生母亲也曾经想过烧死你，把你当作不值钱的柴火棍，一把火点了，去扑他亲生儿子的光明大道。你多可怜啊，李松敏！他将气得不能说话的帝姬耳侧的乱发别到耳后，眼中带着嘲讽的意味。所有的人都希望你去死，你不觉得愤怒吗？镜中，端阳的瞳孔骤然放大，他和身后的佩云同时定住了，随即齐齐颤抖了一下。佩云像是被抽了骨头，软绵绵地倒了下去。端阳却从妆台的桌子上坐直了身子，栗色瞳孔被灿烂的阳光照射着，像是名贵的猫儿宝石样的眼睛，有种异样的绮丽。帝姬开始慢悠悠地给自己梳头，对着镜子一根一根地插上簪子，食指点了点胭脂，慵懒地拍在自己唇上。最后，她捡起那半截断掉的罗子带，不紧不慢地补全了方才画了一半的眉毛，眉尾斜飞，锐利如剑尖。端阳身上大氅上以无数小珠片绣有长尾绿孔雀，在阳光下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泽。她裙摆曳地，手中提了一只6角灯笼，踩着阴雅的落叶，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林木掩映的偏宫。帝姬，门口的侍卫面面相觑，都有些诧异，帝姬怎么来了？华国最尊贵的少女浓妆艳抹，不怒自威，她眼也不抬，语气平平：我想进去看看母妃，可是陛下交代过，不准外人进去探望赵太妃。荒唐！帝姬轻启红唇，脸色愈发显得淡漠威严，我岂是外人？说话时她抬眼一瞥，那眼神像是风情万种，又似冷若冰霜，语气像是嗔怪，又像是责难，令人心头冷不丁颤了一下。两个侍卫对视一眼，有些忌惮地让开了路。端阳的眼尾是绚丽的花色，提着6角风灯，拖着长长的尾摆，不紧不慢地踏入了进宫。林妙妙往椅子上一靠，将碟子往旁边推了推，吃不下了。小碟里的6块杏云糕剩了3块，色白似云，如同切得方方正正的纯白雪块。方才他、慕瑶和柳拂衣各尝1块，木生没有动筷子。木生望着眼前的碟子，侧头看他：你吃了吧，别浪费。女孩一眨不眨地注视着碟子里的糕点，语气随意，脸颊却有些发红。木生望着那盘糕点，迟疑了片刻，他已经挽起袖子，小心地拈起1块，不容置疑地搁在他唇边。诺。少年眸色暗了片刻，嘴唇先在他白生生的手指上半吻半蹭地碰了一下，才在他羞恼的松手之前，张嘴飞快地咬住了糕点。林妙妙切齿地盯着自己的手：你这人！木生满脸无辜地嚼着杏云糕，眸中飞速地划过一丝笑。杏仁的清香袭来，甜味柔软如云朵散开，竟是一种有些亲切熟悉的质感，像是不会走路的孩子牙牙笑着触摸母亲裸露的手臂的温热感觉。他顺着那感觉走神，太阳穴便猛地锐痛起来，仿佛迷路的人在林中无意踩到了陷阱。他闭眼定了定神，将杏云糕咽下去。不好吃吗？林妙妙见他脸色发白，心骤然提到嗓子眼里。木生的黑眸望着他，半晌才道：好吃。
你这种表情，我还当糕点里有刺。林妙妙舒一口气，拿筷子敲敲碟子边，杏眼里有一点笑意，这2块也是你的。从成婚第2日起，黑莲花就打地铺睡在了紧挨着床的地上，睡得乖巧安静，毫无异议。林妙妙和他比邻而居，相安无事，日日酣梦，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他醒的时间照例比木生晚1刻钟。他披头散发坐在床上的时候，木生已经把地铺的褥子卷好，靠在一旁出门去了。目光再转，看到床头柜上蹲了一只孤零零的苹果兔子，兔子屁股朝着他的脸，看起来说不出的委屈。林妙妙不屑地斜睨着苹果兔子，睨了半晌，觉得有点渴，便顺手拿起来啃了。正啃着，木生捏着梳子出现在眼前，黑润的眸子乖巧望着他，眼里含了一点笑。好吃吗？林妙妙吃人嘴短，仰头有些尴尬地应了一声。他点点头，居然拉出凳子坐了下来，耐心地看着他吃苹果，梳子捏在指尖，在桌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你在干嘛？林妙妙疑惑。少年抿了抿唇，眼里竟然同时浮现出跃跃欲试和惴惴不安2种矛盾的情绪，顿了顿，才道：我帮你买了新的梳头水。哦，妙妙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我1整瓶。他补充。林妙妙心里竟然泛出些许愧疚来，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梳子的齿，似乎在无声地缓解心内的紧张，漆黑的眼里含着一点轻微的光。我可不可以帮你梳头？吃软不吃硬的女孩眨了眨杏子眼，有点被她的模样哄住了。你上一次可没有这么客气。她放下苹果，擦了擦手，配合坐到了妆台前。林妙妙不知道木生对她的头发到底为什么表现出这么大的兴趣，只知道头发到了她手里，没玩个半小时，她是绝对放不开的。她从镜子里看着少年以一种轻柔到几乎暧昧的手法玩弄她的头发，如坐针毡。在她又一次试图吻她发丝的时候，严肃提醒了一句：子期，好好梳头。木生动作一顿，抬起头，黑眸委屈地望向镜子，见镜中女孩的柔顺的发丝中露出个精灵似的耳尖，脸颊红扑扑的，也正强装镇定地望着他，心里像被猫爪子猛地挠了一下。妙妙，他语调平静地建议，以后在房间里可不可以不扎头发？为什么？林妙妙的睫毛颤了一下，如坐针毡的感觉更强烈了，连说话都有些打飘。好喜欢你这样，他语气中的平静维持不住了，轻声说着，慢慢俯下身来吻在他颊上。林妙妙心里暗叹一声，没有躲开。算了，就让他亲一下吧，以后再也不能让他梳头了。他低头，桌上摆着一瓶崭新的梳头水，瓶子上精致地刻了一朵栀子花。吴方镇的胭脂水粉精巧细致，品类繁多，就连瓶子都比其他地方产的精致，是女孩子最喜欢的模样。瓶子旁边还摆了几盒色泽鲜艳的胭脂。木生不舍得放开他，撩了撩他的头发，见他盯着桌子看，便轻声道：这些也是给你买的。林妙妙拿起一盒看，有些迟疑，我从没用过这个红。那便试试。他不以为意，我帮你涂。不用。林妙妙立即拒绝，瞪着镜子，挫败地发现折腾了半个小时，她的头发还是没梳起来。主角团在吴方镇落脚的第2天，柳福一就非常贴心地为他们找了一套不算大的新宅，安顿下来，做好了住上10天半个月的打算。带小园的宅邸比局促的客栈舒服得多，只是宅子荒了许久，很多家具都是新置办的，床上的帐子都没来得及装上。这几日白天的工作就是分头东奔西跑，在集市上将零碎的生活用品买齐全。因林妙妙要裁贴身新衣，周围都是女眷，便赶木生先回去，自己扎进夫人小姐堆里挑挑拣拣。量完衣服，时间还早，林妙妙在店里转了转，又精心选了新帐子，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宅子。妙妙的步伐轻快，手底下这帐子简直是她在这个世界见过的最有质感的帐子了，深墨绿色的，有点复古典雅的质感，摸起来像是胶纱，却远比胶纱柔软。更妙的是，店主说这款布料既透光又绿光，能将阳光柔化的不那么刺眼。谁知当他坐在床上将帐子展开的一瞬间，木生的脸色唰地一下变了。这是什么？林妙妙边理帐子角儿边随口道：我新买的帐子呀。木生快步走过来，盯着他手里的帐子，语气有些异样。别挂这个。为什么？林妙妙惊异地抬头，发现他的表情格外不对劲，像是被夹住了尾巴的小动物，奋力挣扎却挣不脱的惶惑。这帐子怎么了？他纤长的睫毛动了一下，半晌才谨慎地吐出了一句话：这个颜色不好看，可是我挺喜欢的。林妙妙有些失落瞅着他，又爱不释手地摸了摸柔软清透的帐子，你看多了就顺眼了。他抿抿唇，困兽犹斗。我不喜欢。
林妙妙心头火起。事实上，自从成婚以来，木生对她几乎百依百顺，时间久了，便将她惯得有些晕头转向了。现在他骤然提出激烈的反对意见，他不太习惯，登时恼了。我自己的床，我喜欢就行了，你要看不惯，睡到隔壁去。少年缄口，眼睁睁地看着他气鼓鼓地将那墨绿色帐子一个角一个角地挂上去，阳光从帐子顶滤下来，一点点亮光镀在他额前柔顺的发梢上，他稍一抬下巴，那光斑便滑动到他微张的唇上，那嘴唇看起来娇嫩的似某种糕点。他眸光暗沉，强灌了自己一杯凉水，定了定神。林妙妙挂完了帐子，敏捷地牵起裙子跳下床，快走几步到了柜子前，从柜子里取出了几样物食。叮叮当当，他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听到这声音，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又是什么？林妙妙微一转身，让他看到了怀里的东西似串串起来的铃铛，那式样和声音。梦中那香艳的场面登时席卷而来，他额上都生出一层薄汗，尾音有些颤抖，从哪儿来的？哎呀，你哪来的这么多问题？林妙妙满头大汗的在床角系铃铛，绑了好几次，丝带都往下滑，累得她手都酸了，还是没绑紧。在金阳坡，我见到石娘子卧房床上四角挂了铃铛，很漂亮。石娘子见我喜欢，就送了我4只铃铛。别挂这个，她语气里带了几分央求。林妙妙哭笑不得，这铃铛又怎么碍着你了？晚上会响，吵你睡觉。她漆黑眼眸盯着他，错觉间有点楚楚可怜的味道。哦，怕吵。林妙妙抿了抿唇，真诚的保证，我睡觉很安分的，不会响，吵不到你的。可是铃铛串又往下落了，他挫败地缩回手臂，用力敲了敲，挂不上。他想起了什么，回头道：子期，你能不能帮我挂一下这个？木生站在桌子旁边，面色茫然地喝了3杯冷水，见女孩满眼希冀地盯着自己，浑浑噩噩地便走过去了。好在他将铃铛递过来以后，便拎起裙子下了床，只远远站在旁边看。他跪坐在床上，手心出了一层薄汗，将铃铛牢牢系在床角。他稍稍一动，那铃铛便响，帐子里的光晕变晃，弄得他手足无措，六神无主。答应他就是自虐。他正万分艰难地挂着，猛然床一沉，他一低头，猝不及防看见妙妙的脸。他合衣躺了上来，领口微开，露出一点细嫩白皙的肌肤，正眨巴着一双杏眼，无辜地仰视着他。你这是？他喉头一阵发紧。我躺上来感受一下。林妙妙躺在新帐子下，满心都是欢喜，左边滚2下，右边滚2下，越看越喜欢。无意中一抬头，见他黑漆漆的眼盯着他不动，奇怪地笑道：你挂你的呗，管我干嘛？他又换了个位置，他的膝盖无意中顶住了他柔软的腰肢，那一块热源似乎从膝盖敏锐地传遍全身。他手上抖得越来越厉害，只觉得床上似乎淌的是一团火，烧得他像是被烘烤的出现数道裂纹的陶罐，就快就快。他低眸一望，心里一片绝望，向下无声地拉了拉衣摆。你可不可以先下去？林妙妙发觉他的身子在微微颤抖，再一抬头，他脸上浮现出了一点潮红。大约是他躺在这里碍了他的事，才让他挂得这么吃力。他一咕噜爬起来，拎着裙子退到了一旁。好，望着他的脸色又有些歉意，你慢慢挂，别急。他的睫毛抖着，像是没听到他的话，动作飞快地挂完了4个角，撑了一下床，夺门而出，掀起一阵冷风。哎，林妙妙疑惑地望着木生的背影。深夜，林妙妙正如他保证的那样，安分守己地睡觉，睡得4平8稳，一动不动，静谧的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睡不着，怎么可能睡得着？他无声地从地铺坐起身，悄无声息地将中央围拢的帐子掀开一个角，女孩平躺着睡，一手放在腹部，随呼吸起伏，另一手随意搭在床畔。他坐在床边，小心翼翼地牵过她的手，轻柔地吻她的手背。他的手指微微一动，他便立即僵住了，随即他的手动了，慢慢抚上了她的脸，又向上移动到了她的额头。他在黑暗中心跳砰砰，一动不动地感受她的触摸。怎么还没睡啊？妙妙睡得迷迷糊糊，尾音里带着诱人的软糯，显得毫无爪牙。他冰凉的手指在他额头上停留了一会儿，温声道：是不是太冷了？要不上来睡吧，你的被子薄。他半梦半醒中嘱咐，甜甜的声音微有点哑，异常亲切动人。还是不要了。少年的黑眸在夜里闪光，艰难地拒绝。那就算了，好好睡。他翻了个身，接着睡去。背后却一阵窸窸窣窣，旋即铃铛叮当作响。他还是爬上来了，非但爬上来，还将手试探地搭在他的腰上，轻轻一揽，将人一点点拖进了怀里。
林妙妙没有挣扎，她困得眼皮都睁不开了，只是嘟囔道：“别乱动。”木生低头，他倒是先把台词给抢了。怀里的人呼吸平稳，睡得一派安宁，毫无戒备地依在他怀里。他沸腾的热血也慢慢平息下来，抱着那暖融融的一团，嘴唇小心地碰了碰他温热的颊。林妙妙睁眼，眼前是木生穿的整整齐齐的衣服上绣的麒麟花纹，他的鼻尖快要贴在他衣服上。他身上是清爽的凉，连淡淡的熏香也是带着沁寒的冷香，即便他的手圈在他腰上，也没有让他觉得被压迫的难受。靠着他就像靠着上好的绸缎床帘，有种奇怪的、尊贵的、奢靡的舒适。木生觉察他醒了，慢慢靠近，吻从他额头小心落下，试探着下移，印在他红润的嘴唇上。他的睫毛颤了颤，身子动了一下，却没有挣扎，甚至抬了抬下巴，方便他亲。他心里即刻有了计较，刚睡醒的时候是他最乖、最没脾气的时候。他的手臂收紧了些，吻得安静而小心。林妙妙心里微微一动，眼前这人表里不一，剑走偏锋，从头到尾一丝不苟地践行着不是好人、冷酷、暴力、嚣张的模样他都见过，可是在他面前竟然意外地纯情。反正他从未见过有人亲吻的时候是这样小心地拿嘴唇贴着蹭的。他的手从他背后跨过去，摸了摸他那一头黑亮的长发，发丝摸起来也是凉的，像是覆盖了一层寒霜，真像实况。少年骤然停下，紧张地抓住他的手腕，这个不能乱碰。他斜睨着他睡觉的时候依然扎着的白色发带，你那玩意对我没用。那也不行。他将他的手抓着，强硬地压到了身侧。见女孩黑白分明的眼里还是毫无畏惧，便摸了摸他的眼皮，沉下脸，半是恐吓是引诱。难道你还想做我的娃娃，竟是吓唬他了？他一巴掌拍在他手背上，毫不留情地从他怀里挣扎起来。起床。对于柳福一审时度势的逃遁，除了木生毫不客气地予以嘲笑以外，大家都表示理解。花厅很敞亮，是主角团日常集合讨论案情的地方。阳光透过花窗，在木瑶头发上落下一块光斑。地基的风是否另有隐情？是。柳福一默了片刻，神情凝重。有人企图蛊惑地基，但事情没能如他所愿。兴善寺事件过后，陛下遣皇宫里的方士钻研3日，给地基做了一道护身的符，专辟妖邪。妖物想要侵入地基意识，却被这符阻挡，两相拉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地基的精神失控了，看起来就像疯了一样。木瑶问：那人是谁？柳福一脸秀喝茶，叹了一口气：宫城之内几无妖气，很难辨别。我甫入宫城就被死死看住，只能跟地基待在一处，不能与其他人多做接触。我走到哪里都有4、5个侍卫跟着，实在无法脱身。那一天我借着陪地基出宫散心的机会，乔装改扮得以脱身片刻，本想到你们所在客栈递个信。他庆幸地笑了笑，没想到在街上恰巧碰见了妙妙。只是这女孩不知其中厉害，当街大喊她的名字，她只得扔下信遁了。林妙妙一点也不觉得幸运，凉凉地看了木生一眼，就是为了接这个纸条。她被人按在树上威逼利诱了一番，真是大义凛然，无私奉献。她抿了抿唇，那柳大哥是如何找到花折的？吴方镇的酒楼很多，花折并不是最起眼的一座，但是从那个说书老头出现的瞬间，便意味着他成了解开一切秘密的关键之处。柳福一解释，地基身上的妖术，老一辈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同心蛊。同心蛊并非是蛊，不过是使得受控制的人任凭那妖物驱使的惑心之术罢了。称之同心，是因为受蛊人被妖物的心念所控制，因此有时也会出现混乱，感知到那妖物的记忆。我在地基床榻旁边，曾经听见他在梦魇中念叨过2句反常的话。第一句是刘娘，求你。刘娘。木瑶微一思忖，回忆起前一天听到的内容，想到了这有些耳熟的名字的出处，是花折的老板娘。柳福一颔首，表情变得相当严肃，接着道：第2句是花折，这样才算干净。梆子声敲响，老头挥舞着手臂，袖子上彩色鸡毛一般的布片上下飞舞。午夜，满城的烟火盛放，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赵公子如愿以偿看到了烟花，可心却不在那烟花表演之上了。立在他身旁的姑娘仰头好奇地看着满天的光华璀璨，似乎沉醉于其中，姹紫嫣红开遍，朵朵都在他眸中。坐下鸦雀无声，人人悬着筷子，似乎看到了山上那绝世佳人的眼眸。你道赵公子这就动了心？老头笑着摇头，开始的时候说了，赵公子性子内敛，为人倨傲，不是那等轻浮浪荡之子。看完了烟花，他与那姑娘真的一前一后，一路无言，做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只是这个姑娘和他从前见过的都不大相同，见惯了旁人的惊艳之色、娇羞之态，骤然见着一个对他毫无反应的，反倒觉得自在极了，喜欢与他攀谈，何况在此良宵，两个人同时想到登上这座山看烟花，多么巧。他一路走，一路惦念身后的那个人，犹豫要不要回头同他搭句话。他正走神，没留意脚下踩空，就这样倒霉地跌进了石洞里，碰伤了额头。赵家公子高门大户，出入城门都是七厢车拉的，何曾有过这种狼狈的时候？他心里懊恼的时候，疏忽一阵香风，一道白影子轻盈地落下来了。他抬头一瞧，怔住了。那姑娘竟也跟着他跳了下来，毫不犹豫地伸出一双柔仪，就来拉他起来。台下听众骚动了一下，低低的笑声混杂着窃窃私语。孤男寡女深夜被困在一起，倒是不少烂俗话本的开头。只是慕容氏一个姑娘家，有勇气跳下山来美救英雄，倒是惹人服气。赵公子和这白衣姑娘待了一晚，说了许多话，只知道她姓慕容，问她名讳，她又说不出，道父母唤她慕容儿，家乡在极北之地。不知怎地，她说极北之地的时候，她竟相信得很，极北之地想必是雪原了，是纯白无瑕的冰天雪地，才走得出这一朵一尘不染的雪莲花。极北之地的一座高山脚下，有一座很小很小的寨子，寨子里只有很少的人，慕容氏就是那寨子中为数不多的女娃娃。赵公子听着，有些明白了，深山里来的姑娘，难怪没见过烟花。按赵公子的脾气，旁人很难投其所好，他喜欢真实，讨厌矫饰，讨厌到了苛刻的程度。可是眼前的慕容氏一言一行，都像是为他量身打造，他不可避免地动了心，在他过去的20年光阴里，头一次的主动的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当风掀开他的面纱的时候，赵公子呆住了。他的姿容毅力，世人夸他貌比潘安，可是当他看见慕容氏的脸，他便想，自己的样貌在他的面前才是最大的矫饰。美人面孔是天公造物，一气呵成，短一分则寡淡，多一分则妖艳，他便是那个恰到好处。更关键的是，他眸中天真，似未经尘世沾染，美而不自知，才是杀人利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很难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美，只能抽象地将它感知，就像感知无方阵轻柔的云和浓郁的雾，大概也是这样的丝丝缕缕，缠缠绵绵。灵妙妙的筷子无意识地搅着碗里的桂花糕，将它夹成了稀碎的块，看起来惨不忍睹。赵公子想，这个女子他要定了。一个风华绝代的公子，在带着必胜的目的去猎取一个女子的时候，没有人逃得过他的掌心。慕容氏的宠辱不惊，并非是性子里的高傲，相反，他的性子平和得很。诸位或许不信，那是因为他从山下的寨子里出来，还没见识过这滚滚红尘的纷乱。一个天真的女人，第一个遇到的人便是一个认准了要他做妻子的人，他怎么可能有翻身的机会？台下一阵细细的唏嘘，似乎不太满意这样的美人就这样被人收入囊中。木生听得不太专注，伸手将他的碗拿走了，又夹了一整块边角完整的桂花糕喂到他嘴边。林妙妙下意识地叼住了桂花糕，发现是他，恨铁不成钢地拿着筷子在他手背上轻轻打了一下。好好听，认真听。少年漆黑的眸子一闪，有些委屈地捂住了手，扭头看向那喋喋不休的老头，按着碗开始一点点吃他那碗被夹碎的桂花糕。唇齿间甜味蔓延，他的嘴角又无声勾起来。这一年3月，慕容氏嫁给了赵公子。赵公子为人很爽快，既娶了慕容氏，自感人生圆满，便决心不回长安了，一心一意定居在吴方镇，万贯家财终可弃，功名利禄皆可抛，他压根不在乎。成婚以后，赵公子发觉他这位妻子对于感情的感知有些迟钝，人情世故他多半不懂，他一样一样慢慢教过来，便像是给一幅未画就的美人图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一样。慕容氏过了一段蜜里调油的日子，愈发美得惊人，惊动了邻里街坊。她穿的衣裳，戴的首饰，哪怕泡澡的花瓣，转瞬便被全城女子竞相模仿。赵公子自然是爱她的，可是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这样一个女子，容颜绝美，性情温柔和善，一心一意地照顾她，似乎没有任何缺点。他不知道要怎么爱她，才能配得上她的这般完美。台下的人怔怔听着，陷入沉思。很快，这无谓的烦恼便消失了。次年5月，榴花绽放的季节，慕容氏有孕。赵公子终于觉得心满意足，飘在天上的妻子终于像是踏入了凡尘。他即将为自己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有一半是他的骨血，脱离了他无法造就。这是他和慕容氏爱情的证明。赵公子握着妻子的手，在桌上画院外芭蕉。这个冬天，他已身怀6甲。赵公子对他笑道：“此子是你我心中期许，就叫做子期，好不好？”木生倒茶的手骤然一抖，
茶壶盖掉了下来，滚烫的茶水镜自从圆口泼出，哗啦一下浇在他手背上，手背上的皮肤立即红了一大片。林妙妙吓了一跳，在一片热气蒸腾中，飞速地将他的手拉离了桌面，斥道：你怎么回事啊？他的眸中是深重的茫然，似乎完全没有感到疼痛。林妙妙拽着他的手腕，径自从席间起身。出来！木生让他拉着走，走出大厅，疾步走到了寂寂夜色之下，回廊中幽暗冷清，与里面的明亮热闹形成鲜明对比。林妙妙一路走一路左顾右盼，终于在不远处看到了一个石砌的小水池，水池旁边还靠着一只木瓢过来点。他拉着他蹲下来，将他的手腕抓着，扯到了水池边，舀了一瓢冷水浇在他手背上。木生静静地看他的侧脸，林妙妙专心致志地低着头，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水，发鬓上的绸带有些散了，长长地垂在肩上。他伸出左手，帮他将那绸带拉了一下。林妙妙回头看他一眼，放下了瓢，直接将他的手按进了池子里。池子里的水澄清透明，看得见底下绚丽的彩石和石缝间茂盛生长的蓬松水草，鸡尾狭长的鱼在水中警惕地穿梭来去，有几条擦着他的手背过去，滑腻腻的，带着任性的触感。他这才后知后觉地感受到了一阵火辣辣地痛。林妙妙仍然保持着抓他手腕的姿势，望着水面自顾自地笑了。看，小鱼来咬你了。他纤长的睫毛动了动，乌黑的眼珠凝望着他，看起来异常柔软。近了一会儿，林妙妙将他的手抽出来，放在眼前细看，手背上仍然是通红的一片，好在没有起泡。他的指腹在上面小心翼翼地摩挲了2下。疼吗？不疼。他平淡地扯谎。林妙妙这才舒了口气，撒了手，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瞥着他晶亮的杏子，眼里满是嫌弃。连个水也不会倒。他顿了顿，征询道：回去吧。木生猛然抓着他的手腕，再次进入池子里，手疼。林妙妙心里大概有了数，他暂时不想听。他没有再劝，瞅着池子：那你自己泡着，拉我干嘛？少年垂下的眼睫轻轻一动。挡小鱼。林妙妙没绷住，吃得笑了，撩了点水到他脸上。他没有躲，只是闭了一下眼睛，等攻击过去后，立即用沾湿的脸颊去蹭他的脸。两人蹲在池子边，撩着水玩，身影遮蔽了月光的影，池子里的鱼惊恐地四下穿梭。老头收拾了东西，准备离开。他在繁华时来，给这种热闹再添一把火，随即在一片热闹间抽身而退。柳福一和慕瑶随之起身，跟着他走到了外间，叫住了他。穿着布片衣服的老头意外地回过头，离近了看，看得到他通红鼻头旁边的皱纹，和因为开始掉牙而显得有些干瘪的嘴，配合着一身简陋艳丽的衣裳，滑稽荒诞。这也只是个被生活打磨的民间艺人。慕瑶的双目澄清，隐隐流露着急切的情绪。可以问问您的故事是哪里听说的吗？传闻意识加工一下，还可以像模像样，只是很多细节都是私密之事。他说得如此细致，好像他当时就身处其中一样。老头眼里流露出些微茫然和警惕。柳福一上前一步：我们并无恶意，在下柳福一。在民间混的，大都听过柳福一和九玄收妖塔的威名。他惶恐地瞪大了眼睛。柳方士。柳福一的表情依然谦逊有礼。别怕，我们捉妖人查案至此，在您这儿听到了一些线索，有些不明白的地方，烦请解惑。老头默了默，叹了口气，双手合十：小老儿靠这点口技吃饭，还请二位不要说出去啊。柳福一诚恳应道：那是自然。小老儿原先是混迹市井茶坊的说书人，讲些演艺传奇。10多年前，茶坊附近的最有名的妓馆突然失了火，烧得干干净净，老板刘娘死于非命，幸存的女子四下奔逃，花折就此倒了。有人从废墟里面挑拣出了一些没被烧毁的女子首饰，拿到集市上低价倒卖，赚些闲钱。我就是那个时候在集市上买了一个精致漂亮的妆奁，本想拿回去送给我家婆子用。他犹豫了一下，谁知打开以后，无意中发现那匣子有个夹层，夹层里装了近100颗晶莹剔透的珠子。我看着好奇，便捏起来看，一个没拿住，珠子跌在地上碎了，一段画面便凭空入了我脑海，仿佛我亲历了这些事一般。慕瑶轻不可闻的一叹：是女人的泪珠。刘娘收姑娘入烟花之地，竟然还要收集她们苦楚的回忆。他有些烦乱地捏了捏鼻梁，这个刘娘恐非凡物。柳福一没说话，安慰地捏了捏他的手心。后来花折换了老板，改成了普通酒楼，我便去碰碰运气，将这些珠子里的画面稍加叙述，改编成了故事，岂料大受欢迎，我也从老板那里拿了分成，日子过得比往常更红火。
他言语间有些歉意，仿佛也知道消费逝者的悲惨过往是件不太仗义的事。只不过芳魂已逝，无人追责。慕容氏的故事可与旁人有所不同。慕瑶追问，本来他只当是普通故事去听，直到听到了你我期许，明知子期，他骤然大惊，发觉恰巧让他们赶上的这一段，并非偶然。不瞒二位，这慕容氏的珠子与其他女子都不同，她面露惶恐之色，唯她一人的珠子是血红色的。帝姬提着食盒出来，裙摆上绣着闪闪发光的金线，脚步轻而慢，高贵优雅。殿下又去给太妃娘娘送饭了。面对他的侍卫出了声，有些紧张的同端阳搭讪。传闻帝姬飞扬跋扈，骄纵人性，但这几日看来似乎并不如此，她身上甚至有一种异常柔婉的女人味，总是不经意间吸引人的视线。这几天帝姬每天带着精巧的糕点进去探望赵太妃，想来还孝顺得很。帝姬微微侧头，眸中天真良善，又带着不可亵渎的慵懒优雅，平和温软的应道：是啊，母妃想本宫，本宫也思念母妃。跟他搭话的侍卫面颊微红，低头避讳，不再言语了。站在他背后的那名侍卫却暗自皱了皱眉，帝姬华丽精致的粉红色后摆上溅上了点点发黑的污渍。那是什么东西？他心里暗想，乍一看还以为是血迹。殿下，身后气喘吁吁地追出来一个人，老内间满头白发散乱，银丝在阳光下闪着光，满脸褶皱，面容浮肿而瘦骨嶙峋，肩膀竟连官服也撑不起来了，看起来老态龙钟。徐公公，两名侍卫吓了一跳，异口同声。老人的呼吸像是拉风箱般费力，死死看着他，一滴浑浊的泪顺着他沟壑纵横的脸流下来，似乎是憋了许久才鼓起勇气。殿下，您怎么能这样对待太妃娘娘呢？你说什么？本宫听不懂。帝姬提着食盒，向着门前侍卫靠了一步，高贵而柔弱，像是匣子里易碎的夜明珠，需要费心呵护。侍卫腰上佩剑唰啦一动，提醒徐公公不得对殿下无礼。你，徐公公的手指颤颤巍巍地指向了帝姬，语气沉痛：殿下，乌鸦反哺，羊羔跪乳，即便娘娘有再多的错处，到底也是你生身母亲，您怎么能……帝姬的红唇微不可察的微微一翘，抬起眼来，眼中带着一点怜悯的笑意。以下犯上。朱唇轻启，眼中一点点结了冰，轻飘飘道：朱，吐出这个音节时的唇形温柔，仿佛是在进行一个缠绵的亲吻。侍卫的手犹豫地放在刀鞘上，心惊胆战地看着帝姬的脸。不必，老奴服侍娘娘一辈子。他发出几声干哑的笑，话音未落，他含着热泪，砰地撞在宫门前的柱子上，热血四溅。侍卫的手一抖，一丝冷意爬上了脊梁骨。帝姬听见这头骨碎裂的声响，动也未动，提着食盒走了2步，又旋过身来看他，双眸又纯真又娇媚。明天本宫还来给母妃送饭。阿生不是你亲弟弟。柳福一陷入了短暂的茫然。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他当时没有那么震惊，直到现在才明白慕瑶为何坚持追了出来。慕容氏的故事复杂，说书人折成了4折，明天后天便能讲完，便令那惶恐的说书人先行。他走了以后，慕瑶才骤然吐出了这个惊天秘密。他细细思量，只觉得一阵冷意盘桓心头。瑶儿，你仔细同我讲，阿生的身世究竟如何？我听爹娘说，阿生是3岁上让他们从妖怪窝里捡出来的，当时孩子父母至亲皆不在。柳福一捏着自己的手指一声不响，他只在遇到棘手的问题时才会露出这样的动作。他沉吟半晌，这事情你怎么从未跟我提起过？慕瑶的眼里含了一点忧愁的水色，在月色下亮闪闪的。非但没跟你说过，外头的人一个也不知道我从小将阿生当作亲弟弟养，也不想让他在外面看了别人的脸色。后来家里出了事，我每天焦头烂额，也顾不上想这件事。柳福一沉默半晌，安慰地揽住了他的肩膀，你还知道什么？若是不介意，就说出来，我帮你想。慕瑶靠在他怀里，顿了顿，你记得阿生头上那个发带吗？他的眼中微有茫然。小的时候，有一日，娘把我叫到房间，当时阿生还小，坐在椅子上，脚都挨不到地。我依稀记得那时她的头发是披在肩上的，眉眼又柔，看起来像个小女孩。柳福一轻拍着她的手背，娘从匣子里取了一条发带，当着我的面给阿生把头发扎起来，扎得很慢。梳好头以后，她就开始咳嗽，咳了好一阵，才扶着阿生的肩膀，对他说，无论如何，这个发带不能摘下来，知道了吗？柳福一皱了皱眉，这发带，我只知道不是普通的发带，扎上以后，除非他自己摘，否则便不会掉下来。然后呢？然后他用力回忆着，
眉头深深蹙起，然后娘把阿生牵过来，对着我说：“瑶儿看着弟弟，不能让他把发带摘下来，还让我对着那面刻着穆家家训的墙立了个誓，在那面墙下的誓言，终身不能有违。”我一直印象深刻，后来待阿生与我亲近了，便让他答应我绝不取下发带，这么多年一直耳提面命。柳福一叹了口气：“你就没有问你娘吗？这个发带到底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不能卸下来？”娘对我说过，阿生就出来之前，让一个妖物注入了妖力，体格并非普通孩童，性格也比旁人更加偏激，要多加引导，否则一行差走偏，切记切记。柳福一顿了顿：“那就是约束、规范的意思了。”穆瑶点点头，想到那个月夜，穆生在他面前露出的爪牙，心中一阵冰凉，到底是我这个姐姐没做好。柳福一摇了摇头，定了一下神，又摇了摇头：“不对。”穆瑶扭头看他，眸中疑惑：“你再想想，从阿生小时候开始想到现在。”穆瑶顺着他的话回想，从他初入穆家，扎上发带，长大，陪他历练，被旁人轻侮，到他暴露身份的那个夜晚。我怎么有些事情想不起来了？他茫然地扶住太阳穴，眸中罕见地闪现出了惊惧的神色。他很少有时间和机会去完完整整地回想他的童年生活，展开的记忆如同一个连续的长卷，他赫然发现中间有好几块竟然是空白。就连穆生什么时候有了表字子期，为什么叫穆生，就他7岁以前的画面，他都毫无印象，似乎最早的记忆就是母亲在镜子前给小男孩扎上发带的那一刻。穆生和他的交集更是混沌一片，而这么多年，他为什么会下意识地觉得一切顺理成章，本该如此？园中嶙峋的假山背处，僻静的连枝头鸟鸣都听不清晰，山石的凹角还留有上次下雨留下的未干的积水，在不平的地面聚集了小小水洼，粘着不知何时落下的枯叶。微风吹来，峭壁上斜生的松树疏枝叶晃动，干枯的松针下雨般洒落到了林妙妙肩上。他缩了缩脖子，有几根还是掉进了他的衣领里。他突然拉了几下，放弃了，忍着不舒服，抬起了头。柳大哥，你刚才说什么？柳福一的宽大衣袖挡住了稀薄可怜的阳光，脸色反常的严肃，甚至连面对他惯有的那种放松的笑意都收了起来。妙妙，昨天那段故事你怎么看？林妙妙眼睛一眨：什么呀？柳福一看他半晌，似乎没时间同他绕弯了，直截了当：我和瑶儿现在怀疑阿生的身世有问题。晌午一过，林妙妙出门遛弯，第一只脚刚踏出房门，便被柳福一截住，拉到假山背后，摆明了是要说些不能为他人言说的秘密。虽说是青天白日，但他对这种偏僻的地方还是有些意义，本想提议一下，柳福一这句话一出，他暂时便把这件事忘了。林妙妙满脸复杂地看着柳福一，黑莲花的身世问题终于被这两个心大的觉察了。原著里男女主角一生的心思都放在除魔卫道之上，穆生从出场到退场都没能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带着谁也不知道的秘密奔向了仓促的结尾。而弄清这个秘密的前因后果，正是他任务的支线之一。2枚回忆碎片和几场似是而非的感知梦，都是在引导他慢慢解开这个谜团。现在穆生没能成功黑化，依旧是队伍里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主角团查案的重心也在慢慢偏移。柳大哥是说穆生就是故事里那慕容氏和赵公子的孩子？柳福一满脸郁结，生怕他觉得荒诞，尽力试探着：你觉得呢？林妙妙点点头：我相信啊。别的不说，穆生生母的样貌，主角团里唯有他一人亲眼见过。那说舒老头的形容再精妙不过，短一分则寡淡，多一分则妖艳，他就是那个恰到好处，浑然天成。柳福一瞅着他，半晌才错愕：妙妙的胆子果真是大。柳大哥，就算他是那慕容氏的孩子，又碍着谁什么了？你这么紧张做什么？他坦然望着柳福一的脸，顿了顿，那慕容氏是什么来头？他的身份，柳福一棘手地捏了捏鼻梁：我有怀疑，但暂且不能确定。奇怪的是，瑶儿发现他对阿生的记忆线是紊乱的，很多事情记不得。妙妙沉默了片刻：这不奇怪，穆生的记忆线也是紊乱的。他只记得自己有个亲娘，其余的想不起来。柳福一陷入深深的思索，自言自语起来：是忘忧咒吗？可又不像，怎么可能2个人同时出了问题？妙妙见他眉间的川字深得像刀刻出来似的，掰着手指头玩笑：柳大哥别愁了，世上的巧合多了去，说不定是房梁塌了，他们姐弟一人被砸了一下，或者屋子被卷进水里，同时被浪头拍昏了，又或者有什么穆家人打不过的人物，挨个打了他们俩的脑袋。柳福一并没有笑，
他眉头紧蹙，浑然似没听进去，半晌才轻轻道：妙妙，事情比你想的略微复杂一些，你须得再去问问他，从小时候到现在事无巨细的回忆一遍，忘了什么，记下来给我看看。他迟疑了片刻，柳拂衣鼓励地拍拍他的肩，眸中似有掩藏的忧色。阿生现在防备心重得很，总不相信我和瑶儿是护着他的同样的话，只听你的。妙妙顿了顿，还没张口，啪嗒一声轻响，柳拂衣脸色一变，放在他肩上的手闪电般收回。那迎面飞来的尖锐石子像是一颗凶厉的榴弹，狠狠打在他手腕麻筋上，他半只手臂瞬间没了知觉，低呼一声握住了手腕，错愕地看向妙妙身后。林妙妙一回头，身后的少年抿着唇，发带在空中飞舞。他望着柳拂衣的眼神里带着妒忌的杀气，怒火点染了他漆黑的双眸，像是某种闪烁着冷光的玉石。柳公子，他的眸子慢慢转到林妙妙身上，染上了一丝复杂的缠绵，只是语气仍然是轻飘飘冷飕飕的，别人的妻子不可以随便乱碰。柳拂衣抓着手腕，张口结舌，百口莫辩。木生低眸，浓密的睫毛向下一压，便显露出了温柔无害的模样，伸出手，妙妙，出来太久了，回去吧。林妙妙没去牵他的手，如果他此刻有兜，他恨不得双手插进口袋。他压低声音，好好说话。他置若罔闻，镜子抓住了他的手腕，强行拉着他走，眸中流淌着深沉的夜色，语气比刚才还要耐心。乖，回去了。林妙妙去扯他的手，他抓得紧紧的，简直像是囚徒腕上的锁链，骤然让他感觉到像是回到了做娃娃的那段日子。二人拉拉扯扯地走过院落，经过慕瑶身边，将他吓了一跳，转向跟上来柳拂衣。这是怎么了？话音未落，林妙妙一声低呼，慕瑶一回头，发现木生强行将人拦腰抱起来了，不顾他挣扎，拿脚点开房门，抱进了屋里。哐当门在他眼前毫不留情地关上了。柳拂衣揉着手腕，哄道：别看了，没事。慕瑶拉着柳拂衣的袖子，罕见的憋得脸颊发红，语速也比平时快了一倍。什么叫没事？你快去听一下他们说什么呢？柳拂衣望着他，那神情说不上是诧异还是调侃。人家小夫妻关门说悄悄话，我怎好去听墙角？他凝眸望着慕瑶，觉得他满脸紧张的模样说不出的生动，眼里带了一点促狭的笑意。要不你去？慕瑶瞪着他，一跺脚，手一撒，直奔窗口而去。半晌没听见人声，只听得一点咯咯滋滋的轻响，听得他心里发毛。他心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他的好弟弟磨刀霍霍的画面，正在犹豫要不要将那窗户捅个窟窿，或是直接破门而入。身旁一阵松风扑面而来，柳拂衣也跟着他到了窗边，笑道：你还真听。他面上骤然绯红，还没想好怎么驳他，身子骤然一轻，他惊呼一声，又怒又恼地捶他的肩膀，却不敢大声。拂衣，放我下来。看见阿生看妙妙的眼神了吗？你做长姐的，别管得太多，瞎操心。他抱着怀里挣扎的少女，青丝上散落着阳光，慢悠悠往回走。天气真好，咱们也抱回去，咯吱咯吱。漏窗受了力，慢悠悠推开条缝，转轴发出拉长的阴哑响声。妙妙整个人被他死死压在窗边亲吻，一丝细细的风从窗缝吹进来，灌入他脖梗里。他终于离开他的唇，放他喘了一口气，他才从窒息的边缘拉了回来。脚踩实地面的瞬间，双腿一软，像是酸软的后槽牙咬了冰块，险些跪倒在地上。他就站在面前好整以暇的接着，顺势一搂，将人抱进怀里。林妙妙将他推开，只是那推也没什么力气。他脸颊通红，眸中泛着水光，身体有些发抖，不知是因为愤怒还是羞恼。你走开。木生抱着他不撒手，手指卷着他的头发吻了一下，眸中漆黑。我错了。林妙妙推开他，仔细观察了一下他的模样，心下一凉。这黑化了半截的人，那黑暗的一面始终存在，蠢蠢欲动，一旦情绪到了临界点，他便在失控的边缘。你要真生气，就跟我吵架呀。林妙妙语无伦次，嘴唇还在隐隐发痛，他拿手背碰了碰，这又算什么？他的情绪发泄，种种都是隐忍迂回，再骤然爆发，没有一样反应是正常。可我舍不得跟你吵架，他又贴上来，顺着他的头发，我只想要你。中间低下去的部分林妙妙没听清，皱起眉头。木生低眸望他，眸中带着一点笑意。我现在不生气了。林妙妙气笑了。我生气，你快把我气死了。所以你不要让我妒忌。你别想太多了。林妙妙打断，黑白分明的眼严肃地望着他，轻道：我和柳大哥在大白天正常对话，没有犯清规戒律。木生凝眸望着他。他跟你说什么了？
说，他哽了一下，想起了对话内容，觉得有些棘手，这个不能告诉你。他眼眸一暗，语气带着凉意。你心里就这样念着柳拂一吗？林妙妙头皮发麻，摆着手警告。别提这个。我偏要提。他嘴角翘起，眸中的情绪显见的不稳了，整个人也就脱离了掌控。你是不是恨不得我死了，再去嫁给柳拂一？他只得保持沉默，愠怒地瞪着他。妙妙，让你失望了，我轻易死不了的。少年的指尖微微颤抖，面上仍然笑得像明媚的迎春花。那死的柳拂一，你还喜欢吗？林妙妙吓得后背一凉，一把扣住他的手腕，生怕他下一秒就付诸行动，语速飞快。你要敢伤柳大哥性命，我记他一辈子，恨你一辈子，听到没有？他一怔，望着他的眸中似有黑云翻滚，旋即点了点头。好。他垂下眸子，掩住了眼中的危险神色。那你以后可以不跟他说话吗？那不可能。林妙妙望着他，我跟谁说话，那是我的自由，你怎么管得比我爹还多？谁都可以，他不行。他抬眼望着他，漆黑瞳仁在睫毛掩映下，那样的亮，好吗？不行。林妙妙的火也被激了起来，一动不动地与他对视，你管天管地，也管不到这个份上。他沉默片刻，漆黑眼眸温柔地凝望着他，我好想把你绑在我旁边，让你哪里都去不了。林妙妙再度被气笑了。你试试看啊。10分钟后，木生，你给我放开。女孩以一种略有奇怪的姿势坐在椅子上，脸色反常的红，再仔细看去，她的双手让收腰柄反剪背在身后，身上拿一指宽的长长绸带附在了椅子上。她先前还剧烈挣扎，只是她发现她结的绳子极妙，看上去不太牢，可是实际上不仅不会被他挣松，反而弄得他衣衫凌乱。他动一下，他的眼神就暗一分。妙妙不敢动了，手指在背后拳了拳，碰到了套在他腕上的收腰柄，心内切齿。真想不到收腰柄还有此妙用呢。木生坐在他旁边，手里捏着把匕首，垂眸给他削苹果，削得细致耐心。你现在就是削1万只兔子也没用。林妙妙冷眼瞅着他的手，快点放开我。他手指一顿，兔子耳朵趴地削断了。他停下来，将断掉的耳朵小心地搭在断口上，垂眼望着他，半晌才道：妙妙，他也很疼。疼？林妙妙没听出言外之意，冷笑一声，又不是我把他耳朵削掉的。他觉得自己跑了题，望着他的脸，杏子眼中满是恼意，跺了跺脚，你不能这样捆着我，快点给我松开。少年无声地将兔子拿起来，喂到他嘴边，柔和地问：吃吗？不吃，你拿开。林妙妙冲着兔子发火，又觉得气不过，就着他的手，照着兔子屁股狠狠咬了一大口，边用力咬边委屈地骂：你有病。木生捏着苹果，黑眸一眨不眨地望着他，将所有的表情收进眼底，在心底喟叹，他这模样真是可爱极了。林妙妙吃完了苹果，冷静了一下，放低了声音：子期，你放开我，好好说。他脸上危险之色还没褪去，眉梢眼角显出些艳色，睫毛低垂的模样像一朵带毒的妖花。就这样说？这样怎么说？林妙妙跺着脚瞪他，气得七窍生烟，憋了半晌，严肃地憋出一句控诉：你不尊重人，不单不尊重他，还不尊重整个女性群体，靠力量优势制服他，什么人啊？木生望着他，眸中偏执的依恋如同浓稠的夜色。他倾过身子，虔诚地碰了碰他的嘴唇，语气缠绵悱恻，又像是在撒娇。我爱你。妙妙张了张嘴，哑口无言。时间1分1秒过去，你想绑我到什么时候？他的嗓子都有些说哑了，清了清嗓子，语气都有些打蔫了，尾音里带着几丝委屈，听起来像是在撒娇。我胳膊要断了。木生骤然抬眸，飞速地收了收腰柄。林妙妙双手骤然解放，未及收回来，他已经顺着他的手臂极其柔和地按了按，沿着血管的脉络捋了几下，仰头看他，还疼骂林妙妙摇摇头，满脸希冀地看着他，见他只是卸了反剪他手腕的收腰柄，毫无解开绸带的意思，表情迅速垮了下去，气鼓鼓道：疼。他眸中一凝，怜惜一闪而过，我再帮你按按。他捏着他肘关节，耐心地揉了10分钟，问：好点了吗？他仰头看人的时候，瞳仁和上目线的角度恰到好处，藏起了所有的爪牙，只剩单纯无辜的美，恨得人牙痒痒。林妙妙咬着唇，无力地靠在椅背上，望着头上房梁。我想喝水。他顿了顿，随即将茶盏送到他唇边。妙妙就像笼里的小鸟，就着主人的手臂啄几滴甘泉，差点憋屈成一只火鸟，在他手心里炸毛。妙妙故意将他使唤来使唤去，绕着小小一间房来回跑了1刻钟，他依然没有不耐烦，反而愈加兴致高昂。而且他语气越软，他
他越耐心温柔，眸中光芒越盛，几乎到了灼热的程度。林妙妙颓然靠在椅背上想，她大概明白怎么能脱身了。哭一下兴许可以，黑莲花最怕她的眼泪，仿佛流下来的不是水，是滚烫的岩浆。而且不能是那种大义凛然的哭，而是要她楚楚可怜，梨花带雨，撒着娇求着她哭。妙妙闪动着杏子眼，冷静地望着少年的侧脸，无声地起了一后背鸡皮疙瘩。等下辈子吧，她气急败坏地想。两人都没察觉，临近的墙根上印出了几块黄色的水渍，如同隐形巨人飞檐走壁的脚印，一步又一步。又过了10分钟，妙妙有些坐不住了。子期，木生抬眸，他颊上不受控制地浮上了绯红颜色，踌躇了一下，鼓足勇气，尽量使自己显得高傲而漠然。我想小姐。少年沉默了片刻，片刻之后，他果然向他走来，俯身抽掉了他身上的绸带。林妙妙还没来得及窃喜，便听得他平静地在他耳边道：我抱你去。他眼中的雀跃骤然折成了滔天愤怒，往后缩去。我不想去了，你走，快走。木生撒了手，漆黑的眼珠无辜地望着他，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林妙妙扭过头不理他，手指烦躁地拨弄着裙摆，心里后悔极了。早知刚才不该喝那么多水的。耳边细细一丝风来，疏忽一股熟悉的腐臭味扑面而来，骤然吸进肺里，灼得鼻子都痛了一下。随即是咣当一声巨响，他惊异地一回头，一股黑云形成了一堵墙，几乎要撑开屋顶。黑云里伸出一双手来，正死死掐着木生的脖子。林妙妙脚下一热，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水，拖在地上的裙角浸湿了一圈。少年的身影在黑云之下若隐若现，脸色发红，额角青筋暴起，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小生儿，喝了你这么多血，我真舍不得杀你呢。那声音咬牙切齿地响起来。他凝聚了这些日子积蓄的全部力量，非但体型膨大数倍，连声音也变得粗哑起来，听起来越发贴近晚江船上时鬼王雌雄莫辨的声音，小打小闹的骚扰。水鬼终于玩够了，他铭记着血海深仇，这次是猝不及防，出手怨毒，一举便要置对方于死地的偷袭。不择手段，他非死不可。林妙妙背上出了一层冷汗，寒意顺着脊梁骨爬了上去。桌上那收腰柄明晃晃地放着，刚才他为了绑他卸下来，还没来得套回去。木生的收腰柄，一只在他手腕上，一只搁在桌上，他此刻空手接白刃，连个趁手的武器都没有。少年脸上挂着淡漠的挑衅之色，他任凭水鬼掐着，在难以脱身的攻击中艰难地伸出了一只手，手指相碰，砰地炸出了一朵橘黄色的火花，却不是朝着水鬼的脸，而是越过他，径自朝着远方而来。砰！火花精准地落在绸带绳结上，连妙妙的衣服都没碰到，缚得紧紧的绸带瞬间滑落了。林妙妙骤然脱困，扶着桌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那火花炸了一下还不算完，从她身上滚落到了地下，在地上连续炸了4、5下，一直炸到了门口，好似一个焦急的小精灵，这急火燎地引她出门。林妙妙愣了一下，抬头望去，木生没再看她，也没能发出声音。刚才那个任性的火花令她错失了自卫良机，整个人被黑云压到了墙角，连炸火花的余地都没有了。在这种索命的攻击中，只得徒手飞速拉住水鬼掐他脖子的手，单凭肌肉的力量与妖物抗衡。他的双手因用力而有些颤抖，脸上还挂着漠然的笑容，只是嘴唇血色褪尽，额角青筋暴起，显见地已经被弄得有些眸光涣散了。都这样了，还逞强托大啊！他顿了顿，浑身的血液都往头上冒，只觉得头重脚轻，捡起桌上的收腰柄，毫不犹豫地砸了过去。收腰柄砰地打散了一片黑云，几块森白的骨头伴随着水花哗啦啦地跌在地上。收腰柄开始在空中嚣张地飞舞起来。这一个还不够，他冷静而盛怒地往黑云深处走，捋下手腕上另一只收腰柄也砸了过去。黑云斜压，劲风猛地扫在他脸上，像是谁打了他一个耳光。他感到耳根火辣辣地痛，背后瞬间冒了一层热汗，脚步却没停，在这3、4秒的时间里摸遍全身，掏出了来这个世界积攒下来的所有符纸。这其中有柳拂衣送他的，木瑶送他的，还有木生原先留下来的，足有板砖厚的一沓。他不分门类，照着水鬼的脸，五张五张的往出飞，像是照着靶子在远处狠狠扎飞镖，啪啪啪啪啪啪，那靶子钝得很，若是扎得不够用力，就要脱靶了。他甩得越来越快，手臂很快失去了知觉，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剧烈跳动的心脏则是核心的发动机，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可怕的能量。手上捏着的符纸肉眼可见地迅速变薄，两只收腰柄在黑云中穿梭来去，水鬼躁动得越来越厉害，桌上的花瓶被扫到了地上，
茶盏碎了一地，林妙妙的半边身子都被飞溅的水渍打湿了，还在坚持向前走，嘴里飞速地念着口诀，从头到尾反反复复，几乎是照着水鬼的脸不住地扔符纸了。心脏发疯似的狂跳着，手、步子和嘴他都不敢停，似乎一停下来，他们两个就会再无翻身之力。他扔出了最后一片符纸，几乎隔着黑云站在了木生面前。与此同时，水鬼发出了一声尖利的长啸，门窗共振起来，黑云乱舞，如同一个被烈火焚烧的女人发出变了形的呐喊，旋即哗啦水渍下雨一般淋了林妙妙满头。她闭眼抹了一把水，在睁眼的时候，黑云烟消云散，一枚白森森的头骨咕噜噜滚落在地上，裸露的牙齿枕着满地水渍，空洞洞的眼眶斜对着地面，似乎在不甘地望着尘世。收腰柄飞回木生手上，少年倒退几步才接稳，脸上还没有回过血色来，黑眸如墨玉，怔怔望着眼前的人。女孩额发湿透，两颊发红，一双眸子亮得似灼灼星火，安静地睨着他，气喘吁吁的冷哼：不用谢我，我很早以前就想打死他了。手臂放下来，瞬间酸软的抬不起来了，他额头上冒了一层冷汗，伸手托住了小臂。妙妙，他一步迈过去，伸手拉住他柔软的手臂，颤抖着手检查了一下，他几乎不敢相信，刚才他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一步一步主动，连续不断地甩了100多张符纸。是为了他吗？一阵恍惚，一种慌乱的狂喜，伴随着极尽负罪的怜惜将他淹没。他将湿淋淋的人搂进怀里，全然不顾他的衣服将他的胸前也打湿了一片。他就像充了气的气球，他只要伸手轻轻一戳，便瞬间漏了气，打回了原形。他近乎蛮横地抱着，将下巴抵在他的发顶，身子在微微发抖，这样紧紧贴着他，才让他觉得好受一点。妙妙脸颊红扑扑的，赧然挣开他，忍着手臂的酸，扭头着急地跑掉了。我想小姐。太阳西偏，94成排的灯笼次第点亮，花折的大厅里很快坐满了人。小二在席间穿梭忙碌，桌上的珍馐一道一道增加，迅速摆满了。茶杯在木瑶指间转动，他靠在椅子上，看着对面空荡荡的2个座位，有些疑惑。他们俩今天还打算来吗？柳福一轻轻拍他搁在桌上的手背，顿了顿。不来反倒更好。木瑶心领神会，点了点头。梆子声响。老头出场时没有前几日那般神采奕奕，似乎是没有睡踏实，眼下两块乌青。看到二人，苦笑着用眼神打了个招呼。为他带来的无尽虚名与财富的故事，毕竟是已故之人不堪回首的血与泪，却被他肆意讲出来，供后世之人消遣调笑。偶尔想起来，还是有些不安。慕容氏临盆在即，沉浸在幸福里，全然没想到他美满的生活即将4分5裂，以后的桩桩件件都使得他远远偏离原来的人生。慕瑶和柳福一对视一眼，竖起耳朵听。我们先前说过，赵公子是高门大户的公子爷，他愿意隐居在远离长安的吴方镇，辞了大好官职，摒弃身份，告别挥金如土的生活。家里人却不肯放任他这般碌碌一生，当下便带着人坐船跑来吴方镇寻他。这一年4月，他们找到了赵公子和他的妻子，对慕容氏大为不满。老头嘲讽地笑了笑，世家大族的青年才俊，身上背着家族的荣耀，怎能只为自己而活？即使他不能在朝中有自己的势力，至少他的婚姻是应该对家族有利的。赵公子的姐姐查了慕容氏的身份，不知是哪个荒山里长的野丫头，无父无母，没有亲朋，更别说家世如何，说她是平民都是抬举。在他们看来，一个只仗着漂亮面孔的低贱丫头想做赵公子的妻子，还将她留在这偏远的小镇不归家，已是天大的罪过。赵公子的姐姐3番5次派人去请他回家，都被赵公子回绝，他不胜烦扰，甚至放出话来，若再惊动慕容氏，他就与他断绝姐弟关系。赵公子的姐姐果真安生了1个月，1个月后，他只派了一个方士上门与赵公子说了一炷香的话，随后离开。他顿了顿，深陷在眼窝中的浑浊眼睛流露出浓重的悲悯。5天后，赵公子独自一人踏上了返回长安的航船，头也不回的将慕容氏永远的留在了吴方镇。那方士给赵公子说了什么？为什么他就撇下慕容氏走了？是呀是呀，这时候快生了吧。台下嘈杂声起，听众义愤填膺，议论声一浪高过一浪。老头抬抬手，示意他们稍安勿躁，待下面安静下来。那方士只是递给赵公子一张符纸，对他说，那慕容氏不是普通人，您若不想被他蒙在鼓里，白白受人蛊惑，便去试一试。台下霎时鸦雀无声，只余老头的声音在响。赵公子当即愣住了，他没有立刻去找慕容氏，而是看着桌上的符纸，静静地回想这些年的日子。他想，在他活过的20多年里，
他从未见过慕容氏这样貌美的女子，至少按照他的标准，没有人比慕容氏长得更顺眼。她为人毫无矫饰，性子也随和温柔，简直就像是高山上的雪莲花，没有经过任何俗世的沾染，让他也时常怀疑，像他这样天真的人，是怎么平平顺顺的长到这么大的。他在书房里坐了好几日，产生了一个可怕的猜测，他眼中的慕容氏究竟是不是真正的他？他平生最厌恶女子伪装矫饰，而慕容氏似乎是为他量身打造，一举一动都合他的意。倘若慕容氏的天真纯净从一开始就是伪装呢？赵公子并非什么天真之人，他生在外表光鲜、内里腐败的锦绣朱门，长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阴谋诡计，人心怨毒，他见得多了，便不但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现实这个猜想令他如坠冰窟，只觉得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夜之间全部破碎了。他开始一遍一遍回想自己对慕容氏的浓烈感情，从初见那日起，他对慕容氏的爱有增无减，只恐自己不能掏心掏肺，甚至连他这样自负自傲的人，在他面前总会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而他对他的迷恋到底是不是真实呢？他恐慌地回想着，他对慕容氏这样夸张的爱到底是发自内心，还是被蛊惑产生的魔障？他开始恼怒起来。我们的赵公子一向活得恣意万分，他平生所求不是功名利禄，也非锦绣荣华，不过就是一个真。他连拜见权贵的违心恭维都觉得恶心，为此不惜担上一个恃才傲物的名头，又怎么能容忍自己被一个女子用其他手段蛊惑，产生了虚妄的感情？林妙妙解决完问题，又去隔间烧水泡了个澡，换了干净的衣服，这才长舒一口气，擦着头发，体面舒服地回到房间里。丁系统提示：待攻略角色木生好感度已达到 95%， 请再接再厉。提示完毕。不知怎的，他最近非常反感系统报喜的声音，总感觉他和木生两个活生生的人之间，格格不入地插入了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让人心里难过。林妙妙调整了一下心情，慢慢地走了进去。地上摔碎的瓷片和积水都被打扫干净，剩余的水渍也被擦干，屋里几乎一尘不染，几乎看不出一个时辰前的生死混战。房间里烧了暖香，空气里是香甜的馥郁味道，使人一进来感到每个毛孔都舒张开来。少年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安静地坐在床沿上，阳光透过墨绿色帐子落在他漆黑的发丝上。如果不是他正漫不经心地摩挲着一个骷髅头骨，堪称一个非常安静美好的场景。林妙妙将他手里的头骨夺了过来，顺手放在了一边，俯下身，眨巴着眼睛看他的脸。你干嘛呢？他安安静静地抬起头，秋水般的黑眸注视着他，认真道：等你。这模样又无辜又乖巧，几乎使人不忍欺凌了。林妙妙歪头瞅着他，笑了。等着感谢你的救命恩人啊。对不起。他眸光闪了闪，彷徨地看他的脸，好似害怕被人抛弃的小狗。子期，林妙妙坐在他身边，擦头发的手停了停，顶着块方巾同他说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不跟柳大哥在没人的地方单独说话。他刻意咬中了单独2个字，扭头望着他的眼睛，但你不能不让我跟别人说话啊，否则我长嘴是干什么用的呢？他像只猫似的扬起下巴，你自己说有没有这种道理？木生的手伸过来，接过他头上的方巾，轻柔地擦起来，小心地避过了他的耳朵，嘴角自嘲地翘起。妙妙，你做什么都可以。他顿了顿，眸子乌黑，我就是妒忌而已。他脸上微有迷茫，所有戾气、憎恶和亲羡一划而过，轻声道：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妒忌他？那约法3章吧。林妙妙望着他，叹气，以后我们谁都别提柳大哥，行不行？他柔顺地答应，嗅着他发间一点淡淡的清香，眼珠里倒映着一点微光，语气越发轻了，什么都答应你。话音落下，他凑过来，闭上眼睛，熟练的锁吻，浓密的睫毛将这张脸装点的安静温柔。妙妙顿了顿，将他的脸轻轻推开，接着说：不要动不动就绑人。少年睁开眼睛，语气异常无辜：我没有绑过别人，向来是直接杀了。妙妙一时语塞，不知道该骂他还是该夸他坦诚。那你更不该绑我，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你强行捆着我就是下三滥。他自以为已经说了很重的话，应当在他单薄的自尊心上留下一笔，让他痛定思痛，有所反思，谁知他竟然望着他微微笑了。不知是不是明媒正娶的夫人取悦了他，他的表情乃至语气全都柔和得一塌糊涂，像是抽大烟病入膏肓的人，在烟雾缭绕里微笑自嘲，带着一点微弱的求救讯号，孤注一掷，毫无廉耻地堕落给旁人看。现在你知道我是什么东西了吧？林妙妙望着他，心里出离愤怒了，柳眉倒竖。什么东西？灵长类动物，人呐。
他揪过她的领子，将她玉白的脸狠狠拉到自己面前，二人几乎鼻尖对着鼻尖了。子期呀，他望着她，眼珠跟着他的眼珠转，咬牙切齿地低声道：自己把自己当个东西，别人才当你是个东西，知道不？没来由的悲愤像是利剑催逼着他的心房，喷出又酸楚又恼怒的汁液，恨不得照着眼前这张脸打几下，看看他还清不清醒。他恨恨地盯着他，不知怎么想的，脸一青，张嘴一口咬在了他嘴唇上。少年目光深沉地望着他，旋即闭上眼睛，就着他这一咬，轻柔的吻在他唇上。妙妙撒了揪他领子的手，松了尖牙利齿，他的手捧住了他的脸，吻得缠绵又急切。床角的铃铛轻轻响动，像是一对冷得发抖的孩子拥抱彼此取暖，恨不得将对方揉进身体里。赵公子想了3日，决心去证实一下。他没有像那方士所说用符纸验证，而是找到慕容氏，直截了当地问了他。他们关起门来谈了1刻钟的话。赵公子出门时面色如死灰，即刻一言不发地收拾行李离开无方镇。慕容氏抱着肚子倚在门口，满脸惊惶地望着他。他没有阻拦，而是睁着那双美丽的眼睛，绝望地看着他离去。他脸上的表情就像是一个被摔得粉碎的琉璃美人。赵公子大病一场，1个月以后，他在赵家的安排下与一个世宦家族的贵女成了婚。赵公子的姐姐很是得意，只是他从那日起几乎再也没有笑过那慕容氏的孩子呢。底下有人插空喊，慕容氏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独自生下了孩子。他没有请稳婆，而是坐在家中冰凉的地板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纤细的手指抓着桌子腿，发出小猫一般垂死的呻吟。他昏昏醒醒，直到后半夜才生下了孩子。她的裙子泡在一片污浊的血泊里，整个人被汗水浸透了，像是从水缸里捞出来的。外面雷声大作，他在黑暗中摸索着，用准备好的剪刀剪断了脐带，慌乱中不慎刺伤了自己的手掌。在此之前，赵公子甚至连剪刀也不许他碰。他顾不上手上鲜血直流，将啼哭的孩子抱起来，埋进自己单薄衣襟里，吻了吻他的额头。他实在精疲力尽了，就那样昏了过去。林妙妙心里想，他虽然没吃过猪肉，但好歹是见过猪跑的。眼前这人活了18年，却是连猪跑都没见过的，不由得产生了一点怜悯之情。怜悯之后，他觉得自己作为经验稍微富足一些的那一方，应该主动带他，才算尽到责任。这样一想，那一点慌张和踌躇瞬间便被庄严的责任感取代。他不大熟练地搂住了少年的脖子，整个身子全靠在他身上。木生愣了一下，感觉到了他强烈推倒自己的意愿，于是就是靠下去，顺从地任他压在了床上。林妙妙趴在他身上，手指强作镇定地解他的衣袍，手抖得厉害，解了半天也没能解开，快在他注视的目光下尴尬地哭出来了。四目相对，他额头上出了一层薄汗，乌黑的杏子眼带着羞恼的慌乱，半干的头发散落在他衣襟上，被蒙昧的阳光染成了浅绿色，淡淡的花香盈满了小小帐子。少年一把攥住他停留在半空中的手指，眸光漆黑，含着柔润的水色。僵持了2-3秒，他搂住他的腰，往帐子里侧一个翻身，两人位置颠倒。他微微起身，抿着唇，右手飞快地解开了衣袍，手指也有些微不可察的颤抖。这样解？他望他半晌，吐出3个字。林妙妙看着他，紧张的说不出话了。他解开了，却不脱，挂着衣服，俯下身自顾自吻他的耳垂，睫毛扫在他脸颊上，仿佛有人用羽毛轻轻挠。他的吻也有些不稳当，带着些火急火燎的味道，顺着他的耳垂往下，直到脖颈，再向下，嗅到他衣襟上的一点花香。他一阵目眩神迷，手抚弄着他热乎乎的脸颊，叼住他尚如前襟的系带，一点点抽开了。能不能别这样？妙妙的手指无措地划拉他的背，眸子转了转，小小声道：我有点难受。外面的天显渐地昏暗下去，帐子里的光变成了暖黄色，洒在他额头上。少年正吻着他的侧脸，闻言抬起脸来看他，黑发滑落下来，他额头上罕见地出了一层薄汗，眸中有些茫然，轻声道：我也很难受。妙妙本能地感觉到这样的僵持不是办法，可是又对未知感到一点惧怕。直到手指摸到了他背上道道交错的边痕，心霎时软了。那你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他似乎是得了允诺，终于迈进那一步，感觉到身下的人无声地吸了口冷气。他低头将他额上被汗水打湿的头发撩开，声音很低：疼吗？妙妙咬着牙，目光闪闪烁烁，轻轻倒着气，像是在反过来安抚他。还行。他心里被一阵涌上来的暖意填满，感觉到自己似乎飘忽在云上，幸福的有些不真实。低头吻着他的唇，不给他呼痛的机会，
慢慢放任了自己。兵荒马乱中，他的手指蛮横地抵在他唇上，生生将他咬在下唇上的牙齿抬了上去。别咬自己！妙妙的虎牙叼着他的指腹，烦躁地磨了磨，气喘吁吁地骂：不咬我，难道咬你吗？他真将手背乖顺地伸过来。可以。他伸手轻轻一推，将他的手推开了，沿着原有的牙印迅速地封住唇，好似在给一瓶不太稳定的汽水用力拧上盖子。他的眼疾手快，再度用手指抬起他的牙，怜惜地摩挲着他的唇瓣，带着混乱的呼吸，在他耳畔道：妙妙，你可以出声的。羞耻的热度沿着脊梁骨往上爬，霎时间占据了整个大脑，鸡皮疙瘩起了一后背。他撑着最后一丝理智，给自己一遍一遍打气：合法夫妻，合法夫妻，合法行为，合法行为。他的指腹抬着他的牙，哄诱般的贴着他的耳朵说话：出声吧。他忍不住含糊的呼痛。妙妙，他缠绵的唤，眸光迷离。林妙妙茫然望着他，这人看起来好像没羞没臊，全无下限。汽水瓶砰的打开了盖子，他开始哼唧。总归已经摒弃了羞耻心，便故意夸大其词，觉得自己变成了豌豆公主，被他掐了一下腰也哼哼，无意蹭了一下手臂也哼哼，背后垫着衣服硌得慌也哼哼。妙妙看着他像濒临失控的野兽一般躁动起来，又怕真的弄疼了他，拼命克制自己，手足无措，连眼尾都泛着嫣红，心里幸灾乐祸，手指轻快地摩挲他的脊背，像是在顺着小动物的毛。木生觉得怀里的人真的变成了一朵云，软绵绵，热乎乎，还能发出美妙声音的云，恨不得将它拆碎了揉进胸口，又怕它真的一下消散了，只好拿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耐不住了，便吻一下，舔一下，再放回去，珍藏起来。这是一个男孩，轮廓与慕容氏如出一辙，秀美灵动，眉眼生的倒像他父亲。慕容氏带着孩子在镇上艰难生活，开始时邻里上对他关照有加，可是时间长了，家里没有男人庇护，慕容氏的容貌终究招来了祸事。开始时只是一两个光棍邻居打他的主意，让他言辞拒绝，呵斥几句，上顾得面子，连连致歉退开。慢慢的发现他们孤儿寡母，毫无还手之力，便有许多的痞流氓、醉汉赌鬼上门纠缠。慕容氏家里的锁每天都被不同的人撬开，慕容氏担惊受怕，每天捏着一根长棍，合衣坐在院门口，夜夜不敢安睡。他的女邻居们开始时还同情他，时间久了便也是他为不祥。镇子上开始有了谣言，说他水性杨花，在外与男人淫乱，这才被夫君撇下，是个没人要的荡妇。此名一出，慕容氏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好几次差点被人欺负，他挣扎叫喊了半夜，也没人来搭救他，身旁婴孩大声啼哭，引得邻院里的狗狂吠，好事者心里有鬼，吓得连滚带爬的跑掉，他才逃过一劫。慕容氏决定抱着孩子离开无方镇，回自己的家乡，可路途漫漫，他走到哪里都不太安定，哪怕他戴着面纱，揣着匕首，一个窈窕的单身女人抱着个婴孩，也总是逃不开觊觎的眼睛。车舟行途，流窜的恶人尤其多。船上有一伙恶匪盯上了慕容氏，便在一个夜里，几人分工配合，抢走了慕容氏怀里的孩子，强令他屈从，否则便要将孩子掐死扔进江水里。慕容氏为了孩子，不得已含泪答应。事行至一半，船上脚步切杂纷乱，有两人从廊中经过，高谈阔论，正提及长安的赵公子，高头大马娶了心腹。慕容氏听在耳中，万念俱灰，刹那间仿佛天地失色。忽然婴儿夜梦惊醒，放声啼哭，匪徒们嫌他扰了好事，想要违背诺言，顺手将他掐死。不知是不是恶行触怒了老天，老头伸出指头指了指头顶，瞪圆了眼睛，忽然红光大作，四人齐齐倒下，霎时死于非命。台下鸦雀无声。慕容氏连好衣服，挣扎着起来，抱着孩子一看，不知发现了什么，当天便踏上返程，回了无方镇。听众们一阵骚动，窃窃私语不绝。怎么了呀？不知道呢。慕容氏抱着孩子连夜赶回了无方镇，径自去找了花折的老板刘娘。这刘娘谁？无方镇里的秦楼楚馆，唯属花折最有名。花折里的姑娘各个角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既有样貌又有才情，引得无数达官显贵不远万里前来风流。刘娘便是那个老鸨之最。慕容氏早年与这刘娘曾有过点头之交，现下走投无路，就去投奔于她。刘娘见了慕容氏，给出的第一个建议便是让他去把襁褓里的孩子溺死。慕瑶心里咯噔一下，与柳福一对视一眼。为什么呀？身后有人悄声问道。邻桌人轻轻敲了敲碟子，笑道：那还不简单，他独身一人还算抢手，带着个拖油瓶孩子算怎么回事？慕容氏不愿意放弃孩子，与刘娘不欢而散。
可是他回到家，镇上那几个恶棍地痞就像是豺狼虎豹，虎视眈眈，慕容氏过得万分艰难，生计也是问题。赵公子已再娶，他对男人已经绝望。他便想，与这样搓磨度日，不如换得个锦衣玉食，好好将孩子养大。就再回头去找刘娘，同意卖身，只求个避难之所。哎，听众们两眼含泪，叹息连连。刘娘对此事万分谨慎，一来以慕容氏的角色必定是艳压群芳，超过了花折里所有的姑娘；二来慕容氏多多少少跟他有份交情，他也不想亏待了慕容氏。于是刘娘没有把慕容氏的名字写上玉牌，也没给他起花名，辟了3层最豪华的冬暖阁，锦衣玉食的供着他，是慕容氏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以示与过去划清界限，叫做荣娘。慕瑶听到这里，猛地蹙起了眉头。荣娘？柳拂衣奇怪道。怎么了？荣娘，荣娘，他嘴里默念着，摇了摇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没什么。荣娘接客，只接纳王公贵族，人上之人，须得才貌俱佳，才有幸与他春风一度。刘娘觉得这样他算是照顾荣娘了，即便是沦落风尘，荣娘也算是个受人仰视的红姑。只有一点不妥，便是荣娘那个孩子。男孩养在妓馆多有不便，4岁以前还能同母亲日日待在一起，荣娘接客时托付别的姐妹照顾一下。4岁之后却是没法时时待在花折里了，荣娘只得给他些钱，嘱咐他在太阳落山以后在外面逛，后半夜再悄悄从后门进来，在小房子里睡下，不要惊动其他客人。荣娘待在花折7年，见过他的人都对他的样貌津津乐道，只是可惜他那样浑然天成的一张脸，隐在浓妆之下，没能彰显于世。7年里，荣娘的容貌一如往昔，似乎没有被时间影响，也没有染上风尘气，在权贵之间的名声越来越响。那一年，据说连先帝陛下也惊动了，借微服私访之名，一睹荣娘芳容。下面的人吸着冷气。陛下见了荣娘，很是喜欢，当夜便留宿在花折，夜里颠鸾倒凤时。他顿了顿，所有人都提起了气，不知怎的，偏偏就是在那天傍晚，荣娘那7岁的儿子忽然违背了母亲的叮嘱，慌慌张张地跑回了花折，冲进了房门，看到了母亲与别的男人交媾的模样。陛下骤然被扰，慌乱之下拿茶杯砸他，那小儿不知是不是吓呆了，竟跪在地上不肯走，一番拉扯惊动了刘娘。陛下本是来寻欢作乐的，秦楼楚馆的夜夜笙歌本就是你情我愿，天下佳丽谁敢不在真龙面前笑着承欢。可那小儿用那样一双眸仇恨地盯着他，好似他强抢民女，欺辱人家母亲似的，不由得心里膈应，雷霆震怒，拂袖而去。刘娘苦苦哀求，花折才幸免于难，只得按照陛下的交代，将涉事的荣娘赶出花折，放她一个自由。可是花折才是荣娘的庇护之所，自由于她反倒是劫难。她带着孩子在门口跪了3天3夜，刘娘也不肯答应再收她进来。厅内只剩下此起彼伏的叹息。于是慕容氏只得带着孩子离开了吴方镇。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只是听说有人在长安见过他，也不知道荣娘此后有没有再遇到歹人。荣娘就像是吴方镇的雾，天亮之后便消失了，像是从未在此地出现过一样。妙妙将拉起被子裹到脖颈上，将自己裹成了一只蚕，滚到了床边。夜色围拢下来，帐子里很快变暗了。她在外面点亮了蜡烛。听说男孩子结束之后大都没什么兴趣温存，她便趁着他起来点蜡烛的功夫，自顾自闭起眼睛，一个人安生睡了。木生回过身来，手却伸进被子里，抓住他的脚踝，将他从被子里一点点拖了出来。干嘛？他慌张地扭过身来。他身上披着衣服，睫毛在灯下凝着一点微光，低头吻着他裸露的小腿，柔光勾勒出他发丝的轮廓，简直美得像是一幅名家画作。林妙妙红着脸抽了抽腿，想快点破坏掉这种诡异的虔诚美感，他便猝不及防地吻在了他脚背上。一阵电流似的感觉骤然沿着脚背向上，他低低哼了一声，他便难耐地俯下身来压住了他，双手捧住他的脸。林妙妙眼疾手快，立即抵住他的唇，哭丧着脸。先亲脚背，再亲脸，什么顺序？睡吧，别折腾了。他眨巴着眼睛望着他，突然发现他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他眉梢眼角带着艳色，嘴唇嫣红，黑水银般的眼珠里水光潋滟，诱人至极，只想引得人去一亲芳泽。这真是传说中的面含春色。这荒诞的感觉刹那间让他有些迷茫，刚才被睡的到底是谁？他向后靠了靠，身上的痛楚又将他拉回现实，一把将他推下去，拉开被子盖住他，假意凶巴巴道：快睡。少年眨着眼睛，无辜顺从地看着他，侧脸极美，他心里一动，
忽然无端想起说舒老头形容慕容氏的话来，人情世故他多半不懂，他一样一样慢慢教过来，便像是给一幅未画就的美人图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一样。慕容氏过了一段蜜里调油的日子，愈发美得惊人。他扭过头，细细端详着木生在昏暗灯下的脸，果真精心地发掘他的眉眼、鼻尖、嘴唇，以至于眸中神采就如同被打磨的璞玉渐渐生光，越发显露出从前不曾显出的浓艳之色。妙妙心里咯噔一下，一阵无端的难过，慢慢地拱到了他怀里，伸手搂住了他。妙妙想，这一点温柔慰藉，在他那里已经算得上蜜里调油了。那他原来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呀？基本上接上了第二个感知梦。剩余疑问后来会解释道，我觉得赵公子的行为很不道德，但并非完全不能理解。慕容氏是没什么错，但他唯一的错也是致命的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最后瞒不住了才说出来。不是每个成年人都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的，有些人不在意伴侣身份，但有些人真的在意。这个世界里，隐瞒真身和隐瞒婚史、隐瞒遗传病什么的没区别。赵公子的走不只是2句话的问题，他整个爱情观都崩塌了，他根本不敢再相信慕容氏了。颠倒性别举个例子吧，女孩子某天遇到一个长得很帅、非常完美的男生，费尽心力把他给追到手了，放弃了富二代身份，跟家人断绝联系，跟他成家生活在小镇上。她每天都在想，这么完美的人怎么被他给找到了。然后家人来找了，跟女孩说，你现在这个丈夫有问题，他不是普通人，他展现给你的样子不是他的本来面目，是他按照你心里理想的标准去塑造的一个假人，快点跟我回家去过正常生活吧。女孩去找丈夫对峙，对方也承认自己不是普通人，这能不恐慌吗？有的人肯定很害怕，选择回家去了，哪怕怀孕了也打掉回家了。谁知道生下来的是什么呢？家里人再不讨人喜欢，至少是真的可信任的。何况男性相对女性来说是比较理性而且心狠的。但最残忍的是，教会了一个不懂爱的人怎么去爱，再将他抛弃。爱人抛弃，众口铄金，人性之恶，都是慕容氏堕落的理由。这是妙妙头一次主动伸手去抱他。木生怔了一下，不敢动了，连呼吸都不自知地放轻，全部的注意力不动声色地集中在他的手搭住的地方。他感觉到妙妙搂着他的腰，用力紧了2下，低声道，今天都没去成花折，等穆姐姐他们回来，让他们给你复述一遍。原是为这个。他心里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他的事情向来没人在意，现在竟有人比自己还上心。他顿了顿，很乖的应。林妙妙完成了安抚，准备抽回手，他手臂却飞快的一夹，将他的手无赖的压在了自己腰上。妙妙哭笑不得，没再挣扎，在昏暗的烛光下，以这种古怪的姿势搭着他，忽然小声道，子期，你是不是害怕听那个故事？慕容氏的故事已经过半，他应该可以猜到后面是如何的急转直下。他寻觅了那么久的真相，临到跟前却近乡情怯了。半晌没听见他有回音，他伸出手指戳了戳他的胸膛，睫毛忽闪了几下。就算是真的，那也是过去的事了，过去很久了。他不作声，留恋的反复摩挲着他的腰侧，将那里摸得热乎乎的。半晌，手伸到腰后将他一揽，一把压进怀里。妙妙身上只有一层薄薄的寝衣，还是刚才随便套的，二人的身体紧紧贴着，他觉得有些不太自在，推了推他的胸膛，像是小动物的挣扎。我怕。他的声音忽然低低的从头顶传来。林妙妙顿了顿，不怔了，仰头看着他的下巴，嘟囔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英雄不问出身？说完，觉得有点人微言轻，补充论证似的，在他冰凉的脖子上轻轻啄了一下，不太熟练，仅觉得像是雕虫子的啄木鸟。他一僵，手臂登时收紧了，那一下将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引了过去，仰着脖子等了半晌，也没等来第二次。他顿了顿，睫毛微微颤了一下，有些委屈。没了吗？什么？林妙妙空出来的那只手正在玩他寝衣上坠的黑色珠子，骤然听到发问，满脸疑惑。少年眸色暗沉，在昏暗的烛光中勾了勾唇角，捏住他的下巴，低下头望着他，眼中泛着水色，故意道，我连阴沟里蟑螂都不如，算什么英雄？林妙妙望着他的眼珠里果真浮现出了怒火。人家蟑螂还觉得自己活得怪滋润的呢，哪像你？说罢，又觉得心里酸涩，情绪上了头，勾着他的脖子又亲又咬，好几次嘴唇不慎蹭到了少年的喉结，惹得他眸光暗了又暗。他这才撒开手，没什么力道的推了他一把，恨道，说的什么屁话？怒火一消，他便下意识地摸了嘴角，又伸手摸了摸他颈上的几个浅浅的牙印，呆住了，背后一阵凉。
他大概是让黑莲花教歪了，总是在冲动想打他的时候，下意识上的却是嘴，还没想明白就被人翻身压住了。少年吻着他的头发，随即急促的呼吸落在他颈侧，他的手抹撒着他的腰，在他耳侧克制地问：再来一次好不好？请您留步。慕瑶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故事里略去的部分能不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老头略一沉思，问道：慕方士想听哪一节？在房间里，赵公子找慕容氏谈判，他们究竟说了什么？老头抚了抚额头，抢笑道：不瞒您说，那珠子里的记忆有限，很多地方都是破碎不堪，有许多事还是小老儿自己捋顺猜出来的。那按照您的拼凑，他们大约说了什么呢？他叹了口气道：赵公子径自去问慕容氏的身份，慕容氏先是沉默，随即据实告知，说自己，他小心翼翼地瞥了慕瑶一眼，说自己不是人，是，他似乎有点不太确定，音节在嘴里将吐未吐。媚女。柳福一适时接道。慕瑶脸色苍白，但没有打断。对，媚女。老头眼睛一亮，有些紧张地询问道：这媚女是妖吧？我只怕讲出来引起恐慌，只得删去了这一节。慕瑶神色复杂，指尖下意识地捻在一起，似乎不太想接受现实。真是媚女。柳福一道。媚女天生无泪，若痛极悲泣，只会泣血，在那一堆透明的眼泪里，才会有一颗血珠子。他顿了顿，抬抬手，示意老头继续。赵公子的脸色很难看，只反复问他为什么要蛊惑自己，为什么要骗自己。慕容氏愣了好一会儿，说自己没有，可赵公子不信，似乎是负着气，不久后便收拾东西离开了。赵公子为人自傲自负，在某些事情上，一旦有了先入为主的猜测，难免有些固执己见，刚愎自用。越是在乎，越是多疑，越是止不住地乱想。而媚女美艳绝伦，天生就是蛊惑人心的胚子，她抢辩自己是真心，又有几个人会信呢？慕瑶和柳福一一时无言，半晌，柳福一对着慕瑶耳语了几句，后者转身回了花折。待他走远了，柳福一才低声问：那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可有异状？老头沉默了一会儿，咂嘴道：刚生出来的时候，皮肤白得似雪，耳朵很尖，胎发长得盖住了额头，也不哭，长得是古怪的很啊。可是第二日的时候，就变得和寻常婴儿一般模样了。哦，对了，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比划起来，这孩子小时候头发长得忒快，一夜之间便从肩膀长到后腰。离开花折的前一日，他娘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大剪刀，似乎是犹豫了很久，才给他握住，一把剪了。什么样的剪刀？老头回忆了一下，就是农人剪草的那种剪刀，只是剪刀轴子上刻了个弯弯的月牙。断月剪。柳福一低声喃喃，暗自诧异起来。慕瑶回来了，问：那赵公子到底叫什么？这倒不知道，只是听慕容氏有一次唤他清欢。赵清欢，高门大户，长安城。慕瑶半晌没缓过神来，这故事里的主人公竟是赵太妃赵沁如的亲弟弟清一后。今日桩桩件件都令他觉得心惊肉跳，他捉妖世家收养的孩子，生母居然是个棘手的大妖，这个大妖竟也是媚女，那么和他有关系吗？还是说他陷入了更深的沉思？如若清一后真的是穆生的生父，那么他手里那块玉牌是什么情况下得来？爹娘又为什么要撒谎，说阿生是妖怪窝里捡来的呢？他做了个梦，梦里马蹄哒哒掠过窗边，细条状的光影纷乱，狭小的房间里，他趴在窗台上巴望着窗口。这里不是那拥有如血般红罗帐的绣楼，身旁的人说的也不是轻软的南部方言。偶有马蹄掠过，扬起黄色的灰尘。他知道这里不是他的家。裸露瘦削的脊背上有几道交错的红痕，手臂上还有青紫的甲印，精心的累累伤痕。在这逼仄阴暗的房里，他曾经拥有的那一段温柔怜爱也烟消云散。女人跪坐在他身后的垫子上，兀自对着一面破旧的镜子点妆描眉，给那一张绝色的脸戴上艳丽的假面，眉尾斜飞，像是祸国妖姬依仗的利剑。漆黑眸子里倒映的天穹慢慢从湛蓝到昏黄。他整日趴在窗边，凄寂地望着那一点亮光，却不知道自己应该等谁。有时候只是看着檐下的燕子衔着泥搭出个巢，还没等搭好，街上的小乞丐拿棍子一捅，巢便塌了，几枚小小的蛋打碎在地上，在泥点的残骸中绝望地流出浓稠的汁液。燕子拍着翅膀在空中悲鸣，眼睁睁地看着，却无家可归。乞丐们残忍地笑着，趴在地上将蛋液争抢分食。他向后缩了缩，搭在窗棂上的手指发凉，头顶笼上一层阴影。他身上劣质的香气伴随着风笼罩了他，他扭过头，他居高临下的睨着他，嘴角带着一丝冷淡的笑意。恶吗？
他不自然地眨着眼睛，捂着肚子，抿了抿唇，声如蚊讷。啊！他笑着，慢慢蹲下来，搂住他的脖颈，扭过去，强令他向外看，冰凉的手指让他打了个哆嗦。看到了吗？他指着外面那几个衣衫褴褛的癞头乞丐，去呀，去跟他们一起吃。他只往后缩，眼中的不安愈来愈重。娘养不起你。他下了结论，脸上的微笑恶毒，你去自己要讨要吃的吧，若是要不来，就去偷，去抢。他望着他，厉色瞳孔中含着的笑意，像是无法摆脱的诅咒，要是这点本事也没有。他艳丽的红唇轻启，就去死。他站立着，在他转身离开的刹那，慌乱地抱住他的腿，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线生机。娘，他发出小兽似的惶恐的哀求，我听话，可不可以不要丢下我？他猛地回头，涂着红色单扣的食指猛地掐住他小小的脖颈，直接将他顶在了破旧的矮窗上，矮窗发出嘶哑的吱呀。他眸中的恨意汹涌，要不是因为你，我何至于落得如此境地？他张了张口，没有发出声音。他率先松开了手，他倚着窗滑落到地上，咳嗽起来，雪白的颈上留下2点青紫的掐痕。他蹲下来，俯视着他，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只垂死的小狗。他怜悯地抚摸他的发丝，话语中还有尚未褪去的冷意小声儿，你要乖，杀死他之前自己去讨饭吃，娘不会不要你的，等你杀了他，娘便带你走，你想去哪里便去哪里，好不好？他平静下来后，许诺异常温柔。小孩子总是易于哄骗，甚至不用哄骗，只要他像以前那样对着他笑一笑，他便什么都依了。他怀着一点小心翼翼的期冀，好了伤疤忘了疼似的，又亲近了他。那娘去哪里？他无声地正了正簪子，微微笑了。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他低下头来，抚摸他的脸，尖利的指甲有几下剐蹭到了他颊上。小生儿媳不喜欢弟弟妹妹啊。他的手极凉，像是一块冰贴着他，冻得他浑身僵硬。他本能地摇了摇头。他想，娘是疯癫了，哪里来的弟弟妹妹？他高兴地笑着，真乖，娘也不喜欢他们一个都跑不了。有人将被子折了2折，裹在他身上，被子太厚了，因此边角翘了起来。他嘟囔了几句，翻身过来，用身子压住。他隔着被子，手脚并用地抱着他，像抱着树干的熊，抱得那样紧。他睁开了眼，恰与他四目相对，眼前的人骤然一惊，旋即不好意思地将胳膊腿放下去，滚到了一边。被子边角立即翘起来，他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伸手一捞，将女孩抱进了怀里。他的脸蛋贴着他的心口，热乎乎的一团。这样的热直接辐射到四肢百骸，他的血管里终于奔流着正常的鲜红的血液，从那样的如坠冰窟的寒冷中抽身而出。还冷吗？他问。你刚才一直发抖。他的睫毛一动一动，痒痒地扫着他胸前的皮肤，又执着地问了一遍，还冷吗？他闭着眼睛，一点一点吻着他温热的脸颊。不冷了。阳光从帐子顶上投射下来，每一片光斑都温柔明媚。在阳光下行走的女孩带着一身光明磊落的温热，大大方方地钻进他怀里，抱着他，暖得像是在做梦。妙妙，你来，我有话告诉你。前厅里两旁花窗漏下的细碎阳光照在几盆吊兰的叶子上。柳拂衣眉宇间带着忧色，招了招手，把走过院子的林妙妙叫进屋，顺手帮他把椅子拉了拉。半晌没听见回音，他一抬头，只见林妙妙为难地站在原地，左顾右盼，忽然眼睛一亮，柳大哥，抱歉，等我一下。他挽着裙子飞快地跑过去，截住了从前厅路过准备去院子里练术法的慕瑶。慕姐姐，你能不能进来坐一会儿？慕瑶一脸茫然地让他拉进了前厅，按着坐在了柳拂衣旁边，随即他搬过椅子，坐在他们对面，摆出了六方会谈的架势。现在好了。他双手相抵，撑着下巴笑了笑，柳大哥你开始吧。柳拂衣哽了一下，与慕瑶对视一眼，两人都对他说话前的严肃准备摸不着头脑。别一直看着我啊。林妙妙轻咳了一下，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慕容氏的侍木生一早就去镇上采买笔墨黄纸，恐怕一时半刻回不来，现在是这些天里他唯一不在场的时机。柳拂衣默了片刻，慕容氏或许不该叫做慕容氏。林妙妙竖起耳朵听，他不姓慕容，他姓穆，夜晚的那个穆。穆姓在妖物族群中是象征永夜的存在，他们身上体现着妖物最黑暗的一面，魅惑、暴力、只手遮天。你还记得过晚江的时候，在大船上我曾经给你讲过的媚女吗？柳拂衣地望着他，表述缓慢而柔和，生怕他不接受似的，一点点地引导着，媚女能歌善舞，美艳绝伦，善蛊惑人心。哦，
妙妙抿了抿唇，伸出手指，想起来了，那个人格分裂。当时柳福一对他讲过，若是媚女被人辜负，就会于体内分裂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妖魂，名为怨女，本性极恶，为祸四方，捉妖人避之不及的对象。却没想到这样的巧。柳福一颔首，还在观察她的神色。慕容儿是媚女，她说的那座故乡的山就是极北之地的麒麟山，存世的媚女数量很少，她就是其中之一。哦，林妙妙思忖，手指无意识地搅着，垂着眸子嘟囔，不知是惊异还是茫然。那木生就是媚女的孩子了。他的大脑飞速运转，慢慢地印证着这个事实。难怪在第一个记忆碎片中，他可以神出鬼没地钻进青衣侯的七香车，难怪他头发一长，红光一闪就能杀人于无形，那蛊惑人心的力量不是邪术，应该是天赋了。那发带呢？原先他以为木生是借了发带的力，现在看来那发带怕只是个把门的闸口。厅内静静地燃着熏香，花窗外人影动了动，衣角擦过了茂盛的兰花，刚接出的一只长长花苞扑噜噜地滚落在地。少年将背抵在墙上，闭上了眼睛，努力地想要勾起唇角，嘴唇却颤抖着，连一个讥诮的微笑都没能完成。果然是半妖啊！拥有这样的血统，却在嫉恶如仇的捉妖世家长大，手里沾了无数妖物的血，可却终究不能被世人所容。他隐约猜到了自己的宿命，可是终于被证实的这一刻，仍然生出一股深入骨髓的孤独。过去的10几年，终于全部被判定成了不足道的笑话。不论哪一方，都不应该多余出他这样的怪物。他转过身，透过花窗的缝隙，一动不动地看着林妙妙低垂的眉眼，搭在墙上的指甲泛白，他眸中的黑是旋转颤抖的星河，极端危险。现在，他放在心口的女孩，终于毫无掩饰地知晓了他今天的不堪。他知道没有勇气听下去了，哪怕他皱皱眉，都会如一记重锤砸下。可是他迈不动步子，发疯似的想看看他的反应，不敢奢望，又忍不住幻想。妙妙，柳福一有些忧心他长久的沉默，身子轻了轻，怎么了？没有。妙妙抬起头，语气又轻又缓，像是在暖融融的午后讲故事。我在想。柳福一对他过于平静的反应有些吃惊。想什么？他蹙着眉，含着微不可闻的叹息，抬头一望，声音仍旧很轻。我在想呀，那子期岂不是很可怜？屋内屋外的人一并默然。一时间，窗外落叶沙沙，由外而内传来。他接着道，做人有做人的快乐，做妖有做妖的潇洒，他夹在中间，该往哪儿去呀？阳光倾落的室内，女孩歪着头，眼中有真诚的疑问，随即又陷入了沉思。慕瑶没有想到妙妙的反应竟是这样，顿了顿，试探着问，妙妙不怕吗？林妙妙看了他一眼，反问，慕姐姐怕吗？我闯南走北，见得多了，自然不怕。她的脸色很难看，只是有些诧异罢了。慕瑶觉得，自从木生在那天夜里爆发以来，他的心也跟着变得越来越宽了，几乎有些破罐子破摔、自我放弃的意味。别说半妖，哪怕他就是妖，难道他还能提刀把养了这多年的弟弟砍了不成？就算他想，手也是举不起来的，哪怕躲远点眼不见为净，也不想直接对上他。这几个月，他一直活在自我怀疑和心理矛盾中。是啊，没什么好怕的。妙妙点头，他不就是他吗？是人是妖又有什么关系？可是你不一样，你是他的妻子，人妖殊途，终究。柳福一捏住了慕瑶的手腕，他没有说下去。柳福一接着道，赵公子，你也认得，就是赵太妃的弟弟青衣后。白色发带在风中飘飞，木生的腰斜抵在墙上，手指点在花窗上，贪恋地描摹着妙妙的轮廓。他的眼尾上挑的那个小巧的勾，罕见地勾住了一点暖色，侧脸恬静，像一块被抚摸的热乎乎的暖玉。长睫下黝黑的眸子沾染了阳光，倒映着一点迷乱的光晕。他说，是人是妖都没关系。只这一句话，就像垂死的囚徒被判了缓刑。随即，他看见林妙妙诧异地抬起头，青衣侯。他惊愕了2-3秒，那双明亮的杏子眼不自然地眨巴了2下，眼皮发红，飞快垂下了眸，越发像只兔子。怎么了？柳福一吓了一跳，知晓一个人的身份，竟然比知晓一个妖更让他吃惊。没事。林妙妙的手指交握着，看着地板，胸口里仿佛有一只手在揉着他的心。亲人背离，父子相杀，至亲面对着面都认不出来，只当仇人搏命，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他又出神想了。倘若一切顺利，黑莲花本该是赵家的小侯爷呀，锦衣玉食堆砌，被宫闱祝福包围，鲜衣怒马，自由自在的长大。父母期许，明知子期。柳福一担忧地盯着他。没事儿。
林妙妙摆摆手，抢笑道：“柳大哥接着讲吧。我曾经对你说过，媚女隐居山林，一旦流落于世，必会招致灾难。”林妙妙点头：“是因为怨女的缘故吗？”也不全是。她顿了顿，媚女天生地长，妖力巨大，只是一旦怀孕生子，妖力便会被大幅度削弱，甚至会失去妖力。她提着一口气，他们的孩子即将继承，或者说是剥夺母亲的妖力。林妙妙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若生男，则妖力减半；若生女，则妖力加倍。而男孩不算在媚女族群中，生而得来的妖力无法延续下去。妙妙的脑子飞速运转着，也就是说，随着媚女族群的繁衍，真正作为媚女继承妖力的女孩会越来越少，但是妖力会越来越强。对，柳福一颔首，赞许地看着他，这就是媚女族群的进化。如果放任他们进化，最后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强大怪物？这个世界能不能承受这种力量，谁也无法预料。媚女族群也不希望力量慢慢集中在某几个人身上，因而他们将自己藏起来，不会轻易繁衍。林妙妙长舒一口气，还没能这口气吐完，便听见了接下来的话。但我猜慕容儿是个例外，她生下了一个男孩，但这个男孩的妖力竟然没有减半，反而加倍了。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与人结合的缘故。与之相应的是，慕容儿的强大妖力几乎全被她剥夺了。她有了这个孩子以后，孱弱的几乎像是个普通女人，甚至没有办法去抵御普通人的欺侮。林妙妙诧异地听着，把自己的手都掐红了。厅堂里的人没有发觉花窗外兰花叶片摇摆，外面的衣角一闪，无声地消失了。我还听到过一种说法，柳福一道，只要在孩子长成之前杀了他，属于母亲的妖力就会回归己身。原来如此，林妙妙喃，难怪慕容儿第一次投奔花折的时候，刘娘建议慕容儿把孩子溺死。所以在那个大雨磅礴的感知梦里，撑着伞的刘娘隔着门缝怜悯地望着跪在地上的容娘。我早告诉过你，她留着就是个祸害。而慕容儿跪在雨中，语气虽柔，却很坚定。小生儿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宝贝。慕容儿不舍得杀这个孩子。柳福一低声道，即使赵清欢已经负了他，他仍旧觉得这个孩子是他的宝贝。他本来想要抱着孩子回到麒麟山的。他蹙起眉头，有些迟疑道，可是路上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放弃了这个打算，再次折回无方镇。林妙妙沉默了许久，试探着问，是船上的红光吗？根据老头的叙述，慕容儿在船上被恶人欺凌，忽然间婴儿放声大哭，他们想要掐死这个孩子的瞬间，天降红光，四人同时暴毙。这个场面，柳福一他们不知道，林妙妙却并不陌生。那个感知梦中，木生在巷子尾被几个大孩子压着欺辱的时候，也骤然爆发出了这样的红光。这种地动山摇的巨大力气之下，他周围的几个人都顷刻间死绝了。随即他的头发爆长，从双肩长到了腰侧。这一刻，他大概猜到了什么，但是没有说出来。柳福一颔首，我猜这个时候，慕容儿发现他的妖力加倍且不为人所控的事情。若是抱他回去，媚女族群可能会将这个危险的异类解决掉，而孩子平素跟人无异，需要熟食和热水。他决定折返无方镇，自己想办法。刘娘大概是一只雁。慕瑶接道，他以吞噬世人的悲苦或者欢乐为生，他开花折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收集这些苦难女子的辛酸泪水，攒起来，然后一并吞掉。大妖之间不会深交，甚至多有敌对。慕瑶叹息，我猜想慕容儿实在走投无路，才去找了这只雁，但是刘娘不想多事，只是劝说慕容儿把孩子杀掉，恢复自己的妖力。后来大概是慕容儿留下了珍贵的血泪，送给了他，刘娘才答应将他和襁褓里的孩子留下，加以庇护。四个穿着道袍的方士捧着四个半开的盒子，跪成一排。端阳涂着单扣的手指搭在盒子上，边走边挨个抚摸过去。他停在第三个面前，从中拿出了那张软塌塌的面具，慢悠悠地走到镜子前。四个方士跪在地上的方士面面相觑，瑟瑟发抖地看着他缀着珠宝玉石的裙摆。端阳回过头来，赫然是清冷美丽的另一张脸，他的手指在颊上摸了两下，淡淡道，不够像。说着揭下脸上的面具，揉成一团扔在一旁，又拿出第二个盒子里的面具，在镜子前小心翼翼地戴好。方士们抖得更厉害了。先前宫里传闻骄纵的帝姬疯了，他们还不信，后来又传闻帝姬好了，不仅好了，还不知给陛下灌了什么迷魂汤，使得那不习鬼神之事的天子大手一挥，直接将爹不疼娘不爱的青天奸华给了这个小姑娘。他们只敢心里默默想，现在看来帝姬美好，疯得厉害，好好的做什么要换另一张脸，真是废物啊。
他再度将脸上面具揭下来，娇嫩的脸蛋被面具牵拉变形，显得扭曲恐怖。他的动作粗暴直接，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疼。地基栗色的瞳孔在阳光下闪光，眼里泛着冷冷的讥诮。偌大一个钦天监，竟然连一个像样的面具也不会做吗？殿下，一个老头似是忍无可忍了，有些不服的抬头，已经很像了。地基弯下腰，骤然十分不尊地掐住了他的下巴，鲜红指甲埋进他的胡须里，惊得其他人低呼一声，瞠目结舌。还不够。他嘴角勾起，冷冷望着他，话语几乎是从齿缝里挤出来的。我要的是一模一样，完美无缺，懂吗？殿下，门口有内监慌慌张张地跑来，出事了。他在地基震慑的目光中骤然停下，咽了咽口水，声音越来越低，太妃娘娘，遇刺了。他一愣，旋即姣好的面孔上浮现出一个冷淡而嘲讽的笑，就这么耐不住性子吗？传话的内监瞪大眼睛，您说什么？没什么。他微微低下头，哀婉地将发梢别至耳后，本宫说不必再准备给母妃的糕点了，用不着了。木生早上出门之后竟然一去不返，一整天都没回来。傍晚时候，妙妙惶然跟着柳福一和慕瑶去街上找了一圈，没见到他的影子。他可能听到我们说话了。柳福一下了结论，看了看妙妙的脸，顿了顿，叹了口气，让她静一静也好。林妙妙坐在床边点着灯，一言不发地等到半夜，呼了一口气，留下了桌上的灯，拉开被子躺在了床上。自打那一次春风一度，他就收了地上的铺盖卷，夜夜睡在他身边。往常这人粘人得很，经常将他搂得喘不过气。他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主动抱着他。一旦他主动伸手搂他，他便乖得一动不动，任他抱着，像他床上摆得凉凉的大型人偶。今天他的大型人偶丢失了，他一个人躺在床上，感觉寒意从床板上渗出来，从脊背钻进去，布满全身，盖着被子也抵挡不住这样的潮湿的凉。他烦躁地翻了个身，睁着眼睛看着墙壁，感到那霜一样的寒意仿佛渗进了头皮之下，太阳血骨胀胀的，那种冷想要从眼眶里钻出来。妙妙将手腕搭在额头上，绝望地想，真出息，居然因为找不到黑莲花而委屈的想哭。这么想着，门微微一动，有人推门进来了，轻手轻脚地掩上了门。他脸生闭气，心跳在胸腔里砰砰作响。回来了。木生进来，看见桌上竟然点着暖融融一盏灯，将屋里照得很亮，不由得愣在原地。他悄无声息地慢慢走过去，拿手在那烛火面前虚虚地摸了两下，似乎是想借这一点微光烤火，又抬头去看帐子里的人影，乌黑的瞳孔中倒映着暖黄的火光，安静地看了很久。妙妙紧张地闭着眼睛装睡，指尖蜷着，轻轻搭着手背，指尖冰凉汗湿。他站在那里，像一抹幽魂，让他担心自己一动就把他吓跑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混杂着门外冷风，慢慢飘散过来。他没有上床来，只是站了一会儿，反身出门去了。他在隔间里打了一桶冷水，然后在深秋时节脱掉了沾血的外衣，整个人泡了进去。呼出一口白气，他将脸靠在桶壁上，水珠顺着他的侧脸滚下去，漆黑的眸似乎也涌动着波光。刚才那一刻，他差点就被那一盏灯融化了。可是他又觉得自己带着刺骨的寒冬夜色进来，背负着杀意和血气，对着那样暖融融的房间和帐子里安睡的女孩，像一种格格不入的入侵。头一次这样憎恶着身上的血气，憎恶自己周身如大雾压境的阴郁。越贪恋他，越厌恶自己。林妙妙在提心吊胆的等待中不慎眯了一觉，床角的铃铛轻轻一响，她才惊醒。她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直到后半夜才不声不响地爬上床，轻轻地躺在他身边。只是这一次，他没有贴过来挨着他，中间留了一个人的宽度。他僵硬地躺在床沿上，再翻个身就该掉下去了，怎么回事？他有些燥了，手一伸，摸到了人，扣住了他的腰。木生感觉到他搂着他，一点点地把他往床中间拉。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洗不去的淡淡血气，他眸光一闪，与他在昏暗的光中对视。弄醒你了？没睡。林妙妙侧躺着望他，吃力地把他拉向自己，轻道，躲那么远做什么？少年翻了个身，几乎将他压在了墙壁与床的那个直角上，捏住他的下巴，眸光深沉。不想问我干什么去了吗？还能干什么呀？妙妙任他抬着自己的脸，嗅着空气里漂浮的一点铁锈味，顿了顿，语气轻佻，杀人放火去了呗。他忍不住吻在他柔软温热的脖颈上，似乎在急切地寻求慰藉，动作称不上温柔，语气很凉。怕吗？林妙妙将他的脸捧出来，发愁地看了半天。从你打死水鬼那一次开始，我不就一直在边上看着吗？你现在才问，晚了点吧？
他戳了一下木生的脸，笑容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你又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儿了，怎么这回还矫情起来了？少年垂下眼睫。是了，他行走世间这么些年，张狂自负，手上沾满妖物的血，杀人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从来没有觉得负罪。可是为什么当他这样抱着他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罪大恶极，洗刷不净了？妙妙他不仅没笑，反而愈加低落了，心里也一阵挫败，捧着他的脸，在他颊上吻了一下，清了清嗓子道：我也打死了水鬼呢。他眨巴着眼睛，学着他的表情，夸张地做了个嘴向下撇的表情。我也伤心得很，我杀鬼了，怕吗，子期？他呜呜地假哭起来。怕吗？话音未落，他没忍住笑了场，摸小动物似的，轻快地摸了摸他的头发。少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眼里似有亮光在颤。妙妙摸着他的手臂，一翻身搂住了他。你身上好冷啊。他哆嗦起来，牙齿打颤，不会用冷水洗澡了吧？木生没出声，将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他的背。他将热乎乎的自己展开，妥妥帖帖地将他抱着，将全身的温度传递过去。你下次再用冷水洗澡，我就不抱你了，冻死人了。木生顿了一下，微凉的唇顺着他的脖颈向下吻。林妙妙觉得他和木生就像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他把蛇揣热乎了，他活过来了，就开始在他怀里乱钻乱咬了。他往下吻到了他的小腹，吻越来越炙热，带着颤抖的呼吸，手伸到他背后，熟练地将他背后的系带抽掉了。床脚铃铛开始响动起来。你怎么还下去了？床上的女孩眸光里含了水色，慌乱地捞了一把，没捞着，她早顺遂地溜下去了。你别。他的话骤然低下去，变作惊慌的呜咽。他的吻迷乱而灼热，软绵绵搭在他肩上的白皙的腿，脚踝小巧，不盈一握，躁动地晃着，无可奈何。子期。木生抬头向上看，少女脸上潮红，尾音里都带了点慌乱讨饶的颤。他快不行了。不知怎的，这个念头一出，深重的怜惜和排山倒海的欲念同时出现在他心头。他心里顽劣地想，若是还不停手，会怎么样？他开始挣扎着向上逃脱，他抓着他的腰，将他摁在原地，缓点了一把火。然后身下的云朵便颤抖着，化成了一滩软塌塌的水，捞也捞不起来了。铃铛叮叮当当的响，他带着惊奇的心动，将这滩水慢慢地温柔地拢起来，又塑成一个他。转眼间迎来了这一年第一场雪。窗外雪花飘洒，室内炉子上咕噜噜地滚着沸水，妙妙在屋里也穿上了带毛毛领子的袄。赵太妃的薨逝的消息从长安传来时，主角团正在围着桌子吃饭。慕瑶和柳福一对视一眼，心知肚明，但没有吭声。木生侧头看了林妙妙一眼，他只是筷子停顿了一下，就继续如常吃饭，淡定如常地吃满了2-2道香米，还称赞慕瑶炒菜的手艺越来越好了。总之，大家对某个猜测装聋作哑，最大限度地纵容了最有嫌疑的人。虽然如此，林妙妙察言观色，发现木生好像不太高兴。他有心事的时候，眉眼低垂，一言不发，脸上貌似看不出什么端倪。可是自打跟他在一起之后，他莫名地获得了一种能力，哪怕他掩饰自己，他还是能一眼看出他不高兴。虽然不太理解黑莲花为什么突然对他从前毫不在意的杀人放火行为产生了抵触情绪，但是身边坐着一大朵蓬松松、沉甸甸的乌云，他心里也跟着不开心起来。柳福一伸出筷子，夹走了竹筛上放着的最后一只杂粮馒头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的林妙妙满脸希冀地盯着他看。他刚想喂到嘴边的馒头，犹豫地移开了，迟疑道：妙妙，你是想吃吗？林妙妙摇头，2只眼睛亮晶晶的，抱起了桌上空空的竹筛。柳大哥，这个能不能送给我？柳福一哭笑不得，嚼起了馒头。行啊，门口的铺子里就有卖的，我明天再买一个新的去。林妙妙点点头，在柳福一和慕瑶诧异的目光中，心满意足地把大竹筛抱回了房间。雪花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蓬松地积了薄薄一层，像是精致糕点上松软的糖霜。零星的几棵黄叶树枝头枯雅，沾染了一点白。林妙妙蹲在院子里，戴着手套的手拂开一小块雪，小心地用短棒鞋支起了竹筛，呼出团团白气，额头上沁出一层汗水。忽然背后一暖，他回过头去，木生在他身上轻轻搭了一件披风，几乎将他整个人罩住了。他站起来回望，雪还在下，小块的被风卷着打着旋儿飞，大块的粘连在一起飘落下来，像是春天的满城飞絮。少年双肩上落了薄薄的雪花，显然站了有一会儿了。林妙妙伸手一摸他的衣服，单层的，便将身上的披风解了，踮脚披在他身上。怎么穿这么少呀？给你穿着。
木生捏着披风的边，漆黑的眼睛望着他，似乎有些疑惑。我不冷。林妙妙摘下手套，猝不及防地伸出热乎乎的手摸了一把他冰凉的脸，笑道：还不冷啊？将手上的手套扔给了他，给你，这也给你。见木生望着手套发呆，他的手又伸到脖子背后，解了几个带，将袄子上的毛毛领子给拆了，在他脖子上迅速的一围。暗灰色的塔兔毛蓬松柔软，越发衬得他面白唇红，双眸黑的纯净，像个粉昨玉砌的娃娃。妙妙歪头看着，猛地抓着那领子一拉，把他的脸拉到跟前，踮起脚照着他脸颊亲了一口。木生摸着侧脸，凝眸望着他，彻底魂飞天际了。林妙妙看着他笑，粉嫩的嘴唇像是初春的花瓣，带着点娇憨的得意，似乎还有点取笑他的意思，旋即自顾自地蹲下来，在擀面杖上系绳子。在干什么？木生望着他的背影，视线终于落在斜支在地上的竹筛上。倒扣的竹筛上部已经积上了一小块雪，尚未融化的六角冰晶闪着光，竹筛下的地面却很干净。捉鸟呢？林妙妙边忙活边轻快地答，拍拍手站了起来，在手上哈了哈气。屋里挂着个空的笼子，看着怪吓人的。房间角落的鸟笼大致是宅子的前主人留下的，不知为何没被收走，孤零零地挂在那里，落满了灰。他看见妙妙将它擦干净，摆在了桌上。木生眸中似有些不解，仰头看了看四方院子围出的灰蒙蒙的天空，偶尔有鸟雀飞过，漆黑的一个点儿，哆哆嗦嗦的，似乎也被这场雪打湿了翅膀。他将妙妙的手套揣进怀里，从袖中拿出几张符纸，干脆利落。我帮你捉下来。别用符。妙妙一把抓住他的手，指了指地面，笑得很兴奋，要这么捉才有意思。捅捅他，快，你去厨房抓把谷子来。木生看了看他的笑靥，收了符纸，听话地朝厨房去了。冬天的食物难觅，喜鹊儿饿得没力气叫了，在小雪暂歇之后，耷拉着翅膀，垂头丧气地在墙头踱步。绿豆大的眼睛四下乱瞟，他盯着下面的谷子好久了。是人放的，堆成个小小山，不知道用来做什么。旁边只有个草帽样的东西，没生命的。总之，好像没人看着。他从墙头飞下来了，开始在院子里踱步，假装无意地慢慢靠近了那个小山包美食。假山背后，林妙妙看准时机，把绳子塞给了旁边的人。给，你来拉。木生骤然被塞了根绳子头，回头看去，旁边的女孩扒在石洞的缝隙前，像是兴奋地竖起一双耳朵的兔子，她的睫毛颤了颤，居然有些紧张起来。我拉。是呀，你拉。林妙妙拉着她的衣服，将她扯到了自己身边，低声玩笑，看准了拉，抓不住可不行。话音未落，她的手猛地一收，钻进了阴影里面的喜鹊刚叼起第二口谷子，惊恐地发现头顶上扣下来一个庞然大物。抓住了，抓住了。林妙妙连蹦带跳，抓着她的手腕，兴奋地拉着她往出跑，敏捷地蹲在了倒扣的竹筛边上，毫不在意裙摆沾上了湿漉漉的水渍，将那竹筛小心翼翼地掀开一个边。喳喳，小鸟看到了光明，猛地往出钻，慌乱地拍打着翅膀，从它伸出的手背上踩了过去，眼看就要挣脱了。妙妙瞪大眼睛，啊！木生眼疾手快，双手一拢，在空中一把将它拢在掌心，感觉到手里的活物在扇动着翅膀挣扎。捏断过无数颈椎骨的手，不沾血的轻轻包裹住了一只活蹦乱跳的鸟，鸟的翅膀尖儿扫在他手心上，野性的，带着雨雪的诗意。他骤然觉得时空倒转，好像是多年前的那个小孩，终于把生机勃勃、纯粹美好的世界轻轻拢在了手心。那挣扎的触感，就是一潭死水中开始慢慢跳动起来的心脏，砰砰砰砰，雀跃而鲜红。他的黑眸闪动，望着女孩娇嫩的脸，许久才启唇。抓住了。生生乖，喝水。木生回过头，一言不发地看着林妙妙拎着笼子，拿着根细长的狗尾巴草，专心致志地逗鸟。他出神地看着他，听着他脆生生地喊声声，脸上的表情复杂，分不清是愉悦还是妒忌。笼子里的鸟耷拉着脑袋，就着他的指点喝水，似乎不情不愿地接受了自己被豢养起来的事实。这鸟进了门，林妙妙就说要给他取个名字，眨巴着眼睛想了半天，点点笼子，非常高兴地说：就叫生生吧。木生骤然正在原地，诧异地盯着笼子里的鸟。为什么叫声？他停滞了一下，竟然吐不出来那两个叠字，睫毛动了一下，脸上泛起一层不自然的薄红。林妙妙偏过脸看他，故意看了许久，杏子眼里闪着光，似乎在无声地憋着笑，脸上还是一本正经的模样。因为是你抓的，而且他总是出声，吵得很。他无言以对，只得接受，并且非常不高兴地发觉，林妙妙有了鸟之后，整个人的热情都倾注在他身上了，
属于他的那份也被分去了不少。他的目光落在那只踱来踱去的鸟身上，含了一丝冷淡的敌意，出口的却仍是平静的话：要养到什么时候？开春吧。林妙妙兴致勃勃地看着他，随口道：等天气暖了，就放它自由。他微微舒一口气，看鸟的目光柔和了不少。冬天的第一场雪未及盖满枝头就停了，雪化之后，气温一日色一日的低，连遮蔽无方阵的大雾都带着深入骨髓的寒气，一出房门，冷气就往人脖梗里钻。大家没有要事，就躲在宅子里不出门，日子过得格外悲懒。事实上，这应该是林妙妙加入主角团以来过得最闲的一段日子了。他们无法主动出击，更多的情况下是在守株待兔，就像石娘子提示的那样，耐心地等着那个大妖最终回归无方阵，等着他打上门来。等待的过程就有些无所事事了。林妙妙甚至有一种退休养老的感觉。原著里写柳福一和慕瑶最终携手归隐，生了2儿1女，大概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吧。入了冬之后，小动物都爱冬眠，林妙妙也越发困倦，可是黑莲花似乎完全不受干扰，总是在她昏昏欲睡的时候把她弄醒。清晨天刚泛出鱼肚白，窗子上接着冷霜，恰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屋子里有股清冽的白梅冷香，帐子里面的香味尤甚，是木生衣服上的味道。林妙妙裹得紧紧的被子被掀开，裸露在外的手臂霎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打了个哆嗦，反手捡起被子想盖上，她便附了上来。冷。妙妙望着他的脸，声音里还带着没睡醒的娇态。他捏着他的腰，吻着他娇嫩的脖梗，吻得像混杂着冰茶的绵软沙冰，间杂着啃咬，小心翼翼地在上面留下痕迹，眼角泛着克制的红，马上就不冷了。那语气很软，简直是信誓旦旦的哄骗。林妙妙想要翻身将他甩下去，没能成功，一番挣扎，他倒真的出了一后背的汗。脖子上的血管突突跳动，在他的尖牙利齿触碰之下，像是踩着刀刃上享受快乐。妙妙本能地向后缩。你是小狗吗？轻轻推开他的脸，飞快地拉上了领子，笑着瞅他。还咬人？喳喳，叽叽。挂起来的鸟笼左右摇晃，他错愕地一望，鸟在里面扑棱着翅膀上蹿下跳，羽毛都掉了几根。他一怔，没忍住，一下子笑出声，笑得身子都颤了。看见没，生生都笑你了。快起来。木生抓着他不放，顺手在帐子上弯垂的珠串上一捋，拽了一颗珠子下来，脸都不抬，嗖地弹了过去。吧嗒一声，随即嘎鸟发出一声粗嘎的尖叫，即刻便没声了。林妙妙吓了一跳，伸着脖子仔细一看，那珠子只是撞在笼子底下，又弹了出去，距离生生只有1指宽的距离。鸟缩在角落里，将头藏进了翅膀，瑟瑟发抖，滚成了一个毛球。妙妙不知该不该笑，你打他干嘛？旋即脸被他强行扳了回来，正对他漆黑的眸，他的睫毛半合，语气微凉。你看他干嘛？他的手指熟练地解开他的领子，俯身下去，听着女孩的哼唧声，亲吻她的耳垂，又像是在轻轻地撒娇。别看他，看着我。玉砰，玉砰砰。年30之夜，无方阵上空烟花盛放，火树银花交错浮现，整个天空都被光芒星火和烟雾笼罩，窗户半开着。林妙妙探头向外出神地看，袖口挽到肘上，双手支招，手上沾满了白乎乎的面粉，明明灭灭的光映在她白皙的脸颊上。妙妙，别看了。柳福一一边擀面一边提醒，快回来干活。慕瑶紧紧挨着他，接过饺子皮，小心地挑了一筷子馅儿放在皮上，看了一眼恋恋不舍拿胳膊肘关窗的妙妙，低声道：让他看吧，我包就行。柳福一贴着他的耳朵轻轻笑，我是怕他这疯了。慕瑶将饺子放在簸箕上，低头不语，红了脸颊。妙妙慢慢走回神仙侠侣身边，抬眼打量着他们。一身潇洒的柳福一现在戴着个不太合身的滑稽围裙，正在扑噜噜擀面。冰山女神慕瑶依偎在他身边，双手沾满面粉，正在小心地剥离2块粘在一起的饺子皮，漂亮的一双手狰狞得像鸡爪。妙妙忍俊不禁。从前他总是无法想象这2个人过日子的模样，到今天他才明白，原来世界上的所有人真是这样不凡而又平凡地活着。妙妙靠在桌子边，包饺子的动作很慢，只会压着边浅浅地捏一遍，捏成个扁扁的半圆，在簸箕上立都立不起来。他扶了半天，还是软塌塌地倒了下去。柳福一看着他挣扎的全过程，摇摇头，直截了当的叹息：妙妙，你不行。林妙妙深吸一口气，望着慕瑶面前那盘同样东倒西歪的饺子，刚想辩解，柳福一含着笑指着慕瑶同样抖得像鸡爪的手，一本正经：你看瑶儿包的就很好。林妙妙。恰巧木生从外面回来，身影一闪，
林妙妙跳着脚喊：子期！木生被他叫进厨房，站在他身边。柳福一看了他一眼，又盯着簸箕笑道：别挣扎了，阿生向来也是说实话的。林妙妙将黑莲花拉到水池边，头也不回地回嘴：谁让他说实话了？他指指盆，两眼亮晶晶，轻快地说：洗手。少年看了他一眼，顺从地洗手，随后就被林妙妙拉着带到案板前，手上被他飞快地塞了一块饺子皮和一双筷子，给你来包一个。他眨动着纤长的睫毛，回头看着林妙妙，嘴唇动了动，脸上竟然慢慢地浮现出一层薄红。我不太会。木生带着长年累月照顾姐姐的经验，几乎是个生活全才，上至盖房捉妖，下至打水做饭，无所不通。林妙妙跟他待在一起久了，差点以为他无所不能。可他竟然不会包饺子，不怪他。木瑶接话，看了木生一眼，拿手背飞快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我们家没怎么吃过饺子，甚至没怎么过年。偌大一个家，紧紧张张，勤勤恳恳，也冷冷冰冰，不近人情，几乎没有丝毫的俗世热闹，也就吃过一次。他出神地想，那是荣。他忽然住了嘴，神情黯然，摇了摇头。林妙妙贴在木生身后，从他身侧艰难地探出个头，左手托着他的手背，右手半握着他的手，带着他从盆里挑了一团饺子馅，放在了皮上，这是放馅。柳福一看得好笑：妙妙，你自己半桶水还教人家。林妙妙咳了一声，没搭理柳大哥的讥笑，松开了木生的手，拿手比划着：封上就可以了。木生将饺子皮缓慢地对折：对，封上。林妙妙眼巴巴地看着他的手，他用力掐了边，咕叽一声，饺子馅从后面露了出来，径自掉下来。林妙妙眼疾手快地伸手一接，捧着掉下来的饺子馅，笑得东倒西歪，肘搭在案板上，人已经蹲了下去。木生本来有些紧张，只是见他似乎异常高兴的模样，那多包坏几个倒也无妨。林妙妙笑够了，才撑着案板站直，对着柳福一无比得意地说：终于有人比我还不行了。木生垂着眼睫，揪着他的衣服，将他拉到自己身侧，忽然看见他侧脸沾了一小块面粉，他的鼻尖贴近了他的脸，停顿了一下，挨了上去。林妙妙都被他亲习惯了，没有躲闪，谁知他这次不知怎么回事，看上去像是亲吻，实际却照着他的脸颊猝不及防地舔了一下。林妙妙让这一下弄得一个机灵，回头呆愣愣地望着他，杏子眼里泛着水光。有面粉？少年无辜地抹了抹嘴。妙妙诧异了：生面？能吃吗？妙妙见他一脸平静的模样，有些怀疑自己的常识了，思索了半晌，又歪着头，傻乎乎地问了一句：好吃吗？木生漆黑的眸望着他，显得异常专注，眼底浮现了一点危险的笑。甜的。他甜腻如罂粟花的表情只维持了2秒，还来不及阻拦，林妙妙已经一指头蘸着案板上的面粉，狐疑地伸进了嘴里。木生张了张嘴，没能说出话来。林妙妙，呸，骗人！桌上碟子架着碟子，很快摆满了红烧肘子、清蒸鲈鱼，自己做的菜，卖相自然是比不上酒店，可是做了这一桌子，足足花了主角团1天时间，真正端上桌的时候，倒格外有成就感。一壶热酒倒进杯子里，林妙妙啄了一小口，热辣辣的滚烫触感直入肺腑，些许上了头，热泪盈眶。来到这个世界这些日子，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别喝多了。木生见他眼泪汪汪的看着桌子不说话，顿了顿，将他手里的酒杯夺下来，一筷子蔬菜塞进他嘴里，压一点。阿生你别那么紧张。柳福一笑着摆摆手，显见的有些喝高了，完全无视木生不悦的注视，满脸兴奋，今天高兴，喝醉也没关系，来，妙妙，柳大哥敬你。林妙妙开开心心的和柳福一碰了杯，扭过来，单方面跟木生捏在手上的杯子又碰了一下，才喝下去。少年手上的杯子被他清脆的一碰，些许酒液溅了出来，他的神情微微一动，仿佛有人清脆的敲了一声锣，积蓄起来的那一点醋意，刹那间烟消云散。他慢慢的将溅在手指上的酒蹭在嘴唇上。柳大哥，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呀？林妙妙撑在桌上问。他是真的好奇，出场便如神仙人物的男主角，看起来好像没有过童年似的。我小时候，柳福一似乎听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唇边绽开一个笑，回头望了一眼身旁的木瑶，告诉你也无妨。我不像瑶儿长在捉妖世家，我生于市井，家境算不上宽裕。他笑道，小时候我成天爬树掏鸟窝，躲起来不去学堂，跟着个游手好闲的道士学画符，让我爹追在身后抄着棍子打。林妙妙听得目瞪口呆，他老人家自然打不到我。
柳福一笑起来，罕见地露出了少年般得意炫耀的神色，因为我会上树。连慕瑶都禁不住笑了，用手背遮着嘴，将头扭到一边。少说两句。后来那个游手好闲的道士成了我师傅，开始正式教我画符，可没画几年就死了。临终之前塞给我一座塔，放我自行闯荡江湖去了。他单手摸了摸怀里的九玄收妖塔，咂咂嘴，然后就变成你们现在看到的模样。他趁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用筷子当地敲了一下碟子边，兴致勃勃。瑶儿，你呢？我。慕瑶今天多饮了几杯，脸上也泛起薄薄一层红，比平日迟钝一些，闻言倒也没有推辞，只是有些不好意思，慢慢的开口，我小时候过得很无聊，天不亮就出门练术法，每天画满10张符，每隔1个月出门历练一次。木生垂眸，没有抵触，安安静静的听着，看样子似乎还听进去了。林妙妙悄悄回头看他，感到很欣慰。小时候爹待我很严，要是没达到标准，就得去一个黑屋子里关禁闭。他喝了一口酒，睫毛垂下来，带着一点淡淡的笑，回忆往昔，没有爹的命令，谁也不能放我出来。又冷又饿的时候，只有他。不知是不是酒精作用，他没再避之不及，而是顿了顿，带着迷离的表情说了下去。他对着门口的下人又打又骂，提着个食盒闯进来给我送饭。他的神智涣散开，仿佛嗅到了那些年温热的香气，有熬好的排骨粥，还有煮好的鸡蛋。那女人看着他吃下去，又抱着他哭天抹的捶胸顿足，哭得他的衣服都沾湿了。谁爱当捉妖世家的家主啊？瑶儿不当了，咱们嫁个好男人不就好了吗？一辈子舒舒服服的。林妙妙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回过头悄声问：他是谁？木生顿了顿，应道：白仪容。林妙妙诧异：是容姨娘。来来回回，慕瑶屡次提及，屡次避讳，记之如洪水猛兽，连名字都不愿意提，只肯称一句他的人，竟然是他的生身母亲。慕瑶听见了，笑了笑，心情复杂地重复了一遍这个蒙尘了好多年的名称，容姨娘。容姨娘是18岁嫁给我爹的。那一年，穆家家主穆怀江和发妻白锦成婚6年，膝下无子2大世家联姻。白锦是嫡出长女，容貌出众，温柔大度，术法高超，与穆怀江是一对良人，哪里都很好，只可惜白锦身体一直不好，难以生养。白家也算是知进退的捉妖世家，怎好让穆怀江绝后？让姑爷娶了外人，肯定是不放心的。思来想去，又从家族里挑了一个女孩送了过去，是白锦的庶出堂妹白仪容。白仪容上上下下和白锦天差地别，庶女是没资格修习术法的，而是像一般女儿家一样闺阁里娇养长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目光短，脾气泼，喜装饰打扮，好争风吃醋。简而言之，是个艳俗的纯女人。白家的想法很简单，白锦早年被练功术法掏空了身子，后又随穆怀江四处捉妖历险，受过几次严重的伤，这才失去了生育的能力，他们就要挑一个不会术法、普普通通的女人，只管娇养在后院里，生下穆怀江的血脉，抱给白锦养，威胁不到白家长女装点出的光耀门楣。白仪容的生活也确实很简单，她生在后宅，长在后宅，下半辈子还困在后宅，于是每天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乐此不疲。用媚态争宠，与根本不与她一般见识的姐姐争风吃醋，为一点小事呵斥下人，非打即骂，3天2头哭闹一场，搅得家里鸡犬不宁。我不喜欢她。慕瑶下了结论，淡淡道：她的脾气没几个人受得了。她吸了一口气，似乎不吐不快。她还对阿生不好。木生抬起头，看了半醉的愧疚的慕瑶一样，冻结的淡漠目光终于有松动的迹象。阿姐，不说这个。穆姐姐，妙妙疑惑地问，难道就因为这个吗？慕瑶摇摇头，灌了一大口酒，目光渐冷，那一双总是清淡的琉璃瞳忽而亮得惊人。6年前，我穆家倾颓，33口人死于非命，都是拜他所赐。啊，妙妙心中一惊，他为什么呀？他是妖。慕瑶的笑容中有些颓丧，也许是被妖气沾染，也许是早就修习妖术，也许根本就是伪装成人的大妖，我也想不明白。依稀只记得熊熊大火中升腾起的烟雾，将眼前景象全部扭曲模糊。女人在烈火中的裙摆飞扬，踩着足下累累尸体，脸上沾着一串鲜血，蔓延着森冷的笑容，红唇轻启。穆家这样才干净。望向他的眼中，再无欣喜怜爱，只剩憎恶、嘲笑和一点冰冷的杀气。记忆氤氲成一片，奋力回想，只有这短暂的一幕还留存在脑海。我就是因为想不明白，慕瑶低低说着，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
攥着酒杯，竟然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挂着破碎的表情，无声的着流泪。我才恨他，才要找到他，问问他为什么。柳福一叹了口气，将有些醉了的慕瑶揽进怀里，安慰地拍着他的背。林妙妙想，这倒是原剧情里不曾有过的内容了。灭了穆家上下的那只大妖，原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不想却是白衣蓉。妙妙脑子里一团浆糊，不住地往肚子里灌着酒。慕瑶依偎着柳福一，望着桌上的空盘发呆。曾经在漆黑的屋子里，当他提着食盒出现的时候，当温热的粥流进肚子里的时候，当他抱着自己夸张的嚎哭的时候，把头上金贵的簪子发饰都捋下来，一股脑往他发间簪，笑着说摇儿带的时候，他的留恋与亲近，那时候他碍于少年人的自尊没有说出来。可还没等他长大，忽而就相隔血海深仇，令人心惊胆战，夜不能寐。卡在嗓子眼里的那一声娘，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叫出口了。砰砰砰砰砰，烟花骤然密集起来，窗户外面闪烁着忽暗的光，一时间几乎能听得见镇中心传来的热闹的人声鼎沸。吴方镇是吃喝玩乐的天堂，人们点燃焰火，狂欢至半夜，庆祝新春到来。屋子里的气氛在这样的热烈映衬下显得有些伤感，烛焰轻轻摇曳着，几乎没人发出声音。木生靠在椅子上，看着慕瑶无声抖动的肩膀，想起了曾经那个怪诞的梦。梦里他竟然管白衣蓉叫娘，亲如母子，多么的荒唐。太阳穴骤然尖锐的疼痛起来，少年脸色发白，屈指摁住了额角，痉挛一般突如其来的疼痛许久才消退。他靠着椅背，有些茫然地转着指尖的收腰柄。吴方镇平静的外表下，似乎掩藏着恶毒的惊涛骇浪，只要他掀开腮子，就会一股脑地涌出来，将他吞没。自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就有种非常强烈的不安感。与之相应的是，梦里慕容儿那张亲切的脸愈加清晰，只可惜在那些梦里，他都是恶毒的姿态，比白衣蓉还要恶毒。阿姐，你还记得他是什么时候讨了爹爹的欢心吗？他端起酒杯放在唇边一点点抿，眸光暗沉，语气平静。慕瑶听到问话，直起腰，茫然地想了一会儿。是了，最开始的时候，父亲是不太喜欢白衣蓉的，他的势利与浅俗与这个规矩严整、日子平淡的家格格不入。可是到了后来，突然有一段时间，两个人变得如胶似漆起来。他不止一次见到他挽着父亲回房间，二人有说有笑，白锦立在一旁，黯然地看着，欲言又止。那个时期的白衣蓉还是那张尖下巴的脸，钩子似的眼睛，浓妆艳抹，酥胸半露，却平白的多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气。这种傲气主要体现在他栗色眼睛里睨着人的时候喜欢侧着眼，眼尾那个钩便显得异样妩媚，眼里含着疏离的笑意，笑意底下淡漠如冰。那段时间他对自己的纠缠少了很多，大闹的次数也少了很多。也就是那时候，穆怀江忽然开始正眼瞧这一房侧室了，将他抬得位比正妻，日日流连，甚至有点耽于美色的意思。可是怎么可能呢？慕瑶现在想来依旧觉得颇为荒诞。白衣蓉那样的性子，他宁愿相信父亲被苏妲己勾引，也不能相信白衣蓉能做那个动摇他意志的人。我14岁那一年，他皱着眉头，有些犹豫。有一次，他的房门没关紧，我从廊上经过，听见了爹在他房间里。他从没有想过，在外人面前威严刻板的父亲会有那种梦浪的时候。透过那个窄窄的门缝，他隐约看见白衣蓉勾着他的脖子，挂在他身上，声音宛如莺啼，又酥又媚，嗔怪道：老爷，我叫蓉娘。蓉娘？老爷。他笑着，轻轻侧过头望向门缝的方向，眼里含着嘲讽的笑，竟是一个有些像挑衅的表情。那个瞬间，他的心脏猛地漏跳一拍，以为自己的偷窥被人发觉了，手脚发凉地跑开了。他抿着嘴，他让爹叫他蓉娘。从此以后，穆怀江宠爱他，就依言叫他蓉娘，白锦面前也不避讳。白衣蓉得意的一段日子由此开始了，直到穆家灭门的那天晚上。穆生转着酒杯，低声道：叫蓉娘吗？他拿起酒壶，再满上一杯，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沉甸甸的烦乱。一只酒盏忽而伸到了眼前，林妙妙脸颊红红的，几子似的眼睛看着他，有些醉了，声音软绵绵的：我也想要。他回头一望，才发觉他听着他们说话的一会儿功夫，无声无息的把自己面前那一壶都喝干净了，还来要他的。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抬手就会碰到他的衣襟，女孩发间温暖的栀子香气混杂着烂漫的酒香，惹人心神荡漾。先前阴云般的那些思索，砰的一下便全散了。他的睫毛轻轻动了一下，绕开他的手，径自给自己倒，按捺住剧烈的心跳。你已经喝了一壶了。
林妙妙酒量算不上好，在泾阳泼一壶烧刀子，就能让他醉得胡言乱语，再喝下去得成什么样子？没有够一壶。妙妙口齿不清的辩解，右手扒住了他的手臂，半个身子无意中靠在他身上，急切有点委屈，差这一杯才醉。快帮我倒，我渴。他的呼吸已经吹在他颈侧了。不行。他顿了顿，艰难地吐出2个字，将他的手臂轻轻放下去，不知道是在拦他，还是在克制自己。可我去给你倒水。他端着酒壶不撒手，生怕他有可乘之机，刚起了身，一扭头，发现柳福一直接拿过自己的酒壶伸过去，豪迈地给他斟上了。倒什么水？大过年的，喝酒。木生咬着后槽牙。柳公子。谢谢柳大哥。还没能他劈手来夺，林妙妙就笑着一饮而尽了。随后他还不厌足，飞快地抓起他放在桌上的杯子，跟着灌了下去，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他的杯子边缘，像只贪食的猫。随后他心满意足地将2只空荡荡的酒杯捏在手上玩，一会儿平碰一下，一会儿杯口相抵，似乎是没觉察到少年正双眼发红地盯着他，像是野兽盯紧了活蹦乱跳的白兔。他还捏着那2只杯子，抬起眼对他傻乎乎地笑。新年快乐呀，子期。骤然数个烟花爆开，窗外一明，姹紫嫣红，无限星光散落。这天晚上，妙妙是被木生抱回房间的，不是普通的拦腰抱。由于他醉了之后紧紧搂着木生的脖子不放，他将他以拔萝卜的姿态抱起来之后，林妙妙就是横坐在了他手臂上，双手交叠地搂着他，趴在了他肩头，任他拖了回去，只露出一双委委屈屈的眼睛。木生的心思一直在飘，路走得有些磕磕绊绊，林妙妙在耳边哼哼唧唧，反反复复地念叨：子期，你喜欢我吧，喜欢我吧，喜欢。他艰难地腾出一只手来，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背，迈进了房门。别喜欢木姐姐了，喜欢我吧，喜欢我。杏子眼里混混沌沌，额发都被汗水打湿了，看起来特别可怜，揪着他的袖子不放，重复了一遍，别喜欢木姐姐了。他这才明白，他这一路上不是在问他，是在请求他。只是他的脑子莫不是还停留在上次喝酒的时候。一进门便将他抱在桌上，妙妙坐在桌子沿，没骨头似的东倒西歪，他伸手一扶，将他支撑起来，俯视着他的脸，许久才小心翼翼地帮他理了理额头上凌乱的头发。已经成婚了。他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温柔地说过话，已经成婚了。妙妙。他愣愣地看着他，拖出个长长的鼻音，似乎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成婚了。他顺势坐在了椅子上，牵起他的手背亲吻，不经意泄露了眸中浓郁的黑，后悔也晚了，你今生都是我的人。林妙妙呆滞地看着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只是抽回了手，反手一抓，紧紧住了他的领子，往自己这边扯，力道很大，不知道的人从侧面看，还以为他要跟人打架。四目相对，木生一动不动地任他扯着，林妙妙望着他，辨认了半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太好了。他的眸子动了动，露出了一点满意的笑意。我等你很久了。说完这句话之后，他放开手，进入了恬静的入定状态，微笑着放空了。木生一怔，旋即亲近了他，眼里含着一点复杂的光。等谁？妙妙拧起眉，苦大仇深地盯着他。他的喉结动了动，伸手扳住他的双肩，将软绵绵的人放倒在了桌上，双手撑着桌子，将他斜置在他空出的空间里，凑近了他的脸，睫毛下的双眸漆黑。等谁？妙妙伸手烦躁地推了推他从脸侧滑落下来的马尾，头发被他推得一晃一晃，发梢扫在他脸上，他偏头躲了躲，随意打你呀。我他很骄傲地点了下巴，指着他的鼻子，笑得花枝乱颤，黑莲花呀，就是你。他露出一个神秘而狡黠的笑容，似乎因为有什么他不知道的秘密而洋洋自得，鬓发有些散了，碎发乱飞，像只毛茸茸的兔子。他双眸痴缠，神情变得无辜起来，忍不住似的用嘴唇轻碰他的脸颊。为什么？他伸出细细的手指头，先点他的脸，眼睑一该，像小白莲。旋即又戳戳他胸口，像是小蛇在他怀里轻轻柔柔的钻。信子是黑的。他戳了戳，又改成了揉，好像心口疼的人用力疏解疼痛一样，用力地摩挲他胸前的衣服，摸得掌心和眼眶都热乎乎的，闹起来了。黑到底吗？别逞英雄。吃。他的话猛然停了，挣扎着伸头一看，少年垂着2排柔顺的睫毛，捏着他过年的新衣服，衬裙由下而上，撕纸似的，一点点撕开了，嫣红的裙子推上去，凝脂般的腿压在漆黑的楠木桌上，一阵沁凉。室内花叶摇动，窗外鞭炮烟花不歇，直至3更。子夜，宫城内外红灯笼似火，
宫宴开到了半夜里，觥筹交错，似乎集中了整个宫城全部的热闹。凤阳宫内一片压抑的寂静，黑暗里只点了一盏灯，映在无数双凄寂的眼睛里，是昏暗中的一点摇曳的橙红。灯旁斜坐的女人红色的裙摆曳地，懒洋洋地半靠在美人榻上，微光照在她的下巴上，肌肤显出冷而绵的质感，指尖挂着一张薄如蝉翼的面具，从盒子里拎了出来。跪成一排的方式，眼巴巴地看着最前头跪直的人手里打开的盒子，莫敢言语。临近年关，天子忙着处理案头积压的折子，好多天没顾得上后宫事宜，今天间就彻底成了端阳的天下。就连过年这种喜庆的日子里，帝姬也闭门不出，醉心于是面具。因为没能让帝姬满意，10天里他已经秘密杖毙了5个人，今天间养的闲人虽多，但也禁不住他这般搓磨，何况他们已经打心眼里认定帝姬已经彻底疯了。那一张娇艳如花的面孔，在他们眼中看来宛如噩梦。戴上了面具，帝姬的食指慢慢抚平耳侧的褶皱，旁若无人地抚摸着这张全然不同的脸，发出了满意的喟叹。眼前的镜子忽然轻轻颤抖起来，他抬起头，发现是长着镜子的瘦削的大宫女的手在颤抖。佩云，他轻轻启唇，注视着她不自然眨动的眼睛，笑道：“你说像吗？”佩云先前病过一次，像是被什么人吸干了精气一样，瘦得只剩下骨架子，2只眼睛显得异常的大，惶然看着帝姬。回殿下，像。他饶有兴味地站起来，抬起了佩云的下巴，看着她颤抖的嘴唇。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奴婢几乎分辨不出他磕磕绊绊的回应。现在的帝姬让他无端有些害怕。很好。帝姬转过脸来，琉璃似的栗色的瞳孔映着一点光，竟然含着一丝笑意，这样愉悦的表情出现在这张冷清的脸上，显得有些违和。几个方士面面相觑，乖觉地以头呛地，齐声道：“恭喜帝姬。”恭喜什么呢？几个人心里叫苦不迭地想。趴在地上，只能看得见他拖到地上的裙摆，像是密不透风地盖在人心上。更衣备马。端阳敛了笑容，飞快地朝内殿走。帝姬去哪里呀？佩云拉住了他，许久才敢劝出声。今日是除夕之夜，您没去参加宫宴，一会儿陛下肯定会来问的。端阳停住了脚步，回首看着他伸出的手臂，目光又转到跪伏在地上不敢起来的几个方士身上，喜怒莫辨。对了，差点忘记一件事。半晌，他缓缓笑了：“诸位爱卿，辛苦了。”招招手，凤阳宫里的侍卫围拢上来，方士们只听见耳边银甲碰撞擦擦作响，阴影笼罩了头顶。他们慢慢抬头，只看得他微笑的红唇一开一合。黄泉路上，做个伴吧。太阳还没升起来，窗外红叶如火，叶片上挂着清霜，鸟的啾啾都似带着回声。柳福一起了个清早，和迎面走出房间的慕瑶打了个招呼。福一，这么早去哪儿？慕瑶有些诧异。去镇上买个新的竹筛。柳福一叹气，边整袖子边道：“我们的竹筛让妙妙抱走了，扣过鸟的，想来也不能用了。”慕瑶想起了那个画面，忍俊不禁，蜷起手直抵住了嘴，维持住了面上的平静。瑶儿，一起去吧。柳福一望着他笑，自然地伸出了手道：“他们还没起呢，指望不上。”慕瑶脸有些红，明知道没有人，还是做贼心虚似的左右顾盼了2下，随即飞快地将手搭在他手上。柳福一清俊的面孔上浮出一个笑，握住他的手紧了紧，牵着他出了门。在过年，镇子上的手工小铺关了大半，只剩一家还开着，没什么生意。老板娘有些心不在焉地趴在柜台，有一搭没一搭的编竹筐。就连柳福一弯腰拿起地上摆的竹筛挑选时，他都没有抬眼。给你看看。柳福一说着，把竹筛递给他，语气很轻，像是小孩看到了好东西，在给同伴炫耀。慕瑶摇摇头，随即不好意思道：“我也不会挑。”柳福一笑了一声，放了回去。都是圆的，没什么挑的。店铺只有2、3个开间，很逼仄，前面是柜台，后面拿屏风简陋的挡了一下，便是卧室了。男人抱着几个小孩经过的影子，偶尔会闪现出来。慕瑶环顾四周，摆设都极其陈旧，屋顶破了几个洞，下面摆着接雨水的缸子，想来是家境实在潦倒，新年也不得休息。柳福一也看出了这一点，挑好了竹筐，付钱时多给了1块碎银，温和地笑道：“多亏店家开着，否则不知道要去哪里买竹筛了。”老板娘绽开一个惊喜的笑容，恋恋道谢。娘。一个小男孩绕过了屏风，光着脚哒哒地跑到了柜台前，怀里抱着个打开的盒子。我可以从里面拿点钱吗？木头盒子里装着些小玩意，底层是碎银，还有几颗珍珠，大约是贵人遗落下的衣服坠珠，一路跑过来，哗啦啦作响。
盒子里东西对他们来说显然是极珍贵的，老板娘的脸色刹那间变了，抢过盒子宝贝地抱在怀里，斥道：作死哟！谁让你拿着它乱跑？他骂了孩子几句，伸手欲扣上盒子。慕瑶无意中低头一瞥，转身欲走的脚步霎时顿住了。怎么了？柳福一一回头，就看见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盒子里，脸色有些发白。瑶儿。慕瑶几步走过去，有些失态地看着竖着贴在盒子边上的一张纸，黄纸只露了个角，角上画了个有些褪色的复杂图腾。柳福一顺着他的目光看了半晌，反应过来那个图案，他伸出手指着盒子，那个我可以看看吗？老板娘望着他，狐疑地将那张牛皮纸抽了出来，原来是有厚度的，是个信封，信封显得有些年头了，边角黄而脆，透着光，好似干枯的落叶。慕瑶的眼睛紧紧盯着信封上画的图腾，这是我慕家的符号啊！老板娘眯起眼睛，似乎是想了半晌，你姓慕吗？慕瑶抬起头，急切道：我是慕家现在的家主，我叫慕瑶。不，老板娘摇摇头，不认得你。她费力地想了半天，这封信是让人退回来的，大概6、7年前。有一个姓白的外乡女人，长得很漂亮。她比划着，她在这里转了好几天，似乎是在找什么人。她听说我家男人在码头做工，可以托人带信，就在我这里写了2封信，一封送给姓穆的，一封送给姓白的，大概是娘家。姓白的，这个，他指着信，没送出去，送信的人又给退回来了。退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本想打开看看，可是打不开，便一直留着。信上的穆家标志，既是震慑，也是封印，印住了信封，内容绝密，不可为外人所知。6、7年前，岂不就是灭门前夕？白锦竟然在那个时候来过吴方镇。慕瑶张了张嘴，嗓音干涩。白锦是我母亲。她伸出手，可以给我看看吗？她的指尖印在信封上，微光一闪，那个符号便消失了。慕瑶和柳福一对视一眼，颤抖着手抽出了信纸。父母大人亲启，女白锦至吴方镇，怨女未有踪迹。思及近来家中之变，频感不安，怕与怨女相关，乃早年种下之因果。入秋以来，卡血严重，恐时日无多，留信于父母兄长，以备不测。面前一只夸张漏斗形状的扁海碗，碗里是刚出锅的汤面，热气腾腾，氤氲了男人的眉眼。长安9·4人声鼎沸，雕窗里露出几缕暖黄的日光，斜打在凸凹不平的桌面上。穆怀将埋头吃面，在蒸汽中不声不响地解决掉一碗，抬起那双凌厉的眼。阿锦，再吃些。白锦只吃了几根便没了胃口，轻声道：我吃饱了。腰上挂着的2只黄铜铃铛躁动地响着，从府一坐下就叮铃铃地响到了现在，只是埋没在大厅的人声鼎沸中不太明显。女人伸手压住颤动的铃铛，眉宇欲结。穆怀将抬眼一瞥，又是西边青衣侯府。2人沉默了半晌，穆怀将筷子拍在了碗沿上，沉吟。2人是从吴方镇一路追到了长安。小镇上的秦楼楚馆被一把火焚烧干净，死人的焦臭味数十天飘散不去。死的还有一只雁，废墟里妖气冲天，整个镇子上方都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紫云，简直像是点着了的烽火台，将有点名望的捉妖人都引到了这里。大妖内斗是他们自己的事，可若大面积牵涉到了无辜凡人，就必然要惹捉妖人出手主持正义了。穆氏夫妇强强联手，自然拔得头筹，因有法器镇魂灵的提示，顺着那稀薄的近乎没有的妖气，最先一步追来了长安。可能白锦低垂眉眼，细瘦的手指蘸了点茶水，在桌上描画花折宫中方士青衣侯。他直直看着桌上水渍，吐了口气。按2人最初的估计，这大妖杀红了眼，恐怕惹得长安城内大乱。然而现在看来，此妖并非漫无目的，乱的只不过是钦天监和青衣侯府而已。青衣侯远离正室已有2年，夫人是京中贵女，贤良淑德，但一子一女，本是令人钦羡的权贵家庭。只是入秋以来，先是侯夫人受惊堕马，昏迷不醒，小女孩凭空走失，满城难觅，男孩莫名其妙七窍流血，大夫诊脉，竟说是中了毒药。1桩2桩还能说是人为，4、5件事同时赶巧。自有敏锐的道士察觉了妖气，前来鬼画符，留了桃木剑。青衣侯是今上宠妃赵氏胞弟，地位非比寻常。钦天监的方士知道他招了妖，一股脑的涌来做法，各种镇邪之物，几乎将青衣侯府围成一只铁桶。青衣侯自是不高兴的，他要的是永绝后患，而非被动的防御。可是妻儿之事已令他焦头烂额，整日忙着给中毒濒死的小儿子找名医诊治，暂时顾不了那么多。
这来无影去无踪的妖，就像是怨鬼，又或是凶猛的瘟疫，就此传染到了宫中方氏族群里。每隔1日，就有一个方氏患疫病被隔离出去。今天间一时人心惶惶，今天间不识前因后果，我们却是知道的。白锦慢慢擦去桌上的水渍，此妖以吴方镇为起点，就是直奔宫中权贵而去。听闻吴方镇曾有一貌美惊人的女子，怀孕生子之际被丈夫抛弃，随后消失。我们那日去，又听说花折里有一女名荣娘，美艳绝伦。白锦的眉头微蹙。穆怀江抬起头，言简意赅，我同你想的一样，青衣侯6、7年前在吴方镇待过数年，赵妃多有隐瞒，也难保他不会在那里另有妻室。穆怀江语调很平，几乎不带任何情绪，他从怀里掏出些银两，搁在了桌上。背叛、情伤、报复。他笑了笑，志在必得。荣娘，白锦眼中愁绪浓重，想必是赵妃派遣宫中方士去吴方镇，强拆了青衣侯和这荣娘。自作聪明。穆怀江敛眉，面孔上流露出一丝轻蔑之色，蠢货。人妖相恋不过一生，说到底只耽搁这一个人，妖的爱人能承受得起，妖的暴怒与怨恨呢，又要拉上多少其他人作陪？这赵太妃未免自视过高。二人一阵无言。穆怀江忽然抬眼，指尖敲了敲桌子，思忖：放火、下毒、恐吓，你说此妖为什么总也不出手？按镇魂灵的反馈，他确实妖气稀薄，恐怕不是故意不出手，而是他不能。白锦摸着腰间震颤的2只铃铛，真是弱到了此种程度，只好将人阴毒的那一套学了个遍，看似神龙不见首尾，其实不过是躲在阴处，借势与他们捉迷藏罢了。我总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穆怀江沉吟：阿锦，你说女子被丈夫抛弃，负心情郎已另娶，最恨的应是谁？应该是这个负心之人吧？白锦有些不太确定地答，毕竟再娶的心腹也是无辜的人。穆怀江无谓地笑了笑，那你说他怎么还不动青衣侯？难道是仍念旧情？不可能。男人打断他，若是真念旧情，就不可能毒杀他的儿子，弄丢他的女儿。他敲桌子的手微微一顿，他是在等待时机，一击必杀。白锦神情一凛，浑身上下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对了，青衣侯从外求要回来，5时前后要入城门，若他在青衣侯府。穆怀江颔首，站了起来。走，我们这便去会他一会。青衣侯乘7厢车过安定门，内监照例在前面以尖细的嗓音开道。不喊还好，青衣侯3字一出，城内的百姓便如同潮水一般涌来，将街道围了个水泄不通。断后的车队举步维艰，一只细瘦的手打了帘子，露出了白锦忧愁的脸。怎么这么多人？放眼望去，只能看得见7厢车上支起的宣棚，坠下的流苏左右摇摆，车一次只能走半步，几乎是在原地摇晃。白锦坐立难安，将衣服角都抓皱了。环境实在杂乱喧闹，即便是青衣侯死在密闭的车里，一时也不会有人发觉。多停留1分，就是给那妖物1分可乘之机。穆怀江略一沉吟，按住了腰间的法器。不等了，过去。阳光从他掠过的袍角溜走，余光瞥见侧边几个癞头小乞丐凑成一堆，穿着辨不清颜色的脏衣裳，对着地上豁了口的碗淌咸水，用脏兮兮的手争抢吃食，才不管来的是什么权贵，看都懒得看一眼。穆怀江的神色玩味，眼角划过一点轻蔑。这倒是真的不慕容华。白锦停在宣场的车下方，衣袂摆动，出神地望着那起而争时，紧皱眉头。荣娘当是有个孩子的吧？算算年龄，今年也该7岁了。哼！身旁男人笑一声，不以为意。那崽子！咔嗒！车内一声轻响，什么东西撞在了车轮上，咕噜噜从滑锦帘子里滚下去，摔在了地上，折射出刺目的日光。一只玳瑁貔貅。二人对视一眼，猛地飞身而上，掀开了帘子。车内诡异的香气扑面而来，却不是一个女子身形，而是一个6、7岁大的小儿，赤着脚，双腿悬空地坐在桌板上，黑发披散，眼睛是空明明的黑，倒映出2点红光，杀意肆虐。红光映的整个车厢仿佛沐浴在火光中，镇魂铃猛地大作，直牵的白锦的衣角上下动摇起来，叮铃铃铃铃铃。女人瞪大眼睛，这是……穆怀江钻进车厢，法器快速出手，撞在那男孩胸膛上。他毕竟年幼，被打飞出去，攻击猛然截断了。青衣侯双手捂着脖颈，惨白着脸咳嗽起来，半个身子趴在桌上，黑发披散了整个桌面。穆怀江一拎，直接将那凶兽似的男孩双手反剪压在了地上。他就像是被扔上秤的鱼，仍然在拼命挣扎，只是红光已消，他的力道就像是瘦弱的小猫，他一用力就能摁断他的脊柱骨。
白锦的冷汗沾湿后背，和穆怀江对视一眼，都看见了彼此眼中的诧异。能让镇魂灵如此躁动，除非天生地长之大妖，但眼前这小东西显然不是半妖。白锦干裂的嘴唇做了个口型。穆怀江脸色一沉，什么东西诞下的半妖，能有如此可怖之力？媚女？他喃喃冷笑起来，是媚女。原来如此，本就不是什么角落鼠辈，而是因为诞下这个小宅子的缘故。如若当初那个报信的方式没死透，他甚至想将其挖出来补一刀。媚女与怨女同体而生，岂是捉妖人轻易惹得了的？那是永夜之黑暗，无孔不入，摆脱不了的黑色梦魇。他低头看着那伏在地上的小儿浓密的黑发，头发上似乎倒映出了矿石般的冷光，脸色略微好了些。我当他有什么样的杀招，原来这就是他的底牌。这个小的，这是他放飞的风筝，送出的棋子，全凭他调遣，是他手握的快刀利刃，关键时刻坐挡在前面的傀儡。现在不就替他挡了一难吗？好在猛兽疏于年幼，男孩的细细的手指在地上痉挛地蜷起，指甲的形状圆润。白锦回头望了一眼惊魂甫定的青衣侯，顿了顿，神色复杂。我们是一路追随妖气而来，殿下受惊了。无碍，多谢二位出手相救。青衣侯松了松领子，脱力地靠着车厢，嫌恶地看了看地上那小小的一团，语气淡漠。既是如此，还等什么？何不将这妖物杀了？白锦瞪大了眼睛，辩解。殿下，这个不同。怎么不同？他狭长的眼波澜不惊，睫毛半合下来，杀了便是，省得再出来作祟。您真的不认得吗？白锦蹙眉，这是您的骨血。地上那小儿猛地一颤，挣扎着抬起头来，秋水般的一双又大又亮的眸骤然间撞入他的眼，眼尾上挑的倒映着潋滟湖光的美丽的眼睛。太阳穴钻心的一痛，他猛地扶住额头，一阵眼冒金星。胡言乱语，本侯一生最厌恶妖物，怎么会跟他有半分联系？白锦和穆怀江对视一眼，心下寒凉。忘忧咒，对普通人下忘忧咒，强行篡改记忆，当真兵行险着，一旦记忆翻回，一命呜呼也不是没有可能。他还要再变。穆怀江扯了扯他的衣角，殿下恕罪，这个孩子不能杀，若是杀了，容娘的力量回归本体，那才是噩梦，那便移交钦天监。他说着便扬手，来人。也不可。白锦脱口而出。为何？青衣侯神色不悦，尤其是白锦方才泼了他一桶脏水，他的语气愈加咄咄逼人。你们捉妖人，难道不是以除魔卫道自居吗？他差点便要了本侯的命，难不成要破例徇私？白锦的神色微微一动，从怀里拿出一块玉牌，不顾穆怀江阻拦的眼色，将玉牌递了上去。殿下，我愿以穆家玉牌为交换，请您同意我们将他带回穆家处理。青衣侯神色淡淡，不太明白他的意见为什么举足轻重，但他府邸线下被妖魔缠绕，确实需要这块玉牌。他整了整衣袖，疲倦地闭上了眼睛。那便带走。老爷，老爷。白锦追上去，他抱着瘦弱的男孩，走得气喘吁吁，孩子褴褛的衣裳前后都贴满定身符，像一只刚被抓住的刺猬，瞪着一双怨恨的眼睛，眼中满是警惕。穆怀江走得飞快，神色淡漠。扔到地牢里关起来，若他还想要这张底牌，定会上门来救。届时你与我设七杀阵等他，将他歼灭。我刚瞧过了，老爷。白锦打断了他，额头上一层细细密密的汗水，眼里泛着微弱的希冀的光，至阴之体。穆怀江站定了，他明白了他的意思，微微侧过头。你是为了瑶儿？这个承载了全家希望的女孩，偏偏有个妖魔觊觎的壳子，意外结束，防不胜防。就像一只细弱的豆苗，还没长大就被害虫啃坏了。难怪他刚才不惜耗费一块玉牌，也要将人带走。你我护不住瑶儿一辈子。他犹豫了一下，对上那双带着杀气的漆黑眸子，仍然感到有些本能的抵触。那也不行，谁会将一只老虎当小猫养，不为养虎成患？只是想到穆瑶，因势利导，见机行事，不是老爷教我的吗？白锦的双眸极亮，只要他不死，怨女便无可奈何。这张底牌捏在我们手上，为我们所用，难道还不够好吗？穆怀江捏住小孩的下巴，他的眸中泛着冷意。忘忧咒一下，他一辈子都是瑶儿的死士。白锦终于露出一点笑容。你叫什么名字？他轻轻将冰凉的手搭在他雪白的额头上，他的头枕在他胸口，嗅得到女人身上飘出的淡淡药香。那样温柔地被抱着，他黑润眸中的杀意便像浪潮般消弭于无形，露出一点小动物似的天真茫然。我叫穆生。他开了口，是瑶琴般的声音。永夜为暮，离歌为声。
官母之姓，生儿代表了全部的离别和怨怼。真是巧呢。白景苦笑着，声线温柔，我们家也姓穆，从今往后就叫穆生吧。叽叽叽叽，挂起来的笼子左右摇摆，鸟扇着翅膀，扑棱棱地从横杆上落下，歪头望着空空如也的食槽，脑袋转来转去，绿豆大的黑眼睛里充满疑惑。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林妙妙隐约听见这细微的声音，挣扎着爬起来，眯着眼睛坐在了床上。依靠强烈的责任心的支持，在寒冷的冬日清晨，掐着自己的虎口清醒了一会儿之后，他轻手轻脚地爬向床边，准备跨过床上的人下去抓谷子。怎么了？少年扭头望着他，眼中含着柔润的水色。喂鸟。妙妙披上外衣，脸上睡得红扑扑的，还蒸腾着热气，低声道：你看他都叫了。等了半天不见人有动作，他推推他，笑了，让一让。穆生没有放他过去的意思，明眸望着他。睡吧，一会儿我来喂。信你才有鬼。林妙妙低头冲他做了个鬼脸，系好了衣裳，手脚并用地跨过了他。穆生柔顺地平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乖乖地放他跨了一条腿之后，猝不及防伸手，牢牢箍住了他的腰。被迫骑在他身上的妙妙，你让我过去。林妙妙跪在床上，拿手支撑在他身侧，被这个进退维谷的动作牵拉的大腿根疼，右手拍着他放在腰上的手背。穆生抓着他不放，一本正经地说着别的事。昨天手碎了。哦。林妙妙眨巴着一双茫然的杏子眼，反应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是昨天熬了夜，今天理应多睡一会儿。倒是会讲歪理。你睡你的。他把他的手臂往下拉，真诚地保证，我也不起，我喂完就回来睡回笼觉。他不言语，就那样用一双含着水色的眼睛望着他。真的。林妙妙被他盯得额头上冒薄汗，挫败地看了他半天。那你让我回去？不喂就不喂，回去躺着总该行了吧？他膝盖都痛了。妙妙累不累？他感觉到他箍着他腰的手在往下压，穆生的眼眸乌黑，睫毛动了动，满脸无辜地将他望着，轻轻吐字，坐呀。他顽强地坚守阵地，手脚并用地往外逃。不行不行，那个我很沉的。他的睫毛飞快地眨动起来，满脸严肃地恐吓。真的会把你的肚子压扁的。飞速地掰着他的手，不慎在他手背上都挠出了几个浅浅的白印子。快让我下去。他的手抱着他，像是推音量开关一样，轻巧地抓着他往后推了一点，再向下压。不会，不信你试试。妙妙像是踩了机关的猫，瞬间炸了毛。叽叽叽叽，鸟蹦跶了两下，发现自己的叫喊徒劳无功，便蔫蔫地缩到了角落，悲伤地用会梳理起自己的羽毛。林妙妙放弃挣扎，破罐子破摔地坐在了他身上，抓着他的一片衣角扯了扯，像是抓着套马的缰绳。年轻人呐，你怎么就不闻鸡起舞练早功呢？他瞅着他，语气沉痛。你再这样，大好的光阴都荒废了。穆生的眸子都半合起来了，垂下纤长的睫毛，手有一搭没一搭地抚摸他的腰侧，舔舔嘴唇，看上去惬意得很。妙妙，叮叮叮，久违的系统提示集中出现在脑海，急促的提示音一声盖过了一声，轰鸣的余音还在太阳穴内震颤。妙妙已经很久没有收到通知了，在听见机械的系统声音，恍若隔世。系统提示：任务1 4/4进度现在开始，请宿主做好准备。系统提示：恭喜宿主，被攻略角色穆生好感度已达到 99%， 已到达胜利前夕，请再接再厉。系统提示：触发任务2优秀任务奖励激励，奖励内容钥匙，请宿主尽快使用。提示完毕。重叠在一起的声音过后，一切重归风平浪静，依旧是冷飕飕的冬日早晨，半垂的帐子围拢出一方安全封闭的空间，安稳的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林妙妙半天没能回过神来，直到感觉到自己下意识握紧的手里多了一个硬质的东西。她摊开手掌一看，一枚小小的不规则厚玻璃片将她的蜿蜒的掌纹放大了。系统给错了吧？妙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钥匙，这不是回忆碎片吗？没有得到回应，他叹了口气，小心地睨了一眼闭着眼睛的黑莲花坐骑，拢起手掌，准备将它轻手轻脚地收进怀里。那小巧光滑的玻璃片就在他翻过手掌的一瞬间，不慎从他手里滑了出去。妙妙倒吸一口冷气，伸手在虚空里捞了一把，没能抓住。他瞪大眼睛搜寻，本该掉在床上的回忆碎片就好像掉进海里的一滴水，瞬间消弭于无形。他将坐着，脑子里空白了2-3秒，迅速在被褥间摸索起来。摸过了2侧，摸到了穆生身上，手腕冷不丁被他反手一抓，紧紧攥住了，
少年的眸子里带了一点舒适的迷离，好像是刚被顺了毛的猫。他一手搂着她的腰，另一手将妙妙的手拉到唇边亲吻，极尽缠绵。林妙妙坐立难安。不是，我找东西。他顿了顿，终于一倾身子，放他从腰上下去。找什么？你别动。妙妙急忙伸手按住了他的肩膀，你躺好，小心扎着你。他用胳膊粗鲁地挽了一下滑下来的头发丝，瞪着眼睛看着床。刚才那块碎片好像一只滑溜溜的小鱼一样钻了出去，难道回忆碎片掉了，就像落地的露水直接消失了？他感觉到额头上出了一层汗，手从两侧拍打过来，直摸到他身上。木生乖巧的一动不动，他像搜身的安检员一样快速摸过了他的衣服。等一下，他的手僵住了，慢慢摸回了他的胸膛，又伸手压了压，头皮发麻，浑身的血液霎时倒流。木生感觉到他的手忽然间急切地从领子里钻进去，指尖上还带着冰凉的冷汗，摸在了他胸膛，冰冷光滑的，像是摸到了无生命的一块顽石。林妙妙的指尖触到镜面般的表面的瞬间，感受到了被盖在其下的隐隐的心跳，像是冰封中的微弱的火焰。嵌进身体里了。他感觉自己好像被瞬间冻成了一座冰雕，牙齿都在打颤。你有感觉吗？他的声音有些异样。木生抬头一看，发现女孩的脸色都灰白灰白的，心中也跟着吓了一跳。怎么了？他的手覆盖在他胸口，带了点哭腔。没有感觉吗？什么？他伸手去握他的手，碰到他的一瞬间，天地骤然褪了颜色，眼前的世界仿佛被牵拉变形，破开一个大口子，旋即碎成了片片雪花。雪花飘落下来，像流星拖了长长尾巴，极缓慢地渐变作透明的雨。雨丝纤细狭长，斜斜织着，撑开的纸伞上会有点点红梅，被雨水氤氲开来，伞面是淡淡的粉，从半空中看，像一朵开在山岗上的花。这朵花沿着黝黑蜿蜒的山路慢慢移动着，握伞的手苍白纤细，食指的单扣红得逼人，像是雪白皮肤上的几滴鲜血。他的步子很稳，却透露着急切，径直踩过了几个水坑，裙摆都被溅起的泥水沾湿了。血河在侧，他沿着河水的支流走，水面上映出他的一点倒影，红裙、苍白的下颌和斜织出的伞骨。无数小小水花将他的影子拆解扭曲了，又迅速重聚在一起，仿佛被地上的风拖住了脚步似的。他走得越来越慢，呼吸越来越重。终于，他驻足在河岸边，在长满青苔的大石上缓慢地坐了下来，倾头往河水中看，倒映出的女人的脸被水花打得模糊不清，似乎含着恶毒的笑意。自以为是。他低眸看着他，自嘲的一笑，不做他言。倒影中的他又开口了，讥笑着，仿佛那不是虚幻的倒影，而是被困在水中的活的魂灵。真可怜，你也不过撑着一时半刻。雨势越发大了，水面上被溅起一层细密的白雾，雨水顺着伞汇成小溪，哗啦啦地浇在了石头上，他额角的头发都被沾湿了，贴在白皙的脸侧。他纤纤的食指扣住旁边的大石，勉强支撑着自己起身，手指几乎因用力而变形。放我走。水中的影子在漩涡中几乎看不清楚面目。我巴不得他死。他轻笑一声，静静盯着水面，似乎含着一点嘲笑。握着伞的手轻轻抖着，半晌他才开口，你活着一天，他们就不可能让他死。再次撑起了身体，语气是柔的，却含着孤注一掷的意味。所以啊，你与我都必须试一试。二夫人，别等了，老爷不来了。丫鬟两手臂上门，忐忑地拖了半天，才回过头来如聂，老爷和夫人这2日都忙。白衣容的笑容退下去，握在手里的梳子当啷一声砸在了镜子上，镜面颤动起来，镜中人的红唇刻薄地翘起，忙，1年到头都忙。二夫人，您别担心。丫鬟小心地逆着他，还有大小姐呢。白衣容冷笑一声，大小姐，你懂什么？他满眼复杂地看着镜中人，轻轻地拍了2下自己的脸。你以为我靠什么留到现在？还不是因为瑶儿。手指烦躁地拨弄着妆帘，瑶儿毕竟是个女孩，姐姐生不出，老爷到底还得靠我生一个带吧的。我努力了这些年，多少苦药偏方都吃下去了，现在倒好。他斜睨着丫鬟，恨恨道，他们在外头捡了个现成的，往后这个家里还有我的地位吗？他说着，飞快地站起身来，踢开凳子，急急地往出走。二夫人去哪儿？去看看那小崽子究竟是个什么宝贝，引得老爷做了大善人，自己的孩子不要，偏帮别人养孩子。丫鬟紧赶着几步跟上了他，拉住了他的手臂。听说老爷和夫人也不怎么喜欢他的。不喜欢还让他姓穆，还让瑶儿叫他弟弟。2人拉拉扯扯到了汉旦堂门口，便被门口守着的家丁挡住了。
二夫人，老爷吩咐了，不能进去。凭什么不让进？他伸着脖子往里看，错觉间听见里头传来了好几个人的惊叫。打量四周，本来格局通透的汉淡堂，窗户上都贴了黑纸，把里面封成了一间黑乎乎的暗室，越发显得神秘而古怪。二夫人，他压低声音，似乎有些为难地与他打商量，里面这个刚施了忘忧咒，他顿了一顿，出了点问题，您应付不了，还请回吧。白衣荣瞅了一眼封住的窗户，不大情愿地点了头，走到一半，丫鬟一惊，眼看着他拐了个弯，从丛竹掩映的小道绕回了汉淡堂后门。二夫人，别吵。他拨开树丛，接近了连通室内的一扇矮窗，我偏要看看那个小崽子长什么模样。二夫人，二夫人。他不顾急的跳脚的丫鬟，将外面贴住的浸了黑墨和桐油的纸张轻轻撕开了一个角，凑了上去。屋里是有光的，暗红色的光萦绕满室，家具上仿佛被泼了一大桶狗血，妖艳诡异。一缕阳光正巧透过掀起的那个角照了进去，骤然照亮了角落里的一张脸。入眼是乌黑的一双眸，眼尾上挑一个小小的弧度，染着诱人的嫣红，眸中仿若流动着水光。这样一双眼睛坠在雪白的小脸上，仿佛一对宝石。他只穿了一件有些宽大的单衣的衣袖，与漆黑的长发被风鼓起来，仿佛要乘风飞去。他并不笑，茫然而空洞地看过来，眼底满含着危险的戾气。红光从他背后发出，眸中也映着一点诡艳的红。他捏紧了拳头，指甲嵌进了掌心。这惊心动魄的美丽使得他倒退两步，危机感达到了顶峰。都说儿消母，生出这般孩子的女人得美成什么模样？他当真是穆怀江随便捡的？吱呀，门开了，几个人七手八脚的进来，抬了什么出去。那个男孩默然坐在桌子上，无声地望着阳光的方向，似乎对外界没有反应。幕府的总管事与下人们切切查查的低语：第几个了？死第三个了。怎么，老爷和夫人还待在密室？是啊，我们指着您想办法呢，我那里是没人敢再来送饭了。往后将饭放在门口，不得与他多接触。往常也不是没有过下咒的人。那人稀奇道：怎么里面这个就变成了这样？还有他的头发，光影晃动，他似乎比划起来，冷不丁就长到腰了，身上还发光，怪吓人的。管事望了一眼背对着他的那个身影，顿了一下。往后你每天来盯着他的头发，若是再长，速来报我。喂，为什么？管事叹了口气，小时候听老一辈的捉妖人说，大妖之力多蓄于发，妖力越深的头发越长，不知是不是这个道理，小心一点，总归没错的。是。众人盯着脚尖诺诺，脚步声渐弱，管事走远了。哎，那声音发愁的拖了个调子，喃喃抱怨起来，你说这么个妖物，老爷费那么大力气弄到家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需另一人语气里带这些幸灾乐祸的味道，声音压得更低了。我倒是听闻这妖物的母亲美艳绝伦，这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还说不准呢。听的人笑了。哦，你的意思是？我可什么都没说，都是瞎猜的。两人会心一笑，打趣起来。虽说是半妖，万一真是老爷的种，多少也算是有后。吱呀，门扉闭上，二人嬉笑的声音被隔绝在外。门口的地面上孤零零地放着一份冷掉的饭菜，白衣荣的手指将贴在窗口的黑纸都捏皱了，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如若不是丫鬟将他的手往外拉，他差点将那张纸扯下来揉成一团，眼中几乎要沁出火来。真是让他猜对了呀！怎么样的美人能迷惑的穆怀江这样冷淡自傲的男人都迷了心智？他再不济，好歹也是捉妖师家养的女儿，终其一生撒娇耍痴也没让他正眼瞧过。一只妖，他凭什么？他气得眼睛发红，撒手将黑纸一推，扭头便走。坐在桌上的男孩歪了歪头，出神地望着窗口，似乎有些疑惑，窗口投映在他脸上的一块亮光为什么消失了。半晌，红光慢慢敛去，室内陷入一片黑暗中。二夫人，丫鬟一路小跑赶上了他，您别听他们瞎说，都是瞎说的。老爷在密室。白衣荣喃喃，回头逆着丫鬟的脸，凉冰冰地问，在密室干什么呢？丫鬟生怕他闯进密室，汗毛根根竖起，险些给他跪下来。听说是在布阵，万万打扰不得的。我与怀江在密室布好七杀阵，以木生为饵，设局等待怨女。木摇手脚冰凉，杏哗啦翻了一页。4日后，怨女果真夜袭幕府，欲将此子救走，最终身陷七杀阵内，落于我们之手。怀江的老友空清道人知晓我们捕获怨女，即来阻止，告知于我们杀死怨女的后果。不得已，将其以锁链囚于地牢，以黄纸符咒封印。木生自中忘忧咒后，无有记忆限制，妖力屡次失控，府内死者数十，除我与瑶儿以外，
旁人难以接近。如果说他从前是以普通孩子的身份，偶尔泄露自己的半妖之力，忘忧咒夺去他记忆以后，他就是以半妖之身存世，偶尔才想起来自己是个孩子。这种情况通常是白锦去给他送饭，或是慕瑶陪他玩的时候。他很信赖白锦，每次当他靠近，他会收敛红光，有时候将头安静地靠在他怀里，像是藏在雌鸟翅膀下的雏鸟，乖得令人怜惜。至于慕瑶，那时他不过10岁，纯洁得像一张白纸，没有丝毫恶念。木生虽暴力，却很聪明，拥有小兽般敏锐的本能，能够分辨出谁是真心待他，因此并不抗拒慕瑶的接近。我对木生亏欠兼并怜爱。白锦的字迹清瘦，这时候已隐隐有力，有不逮的虚浮，但其力气难以自控，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大妖之力多蓄于发，此子之发更如仇恨之丝。入府以来，一旦遭遇刺激，头发便增长3寸，杀人数十，不过3月已长至腰侧。除我与怀江，旁人难以招架。这件事发展到最后，穆怀江是第一个提出异议的。在他看来，先前白锦强行将人带回来，一是为了做儿等待怨女，二是为慕瑶提供保障，还有几分是女人家的恻隐之心，但说到底，他最看重的还是第二条。他对一个无法控制自己的半妖并无好感，更不会将其当真正的孩子养。现在怨女已经被他们禁锢在地牢内，如若他不能为女儿保驾护航，便成了废子一枚。忘忧咒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木生几乎只能被关在汉淡堂内，像一只野性难驯的小兽，无法接触外人，更别提陪着慕瑶外出历练了。何况这只妖物已搞得府内人心惶惶，众人精疲力尽。他属意将木生处理掉，再召集诸多捉妖人结成同盟，加固怨女的封印，即使他的妖力恢复，也会被永远锁在那方小天地里，不能出来作祟。恰于此时，空清道人带来永久杀死怨女之法，可一石二鸟，正中怀江心意。只是方法残忍，我并未同意。争执不定之时，事有急变。院落中笼罩着漆黑夜色，飞檐只剩下个漆黑的轮廓，耸立的水山尖上挂着一轮小巧的弯月，不一会儿便被飘来的云遮住了一半。穆怀江亲手提灯，引着身后的长须道人在曲折廊桥中行走，不时回过头低语些什么。他二人走得很快，手里的灯笼像一团有野的星火。穆怀江无意中回头，一个戴兜帽的身影有些慌乱地贴住了墙根，风吹动了宽大的帽檐和衣袖，隐隐露出一个娇小的轮廓。林妙妙在一片分辨率极低的画面里艰难辨认了半晌是个女人。二人迅速走开了，身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一身黑袍与夜色融为一体，轻手轻脚地跟了上去。路线回环曲折，走到了最西端无人住的格子，穆怀江下意识地看了看外面，随即将门掩上。他将挂墙上的长卷山水取了下来，露出了一扇破旧的小木门。女人躲在窗口看，手指攥紧了窗棂。穆怀江取了钥匙，将小木门打开，示意长须道人先进。二人矮身弯腰，一前一后进了门，消失在门里，隐隐传来空旷的脚步声。女人的脚步似猫，推开门迅速溜了进来。木门之下别有洞天，沿街而下，石头粗糙搭出的洞穴阴冷潮湿，角落里滴滴答答地漏着水，印在水洼里，发出空旷圆润的回声。每隔几步，地上仓促地摆有一盏灯，堪堪照亮脚下的凸凹不平的路。下去吧。穆怀江一挥手，两名看守在外周的膀大腰圆的哑妇躬身退下。锁链发出哗啦啦的响声，穆怀江手里端着一盏烛台，骤然照到了昏暗的石穴里。坐在地上的那人抬手遮住了眼睛，挡了一下刺目的光。伸出的那只手五指纤细，皮肤苍白，手腕上拴着一只厚重的镣铐，铸铁是粗糙的青黑色，有斑斓的红色锈迹，与女人雪白纤细的小臂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她被婴儿手臂粗的锁链拴着，几近赤裸，脚踝上也带着脚铐，锁链延伸至墙边，牢牢钉入墙里一整面墙，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符纸，丹砂字迹交叠，深深浅浅，密不透风。他坐着的姿势诱人至极，展现出了优雅的曲线，像足了一只搁浅在岸边的美人鱼。一点一点的，他移开了手指，斜睨过来，睫毛像蝴蝶翅膀伸展着，眸中是江南烟雨，春色无边。从鼻尖至樱唇，再至下颌的弧度，是天工造物。在他抬头的一瞬间，仿佛这幽暗的石穴都被照亮了。长须道人点点头，打量眼前女子的眼神并无波澜。二人开始交谈，短促的说了3两句话，全听不清，背景音是刺耳的尖笑。躲在石壁背后的女人身子颤抖着，发红的眼里只剩下地上坐着的那个尤物，似乎只是为了专程来看他一眼。穆怀江和那长须道人只短暂的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沉重的镣铐哗啦啦作响，他
他换了个姿势坐着，脸上依旧挂着无谓的淡漠笑容。隐在黑暗中的女人从石壁背后闪出，几步走到了他前面，摘下了兜帽，露出了一张花了妆的脸。白仪容。他居高临下，死死盯着女人的脸。你是谁？那女人歪过头，好笑地看了他一眼，神情漫不经心。你又是谁？他的声音娇柔动听，带了一点恰到好处的沙哑，回荡在石洞里，揉得人心房都酥了。你还有脸问我？我是幕府的二夫人，你这没名没分的妖物，你算什么东西？你连人也算不上，竟敢勾引人家的丈夫。他有些气急了，说了没两句，便几乎演化成了指着鼻子的斥骂。勾引？那女人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眼中开始闪动起幽幽的光，越发显得那笑容诡异。是你的丈夫死缠烂打不放，怎么能算勾引？你胡说，信不信由你。他慵懒地笑着，我与他的儿子，他不就接进府里，给你们穆家做继承人了吗？白仪容脑子里嗡的一下，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了，喃喃道：不可能，不可能，不是谣传吗？女人伸出手臂，拉动锁链，哗啦作响，仿佛刻意给他展示手腕上的镣铐。你看，有了儿子还不够，他还要我留在他身边。人妖殊途，他不能娶我做夫人，也要我做他的禁鸾。白仪容双目发红，恨不得冲上来将他撕成碎片。不知廉耻，不要脸的狐狸精。他爱我呀。女人似乎没看到他的怒火，接着缓缓道来，他对我百依百顺，恨不得将天上星月都捧到我眼前，我都对他不屑一顾。他缓缓侧头，眼里含了一点讥讽的同情。他爱过你吗？你知道被人爱着是什么滋味吗？你的一辈子，除了生孩子，还有什么别的价值吗？住口！白仪容尖叫着扑过去，骑在他身上，揪住他的头发，在他那张动人的脸上扇了几个耳光，又狠狠挠了几个血印。小贱人，贱人，让你得意。他轻笑着，仰头挑衅地看着失态的白仪容，脸上的血印和红肿很快消退了，又露出白玉无瑕的皮肤，可惜没用呢。你忘了吗？我是妖啊，这点小伤怎能奈何得了我？白仪容气喘吁吁地看着他，双眼里满是血丝。你活一辈子，青春不过20年，便年老色衰，你看你的皮肤已经开始松弛了，真可怜。他轻轻笑起来。而我永葆青春貌美，哪怕穆怀将成了老头子，我也永远是这个模样。你奢求你一辈子的东西，单凭一张脸就让我轻易而举地得到了，真抱歉啊。毕竟男人啊，总是这样色令智昏，你说对不对？你，白仪容的牙齿颤抖起来，怒火上头，有一种溺水般的昏胀感。除非你杀了我。女人笑得愈加妩媚，否则你一辈子都不可能拿我如何，知道吗？杀了他，脑海里的念头越来越清晰，浑身的血液直往头上冲。杀了你，你敢吗？他笑得挑衅，极亮的眼珠仿佛两盏幽亮的星。吃颤抖的手握着匕首，狠狠扎进了柔软的皮肤下，我怎么不敢？湿热的血液流了他满手，散发着奇异的香气。他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之后，连爬带滚地往后退。地上的女人如同一只泄了气的玩偶，在血泊中抽搐着，望着他，眼中闪着亮光，口中发出了呵呵的气声，竟然得意地放声笑起来，场面诡异至极。旋即，那具完美无瑕的身体慢慢破碎，一半化作飞雪，一半化作落叶，在空中旋转散开，一阵风一样猛然钻出了桎梏，插在他心口的匕首和那锁链，哗啦一声掉落在地上。白仪容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祸，腿都软了，挣扎着爬了半天，才爬起来，沾血的手在石洞里拖出道道深红的血痕。他顾不上戴上兜帽，转头便踉踉跄跄地往外跑，旋转降落的飞雪和落叶如雨势倾颓，罡风席卷，转瞬包围他娇小的身躯。白仪容猛然向前扑倒在地，像死了一般一动不动。过了很久，他极其缓慢地爬了起来，步履不疾不徐地走回到石穴前，弯腰捡起了地上的匕首，揣进了怀里，歪过头去，像是游览一般细细环顾了四周，随即无声无息地走出了地牢。怀江斜空卿在外言语2、3句话，在折返地牢时，发现怨女已为人所杀。杀字最后顿下的一点极用力，像是铁块蓦地坠在纸面上，溅出毛糙的墨痕。穆瑶的心头一坠，眼皮跳动起来。那一顿似乎用尽了写信人的全部力气，后面的字迹变得松散无力，仿佛绵长的叹息。如果万物示威均有先兆，这便是穆家衰落的开始。媚女是天生地长之灵物，大自然以霜雪塑其骨骼，草叶做其体肤，山水之秀，万物之美，集于一身。上天既然如此眷顾了他们，自然也要同等的惩罚他们。媚女与怨女双魂共用一体，极善与极恶，晦暗与光明视为阴阳两分，如同世间朝暮。
媚女之美注定要归于天地山河，不能被一人独占，否则天平失衡，将会引来大恶。向往红尘的媚女，注定要与后来居上的怨女抗衡，争夺对这具身体的控制权，直至被彻底吞没。天生地长的幻妖的短板是不能化人，同样被天地孕育的媚女，她的短板是只能做人形。按照空清所查阅的典籍来看，为防止大恶蔓延，这具无瑕的躯壳即是控制怨女的最后一道关卡，它像一座华美牢笼，禁锢了怨女上下流窜的兴奋不安的极恶之魂。现在怨女被杀，等同于最后一道牢笼被毁，怨女之魂彻底无所顾忌。她虽然没有妖力，却可以调动人心中的不平和怨愤，借机钻进任何一个被她所言语蛊惑的人身体里。她非但没死，反而绝处逢生，并且再不为人所控。穆怀将雷霆震怒，夜不能寐。怨女先前受符纸所控，灵魂受损，需要在宿主体内休养生息，短时间内不会有所作为，也顾不上改变宿主的意志。这也意味着究竟上了谁的身，谁也不知道。但若是不做处置，任他休整好，恐怕他第一个便要血洗穆家。于是一场地毯式调查开始了，先是最有嫌疑的几个看守地牢的哑妇被秘密关到了不见天日的地牢，随后是几个在那天夜里被人见到曾经路过地牢附近的家丁，府内流言四起，一时人心惶惶。一向做天做地的白仪容在此之前就病了，在床上一直躺到了年后，并未卷进这场风波。关足了10个人，穆怀将决定收手了。并不是他能保证怨女一定在这10个人当中，只是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自己吓自己，徒增烦恼。他将白锦叫来，舔舔因操劳而干裂的嘴唇。阿锦，穆生不杀了。白锦抬起头，默默无语地望着他，眼里有一点责怨之意。白锦被白家精心培养起来，斩妖除魔无数，早就练得心硬如铁，不比寻常娇弱女子。饶是如此，他还是难以接受穆怀江的冷血与狠绝。在此之前，他听从空清道人的办法，为了永除怨女之患，安排穆生泄出半妖之力，与其母同归于尽，一旦做成，便一次性解决2桩麻烦事。他强烈反对，不惜与他大吵一架。他只是觉得穆生还是个孩子，先前被怨女蛊惑，差点弑父，现在又让他弑母，未免罔顾人伦，即便他有妖的血统，至少还有一半是人。在他乖顺地靠在他怀里的时候，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冰凉的脸颊的触感，肌肤细腻柔软，和慕瑶小时候是一样的，软绵绵。而慕瑶年纪还小，从不知道这世间所谓正义，还藏有很多大人才明白的举与慕瑶畏惧穆怀江，循规蹈矩，只是每隔几天，小心翼翼地问他一句：娘，弟弟什么时候能从黑屋子里出来？娘，弟弟怎么从来不哭？恐怕是关在汉诞堂里吓坏了，为什么不把他放出来？娘，弟弟已经7岁了，再不练功就要晚了，难道爹不准备把他放出来吗？问的次数多了，他连搪塞的心力都没有了。冰雪般的小女孩才是穆家新生的希望，而他和穆怀江早就是腐朽的刀刃了。你待如何？他不动声色地问。我要穆生留下来，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要他只认你我做父母，瑶儿做姐姐。白锦笑了一笑，他明白他的意思，怨女的力量还在这孩子这里，拿捏住了穆生，是对怨女最大的挟制，也是他们与怨女抗衡唯一的资本。好啊。他沉默半晌，带着苍凉的笑点点头，不日我将回家一趟，求助于我爹娘。但你要答应我，从今往后，全府上下谁也不许再提穆生的血统，就当他是一个普通的孩子。10日后，白锦从白家归来，双手捧着一只匣子，匣子里装着白家在极北之地求来的月破冰丝织成的丝帛，裁下了细长的窄窄的一条。梳子顺着黑亮的头发向下一梳到底，纤瘦的手捞起发尾来，握在手里，露出他的耳朵。白锦与他脸贴着脸，在镜子里看着他漆黑的眼眸，语气柔和，像是天下所有的给孩子梳头的母亲。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他茫然的眸子慢慢的有了焦距，目光落在他脸上，定住了。他的纤长的睫毛颤了一下，用很小的声音回答了他：高一点。好。他弯眼笑了，在眼尾弯下的瞬间，他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细密的眼角纹，像是腐朽穆家具上拉出的蛛丝。不远处是穆瑶懵懂稚嫩的脸，白驹过隙，浮游一生，多少爱恨憎恶人妖恩怨，在这一刻都暂时远去。梳头这个动作似乎变成他一生的事业。他将那一条皎洁的丝带小心地从丝绒内衬中拎出来，仿佛从废墟中拉出了一线希望。素手将发带扎紧的瞬间，终于咳出了喉间那口腥甜。穆生静静地看着镜子里那个清秀的男孩，高马尾梳起，发顶上露出了一点美丽白色发带，像一只蝴蝶垂着翅膀匍匐在上面。
许久，他好奇地伸手触摸了冰凉的镜面，这个人竟然是我。瑶儿，白锦牵过慕瑶的手，带他走到墙下，你要看着弟弟，绝不能让他把发带取下来。待他立了时，白锦终于长舒一口气，拍了拍他的手背，有什么东西在他眼中闪动了一下。今天弟弟便可以从那间黑屋子里出来了。他不顾眉宇间的疲倦之色，终于轻快地说出了答案。信纸从慕瑶手中滑落，柳福一伸手一接，用力揽住了他瘦削的肩膀。浮现在二人中间的画面慢慢淡去，妙妙对上他的眼睛的一瞬间，就知道事情不好看。他的神色，这段回忆碎片的内容，他也看到了。二人四目相对，妙妙睫毛慌乱地颤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木生慢慢从床上坐起来，静默地挂上了床帘。他的蝴蝶骨突出，形状优美，从背影看过去，还带着少年的单薄感。他手上动作极轻，但不知是不是手抖的缘故，铃铛被他触得响动起来。记忆碎片播放时，时间仿佛停滞了一瞬，接近了另一段时空。结束之后，仍旧是天还未大亮的冬日早晨，被子里早就失去了温度。林妙妙像是被扔进冰天雪地的人，脸颊因为恐慌而滚烫，身子却一阵阵地发抖。他回过头来，逆着睁着一双杏子眼盯着他的女孩，看了半晌，伸手将她抱进了怀里。他身上也没什么温度，衣服的缎面都是凉冰冰的。林妙妙不受控制地打了个冷战。他顿了一下，拿过床头木凳上放着的他的袄子，给他披在了身上，连衣服带人再次拥在了怀里。少年的手温柔地抚摸着女孩的头发，半晌才开口。异世之人，是个轻描淡写的肯定的语气。头顶如有雷劈，妙妙刚才打好的副稿瞬间便忘了个干净。他惊悚地想看看他的表情，却被他摁在怀里动弹不得，额头紧贴着他的胸膛，嗅着他身上的白梅香。他突然想到了什么，隔着衣服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他的心口，柔软温热的。没有了。他这才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钥匙难道一定要长得像钥匙吗？这块回忆碎片不是给他的，根本就是为了解开黑莲花身上忘忧咒的道具。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这种事情会被他的攻略对象直接看出来。他在这场博弈中早已由局外人变作局中人，现在局中人还翻船了。林妙妙舔了舔嘴唇，放弃了挣扎。你怎么知道的？少年眼眸漆黑，嘴角带着讥诮的笑意，手指顺着他的头发摸到了脖颈，指腹摩挲着他的血管，感受着他不安的脉搏。妙妙，下次聪明些，不要让人虚张声势的一炸就乖乖承认了。林妙妙五内俱焚，我就是你口中的异世之人，我也不想瞒你。他僵硬地靠在怀里，还是忍不住问，你什么时候怀疑我的？9章算术，勾股定理。木生垂下眼眸，看起来混不在意。9州之外更9州，原理相同，叫法不同，也没什么稀罕的。林妙妙回想了一下自己洋洋自得的战绩，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傻瓜。黑莲花实在是太聪明了，装乖装得太久，他险些忘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只是他从他怀里挣扎出来，崩溃地问，你既然起疑，怎么早不问我呢？他盯着他的脸看了半天，没看出什么类似于失望亦或是愤怒的情绪。你会走吗？他的双眸纯粹，倒映着他的脸，眼里含了一点支离破碎的希冀，混合着涌动的黑色浓雾。啊！他愣了一愣，倒是没想到他越过了中间无步骤，径直来问这个，没好气地拨弄着手指，言语中露出一丝委屈，我哪像你呀，走不了。他眸中暗涌慢慢消退下去，言语格外温柔。好啊，去哪里都可以，只是不要离开我。他摸了摸女孩的脸，垂眸替她系着系带，声音很轻，谁带你走？我要他死无全尸。你若自己走，我就把你。他停下来，歪头看着他，似在斟酌字句。想到他似乎不太喜欢被太粗暴的对待，他默默地将锁起来改成了关起来。林妙妙顾不上理睬他的恐吓，急得插了一嘴，谁让你问这个啦？他愣了愣，眸中流露茫然之色。林妙妙都有点替他着急了，主动提示起来，我不是灵鱼，我是夺舍的那个借尸还魂。他应声。林妙妙眼巴巴地望着他，几乎像是手里拿了个引雷器，高举双手对着乌云密布的天，主动寻求责难。黑莲花生气起来总是先隐忍，很少表现出来，可若是不让他发泄，他便容易暴走。可是一道雷也没等来，他垂下眼帘，眼中竟然反常地泛起些许暖色来。他知道妙妙害怕什么，只是这个世界人妖共存，世道乱了不知多少年，他半妖之身都没有吓跑他，难道他以为一个夺舍还能吓着了他？女孩的一双杏子眼惴惴不安，
泛着水色，他贪恋地睨着她的眉眼，顺了她的意。你早就知道我的事。林妙妙如愿以偿地引到了雷，正襟危坐，清了清嗓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到这里以来，我总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他面不改色地扭曲了事实，没想到是你的过去，还把锅全部甩给了系统。我什么也不明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小心翼翼地瞅他，小脸埋在毛茸茸的领子里面，红润饱满，像是多汁的果子，抿了抿粉嫩的唇。你介意吗？他凑过去吻了吻她的唇，又在那果子似的脸颊上流连不去，半晌才道：妙妙，不就是妙妙吗？不是灵鱼，是林妙妙，从头至尾都是这一个妙妙。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心里划过一丝隐秘的满足。妙妙可能不记得了，他曾经对着慕瑶说过，他不就是他吗？是人是妖又有什么关系？他将这句话回赠给他的时候，终于觉得自己慢慢地靠近了这团火焰，比旁人都有资格将他紧紧拥在怀里，永不放开。无论他是谁，无论他有怎么样的秘密，只要是他，其他的又有什么关系？他抚摸着他柔软的耳垂，嗅着他身上熟悉的栀子香，好想让其他人也知道。喂，为什么？他搂着他的脖子，被亲得有些糊涂了。又不是什么光荣。他的声音很轻，最好他们都退避三舍，没人敢觊觎你。林妙妙憋红了脸，气得将他推到一边，赤着脚爬下了床。你让开，我喂鸟去。木生伸手一搂，将女孩拦腰抱起，灵巧地换了个位置，放回了柔软的床上，漆黑的眸望着他，纯粹的只剩暖光。我去喂。鸟笼儿摇摆，黄澄澄的谷子像流沙一般倾泻下来，堆成了一座谷山。小鸟没有想到半途而废的乞讨竟然真的能换来吃的，双脚灵巧地蹦到了食槽前，抬头一望，望见了一双漆黑的眸。今天竟然是大老虎来喂。细细的食管猛突，他噎住了。喂了鸟之后，他将林妙妙的帐子放了下去，穿好外衣出了门。木生拎起放在石台上的壶，给前院的几盆千叶吊兰浇水，水很快洒完了，他便望着绿油油的草叶出神。冬日稀薄的阳光下，圆圆的叶子上流动着水珠，闪着一点光亮。他蓦然摸向自己的心口，感受皮肤下心脏的跳动。忘忧咒解开后，无数遗忘的旧时光尽数涌回脑海。他在脑海中描摹着慕容儿的脸，一颦一笑，终于慢慢汇成最初那个熟悉的人。在妆台前给他梳头发，言语温柔，小生儿的头发像他爹爹，又黑又亮的。红罗帐前光线昏暗，一缕光从帘子的缝隙里照进来，落在他的侧脸上，恬静温和，眸中是掩不住的怜爱。这样一个人，连恨也不会。他有娘的，曾经，纵然步履维艰，因为彼此支撑着，也从不曾觉得苟且。离开花折的前一日，他从抽屉里拿出了那把闪着银光的仙家之物断月剪，在他及腰长的头发上比划着。他长久地望着镜子里他的容颜，似乎想要将他的脸刻在自己心里。小生儿，娘问你，如果有一日娘不再是娘了，你会害怕吗？他仰起头望着他，惊异地发现他虽然笑着，眼睛却红得可怕，旋即两滴嫣红的鲜血从他眼眶中掉出，猛然落在雪白的腮边。娘怎么了？他惊慌地伸出小手，抹花了这两滴鲜红。他握住他的手腕，微笑道：生儿，这是离别之泪，娘不会让你变成个怪物的。他说着，擦干眼泪，拉起他的头发，一把剪了下去，齐齐剪断了他那一头的仇恨之丝。断月剪乃仙家之物，断爱断恨只能择其一，断了他与生俱来的恨，就断不了他累积一生的爱。由爱生恨，孕生怨女。荣娘握着他的手，怜爱地理了理他的额发。不要怕娘，娘会拼命护着你，要活下去。而他由此从六亲不识的怪物退让一步，变作可以伪装成人的半妖，时至今天还依旧有爱恨，有温度的活在这世上。他的手掌按压着自己的心口，慢慢的，胸口的温度传递到了冰凉的手掌。如果没有他，一切就不会发生。如果不是因为他，慕容儿也不会被怨女吞噬。他便是那个祸根。少年翘起嘴角，自嘲的笑意蔓延，眼里含着一点冰凉的光亮，又有一段回忆涌上脑海。那是在刚入幕府的时候，再一次吃饭的时候，白仪容一反常态地提到了他。木生还没有表字吧？他不经意地问。穆怀江不以为意，白锦则有些奇怪地看过来。我请人起了个名，转运的，叫做子期。他一向折腾惯了，大家都习以为常。白锦默念了一遍，没挑出什么错处，便笑着答应。那就叫子期吧。现在想来，那一日白仪容的语气，连装腔作势的冷漠下面，是挡不住的熟悉的温柔。那时候他还在，想尽办法告诉了他本来的名字。
只是这段记忆应当在忘忧咒之后，为什么他之前却不记得？少年蹙眉，紧闭的睫毛颤抖着，太阳穴一阵阵发痛，忘忧咒已解，怎么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子期，脆生生的一声唤，将他从深渊中带出。他抬头一望，林妙妙将窗户推开，正趴在窗口瞧他，不知趴了多久，脸都让风吹红了。世界刹那间恢复了勃勃生机，鸟叫声和风声从一片静默中挣脱而出，屋里的一点暖香飘散出来，帐子里的馥郁，女孩温暖的身体和生动的眼睛，似乎都是她留恋世间的理由。你干嘛啊？妙妙趴在窗口，眼里含着笑，手里提着鸟笼，悄悄背在身后，准备给他看看生生的杰作。笼子里的鸟将堆成小山的谷子吃下去一个大坑，为了不噎住而细嚼慢咽着，还在上面喷了水，像是兢兢业业的雕塑家，雕刻出了风石蘑菇一般的奇景。林妙妙看着他走近，准备等他乖乖承认浇花，再对他一句壶里还有水吗？谁知他走到了窗下，仰起脸，闭上了眼睛，将唇凑到了他眼前。在等你。女孩顿了顿，面颊上泛起一层薄红，手臂在窗台上撑了一下，身子探出窗外，慢慢低下头去。鸡笼子倾斜了，鸟眼看着自己的风石蘑菇哗啦一下倾倒了，气急败坏地拍打着翅膀。这些日子里，木生和木瑶二人见面几乎无法直视彼此，上一辈的恩怨纠缠，冤冤相报，两个人到了这一步，竟然说不清楚究竟是谁对不起谁多一些。相比之下，木瑶沮丧得更加明显，柳福一强硬地将饭碗推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也只是吃了一点点，就没了食欲。白锦的信几乎将他一直以来的信念击碎了。福一，我真不知道这个镇到底还要不要布了。不期杀阵等待怨女是主角团一开始的计划，而现在他的家恨另有因果。白依荣是被怨女夺了舍，支持他走到现在的恨意几乎变成一场笑话。桌上沉默片刻，柳福一答道：你觉得我们不做准备，怨女会放过你们吗？他的目光扫过慕瑶，又无奈地望向木生。慕瑶并未开口，木生先答了话：不会。林妙妙侧头看他，少年已经低头认真地吃起饭来。慕瑶心里清楚这个道理，对于怨女，她是仇人之女，木生是力量之源，就算他们放过了怨女，他也不会放过他们。他叹了口气，不得不直视木生的脸。阿生，他的声音都有些生涩了。布阵吧。木生没有抬眼，边夹菜边答：怨女不是他，吞噬了他的怨女也同样是他的仇敌。在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午饭中，计划被敲定下来。柳福一清清嗓子，打破有些凝滞的气氛。瑶儿，他环视众人，叹了口气道：要是你实在不开心的话，我们办婚礼吧。桌上瞬间寂静了，慕瑶愣在原地，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吧嗒，妙妙的筷子掉了一根，他急忙捡起来，兴奋地拍打起桌子。柳大哥，你在求婚吗？慕瑶先是错愕，随即脸色涨红。妙妙，别胡。我在求婚。柳福一轻描淡写地打断了他的话，柔和地凝视着慕瑶的脸，拖了这么久，总不该拖下去了。我们成婚吧。大雪节气来临前，柳福一和慕瑶在吴方镇的这套精致的宅子里举行了婚礼。林妙妙以为他和木生的破庙婚礼已经够简陋了，没想到慕瑶比他还要简陋数倍，连霞帔都没有，披了一块红色的纱巾，穿了深红的裙子，在厅堂里点了一排蜡烛，在小院里拜了天地，就算成了亲。毕竟是原书里的男女主角，拥有原装的好壳子，柳福一温润，慕瑶清冷，两个人即使穿着最廉价的衣服，手挽着手走进来，也是一对高贵冷艳的璧人，没有人比他们更加相配。成婚当晚，林妙妙亲自下厨，给新人们煮了一顿饺子。饺子是她和木生一起包的，个个软趴趴，惨不忍睹，捞起来的时候破了好多个。林妙妙非常愧疚地将破了的饺子都舀进了自己碗里，最后又让木生倒进了他的碗。你这么聪明，怎么就学不会包饺子呢？林妙妙支着脸，忧愁地问。少年看他一眼，似乎有些意外，微一抿唇，肯定地说：下次就会了。这么神奇的吗？林妙妙还没绕过弯来，穿着婚服的柳福一开口了，他夹着一只破开的饺子，看了半天。妙妙，下次煮饺子撒点盐，就不会破了。哦。林妙妙赧然点点头。柳福一放进嘴里一尝，笑了。妙妙，盐放少了，五香粉放多了。林妙妙憋了半天，谅他今天结婚，哼道：知道了。盖着盖头的慕瑶把盖头掀开来，露出完美勾勒唇形的红唇，小心地吃了一个，给妙妙解围。我觉得挺好的。柳福一附在他耳边道：他做饭实在不行，得好好练练。慕瑶忍俊不禁：其实我比妙妙也强不到哪去。那不一样。
柳福一答得一本正经，你有我，我会做饭。林妙妙捂住了眼睛，只从指缝里看他们卿卿我我。柳大哥，吃完快点洞房去吧。柳福一果然不吭声了，正襟危坐起来，专心致志地吃饺子。一向反应迟钝的直男代表，在妙妙的调侃下，竟然难得的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妙妙则好奇地盯着慕瑶的露出的嘴唇。从慕瑶出场开始，她一直是以清清淡淡的形象出现，几乎从未见过她浓妆艳抹的样子。妙妙心里当即痒痒的，小心翼翼地问：慕姐姐，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脸呀？可以呀。慕瑶顿了顿，抬起手刚准备撩起盖头，便被柳福一按住了手。我的新娘子，只有我可以看，你看算怎么回事？妙妙气急败坏地哼了一声。柳福一挽着慕瑶入了洞房，二人的步子和缓平静，带着说不出的温馨恬然。妙妙远远望着，心里欢喜交杂着忧愁。如果剧情线没有出大错，主角二人的成婚标志着捉妖即将进入最后的尾声，最后一个巨大浪头打来之后，故事在高潮中戛然而止。而这最后的关卡是他们所有人的死结。回到房间，妙妙坐在妆台前，对着镜子梳头发，想到了没看成的慕姐姐的脸，气得给自己涂了个红嘴唇。慕生坐在一旁，并不责怪她大晚上涂脂抹粉，而是双眼睛亮亮地看着她，眸子闪动了一下。我帮你画。你画？林妙妙犹豫了一下，怀着好奇的心情，仰起头，闭上了眼睛，看他画成什么样。少年从架上取了一只细头的狼毫，走到他身边，捏着他的脸，以笔轻沾着朱砂，在他额头上勾勒。湿润的笔尖扫在额头上，有些痒痒的，他闭起的睫毛颤动起来，嘟囔道：好了吗？快了。他刻意放慢了速度，端向他的眉眼，每一笔都像是缠绵的亲吻在他额头。好了。他松开手，林妙妙睁开眼，凑在镜子前面一看，一朵赤红的舞瓣梅花小巧玲珑地印在额心。木生乌黑的眸望着镜子，安静的，唇角微微翘起，他有私心的。林妙妙从前在竹蜻蜓上刻字，曾经用舞瓣梅花代表了他。哇！林妙妙无知无觉，专心地望着镜子，想伸手去碰，又怕碰坏了，手指忐忑地停留在额头边缘，惊奇地称赞道：好漂亮。他扭过头来，兴奋的眼眸撞进他眼里，木生轻轻抬起他的下颌，吻在了他额头上。哎，我的花！妙妙愤怒地惊叫起来，往后躲闪。木生按住他的后脑不放，故意压着他的额头，用柔软的唇将那朵花揉成了乱红一片。林妙妙往镜子里一看，活了不到1分钟的舞瓣梅花已经毁尸灭迹，又看着黑莲花唇上的一点嫣红，吓了一跳，飞速地甩了条卷子给他。快擦擦！不是说了吗？朱砂吃了中毒。木生乖巧地擦着嘴唇，满脸无辜地将他望着。总是在天不亮就起床练早功的柳福一和慕瑶，在新婚第2天双双起迟了。日上3竿，柳福一才从房间出来，甫一出门就撞见林妙妙暴毙站在他面前，睨着他，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柳大哥。他歪了歪脑袋，双髻上的碧色缎带飘动起来，杏子眼含笑睨着他，没羞没臊地问：新婚快不快乐？这丫头可夜里种种旖旎涌回脑海，他掩饰地板起脸，张望起来。阿生呢？你一大早杵在我们这儿做什么？妙妙调侃的笑容收了收，说起正事：柳大哥，能不能借一下你的9旋收妖塔？他的眼睛眨巴着，眼神中带着点干涩的紧张和不安。柳福一一愣，下意识摸到了袖口的小木塔，奇怪道：你借收妖塔做什么？这收妖塔不像是什么日用品，乃是法力强大的法器，别说他驾驭不了，就算对方能用，他一般也不会轻易出借。哦，木生招鬼，我房间里总是有小妖出没，实在烦得很，我想借他镇一镇。柳福一忍不住笑了。区区小妖，阿生一出手就灭了，你让他来？不要。林妙妙气鼓鼓地吐了口气，拉着他的衣袖，焦急地摆了2下，跟他吵架了。柳大哥，你就借我摆1个晚上，明一早就还你，好不好？柳福一平生最架不住姑娘家撒娇，见他眼底发青，估计是实在不胜烦扰才来找了他，便从袖中掏出了9旋收妖塔。小木塔只有巴掌大小，精致的像是桌上的摆件，不用口令操纵时，会一直保持这样小巧无害的形态。即便是如此，摆1晚上，杀灭几个骚扰人的小妖也足够了。他将收妖塔递给了妙妙，拿去吧。谢谢柳大哥。林妙妙的眼睛几乎看成了对眼，双手小心翼翼地将收妖塔拢着，慢慢地转身，一路小跑回了房间。柳福一看着他的背影，好笑地摇了摇头，出门买黄纸去了。房间里，林妙妙一个人趴在床上发呆，手背垫着下巴，半晌
才伸手拨弄了一下面前斜斜立着的九玄收腰塔，睫毛颤了颤，闭上了眼睛。他思索了片刻，飞快地爬了起来，抓起收腰塔走到衣柜前，吱呀一声打开了雕花木柜。柜子里涌出一股浓郁的白梅香，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堆得很高，几乎抵到了柜子顶上。2个骚包的衣柜就是这么满。林妙妙无声地笑了笑，踮着脚尖拿收腰塔比划了一下，小木塔只能横着塞进上方那个小空间里，显然不大稳当。塞了几次之后，她放弃了。她沉默了一会儿，关上了柜子门，走到了厨房。清晨，几缕细弱的光从厨房窗口射进来，投在灶台上。灶台旁边是个1人高的漆黑水缸，墙角布置着简陋的架子，摆满了灯笼形的陶罐。再向上看，墙上钉着一只放碗筷的梨木柜子，分了几个格档。林妙妙依次打开，从左往右数第3格，果然是空空荡荡的，阳光照着格子底部的一层薄薄的灰尘，泛着微微的白。妙妙将收腰塔放进去，那个柜子像是为收腰塔量身打造，不大不小，刚好够将其藏在其中。妙妙关上柜子门，将准备好的锁拿出来，锁住了柜子。退后几步，拿脚丈量了距离，在柜子4周数米远的地方，小心翼翼地移开了架子，贴上了3张符纸，伸手将符纸的边角展平，压在粗糙的墙上。他拍拍手，呼出一口白气，阳光下，无数细尘在他手边旋转飞舞。妙妙将架子吃力地挪了回去，上面的陶罐震颤，发出叮铃铃的脆响，挡住了墙上橙黄的符纸。按照捉妖的剧情，主角团走到了无方镇，便到了原主灵鱼参与的最后关卡。此时，柳福一和慕瑶成婚，大有白头偕老的架势。被木生折磨得痛不欲生的灵鱼失去了希望，彻底黑化了。他再也不奢望柳福一能将他救出苦海，不仅是木生、慕瑶和柳福一也成了他仇恨的对象。抱着拖所有人下水的扭曲心态，他完成了他在这本小说中的第4次作死行为，也是林妙妙按照原主轨迹进行的最后一个任务，用计骗走了柳福一的9玄捉妖塔，藏匿于厨房的柜子中，对外谎称被妖物夺走，直接导致主角团被怨女困在阵中时没有丝毫招架之力。毕竟柳福一的法器在这本小说中是外挂般的存在，如果不是灵鱼暗中使坏，他们也不至于被逼到绝路，到了不得不有人流血牺牲的地步。现在妙妙按照几乎相同的方法将收妖塔藏匿起来，只不过做出了小小的挣扎，按照悄悄和慕瑶学到的方法，在橱柜周围用3张符纸造了一个通道，只要他烧掉手中对应的符纸，便能将阵中幻境和实际空间连通起来。也就是说，真到了被困阵中的时候，他可以直接从幻境中的厨房经过通道走到现实中的厨房，把柳福一的外挂法器给拿回来。妙妙将下巴埋进绒毛领子里，长久地望着橱柜，最后用手试探地拽了拽锁。照在墙上的光束变暗，无数斑点状的细小阴影流动在墙上。妙妙回头一望，发现窗外不知何时地飘起了鹅毛大雪，发出轻微的簌簌声。距离怨女宫来应该留有1周多的时间。大雪下了3天3夜，庭院里一棵枯树被雪压折了枝条，每天晚上都能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厚厚的雪像一床棉被，起伏地铺在大地上，映得天地亮得刺目。妙妙穿着鹿皮小靴，咯吱咯吱地跋涉在厚厚的雪里，拿着一柄巨大的笤帚，艰难地扫着雪，头发和睫毛上都沾染了白色雪点。木生掀开厚重的帘子，一出门就看到这幅艰难的画面，踩着脚踝高的雪，几步跨过去，夺过了他手上的笤帚。给我！妙妙抬起头，睫毛上的雪化开，沾染得她的眉眼都湿漉漉的，小脸热得发红，把一双厚厚的手套脱下来，塞进他怀里。给你戴着。木生下意识地往单手往怀里揣，垂下长长的睫毛。不冷。他张牙舞爪地伸出手，冰凉的食指猝不及防地伸进他颈窝里，脆生生地喊：不冷，还不冷。少年也不躲，任他闹着，伸手一揽，直接将他拖进了怀里，抓住他的手腕，塞进自己温暖的胸口，漆黑的眼眸湿漉漉地注视着他，睫毛动了动，似乎含着一点惊叹：你的脸好红。热的。妙妙抿唇，仰起脸，笑得傻乎乎，眼睛都弯了起来。离得这么近，几乎看得到他脸上蒸腾出的热气。木生左看右看，忍不住压着他，在他颊上啃了几下，才放他离开。院中的雪被笤帚簇拥着堆在了一起，堆成了几个山包，露出地上几个闪亮亮的光点。这是林妙妙第2次见识七杀阵了，只是当时在金阳坡李府走廊的那个小圈子，跟眼前这个不可同日而语。为了收服怨女，几人布阵3天才画了这个大圈，几乎将整个宅子围在了里面。现在清扫掉地面上的积雪，露出的也不过零星一角。妙妙强迫木生戴上了熊掌一般的毛线手套，自己双手拢在袖中，
哆哆嗦嗦地看着少年认认真真扫院子，看到堆起来的几座小小的白色山包，眼珠子一转，双手比了个喇叭。子期啊！木生停下来，直起身子望他，漆黑的眸在冰天雪地中显得格外纯粹。他一回头就望见女孩的眼睛亮亮的，笑得很兴奋。别扫了，我们玩吧。他顿了顿，玩什么？妙妙已经弯下腰，抓了2把雪，在手里压成厚厚的团。木生抿唇，望着他的动作，身子绷紧，进入了备战状态。林妙妙拢了3把雪，回头一望，见他僵硬地站着，招招手道：“你过来啊！”木生望着他的手，他已经把雪团得像人头那么大了。妙妙，他的手有些紧张地握成拳，估量了一下雪团袭来的感觉，确认自己承受得了，无声地吐一口气，然后乖乖闭上了双眼。你闭眼睛干嘛？声音突然逼近，他迷茫地睁开眼，低头一望，妙妙怀里抱着那个人头大的雪团，仰头奇怪地看着他，另一只手还抓着他的衣襟，兴冲冲地把他往一边拉。来啊，我们堆雪人。木生，堆雪人。他看着女孩把那一大团雪球蹲在雪堆上面，他很快滚落下来，他顿了顿，再次蹲了上去，嘴里喃喃：头怎么又掉了？是啊。妙妙说着，再次用力将雪球蹲在雪堆上面，几乎把雪堆砸出个坑来。你小时候不是都没人陪你堆雪人吗？往后都给你补上。他蹲在地上，回过头睨他，黑白分明的杏子眼中带着小小的得意之色。少年的睫毛轻轻一动，还未及他开口，林妙妙骤然一拍腿，恍然大悟地望着他。对了，我忘了，这个是拿树枝撑的。木生按照妙妙的指导，捡来枝干，给雪人安上了一颗圆滚滚的脑袋。他握住他通红的小手。冷吗？冷。妙妙连带着他的手一起搓着，待热起来了，伸手抹撒了一把雪人光秃秃的头顶，他也怪冷的。说着，弯下腰去，捡了一片干枯的青铜叶片，小心地盖在雪人的头顶，给他加个帽子。妙妙心满意足地回过头，望见了木生看向他的眼睛，安静纯粹的黑，仿佛一片平静的湖，偶尔有风吹过，荡起满湖的涟漪，湖中倒映出他的影子。好像还缺点什么。妙妙歪头望着雪人，眨着眼睛，慢吞吞地戴上手套。鼻子。他低声答。对对对。他兴奋起来，拿胳膊肘捅了捅他，以一种怂恿的口吻对他耳语：你快去厨房帮他偷个红鼻子来。柳福一捏着黄纸从廊中过，看着窗外2个人扫地扫到一半，扔下扫帚堆起雪人，蹲在一起，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无奈地笑了几声，慢慢踱回了房间。掀开帘子，屋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香味，他边进门边打趣起来。什么味道这么香？慕瑶背对着他，弯腰在香炉添着香，闻言顿了一下，柔声道：妙妙送的香。小姑娘家总爱弄这些香，联想到林妙妙那浓郁的梳头水味，她无奈地勾了勾嘴角。倒是像她的风格。慕瑶慢慢地坐回了床上，低垂眼眸。你看了吗？七杀阵怎么样？柳福一腰摆坐在了圈椅上，正对着他，玩笑道：你怎么开口就问阵？昨天晚上怎么样？慕瑶脸上骤然泛起一层红，有些羞恼地看了他一眼。我这2日不同你睡一张床了。柳福一喝茶的手停住了，紧张地问：怎么了？慕瑶垂下眼，半晌才吭声：声如闻啊。疼。这几日新婚伊始，他确实不知节制了些。慕瑶一向脸皮薄，肯定是忍受不了才提出来的。这么一想，他心中的愧疚和怜惜化成一片，生怕他害臊，没敢盯着他的脸看，只是看着别处，柔声承诺道：那我睡在外间好不好？左右一整个宅子都是他们的，空房多的是，来日方长，他不急。好。少女脸上这才露出点笑影来。窗外冰天雪地，白光涌向室内，柳福一伸出手，笑道：走，我带你去看阵。白皙的手搭在他掌心。他转过头去的瞬间，慕瑶的绣鞋从裙下探出，无声踩住了从床下露出的一小片白色衣角，往里一挪，踢进了漆黑的床下。雪人的鼻子一般情况下是鲜艳的胡萝卜，但林妙妙不吃胡萝卜，在厨房里找到一根胡萝卜变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木生在厨房走了一圈，弯腰掀开了储存蔬菜的箱子，在角落里艰难地挑出了3根形状各异的胡萝卜，揣进怀里。经过了橱柜时，他蓦地停住了脚步，回过头去，奇怪地看了一眼。这么多年，他早已形成不动声色观察周围环境的习惯，即使是在绝对安全的地方，也会下意识地记住各个事物的方位和特征。第3格柜子外面多了一把斜挂的小铁锁，这把锁很新，还有些面熟。他眯起眼回想了一下，得出了结论，是林妙妙从他们房间的抽屉里拿出来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柜子本来应当是空的。木生站定在柜子面前，目光落在锁身上，含了一丝捉摸不定的意味。犹豫了几秒后，一张符纸拍在了锁上，伸手轻轻一扭，便将锁打开了。打开柜子门的一瞬间，九玄收妖塔的威压扑面而来，小木塔端端立在格子里，耀武扬威地俯视着他。木生逆着柜子里的小木塔，眸光幽深，手上把玩着小铁锁，显见得不太高兴。又藏了柳拂衣的东西。停了片刻，他伸手将收妖塔拿了出来，依原样锁好了柜子门，转身走出了厨房。他沉着脸，快步走到了柳拂衣的房门口，衣角掀起一阵冷风，想了想，放下了敲门的手。毕竟是贵重法器，须得交于本人才算稳妥。木生转身走到院中，踩进厚厚的雪地里，留下一串明显的脚印，迎面碰见了在院子里转悠的柳拂衣和慕瑶，二人并肩走着。慕瑶骤然看见了他，目光不太自然扫向别处。无所谓，反正这几日他们都是这样不尴不尬地相处着。阿生，柳拂衣被寒风吹得鼻尖微微泛红，心情很好地同他打了招呼，刚伸出手准备拍拍他的肩，手里就被不太客气地塞了一只小木塔。少年唇畔含着警告的笑意，柳公子，拿好你的法器。柳拂衣望着手里的收妖塔，明白过来，想必是和好了，又把他当了靶子。到底是大了10几岁，柳拂衣从来把木生当作半大孩子，林妙妙更不必说，他心里好笑得紧，脸上却摆出真诚之色。别误会，是妙妙借去镇妖用的。镇妖？屋里摆着他这么大一尊煞神，还用得着从外面借法器？木生漆黑的眸沉了沉，瞥他一眼，凉冰冰道：我替他还了。林妙妙往两手上哈了气，蹲在雪人旁边哆哆嗦嗦等了好一会儿，几乎冻成冰块，才见到人来。初始时只看到他的靴子踩在雪地里，披风角掀起凌厉的冷风，平白带了一股杀气。他奇怪地抬头去看他的脸，木生沉着脸来，一眼望见林妙妙在雪人旁边缩成小小的一团，女孩抬起头，脸蛋半埋在领子里，睁着一双杏子眼，有点懵懂地看着他，半是无辜，半是讶异。心里那股无名火刹那间烟消云散，走到他面前的时候，又回归了柔顺乖巧的模样。去这么久？他含糊地应着，腰摆蹲下来，献宝似的将两手伸到他面前，掌心躺了3只长短不一的胡萝卜。林妙妙吃了一惊，你怎么拿了这么多？冬天的食物紧缺，都是前段时间一并囤的，他不爱吃胡萝卜，不意味着其他人不吃。木生顿了顿，有点无措地看着手掌，那你挑一个吧。林妙妙盯着那3根奇形怪状的萝卜，考虑了半天，挑了最长的一根，安在了雪人脸上。妙妙笑出声来，这个不像人，像尖嘴啄木鸟。他说着，握着胡萝卜拔下来，换了一根短一些的，笑得更厉害了。这个像我爹爹再次拔下来，换上最短的那个小萝卜头，腻了半晌，语气夸张地问：子期，你看这个像谁？木生与滑稽的红鼻子雪人四目相对，盯了半天，没盯出个所以然来，眨了眨眼睛，迟疑。像谁？林妙妙冰凉的手指在他微微泛红的鼻尖上快速的一刮，像羽毛扫过一样，轻佻而怜爱，随即搂着他的脖子扑进他怀里，笑得东倒西歪，软绵绵热乎乎的一团。像你。柳拂衣回到房间，便被那浓郁的熏香扑了满脸，急着推开窗，背对着慕瑶笑道：妙妙给的这香还是不要点了吧，怪熏人的。背后传来含糊不清的一声应。拂衣，慕瑶唤他，声音柔柔的，你每天把九玄收妖塔藏在袖中，不觉得累赘吗？柳拂衣觉得他今日的问题幼稚的可爱，走过来摸了摸他的脸，慕瑶也没有避开，似羞还怯地垂下眼，一声不吭，这柔顺的模样格外惹人怜爱。他凭空起了逗他的心思，我也不是每日都带在身上啊。觉察到他抬起头看他了，才眨眨眼，故意笑道：洗澡的时候不就不能藏在袖中了吗？慕瑶双眸明亮地看着他半晌，眸光中似闪烁着悠悠星火，顿了片刻，才低下头，抿嘴笑起来。阿嚏，阿嚏！妙妙拍拍被震痛了的胸口，吸了吸鼻子，眼睛里浮出一层湿漉漉的水雾，感觉头昏脑胀，后脑勺钝痛的厉害。在外肆意撒欢堆了雪人后，第2天他就感冒了，而且这次的感冒来势汹汹，整个身体迅速沦陷，每天灌3、4碗热水也不管用。来这个世界以来，他还是头一回生病，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不适应，整个人迟钝的过分，走路都能撞上柱子。蒸汽向上拢着，热乎乎的扑在脸上，妙妙捧着碗，小心的吹着气，一点一点的将碗里的热水喝进去。从木生的角度看过去，他像是叼着碗的小猫，他伸出手去抚摸着他的后背。阿嚏，
他猝不及防地打了个喷嚏，身子重重一颤，碗里的水溅了他一脸。他紧闭着眼，睫毛上还挂着水珠。木生眼疾手快地将他手里的碗夺过去。妙妙醒了鼻子，满脸郁闷地把桌子和脸擦干净。好点了吗？柳福一坐在一旁，眉毛都忧心地拧了起来。几天不见就病成这样，还没出15，恐怕医馆都还没开门。没事。林妙妙笑笑，眼睛红得像兔子，声音嘶哑。木生望着他的模样，心里乱得厉害，在碗里添满热水，轻轻搁在他面前，顿了顿，扭头冲柳福一没好气道：柳公子身上是什么味道？那股浓郁的香，平白惹得他烦躁。柳福一抬起手，无辜地嗅了嗅衣袖。不是妙妙送的香吗？我早就说了，是太浓了些。妙妙的目光迷惑，语调显得软绵绵的。柳福一顿了顿，你送给瑶儿的香？妙妙想了半天，带着浓重的鼻音喃喃，我好像没有送过木姐姐什么东西。话音未落，柳福一的笑容慢慢敛了，一动不动地看着他3-4秒，仿佛灵魂出窍了一般，将妙妙吓了一跳。柳福一背后一阵凉意慢慢爬上来，仿佛被人浇了一桶冷水。他唰地站起来，大步朝房间走去。柳大哥怎么了？妙妙茫然地问。还未等有人回答他，女孩的睫毛低垂着，似乎越来越沉重，身子一歪，猝不及防地从椅子上倒了下去。妙妙！木生几乎是同时扑过去，伸手将她接住了。怀中的人双眼紧闭，面颊反常的红。他用手背一碰，她的额头滚烫，额角的发丝都浸湿了，骤然摸上去，仿佛摸到了一块烫红的铁。烧成这样，木生的指尖都在发抖，眼角发红，将人拦腰抱起来，走回了房间。林妙妙迷迷糊糊醒过来时，只觉得头痛欲裂，呼吸都是灼热的，身上却冷得发抖。厚厚的被子盖在她身上，压得她喘不过气。这种头昏脑胀的感觉好几年没有过了。什么东西凉冰冰的贴在脸上，她伸手一摸，是木生的手。她一动，木生便立即反应过来，揽住她的腰，将她扶坐起来，靠在她身上，一碗热水送到她嘴边。妙妙整个人都脱水了似的，没有丝毫力气，刚想就着她的手喝水，低头一看，差点吓了一跳，水面上倒映出她的脸，脸色比她还苍白。她顿了顿，推开碗，回头好笑地瞅着她，捏了一把她的脸。怎么啦，子期？少年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眸子仿佛某种玉石，黑得发亮。不该让你去玩雪。林妙妙一时语塞，这个世界的医术大约不怎么发达，才让她觉得发烧也可能要人命。昏昏沉沉的脑袋里浮现出了些微怜惜，就是风寒而已，裹紧被子多睡几觉就好了。她清清嗓子，尾音还有点哑，在她肩膀上拍了几下，笑了，记不记得我上次都被换腰捅穿了。木生的紧绷的身体慢慢松弛下来，扶他躺下去，撑着床俯下身去，嘴唇在他额头上试了试，末了吻了一下，摸摸他的脸，轻声道：睡吧，我守着你。香炉里香转已经燃到尽头，见了一点火星。瑶儿。柳福一一面推开房门，一面快步进门，帘子半放，木瑶背对着他躺着，一头青丝若隐若现藏在被褥中。瑶儿，你最近是不是睡得有点太多了？他慢慢地逼近了床，猛地扣住他的肩膀，将人翻了个儿。随着他的动作，人的头发、脑袋和身子登时分离了，一张惨白的脸正对着他，面孔上只画了一张血红的嘴，嘴唇一直裂到了耳根，仿佛在看着他取笑。床上是一只等大的人偶。他倒退2步，浑身上下如坠冰窟，想到什么似的压了一下袖口，本来装着9玄收妖塔的地方，咣当一声掉出来一只木偶，同样画着血盆大口。傀儡术。屋里一时安静的过分，想他半生自负，竟然被一个冒牌货蛊惑，被这小小法术给玩了木瑶、9玄收妖塔、七杀阵、端阳、怨女，数个关键词连成一线，柳福一的脸色霎时惨白。他望着虚空，在原地沉默了数秒，迅速回过了神。袖中3张符纸抖出，在空中排成一线，咬破食指一笔划过，一柄金黄色的光剑在空中凝成。他反手拽下了杖子，持剑一劈，床板仿佛被什么东西烧焦了，滋地裂开，冒出一阵烟雾，旋即被劈成2半的床左右分裂开来，咣当一声砸在了地上。床板仿如棺材盖，推开以后，阳光射进了阴暗处，他一眼看见了底下露出的人。瑶儿。他将人事不省的木瑶从地上抱起来，蹲在了地上，颤抖着手探了探他的鼻息，在他虎口处用力捏了一下。怀里的人皱起眉，嘴中喃喃：朕。待睁眼看清了他，木瑶淡色的双瞳中盈满了绝望。他来过了，抓紧了他的衣袖，手指将那布料都捏皱了，艰难的出声：福一，朕。柳福一反握住他的手，定定望着他。
我知道。夜晚浓雾渐生，笼罩了竹林，眼冒金星，喉咙里的铁锈味弥漫不去，仿佛被人掐住了脖子，又用铁链子穿透了胸膛，每呼吸一下就是钻心的痛。浑身上下只有手指能动，盲目的摸索着，地上的草根翻起，露水沾湿掌心。前几天下过雨，泥土潮湿冰凉，将指尖冻得生疼。他将食指狠狠插入泥土中，把自己快散架的身体支撑起来。一点红光映在他苍白的脸上，额上的冷汗闪着光。他感受到了身旁的热浪，难以置信地回过头去。以茂密的竹林为分界，一面是幽深的夜，一面是泼天的红。红光最浓处化作噼啪作响的火焰，火舌舔舐着青颓的房梁，滚滚浓烟冲天而起，混入浓雾中。刚才还在穿梭行走的人像是被烤焦的蚂蚁，横七竖八地摆放在泥地里，没有发出一丝声音。离他最近的一个，白衣已经染成了猩红色，那张死不瞑目的讶异的脸他熟悉，白锦。上午见了他，还在笑着问他想吃什么。火光在他乌黑的眸中跃动，他怔怔地看着，像是被冻僵了。他此刻的表情，像是被猎人一剑穿心的兔子，叫声卡在喉咙出不来，他本能地张口，先溢不出来的却是淤积在胸口的浓稠血液。他撑着地，不受控制地吐出一口黑血，飞速掩住口，目光沉滞的下落。一张染血的符纸被风卷动，上面的字迹蜿蜒繁复，如迷宫般占领了整张符纸，华丽而诡异。小生儿真厉害，比娘还厉害。带着笑意的声音悠悠响起，娇滴滴。风渐起，穿梭在竹林，笑声阵阵。竹叶如雨落下，擦过他的肩头滑落。滚滚浓烟被风吹散，化作天边浓重的乌云。她大红的裙摆在风中飘荡起来，如同一朵艳色的茶花盛开。女人妖媚的脸蛋上不慎沾染了几点血珠，除此之外，她几乎光鲜亮丽，不染尘埃。她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指尖已经在颤抖，鲜血混杂着泥土，污浊不堪。片刻之前，这里还是井井有条的幕府，她都干了什么？隐约只记得月光极亮，在她的指导下，漫不经心地画下了反写符的最后一笔，随即感受到体内一股巨大的力量爆开，几乎将她整个人撕成两半。他瞬间被气浪击飞出去，险些被难以控制的能量吞没。在睁眼时，便是这幅景象：死寂、冰冷，唯有火焰的噼啪声，仿佛一场荒唐的噩梦。今日是他练习以血绘制反写符的第一日，原以为这符纸不过就是比寻常法术强了一点。他单薄的身子站立起来，脸色惨白如纸。不是，我不是想这样的。女人眼里含着满意的笑，一步步朝他逼近。做得多好啊，你看现在多干净。他一手撑着地，艰难地向后退着，胸口的钝痛催逼着他，他像受惊的小兽负隅顽抗。你不是这样说的。哄着他，骗着他，教了他整1年的反写符。到现在他才有些懂了。这当口千头万绪，像是鱿鱼，没命地撞着即将倾覆的船底，胸口闷得慌，竟然有些想吐。他咬住了嘴唇，直咬的唇齿间都是血腥味。我说什么了？他猛地掐住他的下颌，朝那燃烧着的废墟扬了扬下巴，半是怜悯半是挑衅的轻笑道：你看清楚了，那些人都是你杀的，跟我有什么干系？恩将仇报，养不熟的白眼狼。他的目光微微后错，落在了他身后，松开了手，意兴阑珊的呢喃：还有一只漏网之鱼呢。他猛一回头，刚回来的木瑶立在一片废墟之前一动不动，少女死死盯着一片火光，失了声，身形单薄的仿佛风一吹就能吹倒。女人掏出袖剑：团圆去吧。剑头尖的几乎看不见，闪过一星寒光，法器是木怀江的，威慑力巨大。阿姐，心几乎在喉咙里跃动，他在袖剑射出的同时扑过去，袖剑带着寒风，嗖的射在他肩膀上，两个人被这一剑生生灌倒了。木瑶这才惊醒，一把拉过他护在身后，脸色煞白。白仪容，你疯了吗？又一支袖剑出手，女人厉色的眸中带着冰冷的笑意。娘，她身臂挡在木瑶身前，不知是冷还是袖剑上的毒发，她浑身上下都在打摆子。娘，求你不要杀阿姐。木生啊，那么多人你都杀了。女人似乎是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轻轻笑起来，现在又装什么好人呢？她的嗓音已经哑了。娘，谁是你娘？女人的箭头一偏，对准他的额头，嘴角冷冷勾起，要不是你有用，何必留你性命到今天？早就该死了，孽种！袖剑破空而出，瞬间往他命门上去，冰凉的箭头挨住他额头的瞬间，气波震颤起来，空气中荡开了一大波涟漪，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生生协助了剑，将那箭头向旁边一般啪嗒，剑落在地上。小生儿，天地间回荡着他的声音，温柔的，带着一点淡淡的哀意，
拖出长长的回音。他茫然四顾，他在各个角落，如雾笼罩，又如雾即将消散。是他。身旁慕瑶的身子晃了晃，先倒下去，随即是他。一阵风拂过他的额头，如同谁的手在轻柔抚摸着，所有的树木枝叶同时摆动起来，抹去他脑海里全部的火光与血迹。孩子，不是你的错，跟姐姐走，忘了今天，连娘一起都忘了吧。他如烟花，粉身碎骨，神形俱灭，最后一刹那，天地万物都甘愿替他传话。阿生，开门。阿生，出事了。他靠在床头，茫然睁眼，眸子一动不动地望着虚空，许久才有了焦距，稍稍一动，淤积在胸口的情绪化作污血，蓦地从嘴中涌出。他伸出袖子擦了擦唇畔血迹，回头一望，床上的女孩双目紧闭，尚在昏睡，脸色依然因发热而通红，嘴唇却苍白。他的手紧紧攥着她的衣袖，他冰凉的手覆上去，包裹她滚烫手背的一瞬间，理智才慢慢回归。他冷静下来，松开她的手，轻轻放在被子里，去开了门。柳拂一腰摆坐在了床边，嘴角都起了血泡，即使妙妙还没醒，他依然刻意放低了声音，飞速地吐出了一连串令人绝望的消息。怨女假扮瑶儿，篡改了七杀阵，拿走了九玄收妖塔，我们被困住了。木生安静地听完，抬眼，漆黑的眸望着他，改成了死局。柳拂一没料到他一语中的，张了张口，没说出话来，蹙着眉头默认。木生沉默半晌，出得去吗？柳拂一长久地望着他，轻轻摇了摇头。林妙妙是被系统惊醒的，他尚在昏昏沉沉的深眠中，系统突然在他脑子里放了整整3分钟的掌声喝彩音效，活生生将他炸醒了。他茫然地睁大眼睛盯着帐子顶，欢呼之后传出了充满激情的女声。恭喜传输任务人林妙妙，任务1圆满完成，阶段奖励符咒无效令，请再接再厉。林妙妙反应了半天，扁了扁嘴，抓住了枕头猛地一扔，几乎要哭出来。任务1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他费心费力设置的那个通道根本没有用，收妖塔已经到了怨女手上，而他们已经被怨女困在死局中了。兜兜转转，无论他如何奋力挣扎，仍旧走回了原著的结局。7天之后就是第1次熔丹。林妙妙竖着耳朵，耳边柳拂一还在忧心地说话。偌大的阵包裹住了整个宅子，不仅仅像是牢笼隔绝进出，更像是一只巨大的胃，要将里面的活物一点点消化殆尽。被怨女动过手脚的七杀阵就是这样的死局，每隔7天合拢一次，集中消灭阵中的猎物，视为熔丹。会法术的人拼尽全力，熬不过第3次，像他这样不会法术的普通人，连第1次也熬不过去。木生闻言，目光果然落在妙妙身上，就没有别的办法。柳拂一欲言又止，缄了口。木生看着他的眼睛，只剩那个办法了是吗？柳拂一摇头，不到最后一刻，不要往那条路上想。他伸出手拍了拍木生的肩，眼底含着一点坚定的光，别担心，我和你姐姐在。木生罕见的没有躲开，只是安静的掖了掖妙妙的背角，纤长的睫毛垂下。他已经烧第3天了。柳拂一伸出手摸了摸妙妙的额头，被这温度吓了一跳。厨房里还有些药。木生黑亮的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眸中翻涌着复杂的情绪，睫毛动了动。你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不会。柳拂一刹那间明白了他的意思，猛地打断，你别多想了。即便真是如此，在这个当口也不能说。少年露出个若有似无的自嘲微笑，垂眸不再言语。林妙妙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手脚发凉，还在思考刚才听到的对话。那个办法在捉妖里面，死局并非不可破，实在走投无路，只要来一个人钻进阵心，以身祭阵，其余的人合力破阵，便有机会求得一线生机。不仅是应付这个被改造的七杀阵，破任何一个阵都可以用这个通用的办法。但是他们4个人就像是桌子的4条腿，少了哪一条都会让原本平稳的局面失衡。所以柳拂一才会说，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考虑此法。原著里，木生暗中与怨女联手阻挠主角的幸福之路，致使木瑶和柳拂一被困在阵中，2人生生熬过了2次熔丹，实在没了办法，木瑶为了保护所爱，决心牺牲自己，悄悄祭阵。就在生死关头，黑化的大反派木生不知怎么想的，一声不吭地钻进了阵心，代替阿姐赴死，女主角因而保下了性命。木生的心态实在过于幽微，难以解释。或许他还是舍不得看木瑶死，或许他早就不想活了。总之，男2号兼反派2号，以这样的方式成就了男女主角的幸福。当时，林妙妙还为他流了2行眼泪。只是现在，只要一想起这个结局，算了，想都不能想。
这一世，木生的人生轨迹已经和姐姐脱开，应该不会再干同样的事情吧。系统，他的睫毛烦乱地颤着，将手腕搭在滚烫额头上，这么烧了3天3夜，他觉得自己的脑壳里烤了一锅脑花，我为什么这么难受？系统提示，宿主的身体状态为剧情安排，并无特殊情况，请宿主稍安勿躁，继续任务。提示完毕。妙妙暗骂了一句，又在热浪中昏睡过去。木生将他的手腕拉下去，掀开被子将人揽起来，解开他的中衣系带，露出女孩白皙的锁骨。他用沾了冷水的手帕从他的脸一直擦到了胸口。怀里的人不安地动了动，伸手搂住了他的脖子，耍赖地抱住了他。妙妙的嘴唇都是滚烫的，闷闷地贴在他脖颈上，随着说话微微震颤。冷死了。木生顿了顿，抚摸着他散下来的柔软长发。乖，要降温。再这样烧下去，用不着等第一次熔丹，他的身体就先垮了。林妙妙搂着他不撒手，明明烫得像个大火炉，身子却在发抖。你是凉的。少年的眼底通红，小心翼翼地抱着他，合上眼睛，睫毛颤着，轻轻吻在他发顶。妙妙，醒醒。林妙妙被人从床上捞起来，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视线有些模糊，只能看得见木生苍白的手背上明显的血管。他用力晃了晃脑袋，一碗热气腾腾的药抵在他嘴边。木生扳着他的肩膀，将他圈在怀里，另一只手稳稳地端着碗，低头去看怀里的人，下巴轻轻抵着他的发顶。他无力地吐出一口气，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喷火龙，不知道在火山上睡了多久。如果不是木生每隔一段时间把他捞起来，给他灌点凉水，他的皮肤都要像干涸的土地那样皲裂了。碗里的药散发着奇异的味道，药的苦味里含了着一股若即若离的香，仿佛是谁把胭脂水粉丢进去煮了似的。林妙妙闻到这个味道，有些反胃，向后躲了躲。这是什么？这些日子高热影响食欲，她几乎什么也吃不下去，身体虚得厉害。是药，喝了。婉言追着她的嘴唇跑，不容置疑地抵上去。妙妙按捺了一下情绪，就着她的手喝了一小口，药的温度正刚好，苦的舌头都麻痹了，只是后味竟然带了点甜。不加这味甜还好，一旦有了这股甜味，就变得不伦不类。林妙妙的胃顿时翻腾起来，她轻轻推开碗，小声道：不想喝。木生顿了一下，仍然紧紧圈着她不放，强硬地哄到喝完。林妙妙用力摇头，眉头蹙了起来，抿起嘴唇。别说喝完，就是多闻一会儿这股味道，她都控制不住地想吐。木生僵坐在原地，似乎犹豫了一下，旋即伸手捏住了她的两腮，手上用了几分力，撬开了她的嘴。林妙妙见势不好，顿时挣扎起来，她的手臂收紧，将她禁锢在自己怀里。妙妙双颊吃痛，在她的挟制下被迫张开嘴，她轻碗便灌了下去。必须喝。这样强势的行径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过了。热的药汁顺着她的喉咙灌下去，她整个人都站立起来，几乎没吃什么东西的胃受了刺激，她猛地一呛，刚灌下去的药全吐了出来。林妙妙被呛得死去活来，眼泪都出来了，若不是少年的手臂紧紧抱着她的小腹，她几乎要冲出禁锢，直接软绵绵地趴到地板上。木生僵硬地坐着，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怀里抽搐，紧抿着唇，似乎在勉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林妙妙缓过劲来，气不打一出来，待要骂人，见她被自己吐了一身，衣服湿淋淋，失魂落魄地坐在那里，心里又有些愧疚，斜睨着她。谁让你那样灌我的？木生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紧紧地抱着她不说话。其实不用喝药，多睡几觉就好了。林妙妙的喉咙在灼烧，费力的解释，就是普通的风寒。不是普通的风寒。她的情绪终于打开了闸口，仿佛有什么东西骤然破裂了。她定定看着他，眸子里闪烁着近乎脆弱的情绪，是因为她启唇却没能说出口。她非但为半妖之身，还是命格反常的媚女之嗣，邪得连媚女族群都不敢认她，何况林妙妙这么一个孱弱的普通人。天天同她在一起，受她妖气浸染，长此以往，底子掏空了也不奇怪。林妙妙茫然地等着他，两颊晕红，嘴唇干裂。他最终缄了口，将她轻轻放回床上，端着碗站了起来。我一会儿便回来。妙妙蜷在床上，怔怔瞧着他，见他只有一边袖口扎紧了，另一边袖口放下来，几乎盖住了手背。再一联想汤药里那股邪门味道，心里突然明白了大概，一阵酸楚。木生回房间换了衣服，再度去了厨房。炉子上面熬着药，发出咕嘟咕嘟的沸腾声。他立在砂锅前一动不动，似乎在出神地看着偶尔闪动的明火，又像是在看着虚空发呆，睫毛在眼底投下一片浅浅的阴影。半晌，他掀开砂锅的盖子，盛了一碗药，旋即抬起手，将袖子向上一捋。
清白的手腕上伤痕密布，道道横亘的血痕显得触目惊心。最新那一条没有愈合完全，还在边角渗着血珠。他举着手腕，脸上的表情极淡，右手拿着匕首在上面比了比，似乎在冷酷地考量哪里下刀可以轻松见血。最终，他将刀尖抵住了最新的那条伤口，决心压在上面，将愈合的血肉严丝合缝地再度拉开。这么想着，他将手腕轻翻，靠近了碗边。木生，背后冷不丁响起一个声音，少年的睫毛猛颤一下，冻结的神情这才有了裂痕，显出了活人才有的情绪。手上的匕首当啷一声掉在脚边。林妙妙穿着雪白的中衣，松松披了一件靛蓝的袄子。这几日她消瘦了不少，脸藏在袄子里，越发显得小而苍白。他逆着她，慢慢地走进来，没好气地拉住了她的衣服角，把无措地看着她的人牵了出去。宅子里还有一些备用的纱布，林妙妙将木生的伤痕累累的手垫在上面，费力缠了几圈，最后狠狠地打了个结。打结时碰到他的伤口，他的手轻轻颤了一下，双眸亮亮地看着低着头的少女，没有发出一丝声音。下次敢再给我划开，我就打你了。林妙妙边打结边咬牙切齿，随后将下巴抵在手背上，在桌上趴下来，恨恨地盯着他腕上缠着厚厚一层纱布，半晌拿手指头戳了一下。你的血就那么有用吗？他接着说起话来，撇去嗓子里那点哑，几乎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万一你受伤了，就划自己一刀，放点血给自己喝，然后便好了。他幸灾乐祸地笑出了声。那你不就成了个永动机了吗？木生看着他的脸，瞳孔乌黑发亮，依旧没有笑。林妙妙慢吞吞地伸了个懒腰。放心吧，我命硬得很，你克不死的。他的眸子一动，眼里那湖面骤然起了波澜，仿佛闪动着水光。可是他真的害怕，怕极了。林妙妙默默地回忆原著的情节。原主灵鱼和木生一场表面夫妻，被情蛊控制才不得脱身。大反派以身祭阵，情蛊自然也失效了。按说灵鱼从此应该自由了，终于从苦海中逃脱了才是。可是灵鱼最终的结局，却是在得知木生死讯的那一刻，疯疯癫癫地跑进深山老林里，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荒唐的一生。这对怨侣没能同生，却阴差阳错的共死。木生赴死之时，也就是灵鱼生命的尽头。邪门的高烧许久不退，他能感觉到这具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慢慢衰退。谁知道这垃圾系统是不是暗示他快死了？可是面对着浑身紧绷的黑莲花，谁还能再刺激他？他伸手握住他的手，放在唇边蹭了蹭，耍赖似的晃了晃脑袋。我说没事就没事。少年将人抱在腿上，捧起他的脸，发疯似的吻着他，一遍一遍地润湿着他炙热的唇。入夜了，树梢上挂上了一轮弯月。主角团在这阵中不知不觉已经待了6天。这6天里，主角团将能试的方法都试遍了，连画符的黄纸都快用光了。这道阵象是寂静无声的黑夜围拢下来，渗入空气中，防不胜防，无处可逃。少年站在入口的台阶上，毫无睡意地望着月亮，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腕上垂下来的纱布条，因为林妙妙强撑病体为他包扎伤口，像是反噬似的，他在夜晚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整个下午都没有醒过来。明天就是第1次熔丹了，他这样的状态几乎毫无抵御之力。他抿着唇，眸色黑得深沉，仿佛沉寂的夜色融进了他的双瞳。他甚至开始迁怒于自己的伤口，如若不是林妙妙放过话，他甚至想要再来2刀，越痛越好。一个白色的人影闪动，站在天井，犹豫了片刻，慢慢走进了他的视野。阿姐，他叫了一声。慕瑶摘下了兜帽，露出了月色下清丽的一张脸，眼角的泪痣闪着光。骤然与他面对面，他的表情有些局促。我来看看妙妙。他的声音干涩。木生引他进屋。慕瑶坐在林妙妙床边，用带着寒气的手摸了摸她的额头，滚烫。女孩的睫毛在睡梦中不安地颤动着。慕瑶无言地望着林妙妙，声音似乎沾染上了露水。我很喜欢妙妙。他抚摸着林妙妙的脸蛋。慕瑶的性子一向很淡，这样亲昵的动作由他做出来，有些生疏，但他坚持做着，仿佛小孩子笨拙地表现着留恋。如果我有妹妹，一定是妙妙这样的。木生一声不吭地坐在一旁，静默地听，没做出什么反应。阿生，你要好好照顾妙妙。木生开始看向了他。慕瑶转过身来，微笑着注视他，见他不抵触，半晌才开口。阿生，你想跟阿姐下一局棋吗？好。木生顿了顿，答应了。他在床边的桌子上熟练地摆好了棋具，依照从前的习惯，将白子推给了他。我们今天换种下法吧。慕瑶开口。木生执棋的手微微一顿。什么？慕瑶垂眸，平静地说。
就按你上次说的，谁先连成5子，谁就算赢。那盘没下完的棋，最终被他意兴阑珊的推了，不想变成了他们决裂之前的最后一次对弈，终究是遗憾。木生漆黑的眸望着他，沉默了一下，应了。好，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汉旦堂的窗户外。木瑶随意的落子，你小时候垂着头发，长得像个小女孩，看起来很乖。那个时候被黑纸封住的暗无天日的室内，他在黑暗中一个人坐着。阿姐带着一尾阳光进来，一遍一遍地对着他说，我会救你出去的。人生因此而亮起一个角，那是他最初的光明。对不起，一直以来我对你太过严苛。木瑶笑了笑，一盏昏黄的灯落在他寂寞的侧脸，那是因为我在世上没有别的亲人了。木生低头望着棋盘，他的棋已经连了一串。他没有刻意出言提醒，从前下棋你是刻意让我的吧？木瑶轻轻放下了手中的棋子，心满意足地盯着棋盘看，这次你赢了，阿生。他站起身来，从容地戴上了兜帽，提着灯走到了门口。阿姐，木生立在他背后，短促地出声。他闻声回过头，微笑道，从今以后我便明白了，围棋不止一种下法。他回过头去，身影渐行渐远。阿姐，少年的眸子漆黑，再次叫住他，你们的房间在那边。戴着兜帽的人影隐在黑暗中，只于手上一盏灯光，他一怔，回应散在晚风中。我知道。木生望着他，一把抓起外裳，迈出了门槛。阿姐找不到路，我送你回去。他单薄的身影如同一道强硬的风，挥开所有迷蒙的雾。正是雪后寒，潮湿的冷风似乎要往人骨子里钻。木生走在夜色中时，不顾西风如刀，整个人都被吹得凉透了。回来之后，他在炭火前暖过了身子，才掀开帐子去看里面的人，仿佛是小孩子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装着宝贝的匣子。帐子上角的铃铛随着他的动作轻轻响动。林妙妙睡得平平整整，两排睫毛安静地翘着，因着高烧的缘故，她的颊上始终泛着红，像是平日里睡热了的模样，让他想抱在怀里亲一亲。这样的艳色掩盖之下，他的生命在一点点流逝着。他将林妙妙揽起来，冰凉的唇碰了碰她的脸颊，她软绵绵地靠在他怀里，双眼紧闭，没有苏醒的迹象。妙妙，他在他耳畔轻唤一声，像情人之间的呢喃。他将小碗端着，倾到他嘴边，他也不能张口。木生自己喝了2口，捏住他的下颌，渡了他垂下的睫毛，柔顺虔诚。喂完一碗水，他仍停留在他唇上，辗转不去。二人鼻尖轻轻相碰，他的吻是冰凉的。他将林妙妙放下来，盖好被子，拉下了帐子。桌上摆了一盏精致漂亮的琉璃灯，雕刻成睡莲模样，花心是摇曳的烛火，映照着桌面上的黄纸。笔尖浸湿，堪堪挨着粗糙的纸面，画下的线条极其纤细，像是小蛇的信子，有种气若游丝的意味。砚台里的墨已经干涸，凝固成开裂的块。他的笔尖顿了顿，蘸了一下手腕上的裂口，线条又恢复了饱满的深红。风吹动被小心拆下来的纱布，空气中漂浮着一股浅浅的腻甜。他面不改色地捏了一下手腕，让血涌得更欢快些。血是不能倒出来到砚台里的，会干，要新鲜的才好。他画好一张，便堆在一旁，很快交错地堆满了一沓。摇曳的烛火透过琉璃花瓣，映照在他专注的脸上，带着莹莹的炫光。1刻钟前，他将木瑶送了回去，亲手交到柳福一手上。他看出来了，木瑶在同他想一样的事情，只是但凡他还是个男人，便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做成。他已经有此打算，这说明时间提醒他应该更快一些。他抬眼望向窗外，眸中水色柔润，眼角翘起来的那个小小的尖，像是名家纵情又收敛的一钩，尽头留白，也留下了欲说还休的情。夜色如墨轻洒，远处的树木影影绰绰，只剩下乌黑的轮廓。弯钩般的月牙触不可及，老练的旁观人士，外头安静的连蛐蛐的鸣叫声都没有。原来没有林妙妙说话的时候，他的世界是这样死寂的。他一张一张画着，在心中计算着时间，画好的符纸越堆越高，直到晨光从天边亮起，一点点笼罩了整片天幕。整个天空从下向上，层叠浸染了浅白和淡黄，树木的枝叶由下而上，逐次带上了昏暗的墨绿橘红。远处的鸟雀发出清脆的鸣叫声，回荡在天地间，引得耳边也一阵啾啾啾的响，没有回声的。他仰起头，挂在书桌前的笼子左右摇摆，声声一边叫着，一边扑棱着翅膀上蹿下跳，保留了野生鸟雀练早功的习惯。他住了笔，垂下眸子，将堆起的符纸拢在一处，点了一遍，随即从抽屉里拿出一只新的白色香囊，解开秋香色的细细丝带，将干花全部取了出来，将那厚厚一沓符纸卷起来，塞了进去，封好了香囊。
她的脸色苍白，越发显得坠在脸上的一双眼睛漆黑，冷得几乎失去了知觉。但在掀开帐子看到她的脸的瞬间，她成功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像拆开了一件期待已久的礼物，向新郎官掀起了新娘子的盖头。林妙妙像是沉睡的仙子，双颊像饱满的苹果。她将手搭在她额头上，慢慢下移，抚摸过她的脸，又落在了她柔软的脖颈。她的眸光暗沉，眼角一点点沾染上红色。她的手爱怜地抚摸了一下她颈上柔软的皮肤，旋即慢慢收紧。这样的柔软和脆弱，只要她稍稍用力，她就永远都是她的，不会对别人笑靥如花，不会在她不在的时候同别人度过一生。她感受到了她跳动的脉搏，刚被压迫，血管便突突震颤起来，这样的触感就好像是她双手拢住了野生鸟的翅膀间，于极度脆弱的皮囊中蕴藏着跳动不息的心脏。她的前半生张狂自负，酷虐成性，出手绝不留情，天生栽在这样脆弱的生命下，心甘情愿地被驯服，又向往又恐惧，恨不得残忍地吞吃入腹，又唯恐伤到他一根手指。他松开了手，长久地凝望他，最终只是极轻地揉了揉他的脸，随后俯下身来，低头在他腰间系上香囊。说来奇怪，往常他几秒钟便轻巧系上的结，这次却怎么也系不牢了。他拆了又系，手指颤抖起来，半晌感觉到有什么冰凉的东西划过脸庞，香囊上溅上2点嫣红，像斜打的雨丝，划出一个纤细的惊叹号。他凝视着指尖上的血迹，浓密的睫毛垂着，原来离别之泪是这样的滋味。他将纸上血迹一点点涂抹在她苍白的唇上，粉饰出一个艳丽的新娘，在女孩的额头上吻了一吻，唇长久地停留在她额头，直到嘴唇失去温度。他脱下手腕上的收腰柄，套在她右手腕上。他逆着她的模样，满意的微微笑了，笑得如同柳梢新绿出，枝头迎春放一左一右，都是他的。一张定身符轻轻贴在他身上，帐子一点点掩上，遮住了里面的人，只剩窄窄一条缝，还看得见他的脸庞，宛如不舍的珍重的落幕。天光已然大亮，他的轮廓逆着光，像是被镀上一层白亮的边。他伸手将鸟笼取下，笼子旋转着，他打开笼门，正对窗户，将笼子轻轻一拍，叽叽鸟牢门中飞出，钻出了窗口，自由地跃上墙头，旋即拍着翅膀飞到了更远的树梢。天空广袤无垠，晨曦初绽。少年立在光晕中，望着天地间遨游的那个黑色的小点，寒风卷着雨雪的清寒，尽数灌入窗口，卷起他的乌发和衣袖。开春天气回暖，终究是等不到了。丁系统提示：符咒无效另已生效，宿主可自由活动，物品使用完毕。妙妙被这声音惊醒，睁开眼睛，一丝冷风灌入帐子，活生生将她冻了个哆嗦。帐子半扬起，露出桌子的一角，唇齿间流着甜腻的血腥味。林妙妙坐起身来将帐子一掀，房间里没有人，窗户被风推开了，几片干枯的落叶夹在窗棂上，簌簌作响。桌上笔墨收拾整齐，几乎像是个没有人用过的崭新的案台。桌子上摆着空荡荡的鸟笼。林妙妙豁然掀开被子下了床，身上飘下了一张黄纸，她捡起来一看，定身符，像一对银镯子套在她腕上的收腰柄当啷作响，还有腰间多出的香囊。他眼见香囊上似有血迹，浑身都像是被冻结了，伸手去拽，香囊像是死死粘在他身上，卸不下来。他原来说过的，给他系个不会掉的。他就在腰间打开了系带，将香囊挤出一个小口，从里面艰难地拽出了一张符纸。反血符，又拽一张，还是反血符。整个香囊里面都是反血符，够他用一辈子。寒风如刀，几乎刮花了他的脸，脸上纵横的泪痕被吹得发疼。他疾步走着，冷静地抹一把脸，抹到了满手冰凉的水，几乎结成冰碴子。怨女篡改七杀阵，阵型变动，阵心也跟着偏移。他们轻易找不到阵心，他却是知道结论的。他步子不停，直奔那里而去。几天没好好吃过东西，身上没什么力气，即使天寒地冻，单薄的中衣很快便被冷汗浸透了。林妙妙两颊发烫，烧得更厉害了，整个人仿佛要化作一团火，在这冰天雪地里噼啪爆开，直至燃烧成灰烬。她的眼泪无声地流着，像是蜿蜒的小溪划过脸，聚在下巴上，然后一滴一滴落下。到这个世界以来，除了装的和痛的，她很少这样抑制不住地哭过。有什么好哭的呢？大不了就是回家，她根本不怕。不玩了，不攻略了，只要这个世界不崩塌，还依旧完好的运行着，跟她又有什么关系？她从不是救世主，不过是普通人。林妙妙拿袖子抹了一把眼泪，更多的眼泪却涌出来。她整个人在冰天雪地中边走边抽泣起来，都怪她把她的鸟放了。
这么冷的天，他连暖和一点的日子都不肯等。他终于看见了院落中橙黄的光点，擦了一把眼泪，一头扎了进去。天地骤变，气波化作一缕一缕，像是菊花纤细的花瓣，感受到了自投罗网的小小昆虫，花瓣层层叠叠收拢，将它围在中央。方寸之地，瞬间止于头顶透光，黑漆漆的牢笼里困住他一人。林妙妙四下打量了一下，破涕为笑。紧赶慢赶，早来一步。他松了口气，毫无形象地坐在了地上。警告，任务尚未完成，请任务人离开高危险境。警告，提醒重复，请任务人离开高危险境。警告，若任务人身陨，则未完成进度看作任务失败，任务人将会传送至惩罚世界，请任务人慎重考虑。警告提示声如浪潮响起，林妙妙逆着头顶一线光，咬着唇，充耳不闻。去非洲挖煤，还是去美洲淘金，亦或是战争世界里被血肉模糊炸死无数次，反正惩罚世界过后总归可以回家。到时候他就把攻略失败的黑莲花纳入黑名单，永远绑在他人生的耻辱柱上。提起他的名字，想起来的只是字面上的讨厌，绝不是这样的难过。他这样想着，眼泪又涌了出来。他抹了一把脸，水浪似的花瓣动了动，露出一点光，一个曲线曼妙的人影慢慢投影在他眼前，仿佛有人隔着屏障站立着。令人酥麻的声音响起，整个空间被声波震颤，嗡嗡作响。真想不到，最后来的是我儿子的小媳妇。林妙妙拿手指仓促地理了理头发。别这么客套，你不是媚女，木生也不是你儿子，我们顶多是陌生人而已。哼！怨女冷笑一声，声线里含了一丝冷意，你倒清楚得很。一会儿熔丹，震心的人要承受千百倍增强的攻击，人会变成什么样？你想不想知道？他的声音柔柔的，发笑。真想知道，你化成灰之前，能不能撑过一弹指的时间？林妙妙无动于衷的沉默，令他有些恼怒。一个普通人，竟然不自量力来祭朕，愚蠢至极。慕容儿，林妙妙出声了，天下比你想象的大得多。在这里，你是设局人，占尽先机；在别处，安知你不是别人手上的棋子？这个世界波鬼云诀那样广阔，别处看来，兴许只有一本书那么大呢。怨女发出了短促的气声，似是不悦至极，那缕微光猛地消失了，一片令人心惊的黑暗猛地包裹了他，突然间一片死寂。警告，请任务人离开高危，已启动高危红色预警，请任务人。警告，未知攻击已超出红色预警防御范围，即可能造。警告，未知攻击已超出红色预警防御范围，即可能造成宿主死亡，请。交叠的警告声铺天盖地地来，每句话说到一半，就会有新的警告冲进来，盖住了上半句话。林妙妙觉得系统有点忙不过来了。随即第一道攻击劈头盖脸落下来，林妙妙低头一避，身上蓝光红光交错迸出，形成一个巨大的保护罩。饶是如此，刚梳起来的头发还是被打散了，仿佛被人电击了太阳穴，整个人有瞬间失去了意识。他握紧了腰间的香囊，感觉到里面的所有符纸有半数变作软塌塌的灰烬。又是一道落下来，警告，未知攻击已超出红色预警防御范围，可能造成宿主死亡，请宿主做好心理准备。警告，角色凌鱼数据库受损，数据正在丢失，请宿主。林妙妙晃了晃昏昏沉沉的脑袋，仰头望向头顶炫目的光。宅子的某一处出现了一点光，旋即是整个阵的异动，脚下的大地摇晃起来，假山上的碎石块扑噜噜的往下滚落，咕咚咕咚的砸进水池里。木生的步子骤停，空明的眸子一眨不眨的望着亮起的那一处。有人钻进阵心了。这个念头刚浮现出来，迎面便碰上了闻声而动的柳拂一和慕瑶。二人手中都拿着法器，头发被风卷得凌乱不堪，正疾步朝这边走。骤然看见了他，也愣住了。木生的脸在一瞬间褪尽血色，他一句话都没能说出口，旋身飞奔回到房间，光地推开门。帐子开着，床上已经空了。风吹动了桌上的黄纸，他走过去，桌上摆着数十张了他装进香囊里的反写符，歪歪扭扭的拼了个微笑脸。少年低头看着桌面，身子眩晕的晃了一下，只是极快的一下，他回了神，刚夺门而出，被赶来的柳拂一架住了。阿生，阿生，柳拂一叠声劝着，企图把他的理智换回来。四个人里唯独少了妙妙，他和慕瑶猜到发生了什么，抓他肩膀的手用了几分力，捏住了他的肩胛骨。你听我说。木生的眼眸极黑，一声不吭的抬眼看他，投过来的目光是疯狂前空明的宁静。柳拂一的声音因为着急而有些颤抖。一旦有人进去，阵心就会合拢，外面的人进不去的。非但进不去，
一旦靠近，还会被剧烈变动的震心能量波及，平白搭上一条性命，等同于主动找死。他们已经失去妙妙了，不能再搭上一个木生。你放开我！木生盯着虚空，我能进去。柳福一皱起眉头，木生冰凉的目光扫到他脸上，眸中黑色浓重，仿佛有什么已经碎裂了，语气像是割肉的刀子，又轻又利。林妙妙那么喜欢你，你忍心看她去死吗？他的睫毛极轻地垂下来。还是你想废了这只手？柳福一刚要开口，慕瑶出声，让他去吧。他眼里水光弥漫，一眨，眼泪扑簌簌便落下来，他无声地流着眼泪，扭头对着柳福一道：今日换作是我，你希望阿生拦你吗？柳福一神情一动，松开手，少年便如一阵风飞速地刮过了他掌心。阿生，身后远远地传来柳福一的声音，仿佛不喊出来就没机会告诉他了似的。妙妙从没喜欢过我，他与我们出来的第一天，晚江船上醉酒那一次，他喊的就是你的名字。木生的步子一顿，旋即猛地朝震心飞掠而去，黑色衣摆像旌旗般飘起来，发出烈烈响声，在颤动的大地和空气中，仿佛一只雨燕，直扎震心。我这人小家子气，遇到大命题，不敢轻易回答。不过，如果我的至亲或者爱人已在局中，我愿意为他生，替他死。我等你很久了，子期。嫣红的色彩藤蔓般一点点爬上眼角，宛如虚空的手执笔作画，为画上人添了妖艳诡异的妆面。他脸上含了一点虚妄的笑意，原来从一开始就在乖乖等他了。警告：角色凌鱼数据库受损，信息即将丢失，请任务人。警告：预计攻击即将造成重大损害，请任务人做好准备。嗡一声尖利的嗡鸣，像是热水壶沸腾时高亢的鸣叫，亦或刮过密封房间的狂风，旋即是地动山摇的巨响。吵闹的警报声骤然暂停，林妙妙茫然地抬起头，头顶上的一小团亮光像是被什么人撕开了，一道狭长的裂口由上而下出现，涌入的强光猛地刺痛了她的眼睛。林妙妙抬手挡了一下，眼泪都被呲了出来，满眼昏花。旋即什么东西落在她的头发和肩膀，她揉了揉眼角，天上天女散花似的落下许多符纸，划过她眼前，纸上血红的字符蜿蜒，为干涸的笔画淌了墨，拉出长长的线，宛如流着血泪的人。一个黑色的影子落了沿着那道裂口，迅速落了下来。林妙妙睁开眼睛，与来人四目相对。认识木生这么多日夜，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脸色。他的脸色清白，嘴唇毫无血色，浑身上下都让冷汗浸透了，唯眼眸两点漆黑，悠悠地望着他，看上去像是地府来的少年鬼差。想死是吗？他嘴唇轻启，声音很低，正好，我也不想活了。林妙妙脑中一片空白，被扬起的衣裙系带不住地轻碰他的脸，晃动的气波表面熔丹没有停止，还在继续。他望着他，停了片刻，果然从嘴角溢出一丝血线。没有人闯进闭合震心的先例，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已经到了邪术反噬自身的地步。林妙妙绝望地看着他，身子颤抖起来，先前只是抽泣，现下彻底变成了崩溃的大哭。他无谓地顺手擦了嘴角涌出的血，抬头望了一眼震心的小小开口。二人如同井底之蛙，只能看得到头顶极高的一线希望，却永不可及。他将人一把拎过来，强硬地搂进怀里。几乎是同时，新一轮的攻击随之落下，整个震心的空间似乎都被拉伸变形了。警报声没有再响起，之后的攻击全部落在他身上。林妙妙被他死死压在怀里，动弹不得，连呼吸都有些困难。痉挛的手指抓皱了他背后的衣服，捏紧又松开，手心满是冷汗。放开，放开！木生静默地抱着他，额角青筋浮现，随着每一次攻击跳动一下，他一声不吭。容丹有了片刻间隙，他终于松开他，冰凉的手捧住了他的脸。妙妙，他开口了，眼眸有些涣散，手指贴着他的耳侧，一点点磨蹭着，将他的脸摩擦得发热，整个人在不受控制的打冷战。他的睫毛低垂，显得异常柔顺。我想听你说一句，你喜欢我。林妙妙哽了一下，两只眼睛刺痛，抓着他的手，控制不住地抽噎着。我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天边反常地泛起一层紫红色的云，如同波涛滚滚，从震心到涌上天，遮天蔽日，天色忽明忽暗。由于震心的异动，整个震变得狂躁起来，急剧颤抖着，所有的飞禽走兽、地上爬虫均不安地乱行，失去了方向，飞鸟不住地撞在树干上，发出阴哑的啼鸣。柳福一和慕瑶肩并肩站着，勉强抵挡着容丹。柳福一的后背浸湿了一片，慕瑶额头上也落下豆大的汗珠，脸色白得像纸。瑶儿，他突然在狂风大作中回过头，乌发飘起，声音被吹散到各处，
宛如喟叹，你说人这一生究竟为什么活着？慕瑶的嘴唇动了动，迟疑道：责任。年轻的捉妖人轻轻摇了摇头，唇边浮起一丝悲悯的笑，手上符纸猛地转了向，直砸朕心。与此同时，失去保护的妖妇在熔丹中重创，她蓦地吐出一口血。符衣，慕瑶瞪大眼睛，风卷起她的头发，她双手散开，像是个半拥抱的动作，手上的所有符纸像无数只飞鸟，争先恐后地向朕心而去。慕瑶浅淡的眸惊异地凝视着朕心的方向，蓦地懂了。他也跟着放开了手，任凭五脏六腑颠倒，将全部的力量对准泛着光芒的朕心。一时间符纸满天，迸发出无数道光芒，犹如铺天盖地的箭雨。他二人便是站在城墙上射箭的将军。他不做冲出去的打算了。如果不能将本该站在这里的伙伴从朕心救出来，便是4个人一起葬身此地。你怕死吗？柳拂衣问。慕瑶摇头，我不怕。相反，他的一生似乎从来没尝试过这样疯狂而纵情。我也是。柳拂衣笑着擦了擦唇上血迹，平静地望向前方。瑶儿，活着是为了不留遗憾。九玄收妖塔震颤起来，塔窗内红光迸出，似乎感应到了主人的危险。摆着小木塔的梳妆台像是被小鸡啄破的蛋壳，承受不住这样的能量，绽开一道道裂痕。怨女正静坐在宅子中的房间里，双手死死扣住桌子，手背上血管迸现，眼球里布满血丝。朕心被木生强行猎过一次，不得已吞下2个人，又被大量符纸攻击，朕心受扰，阵中气场骤乱，已然失控。现在即使是他这个镇主人，也无法控制他吞噬天地的欲望，再这样下去，他也将葬身此地。此时此刻，九玄收妖塔也躁动起来，巨大的能量辐射四周，他坐在凳子上动弹不得，犹如发病似的，身体抽搐起来，眸子在栗色和黑色之间反复交错变换。听闻人死以后要过奈何桥，携手走过去，来生还能做夫妻。木生抓着他的手贴在自己冰凉的颊边，他的声音已然很轻，还坚持说话，睫毛扫在他的指尖，语气很平和。今日我们一起死在这里，你会不会在桥下等着我？林妙妙哽咽着，身子不敢动，生怕一动便引得他大量吐血。等。少年抬起头，漆黑的眸望定他，半晌，唇边翘起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似乎是在笑他。他这样笑着，缓缓地垂下睫毛。都是骗人的鬼话。什么？林妙妙失神地问。他怜惜地凝视着他，轻柔地将他滑落发丝别至耳后，若有似无地笑道：人无来生，只此一次。他的动作停下来，望着他的眼睛，似乎是在郑重地同他许诺。我不会让你死的。一口血从唇边溢出，他猛然拉过他的身子，吻在他唇上，温热的血液蹭满了他的嘴唇。他留恋的紧闭的双眼睁开，用颤抖的指尖将他唇上沾着的血认真涂抹均匀，笑着。这样便认得了。林妙妙反应过来，尖叫着去抓他的手，他的指尖已经绕在发带之上，猛地一拉，竟然将发带扯了下来。白色的发带从他指尖挣脱，似乎真的变作白色蝴蝶，在风中飞走了。一头漆黑的长发缓慢地散落下来，盖住了他的耳朵。随即发梢扬起，飘散在空中，刹那间便长到了脚踝。刺目的红光爆裂开来，半妖之力倾泻而出，如同潮水灌满洞穴，整个阵中地动山摇，丝绸般的边界骤然被穿出几个大洞，马上要被撑破了。头顶上那一方狭小的天幕已变成浓郁的血红色。梳妆台在颤抖着，发出哒哒哒哒的轻响。九玄收妖塔发出红光，炙热的仿若被烈火焚烧。怨女的眼珠在交替变化中哒的一番，短暂定格在了黑色懵懂的眸子。端阳茫然地望着镜子，梳妆台晃得厉害，镜子里的人影也跟着震颤，几乎看不清面孔。老天，这是在哪里？地震了吗？他的指尖诧异地落在镜子上，望着一张陌生的脸，疑心自己是在做梦。我怎么了？我为什么变成了那个女人？他在极度的惊恐中低头一看，望见了发着金光的九玄收妖塔。啊，这不是柳大哥的塔吗？他感到了一丝安心，下意识地伸手去拿。谁知他纤细的指尖碰到收妖塔的瞬间，整个阵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仿佛在一瞬间爆炸开来。九玄收妖塔金光大作，猛地飞上了天。端阳感到身上压着的什么沉重的东西猛地脱开了，刹那间一阵轻松。女人嘶哑扭曲的惨叫响彻整个天幕，旋即消弭于无形。少年的长发在空中飘散不歇，他眼角赤红，漆黑的眼里满是戾气，碰到他的活物全成粉末，除了安坐在他身前的林妙妙。他的眸子于空明的织纱意中艰难地维持最后的清明。他沾满血的手摸了摸妙妙的脸，
睁大眼睛，两滴艳红的血泪顺着脸颊滑落，拉出长长的线，诡异万分。我死以后，你要为我守节3年。大雪天，新年夜，捉小鸟，堆雪人。他一生难以企及，求之不得，念念不忘。破开的阵心边界，化作鹅毛大雪般的碎片，旋转飘落下来，将二人拢在中央。天幕寸寸清明，白色的光芒涌入。胆敢爱上别人，我……他黑漆漆的眸子轻轻一转，停住了。可惜世上再无我。丁恭喜宿主，攻略角色木生好感度达到100%，人物攻略成功。丁任务人林妙妙在捉妖中的任务圆满完成。欢呼与掌声，浪潮与风声一齐灌入耳朵。妙妙心碎了，我也被掏空了。